这不是我的东西，带着做事也不方便，还是放着吧。或许是你父皇落下的。她现在怀着孕，孕期内还会不断的长肉，现在戴着这戒指很不可取。娘亲说什么就是什么，只是可惜了，我觉得这个戒指还挺好看的，想不到父皇的眼光也能有好的一天。小正角，娘亲问你一件事情，2个月前你本来是一块离开皇宫的，可是后来怎么会跟大家走散了呢？当时出了什么事？你有没有受伤？娘亲，其实我当时不是走散了，是自己想要回来的。虽然我也很讨厌父皇，不喜欢他老是伤害你，惹你不开心，可是只要我一想到或许我们走了一辈子都见不到父皇了，心里还是有点难过。而且我知道小包子肯定比我更加难过，于是我就自作主张又跑回来，想要给父皇留一个信物，让他知道我们没有死，其实还活着，只是去了他找不到的地方而已。南婉嫣没想到是这个理由。娘亲，我们一定要走吗？面对小正角这番委屈不解的话的追问，南婉嫣像是被戳中了心事，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我开玩笑的，娘亲，你千万不要觉得为难，无论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在娘亲的身边，娘亲去哪我就去哪，我相信妹妹也是这么想的。女儿如此乖巧，南婉嫣心中的愧疚更深了。谢谢宝贝。小正角还想说什么，忽然发现南婉嫣肚子有些鼓鼓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伸出指头碰了碰，一脸的兴奋。娘亲，你这肚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了？都快追上我了，难道娘亲这2个月吃了好多好吃的？南婉嫣哭笑不得地看着这只小馋猫，小馋猫你就想着吃，娘亲现在肚子里藏着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来你摸摸看看弟弟妹妹能不能回应你。我要有弟弟妹妹了，好神奇。我希望是个弟弟，这样的话弟弟长大了就能和我们一起保护娘亲了。但如果是个妹妹的话，我和小包子就一人保护一个，他保护小妹妹，我保护娘亲。真是娘亲的好女儿，又懂事又可爱，为孩子妥协一段婚姻，又真的能有一个好的收场吗？南婉嫣心情复杂。皇上，这些事情交给属下来就好，您何必亲自动手呢？无妨。小正角说了，南婉嫣喜欢浪漫，花送佳人，不知道能否讨美人一笑。顾慕寒眉眼温柔地捧了一大束的鸢尾在怀里，正准备去鱼心殿的时候，云雨柔不合时宜的来了。娘娘您看，皇上竟然亲自折花，如此屈尊降贵，真是叫人不解。到底谁才是皇帝，谁才是皇后？他怎么觉得皇上正上赶着贴皇后的冷屁股呢？云雨柔更是怒不可遏，一双手攥得通红。顾慕寒怀里的鸢尾摘够了，便径直打算离开。云雨柔余光瞥见顾慕寒要走，假装惊讶的抬头看向他。皇上，原来您也在这里。3步并作2步来到顾慕寒的跟前，恭敬的行礼。不知道皇上在御花园，雨柔多有打扰，还请皇上责罚。你在这里做什么？回皇上，今天天气好，难得御花园里的花也开了，所以娘娘才有好心情，想着出来散散心。孕期适当走动走动，也是有助于孕妇的身心的。柔妃娘娘也是为了肚子里的龙翼在考虑。云雨柔不卑不亢的浅笑，摸着鼓起的肚子，落落大方。皇上，的确如此。那你慢慢散心吧，朕有事先走了。皇上捧着那鸢尾是要拿去给皇后娘娘的吧？也不知道皇后娘娘的身体好些没有，雨柔也应该找个时间去向皇后娘娘请安才是。婉嫣身体不舒服。顾慕寒果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了云雨柔，眯起了深黑的瞳眸。你什么意思？婉嫣哪里不舒服？难道皇上不知道吗？昨夜雨柔让人去给皇后娘娘送晚膳，本想当时给皇后娘娘接风洗尘，那些菜都是皇后娘娘以前喜欢吃的，结果皇后娘娘不仅没吃，还让人原封不动地送回来了，说是身体不适。顾慕寒的眉头蹙了蹙。不过说来也奇怪，皇后娘娘怎么忽然间就忌口了呢？又不是孕妇。说完这话，云雨柔就摸着肚子，若有所思地暗中观察顾慕寒的表情变化。沈宇直接傻眼了。云雨柔方才明里暗里分明就是在说皇后娘娘她怀孕了，可这又怎么可能呢？皇后娘娘都离开皇宫2个月了。顾慕寒的脸色瞬间一沉，小心翼翼地捧着花的手指一个用力，一根鸢尾花的花枝便折了，掉在地上。他看向云雨柔的肚子，再联想到南婉嫣圆滚滚的小腹，简直一模一样。难道他真的？拂袖压抑着怒气就走了。父皇，
参见皇上。顾墨寒眉宇间的阴云越发浓厚。你们将小针脚带回寝殿，朕有些事情要单独跟皇后聊聊。修长的食指紧捏着手中的花枝，顾墨寒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众人感觉到了不妙。皇上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发了这么大的火？南婉嫣的黛眉紧蹙，眸光也冷下去。刚才还热闹非凡的殿门口，此刻寂静无声。顾墨寒半眯着凤眸，一步一步地逼近南婉嫣。有事吗？顾墨寒终究是忍不住心里的火，将怀里所有的花全部砸在地上。他伸手狠狠地扣住她的腰身，往自己的怀里带，死死盯着她，字句清晰。朕问你，你是不是怀孕了？他果然看出来了。他心惊的美眸一缩，冷汗细密的布满他的掌心。南婉嫣咬牙别开了脸，双手抵在他的胸膛上。没有，我没有怀孕。他不能承认，不然他肯定会死缠着他不放的。殊不知他轻轻地摩挲自己的指腹，明显就是心慌了。这个细节敏锐地被顾墨寒给捕捉到，男人顿时如坠冰窟。都到这个时候了，南婉嫣居然还在撒谎。南婉嫣，你一撒谎就会避开视线，会摩挲手指。你的肚子明显长肉了，穿衣服也不再像从前那般，而是变得宽松，明显不合身。当初朕让你换上你从前的衣裙，你推脱再三，也是为了掩盖你显怀的肚子。而从前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你，也再没碰过那些。每次朕一靠近，你就会下意识护住你的肚子。你明明已经怀孕，还想瞒我到何时？对，我就是怀了。所以呢，顾墨寒，你这样气势汹汹的来找我，就是为了质问我怀孕的事情？南婉嫣，是不是在你的眼里，我所有的付出都一文不值？是不是在你的眼里，我就像可笑的小丑？对你的爱也好，包容也罢，都是你可以弃如敝履的污秽之物。到底在说什么？我不过就是怀孕了，瞒着没有告诉你，有什么必要对我这么凶？我以为送你鸢尾能讨你欢心，原来从头到尾都是我自作多情，热脸贴了冷屁股罢了。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居高临下看着我出丑，玩弄我很有成就感？顾墨寒，你说话能不能别弯弯绕绕的？要说什么就直说不行吗？你方才那些话我一句都没有听明白。还在装傻？南婉嫣，我根本没有碰过你，你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南婉嫣突然懵了一瞬，觉得浑身血液仿佛都凝固了。她不由得被这番话给气得大笑起来。你说什么？难道不是吗？他跟他可能唯一的一次就是元辰节，那晚他的记忆很混乱。第二天醒来，身边陪着的人是云雨柔，他以为他跟云雨柔没有过什么，应该是和南婉嫣在一起。可南婉嫣说什么，他没有和他在一起，而云雨柔怀孕了。就算不甘心，他也只能认了，那晚的人是云雨柔。可现在分别了2个月，逃出宫去的南婉嫣却怀孕了，还不敢跟他说，藏着掖着。孩子如果是他的，他有什么必要瞒着他呢？你告诉我，5年再见，你对我不爱也不恨了，如此厌恶，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所以你才心心念念的想要跟我和离，想要离开。无论我怎么低声下气，你都没再正眼瞧过我一会儿，甚至炸死离宫。是因为宫外有你喜欢的人，你想和他双宿双飞，是这样吗？就算我有喜欢的人，我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你的，你要如何？要我的命吗？他一把推开了顾墨寒，漂亮的脸上神色冷静，认真地望着他。你要是觉得我怀孕这件事情伤了你的自尊，毁了你身为帝王的名誉，那好，不如就此废了我这个皇后吧，或者放我走，就当是把我打进冷宫了。你放心，我保证今生今世都不会再让你看见我。顾墨寒，你知道我向来不稀罕这些东西，名利地位于我而言都是浮云，而你也可以眼不见为净，风风光光的做你的皇帝，怎么样？你不稀罕，我稀罕。你明知道我费尽心机将你留下，就是为了能够让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你也知道我从来舍不得对你做什么，不然你现在就已经被我丢去喂狗了。可我喜欢你，南婉嫣，我喜欢你，我只想你好好的，对我心死了没关系，不爱我也可以，我会倾尽一切，用尽一生让你重新喜欢我。我愿意等你回心转意。可你呢？从始至终，你不过就是仗着我对你的喜欢，越发的肆无忌惮。南婉嫣，你以为我是什么好人？我满脑子都在想着如何得到你，但你看看，我怕你生气，我都不敢动手，手段都不敢多用。现在我也怕伤着你，连话也不敢说得太难听。可你也要为我考虑，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朕真的留不得他。顾墨寒，你敢？你要是敢动我的孩子，我保证你后悔。这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能容忍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朕说错什么了？你一个字都没说对。顾墨寒，我真是恨你，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混蛋？
你为什么可着我一个人欺负？我欠你的。还有，你告诉我，怀孕这件事到底是谁跟你说的？顾墨寒的眉头重重的跳着，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破体而出，抓着他的手，不自觉加重了力气。我要你拿掉孩子，就是欺负你；看着你生下别人的孩子，才是爱你。南婉嫣，你把我当傻子？此刻右臂上的伤疤隐隐作痛，却比不得他心上的1/1000的伤痛。你告诉我，孩子几个月了？孩子的父亲是谁？想来也是这2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是云恒的还是莫雨明的？又或者是那个叫莫离的混蛋？他知道你怀孕了吗？你们有过几次？有些事情就不能深想，想一下便遍体鳞伤一次，妒火瞬间万丈高。你恼羞成怒了，看来奸夫是这3个人之一了。你真的不如去死！一句话还没说完，嘴唇瞬间被他给封住了，抬手捏住他的下颌，逼着他仰头承受这个吻。南婉嫣倾尽全力的去挣扎，越挣扎他越疯狂，弄得他好疼，直到最后他喘不上气了，他才松开他的下颌，轻轻的抚上他的脸颊。婉嫣，告诉朕，谁是孩子的父亲？你若是什么都不说，那朕只好全都弄死了。南婉嫣只觉得心跳漏了一拍，她用蛮力甩开了顾墨寒的手。顾墨寒，简直不可理喻！渣男、混账、愚蠢至极！这孩子是你的亲骨肉！话音刚落，整个鱼心殿彻底死寂下来。你说什么？顾墨寒如遭雷劈，蓦然间呆住了，脸上的疼仿佛都没了知觉，可是心又更疼了。我没碰过你，孩子怎么会是我的？为了保护奸夫，你又要骗我一次吗？南婉嫣要被顾墨寒给气笑了，肚子蓦然一阵发疼，她强忍住不适。他们一个是我舅舅，另一个是我视作长兄的教书先生，至于云恒，不过是我找来帮我入宫的人罢了。你脑袋难道被驴踢过吗？为什么总是无凭无据的臆想别人有多坏？既然你这颗废了的脑袋想不起来，那我就帮你好好回忆一下，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元辰节那天，秦慕白在酒里给你下了药，此时我并不知情。我与你回府分开之后，原本想与孩子们守夜的是你，那一夜是你强行将我从香林宴掳走的，你一直抓着我，我发觉你的不对劲，当时我还给你查看病情，你却恩将仇报，二话不说将我带进屋子，摁到你的床上。那夜的顾墨寒毫不怜惜，对他做的事简直是用梦浪形容都不为过，哪里是要他当解药，简直是要了他的命，死去活来，翻来覆去，整整折腾了大半夜。总之那夜你禽兽不如，现在你记起来了吗？顾墨寒震惊地看着南婉嫣，原来他真的没记错，那天晚上陪他的人是他，所以他才会如此动情，如此疯狂。可当时他脑子太混乱了，根本就记不清过程，只能断断续续想到某些事情。云雨柔也说了，他没有进屋，他见死不救，所以云雨柔才被他当作解药。可现在看来，云雨柔是在说谎了。那夜的人是你，为何次日躺在我身边的会是别人？那一夜你又为什么要走？你强迫了我，难道我还要躺在你的怀里陪你过一夜吗？我也是真没想到你能这么能，强了我就算了，还有力气将云雨柔也收入囊中，一晚上让2个女人怀孕，你才是不知检点、厚颜无耻的人。既然如此，我向你求证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否认？因为那个药有问题，我失去了那晚的记忆，直到你发动兵变的前一日昏迷，我才彻底想起来。那天我也不是故意骗你的，而是我真的不记得。至于后来为什么想起来不说，那次他想起来的何止是那一夜的事情，他还想起了许多惨烈的过去，惨烈的爱情。他凭什么要将怀孕的事跟他说呢？恨不得跟他一刀两断。闻言，顾墨寒死寂了许久，仿佛被劈成了2半，一半是对云雨柔撒谎的愤怒。那晚南婉嫣明明就在他的身边，可云雨柔说南婉嫣见死不救，连他的房门都没有迈进半步，要不是他舍身相救，他就死了。可气他又一次被云雨柔的弥天大谎所玩弄，而另一半则是对南婉嫣的悔恨。他方才都说了什么混账话，说孩子是野种，说他有奸夫，还想杀了奸夫，除掉野种。他突然间就怕了，原来与他的关系就摇摇欲坠，如今这样的事情，他只怕会更加的厌恶他。想到这儿，紧紧的将他给抱住。婉嫣，方才是我记糊涂了，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顾墨寒，我能说的都说了，不管你信不信，也不管你说的什么急糊涂，我不想听。我现在只想让你放开我，让我滚出去。我相信婉嫣，我不该没有了解事情全貌便冲你发火，我真急糊涂了。你用力的打我罚我，只要你能消气，让我做什么都行。他想到他会为别的男人生儿育女，躺在别的男人的怀里，娇媚无比的模样，光是想想他就会疯。他可真该死！你放开我！你疯够了没有？你要解释我给了，又呼来喝去的肆意的污蔑，
最后说2句软话，我就要原谅你？我看着有这么好欺负吗？你给我滚！滚字还没说完，南婉嫣的肚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啃噬一般，钻心的疼，她顿时脱力，一下子虚弱下来。火焰，你怎么了？神宇，快宣太医！顾墨寒陡然将南婉嫣大横抱起。火焰，你不会有事的。顾墨寒将南婉嫣小心翼翼地抱在床上。火焰，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你给我滚！别说气话了，不要为了气我跟自己过不去，跟我说你需要什么。让你去请太医，怎么还在这儿？回皇上，于峰已经去请了。太慢了，把他嫁过来。申宇都震惊了，现在皇后娘娘的情况危急到这个份上了吗？皇上，刘太医来了，快给皇后诊脉。风风火火地跟着顾慕寒进了大殿里，于峰累得气喘吁吁的，和沈宇在门口焦急地等着。怎么没请江太医？不巧，刚才我去的时候，江太医不在，但皇上又着急，便只能把刘太医请来了。沈宇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皇后娘娘这是有喜了呀！朕不想听这个。他方才起就腹痛不止，整个人也很虚弱，脸色也苍白，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赶紧给朕治！刘太医心头震撼。是，臣这就干。只好又回去继续把脉，观察南婉嫣的神色。回皇上，皇后娘娘的身体目前没有异样，也没有小产的情况。娘娘腹痛，应该是情绪大动，牵扯到了心脉，才会导致气滞血瘀，使不上力气。娘娘得平复情绪，卧床静养一段时间。朕知道了，你出去开药吧。是，臣先行告退了。顾慕寒看着神色依旧清冷的南婉嫣，知道自己的存在已经影响她的情绪了。那一夜的事情有误会，我定会弄清楚一切，给你一个交代。你好好休息，我晚些再来看你。南婉嫣闻言无声的冷笑一声，看了顾慕寒一眼。好好休息。说罢，他转身走出去，轻轻地带上了店门。顾慕寒睨了香玉二人一眼，神色冷肃地说：皇后身体不适，你们好好照顾皇后，每日按照刘太医开的方子煎药，天塌了也不能耽误。若照顾不周，朕拿你试问。奴婢明白了。奴婢明白了。说完，姐妹二人小心翼翼地推开店门进去照顾南婉嫣了。而沈宇面色紧绷地看着顾墨寒，莫不是娘娘真的给皇上戴绿帽子了？可以娘娘的人品，不至于此吧？皇后怀孕多久了？刘太医不敢有所隐瞒。回皇上，皇后娘娘怀孕3月有余了。皇后娘娘怀孕3个月了？于是于峰很是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沈宇脸色也是蓦然一变。没想到皇后娘娘已经怀孕3个月了，那就是皇上还没登基之前。那照这样看来，皇后娘娘这分明是故意要带着肚子里的龙翼逃跑啊！娘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敢这么堂而皇之的瞒着皇上，他现在岂不是要气死了？朕还真是养了一群好手下呀！传朕的旨意，将姜太医重打10个大板，关进天牢。他以下犯上，竟敢伙同皇后欺瞒朕，欺君之罪，理应当诛。但看在皇后的面子上，朕饶他一命，择日流放。众人闻言心都颤了。属下这就去办。顾墨寒重重的拂袖离开。有些事他要找云雨柔好好的问个清楚，就比如那夜他根本就没碰过他。想来这个时候，顾墨寒和南婉嫣应该已经闹崩了吧？我只需要坐山观虎斗就好了。可还不等他想罢，观墨殿的大门就被人猛地一脚踹开。云雨柔！云雨柔神色微变，转头看到了门口逆着光阔步而来的顾墨寒。皇上，方才雨柔在给肚子里的孩子绣衣裳，没有听到有人通报，这才接下来迟，还请皇上责罚。朕有事问你。虽然雨柔不知道您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还发了那么大的火气，但皇上还是先喝口水再说吧。碧云，快来给皇上倒茶。是，娘娘。皇上，请用茶。顾墨寒接过杯子，猛地砸碎到了地上。云雨柔一阵心惊骇然。朕问你，除夕那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皇上，您是什么意思？那一夜不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吗？还敢撒谎！荀雨柔，你的嘴里究竟还有几句真话？那天晚上你究竟做了什么？还不如实说。皇上，雨柔从来都没有骗过您啊。那一夜雨柔得知您身体不适，就去找了王嬷嬷，在王嬷嬷的允许下，才会去了您的西风院。然后雨柔当时看到皇后娘娘也在院子里跟您起了争执，
原本雨柔心灰意冷，想要离开，却不想皇后娘娘打了您一巴掌就离开了。雨柔当时担心您，也着急去见了您，谁知道就跟您有了一夜的情分。你看见皇后没有进过朕的屋子，然后你进去了？是。男人的唇角勾出一抹嗜血的笑，语气透着浓烈的杀意。当着朕的面，你还敢一再撒谎？云雨柔，你当真活腻了？云雨柔闻言，心都颤了颤。是，我确实是撒谎了。其实那一夜，皇后娘娘是进过您的屋子的，但是皇后娘娘后来离开也是事实。雨柔进了您的屋子，您也跟雨柔有了夫妻之实，雨柔说的难道有错吗？云雨柔，就算记忆再混乱，他也清楚记得那一夜他就是跟南婉嫣游过，而云雨柔竟然仗着他对他最后一丝忍耐，欺骗他这么久。皇上，雨柔爱您，很爱您，所以想要独占您的关爱和宠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这样的感情没有错。难道您忘了当初雨柔救您一命的时候，您是怎么口口声声答应雨柔的？雨柔难道就不应该比别人得到您更多的爱吗？够了，云雨柔，你撒谎难道还有理了？既然你都承认了那一夜你就是在撒谎，那么朕现在凭什么还要相信你跟朕有过夫妻之实？云雨柔，你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朕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在您的心里，雨柔难道就这么爱撒谎吗？朕早就不当你是从前那个善良温柔的女子了，如今的你谎话连篇，为了利益竟然连朕都敢玩弄。你给朕说清楚，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怎么来的？雨柔没有骗您，雨柔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您的，不可能有错。当时皇后娘娘虽然离开了，但您还在屋里，雨柔想要去照顾您，却不想直接被您拉上了床。当时您把雨柔当作皇后娘娘，才会对雨柔那么宠爱亲近。雨柔心里虽惊喜，但更多的是痛。明明我才是最爱您的，结果到了最后，在您的心里还不如皇后娘娘的替身。这样侮辱的事情，您叫雨柔如何说得出口？所以才一再欺骗，这只是雨柔嫉妒心作祟。皇嗣绝对是正统，绝无半句虚言。他说的这些话半真半假，大部分都是通过碧云的嘴里套出来的。与朕欢好者会失忆，当晚你若真跟朕有过，又怎么可能将一切记得那么清楚？婉嫣说了，她先前并不愿意告诉他事实，只是忘记了经过，直到他要造反前才将一切都想起来。但是云雨柔从一开始就说的信誓旦旦，根本就不像是失忆过的样子，明显就不对劲儿。云雨柔心惊了一刹那，皇上，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的清白？雨柔根本就不知道那样有什么效果，但不管什么效果，我们都是圆了房的，此事绝无半点虚言。雨柔除了不愿意让您独宠皇后娘娘，其他的真的什么都没有骗过您。你有十足的把握跟您在一块的人就一定会失忆吗？皇后娘娘跟您待在一块，也许药效就降低了呢，到了雨柔这里就起不了作用了。你竟然因为和皇后娘娘置气了，就想来侮辱雨柔的清白。你已经记不清楚你到底对雨柔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但是当时留在您床上的那些血，你也要说雨柔是假的吗？那一夜他到底有没有跟云雨柔？偏偏脑海里的记忆混乱不堪的，只记得和南婉嫣的那半段，对于云雨柔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云雨柔，你知道欺君的下场，朕再给你一次机会，如实招来。皇上，雨柔觉得您真的变了好多。您就算再厌恶雨柔，也不至于像今日这样冤枉雨柔肚子里的孩子。早知如此，雨柔又何必在那天您和皇后娘娘遇刺的时候为您挡下那一剑呢？够了，别跟朕扯过去。你救了朕，朕也未曾亏待过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用救命之恩来束缚他，禁锢他。皇上既然不爱听，那雨柔就不说以前，说说现在，说说雨柔这10年来一直围着您转。您可以不喜欢雨柔，也可以变心，但是您替雨柔考虑一下，一个女人有多少个10年可以被耽误？蓦然看到他拿起原本放在桌上用来断线的剪刀，将刀尖对准自己的肚子。既然皇上不相信我，那你直接看看吧。孩子3个月成型了，雨柔亲自剖腹给您看看，
看看您跟我肚子里的孩子像不像，再做一个滴血认亲。顾墨寒脸色忍不住变了，只觉得他莫名的瘆人。云雨柔，你要做什么？我要剖肚子，将孩子挖出来。只要看到孩子，您就再也无话可说了，再也不觉得玉柔背叛您了。孩子，是娘亲对不起你，娘亲好想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可是没有办法。皇上他不相信咱们娘俩，他觉得你是野种，觉得娘亲不三不四，浪荡下贱，娘亲没办法，只能带着你一起死了。只求皇上您等会儿千万不要后悔。说罢，猛地将手里的剪刀朝肚子重重的捅去，力道相当的狠。一道血迹闪过，顾墨寒墨瞳一沉，直接一脚踹在云雨柔的手腕上，硬生生的将她手里的剪刀给踹飞出去。你疯了不成？我只是想让皇上相信我，连您都不信我，我如何能不疯呢？皇上，您现在相信雨柔了吗？云雨柔，装疯卖傻没有用，朕今日制止你，并非怜惜，而是不想你就这么轻松的洗脱罪名。你宁死不认，朕便先不动你。除夕那夜的事情，朕会彻查到底。在此之前，你就留在棺木殿里，哪儿都不许去。云雨柔痴痴地坐在地上，看着顾墨寒。皇上，雨柔真的没有骗你，雨柔听您的话，乖乖待着，哪儿都不去。皇上，住嘴！你没有资格跟朕说话。婉言已经回来了，不管真相如何，你都必须离开皇宫。朕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眼睁睁地看着顾墨寒怒气冲冲地踹开大门离开这里。云雨柔缓缓整理好自己凌乱的衣衫和头发，确认无人会进来后，换了一身衣裳往寝殿走去。抬眸便看到一个侍卫打扮的男人正局促不安地站在寝殿里，焦急地来回踱步。侍卫一看到云雨柔，顿时双眼都亮了，快步走上前来。雨柔，你没事吧？情况怎么样了？还好，叶哥哥肯定很担心吧？没事的，我都已经处理好了。你先坐着，我给你倒杯水。名叫杨烈的侍卫不好意思地讪笑两声。叶哥哥，今日的事情还好你先来跟我通风报信了，不然柔儿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叶哥哥，你也可以不用那么担心了，快喝口水歇歇吧。他端起水杯一饮而尽。雨柔，今日真的是好险啊！幸好我今日值守巡查的时候，看到于峰着急慌忙的领着刘太医去于心殿，说是皇后身子抱恙。当时我就觉得事情不太对劲，虽不知道皇上和皇后娘娘发生了什么，但肯定是出事了，便立马来给你报信了，让你也好有个缓冲的时间。多谢烈哥哥，否则今日柔儿就在劫难逃了。只是真没想到皇上这一下就察觉到孩子不是他的了。是我们骗了皇上，皇上那么信任我们。杨烈的神情有些愧疚，他想要摸一摸云雨柔的肚子，可是被云雨柔巧妙地给避开了。杨烈有些尴尬地收回了手，眼中却有些难过。雨柔，我很担心你，也很担心我们的孩子，一直遮遮掩掩下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大不了我们就认了，到时候就说我鬼迷心窍，将你给，反正要死就死我一个人，也好过现在躲躲藏藏的。烈哥哥，柔儿不许你这样说，咱们的孩子怎么能没有爹爹呢？烈哥哥，你就知道打趣我。那泛着冷气的眸子蓄满了厌恶，但是这个杨烈其实说的没错，今日要不是有他在，他这次恐怕就真的躲不过去了。对了，烈哥哥，柔儿这段时日真的很怀念当初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只是柔儿还是想不明白，除夕夜那一晚，柔儿跟皇上到底是怎么了，还有柔儿是怎么和烈哥哥认识的。忍不住多摸了摸云雨柔的肚子。好吗好吗，烈哥哥，你就再跟柔儿说一次除夕夜当天的事情吧。还有，我们两个之间的那些，柔儿想听。这般极尽妖媚的姿态，饶是任何男人看了都抵挡不住呀。除夕那一夜，我确实看到皇后娘娘去了皇上的院子，皇上将她带进屋子以后，两个人待了很久。要说没发生什么是不可能的，但半夜的时候，皇后娘娘也是真的走了，只不过当时她的状态很差，看上去衣衫凌乱，还没什么力气。我哪里敢打扰，只能默默待在角落里值守。但是那一天夜里，你是没有跟皇上有过什么的。讨厌，烈哥哥的记性果然很好。果然是这样，南婉言竟然真的跟顾墨寒睡过，真是可恨。南婉言怀的竟不是野种。那自然，这些都是你亲自告诉我的，我能记一辈子呢。我还记得除夕后大概过了2天的样子，你就找到我了。当时你喝了酒，
渲然欲泣的模样让我好生心疼。你把我带进你的院子里，躲进我怀里哭诉，说皇上根本就没有碰过你，你在翼王府里待得太空虚了，好想要一个孩子。那一夜太美好了，你的反应，你的样子，分明就是初次。当时你喝得烂醉，稀里糊涂地告诉我，你为了能让皇上欢心，竟然将自己给……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守护你一辈子。雨柔，你不用担心，无论发生什么，都有我在。他攥紧了手，不甘地咬着牙，压抑着怒火。好了，接下来的部分可不能给孩子听到了。叶哥哥，说了这么多，你也口干舌燥了，再喝点水润润嗓子。待会儿我想要烈哥哥在这里陪我。笑呵呵地一饮而尽。雨柔，你知不知道，我是真的好激动，尤其是知道你怀孕后，我好几次都想冲出宫去见。他的话音刚落，瞳孔猛地一锁，五脏六腑好似被火烧一般的疼痛难忍。杨烈这才发现，方才那个温柔似水的云雨柔早就变了一个人。雨柔，你怎么会？水里有毒！一口黑血从杨烈的喉间喷出。一个蝼蚁罢了，凭你也敢妄想染指本妃？一脚踹在杨烈的胸口。沈宇，彻查除夕夜那一晚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从前在翼王府里那些下人侍卫，都要好好的排查，越快越好，朕要知道真相。是，属下遵命。云雨柔这种作恶多端的女人，没有资格再活着了。现在就让我祝皇后娘娘亲手将她的真面目彻底撕下来吧。不过有件事情，我想让你帮我查一查。娘娘您说。只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今日到底是谁告诉皇上我怀孕了。这件事就包给奴婢吧，娘娘放心，奴婢这就去。话音刚落，一道冷静的声音从店门口传了过来。不必了，已经查到了。风央脸色冷肃地看了香玉一眼。奴婢来迟，还请主子降罪。我没出什么事情，方才你说查到了，是谁在背后说我怀孕了？是云雨柔。果然是她。皇上今日下了早朝以后，在御花园里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云雨柔，而从那以后，见到皇上的人都说皇上勃然大怒，气势汹汹地来了于心殿。有没有查出来云雨柔在御花园里跟顾墨寒说了什么？奴婢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但有些听到风言风语的人说，云雨柔并未明确说明您怀孕的事情，而是暗中点拨了皇上几句。主子，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应该是云雨柔误以为她怀了野种，才会那么嚣张跋扈，想借顾墨寒的手把她给弄死。她处心积虑的想要我死，那我便要了她的命。奴婢听主子差遣。可还不等南婉嫣回话，于心殿的大门突然被香莲给推开了。皇后娘娘，沈宇是为求见。沈宇来了，让他进来吧。是。属下有罪，特地来向皇后娘娘请罪。前几日属下不知道您就是白芷姑娘，那时心里还有其他的顾虑，才会拒绝了娘娘您的要求，没能及时将云雨柔的罪行揭发出来。但如今您已经回来了，属下再不会瞻前顾后，而且云雨柔最近的所作所为已经很大限度上伤害到了您和皇上，属下追悔莫及，请您从重责罚。你起来吧，这件事情我没有怪过你，当初我假扮白芷也没想过能够那么轻易让你替我做事情，而且我明白你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多谢皇后娘娘。沈宇从怀里掏出那些书信，诚恳又坚定地将信件递给了南婉嫣。今日属下将之前搜集到的证据全部带来了，但求您尽快将云雨柔的真面目诉诸天下，让皇上也好好看看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沈宇此话一出，众人很是诧异。娘娘，您现在看的是当初云雨柔联手南青青两人在城外收买乞丐，散播两位公主是野种传言的证据。属下重新找到了那些乞丐，里面包括云雨柔联系南青青的信件，还有两人秘密来往的字条。原来是他，我真是他，他还真的坏透了。他知不知道当初那些谣言差点害死了2个小公主啊？这个是当年云雨柔投机取巧，代替您的救命之恩一事。属下派人走访了当日皇上落水地点的村落，各户人家都说当日他们看到的并非云雨柔，而是您。虽然当时您还小，容貌与现在有所出入，但您救完人以后一路回了丞相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个人得是什么心才能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来？小小年纪就知道争权谋利，顶替别人的功劳，真是从小就坏呀！什么？皇上的救命恩人竟一直都是皇后娘娘？风央看着南婉嫣，主子，还请您注意身体。沈宇，那又是什么？回娘娘话，这是属下找到的那一日云雨柔和高管家联手企图害死属下的证据。沈侍卫，你不是关于那日的一切，你不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我在娘娘的治疗下早就恢复记忆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皇后娘娘，属下愿意立刻就帮您指证云雨柔的一切罪行，您快些将那个罪魁祸首抓过来吧。把他抓过来，现在，立刻，马上！香玉立即带着人气势汹汹地冲出于心殿去抓人了。香莲，你去请顾墨寒过来。是。
奴婢这就去。风阳，扶我起来，梳妆更衣。进去吧，别磨磨蹭蹭的，让娘娘久等了。多谢香玉姑娘。随后他抬脚迈步了于心殿。雨柔见过皇后娘娘，给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你这是……他的话还没说完，重重的又挨了一巴掌。云雨柔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南婉嫣摁着，又狠又重的扇了20个巴掌。云雨柔头晕目眩，一时间还真没缓过来。皇后娘娘，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们家娘娘？皇上不会放过你的！还没来得及护住云雨柔，就被风央的一脚踹在胸口上，直接踹倒在地，狠狠的踩踏。主子做事，你这条狗有什么资格插嘴？风央拽着碧云的领子，将她扔到了一旁，又狠狠地在她脸上抽了很多下才罢休，冷睨了半死不活的碧云一眼。云雨柔，这样的滋味如何？皇后，就算你是皇后又如何，也不能这么仗势欺人吧？南婉嫣还真是疯了，就因为这么件小事，就想要将我打死吗？我今日还真就仗势欺人了。怎么，你有意见？伸手死死捏住了云雨柔的下颌，似乎要将指甲嵌入云雨柔的皮肉里，另一只手一下又一下拍着云雨柔红肿的皮肤。你敢说你没有仗势欺人过？云雨柔疼得嘴角都出血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过就是戳穿南婉嫣怀孕的事情罢了。南婉嫣凭什么这么对我？而且南婉嫣本就怀孕了，不是吗？既然你想不起来，那我便帮你回忆回忆，你过去借了谁的威风，狐假虎威，又是如何狸猫换太子，在顾墨寒的面前混得风生水起，做的桩桩件件龌龊的事情，我可帮你记得清清楚楚。原本我没打算对你动手，因为你不值得我亲自处理，但是云雨柔，我平生最恨别人伤害我的孩子，如今你已经狠狠地触到我的逆鳞，今日抓你过来，我就没想让你活着出去。我做了什么？什么桩桩件件的龌龊事？你有证据吗？皇后娘娘，我虽没有你受宠，但后宫之中只有我们2个女人，我怀着身孕，你不能随便打杀我，否则太皇太后和……风央皱着眉，有些愠怒，没听云雨柔说完，猛然揪住了云雨柔那松散的发髻，狠狠地往地上摔去。皇后面前休得放肆，罪大恶极，还敢冒犯郡主，该死！云雨柔被狠狠撞到地上，又是惨叫一声。娘娘，皇后要是再对娘娘施以暴行，娘娘定会动了胎气的。南婉嫣也不是蠢货，做事情张弛有度，难不成她的手里真的有置我于死地的证据？可南婉嫣说的什么狐假虎威、狸猫换太子，不是，南婉嫣已经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野宠了。想到这个可能性，云雨柔的脸色忽然变了。皇后，我知道您现在怀有身孕，又身居高位，皇上独宠你，想要无缘无故的罚我没有问题，但你别忘了，我的肚子里现在也有皇上的龙翼，你就算想动我，也得掂量着来，否则我的孩子要出了闪失，你觉得太皇太后还有那些大臣们会怎么对你？他们敢要一个残暴无德的人做皇后吗？我的事不劳你操心，你能活着出去再说吧。就在这时，于心殿大门再次被人推开。皇上，婉嫣，怎么了？碧云的整张脸被风央揍得像猪头似的，连滚带爬爬到了顾墨寒的跟前，卖惨似的哭诉道：皇上，还请您替娘娘做主啊！方才皇后娘娘派人来请，奴婢和娘娘便过来了。可是刚进殿，皇后娘娘二话不说就扇了娘娘几10个耳光，还打了奴婢。奴婢挨打没关系，可是娘娘现在她还怀有身孕，万一出了事情可怎么办呢？皇上来了，那婉嫣这么嚣张，也不可能不顾及皇上的面子吧？云雨柔没有开口说话，低声的哭泣着，她意的抬起脸来，露出了满脸的伤。闭嘴！皇后做任何事都有她的理由。碧云震惊不已，完全没想到云雨柔都伤成这样了，脸都快成猪头了，皇上居然视而不见，还偏袒皇后。顾墨寒，既然现在大家都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话都说开了。你说婉嫣是因为朕没有重惩云雨柔而感到生气吗？朕会尽快给她一个圆满的交代的，那晚的事情朕会尽快解决。云雨柔还跪在地上，看着脸色森冷的顾墨寒和南婉嫣，心里莫名的有些发慌。南婉嫣到底要说什么？她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真的能将我置于死地吗？还记得在裕王府的时候，你落水，我说过不会再救你第2次的话。我记得。怎么了？既然记得，我就不用大费周章的解释了。南婉嫣毫不留情地将一封信狠狠砸在了顾墨寒的胸口。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你自己看吧。顾墨寒对着一个假的救命恩人爱了这么久，疼了这么久，而郡主被人占据了一切就算了，还被眼前这个欠他一条命的男人误会厌恶了这么多年，他给郡主造成的伤害一辈子都无法弥补回来的。顾墨寒看了一眼冷着脸的南婉嫣，
他拆开信封，看着上面的一字一句，呼吸急促起来，猛然抬头看向南婉嫣。我的救命恩人竟不是云雨柔，而是你。婉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竟然不是顾慕寒的救命恩人，这怎么可能？云雨柔的脸上更是瞬间失去了血色，怪不得南婉嫣一副将我置于死地的模样，这真是拿到一副好证据啊！在他的身旁，碧云也是同样露出一脸震愕，不敢相信地看向云雨柔。娘娘就是仗着是皇上的救命恩人，所以才能一直这么顺风顺水的。现在这可怎么办呢？皇上原本对娘娘就已经爱答不理了，现在还能愿意再护着娘娘吗？证据还不够清楚吗？当初从水中救起你的人是我，你当时还对我许下承诺会报恩，会娶我。只是我并没有当真，只以为是儿戏，也根本没认出你是义王，所以没有留下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但是细节我全部可以描述。至于云雨柔，她是怎么李代桃僵，替代我成为你的救命恩人的，就要听她解释了。我会报恩，会娶你，这句话落在顾慕寒的耳朵里，他的脸色蓦然更加苍白了。这话是他给予救命恩人的承诺，一字不差。他顿时感觉眼前阵阵发黑，他不敢相信这份证据，那代表着他错的有多离谱。悔恨、疼痛、窒息感排山倒海的袭来。云雨柔，朕的救命恩人分明不是你，你却在朕的面前无数次利用这个身份作妖索要，为非作歹。若不是皇后挑明，你还想欺君到什么时候？不是，我也不知道会是。不是什么？沈宇，把他抓起来交由大理寺，按欺君之罪处置。欺君之罪，那不就是死罪？皇上，不可啊！娘娘还怀着身孕啊！慢着，这只是其中的一份罪证，等你看完了剩下2个罪证，再说惩处吧。话落，云雨柔瞬间大汗淋漓。南婉嫣还有什么要说的？她手里还有什么证据？单单救命恩人这件事情就足够要我的命了。这个疯女人到底想怎么样啊？想让顾慕寒将我千刀万剐，碎尸万段吗？好。南婉嫣眼神冰冷地将第2份信件给了顾慕寒。还记得2个小丫头的身世是怎么曝光的吧？是在王府最动荡最危险的时候，以野种的身份曝光的。顾慕寒的眼眸一沉，似乎是猜到什么，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这封信件里写明了当初云雨柔是如何和南青青沆瀣一气，安排那些京城里的乞丐到处散播小丫头们是野种的消息的。他们2人在皇族最动荡的时候宣传这件事，明摆着是想要害死我的孩子。此事当初我虽然没有证据，但也跟你言明了，此事跟云雨柔绝对脱不了干系。可惜你不相信我，还偏要我救她。云雨柔差点昏死过去。野种这件事当初闹得沸沸扬扬，他是放了100个心眼要置南婉嫣和他的野种于死地的。顾慕寒只觉得周围的空气都稀薄了，视线模糊，渐渐快要看不清楚手里的书信。他当初也怀疑过云雨柔参与此事，但当时云雨柔又救了他一命，他不想再欠云雨柔人情，不想再被他掌控左右感情，而且当时没有任何证据指明是他，所以他选择了不相信南婉嫣的话，甚至还逼着求着南婉嫣救下了云雨柔。他看着信件上白纸黑字，心仿佛被利刃绞碎了。顾慕寒的喉间蓦然涌上一抹腥甜，脸色惨白到极点，差点站不住了。皇上，沈宇反应极快地扶住了顾慕寒。这是云雨柔的最后一个罪名，当初加害沈宇导致他差点死掉的人不止高管家一个，云雨柔她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什么？这下连碧云都懵逼了，云雨柔也是一脸呆滞，心中慌乱无措，万万想不到这件事情会跟他扯上。这3个致命的烂摊子在铁证如山之下，就算他再聪明，这回也真的无法收场了。顾慕寒清俊白皙的脸此刻阴沉可怖，强撑着心力。皇上，皇后娘娘今日所说的一切都是属下这段时日以来亲自调查所得，绝无虚假。皇上，当初属下正是因为找到了云雨柔造谣2个小主子，还有她不是您救命恩人的证据，才会被云雨柔和高管家算计，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属下全都想起来了，便将一切都和盘托出，希望恶毒的人终将得到制裁，绝不能再逍遥法外下去。南婉嫣的手指摸着肚子，眼神冰冷。现在3项罪名都已经罗列明确，这次顾慕寒要是还护着云雨柔，那只能当他是蠢货了。朕从没想过你竟然会坏得那么彻底。那一日若不是朕出面，2个小丫头早就没了性命。你明知那2个孩子是朕的骨肉，竟还敢如此谋害。还有沈宇，他为朕出生入死，是朕的左膀右臂，你竟指使高管家杀人灭口，害他遭受如此大罪，你真是该死。皇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真的不是。你给我解释。朕不要你解释。要啊，怎么不听解释？
这3件事情你有什么辩解的？你现在可以说了。顾墨寒怒火中烧，眼里满是杀意，现在恨不得将云雨柔处置而后快。没错，我能解释，那些事情都是我做的，但并非完全是我的责任啊。别说这些废话，当初你还在竹兰院禁足的时候，是怎么跟南青青联手的？风央见状，上前一把揪住了云雨柔的衣领。说，顾墨寒的凤眸阴鸷而狠泞，宛如锐利的刀锋一样。到了现在这地步，云雨柔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看向了顾墨寒，仿佛受尽了委屈。是污蔑曝光2位公主是野种的事情，我有参与过。我见不得皇上成日里总是围着皇后和2位公主转，我嫉妒。你明知道我爱你，可你那会儿不仅对我冷淡，还将我禁足在院子里。我对皇后的恨意也只能一点点的发酵放大，所以我便把主意打到她的孩子身上，叫人出去散播消息，想借此让皇后手忙脚乱。但我绝对没有要害公主，我只是想给皇后一个教训。香玉愤愤不平，忍不住攥紧了拳头。云雨柔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来？她就是想害死2个小公主，却敢做不敢认。南婉嫣冷着脸，不想跟云雨柔争辩什么，狠狠给了她一耳光。我说了，别废话，你到底让谁将书信传出去的？谁是你的眼线？是高管家，我让他帮我给陈王妃送信，告诉陈王妃皇后娘娘早就有2个孩子，她别去了。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高管家一手操办的，我再也没有参与过。以我的本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是等着看戏。皇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啊，为了让您能够多看我一眼。我承认手段不对，可爱您的心有错吗？云雨柔，朕不是你为非作歹的借口。伤害朕的孩子比直接伤害朕更加可恶，该死！你现在身为母亲，难道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你和高管家到底有什么关系？他又为何为了帮你，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他突然找到我，要认我为主。最开始我不相信，但后来找他帮忙做了一些事情以后，我发现他是真的愿意帮我。可每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好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肯多说，只是告诉我时机未到，等再过段时间就跟我说。但是他还没等到告诉我真相，就已经……皇上，伤害沈瑜的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当时我去找高管家，让他帮我出谋划策，他让我不用担心，一切都交给他去做。结果谁能想到，他竟然差点杀掉沈瑜。皇上，求求您了，您要相信我。云雨柔，你真是太卑鄙无耻了！当初因为你的造谣生事，皇上在宫里被责罚得遍体鳞伤，后背都血肉模糊了。要不是皇上习武，身子底好一些，甚至都不一定能站在这里。而你最厚颜无耻的，便是顶替了皇后娘娘的恩情，在这10年里，借着恩情耍威风，利用皇上的责任心，对皇上接二连三进行打压束缚。你这么卑鄙，你真不配做人！高管家突然认云雨柔为主子，这是为什么？皇上，我承认取代了皇后娘娘的功劳，可那并非我的本意。那天晚上，皇上您被救上岸以后，我刚好路过，出于关心，便前去询问你的安危。当时我没有在周围看到任何皇后娘娘的影子，自然也不知道是谁救了您。可您二话不说，拉住了我的手，吞吞吐吐对我说谢谢，说您会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我本就是品家女，自然贪恋您对我的好，才一错再错，真的不是蓄谋顶替的。云雨柔，你少为自己开脱。就算当初顾墨寒认错了你，你之后也完全可以告诉他拨乱反正，可你没有。什么蓄谋不蓄谋的，你就是贪功，心黑就是心黑，洗不白的。顾墨寒看向了南婉嫣，不知为何，明明与他近在咫尺，却又感觉远在天边。这辈子他欠他的已经还不清了。当初的我无权无势，更没有依靠，成日在将军府里，更是受够了遭人白眼不喜的日子。借着月光，我看到了皇上的脸，我一眼便认出他是六皇子，是这西野的宠儿。身为一个女人，若是能够和这样长相俊美又拥有滔天权势的人在一起，当然什么都愿意去做。我承认我确实是自私，可那种时候换做任何人都会跟我一样想要依附皇上生活，难道不是吗？皇上，臣妾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但是我求您了，求您饶我一命吧。群玉柔，朕都没机会，你还想有机会？沈宇的心也狠狠的一揪。皇上该是十分自责吧。看向南婉嫣，皇后娘娘不会再给皇上机会了。
皇上，我真的知道错了。就算我以前从没救过你，但是上次我舍命护你，难道还有假吗？从那以后，我的胸口就时常隐隐作痛。够了！云雨柔的话音刚落，顾墨寒再也忍不住的抬手摔碎了身边的花瓶。云雨柔，你让朕放过你，那么又有谁来放过朕？想到以前他因为云雨柔的误导对南婉嫣做出种种惩罚，还有不信任，肠子都快悔青了。皇上，云雨柔，你到了现在竟然还想拿这些无谓的感情来牵绊住朕的脚步，朕已经受够了。朕就是因为相信了你的片面之词，才一错再错，导致大错特错。更是因为你撒的弥天大谎，导致朕跟心爱之人错过，错付了10年，整整10年。你知道朕如今有多么后悔吗？他的眼神阴鸷可怖，周身散发出来的气势更是让人胆寒。下一秒，突然抽出了神羽的佩剑，猛地丢在了云雨柔的面前。既然你说朕还欠你一条命，那今日朕便还给你，就当是那一次你替朕挡下一剑的偿还。神羽脸色大变，皇上不可！南婉嫣瞳孔骤然一缩，皱紧了眉头。我不是这样的，皇上，住口！朕没说过要放过你，朕对你好了10年，放纵宠爱，朕会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还你一命是为了我们之间的恩怨相抵，朕绝不欠你一分一毫，你休想再拿恩情说事。而你要为伤害婉嫣10年，伤害朕的闺女，连同高管家差点害死神羽，还有欺君之罪，立即凌迟处死。凌迟，此话一出，众人都在心中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这可是残酷的极刑啊！毕竟云雨柔的肚子里还怀着她的孩子，却不想凌迟，她都说出口了，心里莫名的舒畅了一些。云雨柔跪坐在地上，被顾墨寒的凌厉和威势吓得根本就不敢动弹。不能，皇上，您不能这样对我。皇上，您不能伤害自己，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不能拿您的身体作为代价，您放过您自己好不好？皇上不可，您是一国之君，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现在为什么要为云雨柔这样的人付出这么多？她的过错跟您没有任何关系。您若真的要还她，那就让属下来替您挨这一刀。滚！神羽，朕还没有问你的责，谁给你的胆子来阻拦朕？婉嫣，我对不起你。我知道，对你而言，我或许跟云雨柔一样死不足惜，犯下的过错永远无法被弥补，但我恳求你一个机会，若今日我能撑得过去，我发誓我会对你好一辈子，我的余生都会用来向你、向孩子们赎罪。皇上，娘娘，迟来的深情也是深情啊，娘娘就不能给皇上一个弥补的机会吗？皇上真的知错了。风扬却是蹙起了眉头，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顾墨寒现在是在使苦肉计。云雨柔绝望而憎恨地瞪着南婉嫣，他低声下气求的人，现在却在求别的女人原谅，这是多么的讽刺。给不了，喊你来是因为你是皇帝，也是当事人，我只负责揭露真相，至于你怎么想，要怎么做，你自己决定，不要架在我身上。至于云雨柔，我只能说，我绝不会放过。我明白了，我不会逼你。云雨柔，我欠你的，现在你便可以讨回去。不要！顾墨寒失去了耐心，直接将长剑掰断，强行塞进了云雨柔的掌心之中。不要！皇上，不要！上次你的左胸替朕挡了一剑，今日朕便也挨同样的位置。顾墨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抓住了云雨柔的手，将她手中的断剑尽数朝着自己的胸膛没入。皇上！霎时间，鱼心殿里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哀嚎。云雨柔的双手死死地抓着刀，手掌都流血了，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响彻了整个鱼心殿。只见南婉嫣脸色煞白，抿紧了红唇，死死地攥着手指。南婉嫣也没想到，顾墨寒竟然真的以命相抵，胸上的剑伤死亡率很高的，他动真格了。请您大发慈悲，救救臣妾吧！臣妾肚子里的小皇子还需要臣妾啊！云雨柔如此的无耻，让在场众人都气得牙痒痒的。云雨柔，闭嘴！眼下太皇太后赶来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为了云雨柔肚子里的孩子。太皇太后嫌恶地盯着她。云雨柔，哀家早就说过，你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但哀家实在没想到，你竟然坏透了。你怀了皇上的孩子，哀家也不能真的那么狠心，将哀家未来的重孙子杀死。
多谢太皇太后，多谢太皇太后。你看看你，就为了这么个东西，还扬言说什么不要江山，也不要未来的皇子了。你说说，你自己到底荒唐不荒唐？皇祖母，朕是人，有脾气有血性，况且云雨柔当真恶毒，蛇蝎心肠形容都不为过。偏偏朕又承过她的情，朕不想跟她有任何的牵扯，这个是最好的做法，您就别插手了。皇祖母，云雨柔罪大恶极，她怀着孩子都想着算计，谋害别人，无才又无德，这种人生出来的孩子迟早被她教坏。孙熙不能答应您饶她一命。太皇太后，臣妾真的知道错了，求您看在臣妾为了皇上怀上龙嗣的份上，饶了臣妾一命。臣妾向您保证，等到孩子出世以后，臣妾绝对不会跟他有所接触，一切的教养相关都由您和宫中人来负责。碧云连忙爬起来，对着太皇太后不住地磕头：“求求太皇太后，救救我家娘娘吧！娘娘她虽然犯下弥天大错，但是也不能就这么不管她的性命了。况且娘娘都是因为太爱皇上了，才会一错再错。您大恩大德，还请饶了娘娘的性命。”你插什么嘴？你家娘娘有多坏？难道你心里没数吗？今日是皇后和皇少要责罚她，你怎么有资格求饶？够了！今日谁都救不了她，阻拦者朕诛之。听到顾墨寒执意要取云雨柔的命后，太皇太后差点被急死，跺跺脚：“你敢！皇上啊，他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龙种，是未来的皇子啊！哀家不想看到你真的失去一个孩子云雨柔的命，你现在取不得。若你真的对他恨之入骨，那就等他生下龙嗣7个月以后去母留子，任凭你怎么折腾，哀家都不管你。”皇祖母，我知道您有自己的苦衷，也一向是顾全大局，但是在云雨柔这件事情上，我不想退步，也不会退步。她罪大恶极，就应该尝一尝地狱的滋味。难道我说的有错吗？嫣儿，是哀家对不起你。当年哀家之所以让你嫁给皇上，是以为你们2个人在一起能够幸福快乐。可哀家从来都不知道你在翼王府里受尽了委屈，算哀家求你了，求你看在哀家的面子上，暂缓惩处云雨柔的事情。你也是母亲，明白一个当母亲的心情。她肚子里的孩子终究是无辜的，更是莫寒的血肉。哀家只希望你能留她到生下孩子那一日。明明都是母亲，为什么就没有人体谅一下郡主的感情？眼睁睁看着一个骗子，一个罪大恶极之人生下顾墨寒的孩子，郡主该有多难过呀！况且这是别人的孩子，却要让郡主放下过去的恩怨，如何能够做得到？顾墨寒上前一步，挡在南婉嫣身前，将她护在身后。皇祖母，皇后容易心软，您别强迫她。朕说过了，今日朕是绝对不会让您把人带走的。云雨柔的事情，朕今日便要亲自处理干净，绝不留下任何的隐患。既然她不要朕的命，那朕就免了她的酷刑。人宇，即刻将她拖出去，乱棍打死。皇上，太皇太后，求您救救臣妾，救救臣妾！申宇要上前，太皇太后一口气闷在胸口：“住手！哀家看你们谁敢！皇帝，你难道当真要让哀家给你跪下，求你才肯放过云雨柔吗？哀家都说了，不是不让你们要她的命，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们怎么还这么一意孤行？皇上，皇后娘娘，太皇太后年纪大了，受不得这样的刺激。太皇太后又多护着皇上和皇后娘娘，众人都是看在眼里的，此心从未变过，还请不要再让她难受了。”顾墨寒看着云雨柔，还想再说什么，被南婉嫣一把给按下来。南婉嫣看着太皇太后花白的头发，既然皇祖母都发话了，我和皇上也没有理由阻止。今日看在皇祖母的面子上，云雨柔我们可以交给您来处理。火焰，我不想你受委屈。从前他给他的委屈太多了，现在他不想再忍受一丝一毫的委屈，只是延迟处置罢了，没让他一直活着。对不起，嫣儿，
都是哀家对不起你呀。结果到了最后，他还是只能让南婉嫣让步，终究是他们黄家欠南婉嫣的。云雨柔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无力地靠在一旁，看着这场战争硝烟散尽。皇祖母，云雨柔她作恶多端是事实，就算我们将她交给您处理，也不过是先留她一条命罢了。等她生下孩子，该有的惩罚一个都不能少。但是她还能苟活那么多个月，也得提前付出一些代价。嫣儿，你说，只要是哀家能办到的，不伤她肚子里孩子的事情，哀家都能答应你。云雨柔只觉得如芒刺背，冷汗流了一身，莫名的开始惴惴不安的。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就是让皇上从即刻起休了云雨柔这个人，往后她不再是皇上的柔妃，也不再是从前翼王府里的云侧妃。云雨柔不是最在意她的身份地位吗？留着肚子里的孩子，恐怕也是想要东山再起，努力争取皇后的位置吧。她要折掉云雨柔的翅膀。什么？云雨柔的心猛地一颤，如坠深渊一般的绝望。什么？不行，这怎么可以？太皇太后，臣妾若不是皇上的女人了，那这孩子岂不是成来路不明的了吗？孩子只是他的说辞，他真正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这个身份，绝对不能让南婉嫣夺走这一切。沈宇，给朕拿纸笔。修长的手指握着笔杆，顾墨寒字迹遒劲有力，每一笔似乎带着浓烈的悔恨和怒火。写完最后一个字，扔掉手里的狼毫，将那一纸休书轻飘飘地扔到云雨柔的眼前。从今日起，你与朕再无任何瓜葛。还有，朕不想再看到你。就算今日皇祖母替你求情，你也只能囚禁于冷宫，不得踏出半步。你胆敢踏出半步，朕不会再放过你。太皇太后也默许了顾墨寒的做法，她不再是顾墨寒的女人了，就连挂名的都不是了。那她以后还怎么当皇后？一辈子的执念突然断了，云雨柔绝望的眼神空洞麻木，云雨柔两眼一黑，终究是扛不住这些压力，直接昏死在鱼心殿里。娘娘，你怎么样了？将她带去冷宫，找太医来看看。是。凌乱的殿内只剩下南婉嫣和顾墨寒了。顾墨寒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婉嫣，他想伸手抱抱她，可是南婉嫣却转身护着肚子往殿内走去。顾墨寒神色一僵，随后跟着他往里走。路过一道门槛的时候，顾墨寒剑眉微沉，快步走到南婉嫣的身边，伸手想要扶住她。你现在怀着孕，走路小心些。别碰我！要他休了云雨柔的时候，他心里有那么一丝窃喜和惊讶，这是不是说明现在在南婉嫣心里还是在乎他的？今日你让我写下一纸休书给他，是？怎么，你都已经写完休书了，现在又后悔休他了？顾墨寒眉眼一沉，咬着唇，急忙想要解释。我并非这个意思，我从未……他从未这么想过。那就是现在所有的真相都被我戳破了。你觉得自己被云雨柔玩弄，欺骗了感情，自尊心受到打击，所以想来我这里求安慰。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我不是聆听你感情废物的垃圾桶，更不是你用来寻找尊严的物件。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我不想，更不愿意再见到你。说出来的话语如同针尖刺在顾墨寒的心里。婉嫣，我不知道你如何想我的，但我想告诉你，过去的一切都是我错了，我愿意承担所有后果，你可以随意惩治我，我什么都依你。你要是想要我的命，我也双手奉上，但我没办法承担失去你的后果，别对我死心，好吗？他转过身去，决绝地走进寝殿，关上了房门。滚吧！厚重的房门隔绝了屋外的一切嘈杂。门外，顾墨寒怔怔地站在原地，双目欲痛。他将额头抵在门楣上，隔着一扇门，想要感受南婉嫣呼吸过的空气。他终于也尝到了无力反驳的痛苦。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感觉，百口莫辩，心碎的滋味，原来是这么的苦啊！橙色的天幕在人间洒下最后一点白日的光辉。顾墨寒不知在南婉嫣屋外坐了多久，一步步地离开了鱼心殿。回皇上，属下自请受过。你何过之有？其实属下从来都没有失忆，之前属下被高管家伤到头部昏迷是真的，但不损害记忆。你说什么？既然你没有失忆，又为何要装作失忆来骗朕，还联合皇后一起？因为属下醒来的时候，皇后娘娘就在身边，当时情急，属下就立马将受伤前调查到的事情告诉了娘娘，包括云雨柔造谣2位小公主和皇后娘娘才是您救命恩人这2件事情。谁知道皇后娘娘听过之后，却让属下不要告诉您，配合她演一出戏。她怕您不愿意相信她，更怕您听过以后还是会维护云雨柔。
他竟是这么想。那之后呢？皇后失踪的那段时间，你明明可以告诉朕，为何还是缄口不言？因为当时属下见您为了皇后娘娘失魂落魄，云雨柔也怀孕了，属下担心您受的刺激太大，也害怕真的伤了云雨柔肚子里的孩子，便自作主张的没有将实情告诉你。皇上要打要罚，属下都甘之如饴。好啊，不仅是姜太医，就连朕最信任的你，竟然也学会欺瞒朕了。他是真的没想到，南婉嫣竟然在那么早之前就了解到所有真相了，而他受了这么大委屈，居然什么都不说，一个人憋在心里，任由云雨柔兴风作浪，也任由他误会，原因竟然是觉得他会偏心云雨柔。一瞬间，五脏六腑像是被人搅动，南婉嫣对他未免太过不信任了。他的心早就在他那里了，就是真的偏心，也是偏向他，为何会偏向云雨柔？皇上，属下知道欺瞒您这么久是大错特错，但是属下也得为皇后娘娘说句话，您和娘娘误会重重，皇后娘娘有她的顾虑也是合情合理的，况且后来是属下自作主张没有将事情告诉你，不关皇后娘娘的事，还请皇上惩处属下吧。你当然要罚。沈宇，归根究底，你都是朕的人，瞒而不报就是欺君，这样大的事情，你竟然藏了那么久都不说。若是你早些告诉朕，朕和婉嫣或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自己去慎刑司领罚30棍，在闭门思过3日，今后2个月的俸禄都充公。谢皇上。冷宫里，太皇太后坐在贵妃榻上，都快点儿！太医请来了没有啊？哀家不管怎样都要你们吊着云雨柔的一条命，她肚子里的皇嗣绝不能有问题。回太皇太后，太医们都已经看过了，也开了药方，说是气急攻心，但坐胎3个月了，稳得住，您别担心了。你吩咐下去，虽然云雨柔现在住进了冷宫，但绝对不能有任何怠慢，吃穿用度都得要最好的。太皇太后，虽然别人看不出来，但老奴知道您这心里才是最难受的。哀家知道，哀家这么做其实很没有道理，更对不起嫣儿，对不起皇上。哀家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皇上真的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吧。皇上他现在虽然有2个女儿，但是未来始终需要有人继承西野的皇位，万一这一胎是个儿子，那皇上以后也能轻松许多，朝臣才不会处处桎梏着皇上和嫣儿。他跟嫣儿他们一家子想去哪儿也能去哪儿，到时候哀家2眼一闭，就什么都管不了了。真是该死！娘娘息怒，您现在可千万不能动了胎气啊！今日我们能逃过一劫，都是因为您肚子里的小皇嗣庇佑。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哼，那又能怎样？这个孩子护得了我一时，又不能保我一世。今日你也看到了，皇上说要杀我，就是真的动手。若是等到孩子一出生，我这条命也会完蛋。那娘娘，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在孩子出生以前，必须逆风翻盘，不然我们都得死吧。这群老匹夫，整日里实事不干，就爱看着朕的后宫，到底是支撑了，还是朕的话他们都当作耳旁风了？这封陈情书上字字句句都在表达那些大臣们对南婉嫣的不满。那皇上，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从即刻起，凡是此类奏折，全都按着不动，一个都别呈上来让朕看到。还有刘尚书等人联名上书的消息，给朕全面封锁严实了。若是让皇后听到了不该听到的，朕便要你好看。是皇上。娘亲，我来了。娘亲，娘亲的脸依旧是白白的，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明明之前2个人还好好的，昨天早上起来，父皇还亲了娘亲呢。小正讲，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我就想要好吃的，到时候一起过生辰，我想跟妹妹一起吃好吃的，一个人吃饭总感觉没什么味道。娘亲答应你，到时候等你们姐妹2人过生日，就让你们一起吃好吃的。好哎，谢谢娘亲。你怎么突然想着给我们买这么多好吃的了？于峰不好意思挠了挠后脑勺，目光却不着痕迹地往门口瞟了瞟。
这不是属下觉得最近天气炎热吗？娘娘您和小公主也没有什么胃口，而且御膳房的人做出来的东西花样虽然多，可总归没有这些民间的美食甜口，便自作主张去买了一些您和长公主当初在王府里爱吃的点心。能考虑这么周全还心细如麻的当然是皇上了，但皇上不让说，他也就缄口不言了。一旁的香玉笑着撞了撞于峰的肩头，哎，看不出来你还挺会讨女孩子欢心的，怎么平日里不见你对我这样献殷勤啊？南婉嫣和小正角扑哧一声笑出来。香玉姐姐别生气，于峰哥哥也真是的，买东西怎么能少了香玉姐姐的份儿呢？羞羞！于峰被小正角这么一调侃，脸瞬间红到了耳朵。属下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就先退下了。屋子里3个女人看着落荒而逃的于峰，不由得笑出声来。皇上，东西都送到了，皇后娘娘和安平公主都很开心。男人透过了虚掩的窗户望向店里坐着的母女2人，薄唇不自觉勾起了一抹满足的弧度。他不敢见她，怕刺激到她，但就这么远远地望着，看一会儿也觉得满足。皇上，您真的不进去看看吗？不去了，若是真进去了，他或许就不会那么高兴了。待会儿等他们用完这些点心，你便去找陈公公，让他去将朕之前准备好的冰块拿来，送给皇后和安平解暑。冰块？现在这炎热的天气，储存冰块那可是很难得的事情。是，属下这就去。待于峰走远了，顾墨寒这才重新将视线重新落回到屋里的南婉嫣和小正角的身上。娘娘，娘娘。于峰走在前面招呼着，嘱咐那几个太监将手里东西小心翼翼地放下，便让他们离开了。这是一些冰块，专门给娘娘和长公主用来解暑的。冰块？南婉嫣顿时更加诧异了。哇，娘亲好舒服啊！于峰看着几人开心的样子，心里默默地松了口气，却没有发现南婉嫣的脸色有些冷沉。这冰块是从哪儿来的？于峰的神色一僵。娘娘有所不知，那些个谄媚的人一听说您怀孕了，就恨不得能上赶着来巴结您呢。这冰块啊，也是他们着人送来的，路途遥远还化了不少呢，送过来也就这么点了。娘娘，您是后宫之主，又怀有身孕，当然会想着法子讨你欢心了。是吗？南婉嫣神色狐疑，总觉得蹊跷，忽然朝窗边看去，除了一地破碎的月光，什么也没有。知道了，不过既然要凉快一些，还是把店门和窗户都关紧吧，也免得透风。于峰犹豫了半晌，还是照做了，却瞥见窗户旁边的墙角，灰色的身影依旧屹立在那里，未曾走远。他小声地走过去。皇上，您怎么还不回店里休息啊？真要再待一会儿。倒是你，店里凉快，出来做什么？属下皮糙肉厚的，不怕热。再说了，店里都是女子，皇后娘娘和安平长公主在，属下待着与理不合。你怎么来了？顾墨风丝毫不拘小节地走到顾墨寒的身边。怎么，臣现在连进宫都不许了？说正事，真没工夫跟你开玩笑。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臣最近有些心烦，想找皇上聊聊。哦，成王身边相看的女子这么多，竟还有烦心的时候。臣不跟皇上唠这个，臣2天没来上朝没进宫，好像错过了这宫里好多大事啊。既然你能说出这种话，就证明你一件都没错过。这宫里的消息传得倒是快。这你可怪不得别人啊，毕竟皇后回宫可是大事，但臣也是真的没想到，原来白芷就是皇后啊。皇上，你明明早就知道白芷的真实身份了，为何一直瞒着不说呢？朕不想逼她，你也看到了，当初那场爆炸，她是怎么离开朕的。朕怕再这样逼她，她会更加不择手段。那皇后当真怀孕了？臣还听说前天你们又大吵了一架。可不行啊，都是这么多年的夫妻了，且先不说你们的身份如何，就算是寻常夫妻也不能这样吵啊。臣了解你这人的性子，有什么事情也总是闷着不说。这次吵架你肯定没有主动去哄吧？肯定又是做了什么事情没说，让皇后去猜是吧？顾墨寒不自觉地绞紧了眉头，他也明白很多的事情，若是2个人不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只会造成更多的误解和冲突。顾墨风用手肘顶了顶顾墨寒的胳膊。想什么呢？还不快去主动劝劝去。朕也想哄，但他从未给过朕机会。婉言不能逼得太紧，她现在还怀有身孕，情绪不稳定，朕怕朕若是再去找她，这会更加刺激她。朕不想让她受伤。臣认识的皇上可从来都不是这么窝囊的人。你说说，当年率领100万雄兵在战场上，明明那么杀伐果断，吓得敌人闻风丧胆的，可为何偏偏遇到南婉嫣，你就什么都乱套了呢？在她面前，朕总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语重心长地拍了拍顾慕寒的肩膀。算了算了，谁让你这么讨女人欢心，都不用哄就能得到，现在连哄都不会哄了。臣就教你几招吧，保管能追着皇后娘娘。洗耳恭听。这天下的女人啊，无非就那么几种，要么庸俗不能入眼，要么高雅拒人于千里，又或者是妖艳蛊惑人心的。皇后呢，很明显就是都不是。婉嫣她很特别，既不像那些胭脂俗粉一般好懂，又不似高雅淡冷的人那么难以琢磨，更不会用美艳引人入套。她偶尔可爱，将喜怒哀乐都全都表现在脸上，偶尔瘦弱的身体里又能为了孩子们迸发出很大的能量。她就像是鸢尾，性寒，味辛，苦，明明一世独立，却又能在任何地方肆意地散发光芒。她得，打住啊！你这些酸话呀，你要说就到本人面前说去，在臣这里讲算什么英雄好汉呢？顾慕寒不满地睨了顾墨风一眼。皇后那样的女人，明显就是什么都不缺，而且她很厉害，能说会道，医术还高明，连臣都怕她呢。除了地位的差别啊，你并没有高出她太多，可谓是旗鼓相当。那这样的女子呢，就很难驾驭，她什么都能自给自足。作为她的丈夫，你应该给她的多的是惊喜和意想不到的浪漫，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一板一眼，任谁看了都得绕道走了。偶尔呢也服服软，谁说大丈夫不能弯腰的？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弯下腰来也没什么不妥，对吧？多说一些甜言蜜语，这些啊，没有女人能抗拒的。发现顾墨寒正在走神儿，皇上，你可听明白了？受教了。不过你说的这些方法真的有效果吗？朕没记错的话，成王你现在还是独身汉一个吧？朕如何知道你这方法是不是在坑朕？臣以前怎么没发现皇上如此伶牙俐齿呢？过奖了。真不要脸！你别看臣现在身边没个女人，那只是因为臣不想要，怕灵儿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要是真想啊，早就妻妾成群了。顾墨寒挑眉，完全不信的哦了一声。皇上不知道吧？臣当初还没认识南青青的时候，那可是个浪里小白龙呢，对付女人那是如鱼得水，轻轻松松。浪里小白龙，怕是感情骗子吧？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别以为朕不知道你那些风流债。臣，那这不是更能证实了臣的方法是有效的？行吧，朕就姑且信你一次，之后朕会按照你教的法子对婉嫣试试。终于笑了呀。不过臣也是真的没想到，那个云雨柔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原来如此蛇蝎心肠啊。现在想想，臣都有些怀疑南青青的死是不是跟她有关系了。南青青的死没有你的责任，你也不要多想。顾墨还想着顾墨风曾经陪南青青生产过，只有多问了几句关于孕期应该注意的事情。每个孕妇的情况应该都不太一样吧，但臣认为啊，让孕妇保持身心愉悦是肯定必须的。现在皇后也怀孕3个月了，你们2个人实在是不应该分开。就算你真的哄不来人，那床上哄哄也行啊。正所谓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嘛。只要女人在床上快乐了，等下了床也会对你好一点的。顾墨寒黑着脸听顾墨风说这话，当即就将顾墨风给轰出去了。这出的什么馊主意？要是朕真这么做，南婉嫣还不得弄死朕？娘娘，太妃来了。母妃，您来了。别逗，我们之间的关系哪里用得着这些虚礼？你先退下吧。是，你似乎憔悴了不少。还好，不知道母妃今日来，可是有话要说。你怀孕了这样的大事，我当然要来看看，多叮嘱你些，顺便再看看我的乖孙女。小正脚被带着去睡午觉了，母妃现在恐怕是见不着他了。没事，能看到你平安无恙就是最好的。我听说你怀孕了，还被莫寒那个混小子气得差点晕过去的时候有多着急。不过你也别跟那个臭小子一般见识，他的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气急了反倒是伤了自己的身子。母妃，实在是对不起，之前因为一些原因，我一直没有告诉您我怀孕的事情。你不用道歉，我懂你的顾虑。别看我穿越过来的时候年纪跟你差不多大，但是好歹我也在这个时代活了几十年了，见过的人事也数不胜数。这件事情啊，你做的没错。毕竟你要是真的告诉了我，我说不定真会舍不得，不想放你走了。母妃，多谢。好了好了，别再跟我说谢谢了，我的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只是我实在是替你跟莫寒那个小子感到难受。按数量来说，这都是第3个孩子了，按胎数来说也是第2胎了。
可你们二人的关系非但没有好转，误会的雪球反倒是越滚越大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你也知道，跟有没有孩子无关，全然是过去犯下的错误。不说这些了，过去的就让他们变成回忆吧。只是我没想到，那个云雨柔竟然能歹毒龌龊到如此地步。儿媳，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我也一样。说当初我没有昏迷这么多年，就不会让莫寒遇到那样险恶的女人。说到底，你和莫寒之间的矛盾十有八九都是因为那个云雨柔在从中掺和。若不是她，你和莫寒也不会互相错过那么多年。莫非，就算一开始没有云雨柔，我们可能也不会有结果的。若不是有云雨柔，她或许一辈子都不会恢复记忆，永远都是那个痴傻的、遭人嫌弃的、爱着顾莫寒的傻丫头。有些话我忍不住说两句。我知道这次是你皇祖母按下了不让动云雨柔，你也别气她。老太太就是喜欢操心儿孙的将来，毕竟古代子嗣是很重要的。奴婢听说少将军的娘亲突然生病了，病得很严重，请了太医都束手无策。这么严重？什么时候的事情？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不管怎么说，他都欠着云恒一份恩情。不清楚，少将军并没有声张。跟我出去一趟。是。忽然迎面走来了几个宫婢。哎，小翠，你听说了吗？好像是太医院的姜太医今日就要受罚了。我听说了，而且好像要挨不少的板子呢。你说姜太医都100年子了，这几十大板下去还能活命吗？能不能活命还另说，毕竟皇上还下令了，要让姜太医流放。南婉嫣的脚步一顿，脸色瞬间变得冷骇可怖。你们方才在说什么？奴婢该死，奴婢不应该在后宫里嚼舌根，还请皇后娘娘责罚。起来吧，我不会责怪你们，但要你们把刚才说的再一五一十的讲清楚。在南婉嫣的注视下，缓缓将实情说了出来。郡主，现在怎么办？没想到顾墨寒这么丧心病狂，就因为姜太医帮了我，他就要对一个老者下手。顾墨寒，他是存心跟我作对吗？去御书房。是。皇上，皇后娘娘。御书房的大门就被人猛然推开了，根本不等陈公公说完。顾墨寒，你到底要怎样？你是不是真的要惩治姜太医？他起身轻轻扶住了南婉嫣的胳膊。有话坐着说，你有孕在身，动作不要太激烈。南婉嫣蹙着眉，有些不满地甩开了他的手，站直了身子。别跟我扯开话题，我现在问你，姜太医受罚到底是什么情况？踏入御书房的那一刻，忽然有点后悔，尤其是顾墨寒现在这副表情，似乎并不惊讶的样子，他就觉得他或许是故意的，他在逼着他来。怎么，你想为他求情？耳畔传来男人温热的鼻息，挠得南婉嫣有些痒痒的，躲过了顾墨寒的故意的亲近。姜太医不知道我怀孕，当初我没让他看诊，还威胁他，一切责任在我。他那么大年纪了，受不了几十大板，更别提流放了，必定是九死一生。你要是罚的话，那就罚我吧，他只是一个被我威胁的可怜人罢了。不论是不是你威胁的他，他是朕的人，骗了朕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要知道，欺君是杀头的大罪，严重者株连9族都不为过。而姜太医没为你诊脉，却撒谎说一切正常，只是罚了他板子，将他流放出京而已。朕已经够仁慈了。你别想唬我，纵使姜太医欺君了，那也是被我胁迫要求的，并非是他自己的意愿。你故意重惩，要的不就是我一个态度吗？我的话就放在这儿，一切后果都是我引起的，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放了他。你是我的皇后，既然真的想保一个太医，何况已经跟我求情了，我自然会应你，也别什么责任都往身上揽了。你明知我舍不得对你动手。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当真把姜太医给放了，好似重惩不重惩姜太医都无所谓，他只是想要让他来求他，再明明白白的把他架在皇后的位置上。我不管你什么说辞，不惩罚我也是你的事，你答应了就要说到做到，别伤害姜太医。我先走了。慢着。顾墨寒不由分说抓紧了南婉嫣纤细的皓腕，另一只手理所当然圈住她的腰。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别急着走。忍不住的挣扎说，有什么快说，我没工夫听你闲扯。还有，先松开手。顾墨寒却没有松手，反倒抱得更紧了。夫妻相拥，天经地义，我可以答应你放了姜太医，但是有条件。你还有什么条件？你想要什么？要是叫我永远留下来陪你，或者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是不可能答应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指的是侍寝？南婉嫣的身子都僵了，但她也不是小孩子，成年人，尤其是求爱的成年人，都到这份上了，她这个需求一目了然。就在她忍不住甩脸色的时候，她却勾唇，修长手指不易察觉地摩挲她的腰身，
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留下来陪我用午膳，我们许久没有一起用膳了。他不会随便提那些容易逼急南婉嫣的要求。用膳？南婉嫣反倒很诧异地看向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没想到他的要求这么简单，那吃完了我就走。顾墨寒见他一口应下，脸上笑容比平时更加的温柔好看了。过来坐吧。南婉嫣睨了一眼椅子上的金丝软垫，想到这2日于心殿里焕然一新的陈设和被挪平的门槛，心里莫名的有些复杂。上菜吧。是，奴才这就去。顾墨寒并未直接回到他的身边，而是又去柜子里抽出2个状似抱枕的东西，走进了南婉嫣，低头就靠在南婉嫣的脖颈旁，有力温热的鼻息就打在南婉嫣的耳侧。你干什么？顾墨寒却仿佛什么都不知道，认真地将抱枕放到南婉嫣的怀里，整理好，又在她后背上垫上了一个。我听母妃说，怀孕的人很容易腰疼，这2个东西也是凭着母妃跟我说的描述找人做的。待会儿用完午膳，你就叫人拿回去。平日里不管是坐着还是睡觉，都垫在旁边或者腰后，能舒服许多。转眸正好撞进顾墨寒那深情款款的眼中，不知怎么回事，男人头一低，他一个转头差点亲上，唇还擦过了他的脸。你坐下吧，走来走去的晃得我头疼。顾墨寒不自觉地摩挲着，像是在回味着什么。来人，把朕之前准备好的东西都拿进来。有些东西我先给你看看。南婉嫣没有吭声，自顾自地端起了温水喝了一口，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精心准备，他面前这杯水温刚刚好，里面还加了点蜂蜜，挺好喝的。顾墨寒见南婉嫣舔了一下嘴唇，眸中的笑意更浓了。他从书上看到，孕期的孕妇可以适量的喝一些蜂蜜水，有助于预防很多的病灶。不一会儿，好几个宫婢端着各式各样的托盘进来了。只见那些个宫婢端着的，有一半都是各式各样的出生婴儿的服饰，不论男女，一应俱全。另一半人则端着很多的金银首饰，比如娃娃的长命锁，还有别致小巧的东西。顾墨寒俊美的脸上染着一抹笑，差点迷得那几个宫婢神魂颠倒。这些衣服是我专程去找穆欢赶制的，我想你应该会喜欢，但是因为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便让他都做了。还有那些首饰，有大半部分都是现在京城最流行的那2个平安锁，我亲自设计的，给我们未出世的孩子。旁边的宫婢们简直都要两眼冒红光了，要知道这得是多大的荣宠，才会叫皇上这样尊贵的男人屈尊。南婉嫣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顾墨寒要送她的那些东西。你不必送这些东西讨好我，我之所以要肚子里的孩子，是因为我自己养得起，这是我的骨肉，而并非因为是你的孩子。你有这个功夫，不如好好管理朝政来的实在。皇后娘娘此话，简直是在践踏皇上的一片真心呀！将东西送到御心殿去。是皇上。皇上，午膳都准备好了，现在呈上来。进来。隔着食盒，南婉嫣便闻到了飘香四溢的味道，几乎全是她爱吃的东西。都下去吧。是。试了好多回才能下嘴的，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就在顾墨寒思考的间隙，南婉嫣已经往自己的碗里加了几片葱爆羊肉。慢点吃，羊肉或许有些膻味，还有些腻，喝点酸梅汤解解。你不吃吗？你先吃，我还不是很饿。南婉嫣狐疑地看了顾墨寒一眼，哦了一声，继续埋头吃饭。顾墨寒见南婉嫣几乎将他做的所有的菜都吃了一遍，没有忌口和挑剔，漆黑深邃的眸瞳里闪现了一抹月色。男人立即起身，十分自然地端起南婉嫣手边的汤碗，在给南婉嫣盛好了汤之后，放到嘴边仔细地吹凉，然后再递给南婉嫣。你起身不方便，这种事情叫我来做就好。多谢。怎么，很难喝？他都是按照书上记载的步骤一点一点的做的，母妃也在旁边亲自指导了。不是啊，这汤挺好喝的。他竟然回想起了在现代的时候家人做出来的味道，也不知道是御膳房的哪一位做的，还挺合我的胃口的。他不过是随口一问，却不想顾墨寒明显怔了一瞬间。顾墨寒浅笑一声，下意识的伸手帮南婉嫣擦掉了嘴边残留的汤汁，眼里的温柔好似蜜一样。你若喜欢，下次我便引荐给你，以后你爱吃什么我都让人做，给你做一辈子。南婉嫣也没有想到顾墨寒会帮他擦掉嘴边的汤汁，动作那么的亲密自然，好像老夫老妻似的。不用，我就是说说而已。瞧出他有些不高兴，他没敢再有多余的动作。婉嫣，2个小丫头的生辰眼看着就要到了，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没什么意见，没有对他冷嘲热讽，也没有对他甩脸色。他是不是还是愿意让朕插手的？
既然如此，那我便让礼部着手准备，到时候全京城的人都会知道安平和安乐的生辰庆典。我也在京城各处布置了闹市，若是2个小丫头想要出去玩，随时能够应对。你看着来就行。她看起来很随心，依旧没有出言讥讽。顾慕寒的心境无比的欢喜，心中甚至不由得生出了一丝期待。既然如此，小包子是不是先接进宫来？小孩子长得快，不应该要量体裁衣了，10日后才好穿新衣裳，开开心心的过生辰。南婉嫣看了她一眼，2个闺女的生日在10天之后，在那之前，大夏派来的人应该都已经到了。届时他们母女3人就会离开，根本就等不到顾慕寒为2个小丫头准备的生辰宴了，所以他才这么敷衍。毕竟孩子再带回宫的话，要承受的风险太大了。他就在宫外待着吧，4、5岁的女孩子2个月长不了多少。好，那等生辰宴的前2天再接回宫。今日来找你，除了让你放过姜太医，还有一事想跟你说。什么？今日我要出宫一趟。你出宫做什么？事到如今，莫非他还想着逃跑不成？你就说答应不答应？你想出宫可以，但我必须陪在你身边。你是皇上，没事总出宫不太好吧？没什么好不好的，你在哪儿，我在哪儿。南婉嫣的秀眉顿时蹙紧了，她根本没想到顾慕寒现在竟然这么粘人。要是皇上这么闲的话，那跟着就跟着吧。不过我这次出宫，最重要的是去将军府看看。将军府？去那儿做什么？云恒说将军夫人病了，我自然是要去给将军夫人看着，所以你要是跟着我也没意见，只要不打扰我看病就行。说罢，起身整理自己的衣裙，准备出门。好。乖宝贝，娘亲现在不能跟你回殿上，我和你父皇还有些事要出宫一趟。娘亲，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很久没有出去透气了，闷得很。我和你娘出去并非玩乐，在我们回来之前，你就乖乖的在宫里跟着香玉。不去就不去，凶什么凶？父皇真小气，讨厌死了！我再也不要理父皇了。南婉嫣一眼就认出小正角这是故意在装生气，也就没有阻止。安平公主不生气，这皇上和娘娘很快就回来了。走吧走吧，大家都走了，我就是一棵没人爱的小草，可怜死了。顾慕寒闻言皱着眉蹲下身，哄着小丫头。确实不是出宫玩乐，不便带你出去，但你若是今日乖乖留在宫里，回来的时候我就给你带很多糖葫芦，保准你吃个够，如何？糖葫芦？当真？大人说话要算话的。我何时对你食言过？那行吧，你们快去快回，可别让我等着急了。娘亲，路上小心一些，要是父皇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替你报仇。说完还向顾慕寒展示了自己的胳膊，多么的孔武有力，他惹不得。不会给你机会的。顾慕寒黑了黑脸，直接让香玉将他给带走了。臣见过皇上，见过皇后娘娘。不必多礼，起来吧。云恒怎么也没想到皇后娘娘竟然亲自来了。都说了不必多礼。云恒还有些发愣，偏头看了风央一眼。将军夫人现在如何了？是个什么情况？让太医看过了吗？太医看过了，束手无策。母亲臣不知道如何向您开口。大将军一下子跪在了南婉嫣的跟前。皇后娘娘，求您了，现在除了您，可能没人能救臣的夫人了。大将军起来吧，我今日来就是给将军夫人看病的。起来吧。说罢，他也跟上了南婉嫣。臣谢过皇上，皇后娘娘。径直走到将军夫人的床边，伸手掀开她的眼皮瞧了瞧。持续多久了？已经3日了。最开始母亲说她头晕腹泻，我们便以为是感染了风寒，加上有一些气滞，叫了寻常的府医来看，开了些药方，但第2日就开始不对劲了。夫人她这2日经常迷迷糊糊的半夜醒过来，抓着奴婢说她看见好多小人在跳舞，五颜六色的，就在这屋子里围着她转。可是后来夫人白天清醒着的时候也会对着空气招手，然后从昨夜开始夫人就上吐下泻的，怎么都止不住。皇后娘娘，他们都说母亲是突然间魔怔了，开始变得疯疯癫癫不正常，但是臣不相信，还请您能救母亲一命。这症状真是闻所未闻，就像是被什么附身了一样。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如今你娘还没死，皇后还没发话，一切尚没有得出结论，你就在一旁哭鼻子，丢不丢人？南婉嫣侧目睨了顾慕寒一眼，且什么也没说，给将军夫人诊脉，脉象紊乱不惊，偶尔还呈滑数，是中毒。结合症状来看，应该是误食了某种菌类的中毒。西野似乎没有这种菌类的东西，将军夫人怎么会中这种毒呢？怎么可能是中毒呢？母亲很少与人结怨的。
为什么要给母亲下毒？目的是什么？而且中毒的话，太医怎么会分辨不出呢？而一旁将军夫人的婢女惊愕地摇摇头说：“不会的，夫人所有的饮食起居全都是奴婢在照料，绝不会有中毒的机会。能致人中毒的东西很多，夫人或许是在不经意间被人投了毒。现在最紧要的不是计较谁下的毒，而是要确定是什么毒。我问你们，3天前夫人是不是吃过某种长相奇特的蘑菇？不会，3日前夫人她没吃过任何蘑菇。府里的膳食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只有母亲有事。怎么可能？”南婉嫣顿时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不管了，先进空间洗胃要紧。那个婢女一拍脑门，大叫道：“不对，夫人好像吃过。出事的那天，奴婢看到夫人确实在吃东西，好像就是蘑菇，黑色的，不对，青黑色的，很是奇怪。但当时夫人吃的很香，奴婢从来没有见过那种东西，这才多看了2眼的。青黑色的蘑菇，见手青，果然是这个。青黑色的蘑菇，全天下只有一个地方盛产，那就是大夏。什么黑色蘑菇？我怎么听都没听过，谁送来的？奴婢也不知道。够了，想知道真相就出去查，现在救人要紧。你们先出去，我要对夫人进行抢救。我留下帮你，你救人容易累着。不用，我能行。你赶紧出去吧。好，有事叫我。将将军夫人抬进了空间里，南婉嫣先给她安排了洗胃。你们几个去把前几日负责母亲膳食的人都给我找来，还有凡是接触过后厨的人也都带来。说着，银恒就要跟着侍卫们去亲自调查。不要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查，要重点去做。银恒当时就愣住了。那皇上，您以为该如何？方才皇后重点提到了蘑菇，那你们从这里着手，不要将整个后厨都调查一遍，以免打草惊蛇，将范围缩小，看看这几日都有谁去采购了蘑菇，又是谁亲手烹饪的。这样有目的有方向的去查，总比你们将少将军府翻个底朝天，最后还让罪魁祸首畏罪潜逃来得好。还不会按照皇上的吩咐去查？是，臣现在就带人去找。今日老臣不知道您和皇后娘娘会前来，竟然让您看到了家里的这些丑事儿，真是让皇上见笑了。老臣也想不到，夫人究竟是从哪里得罪了无名宵小，竟然惹祸上身呐！你不必觉得抱歉，这件事情朕以为没那么简单，先查出嫌疑人，再下结论也不迟。是。房间的门才被人从里面缓缓地打开，一下子就看到南婉嫣那苍白的脸色，看起来还有些无力。他立即搂住她的腰，搀扶着她。你怎么样？坐下来歇会儿。南婉嫣扫了顾慕寒一眼，推开了他放在他腰间的手。我没事，大将军，夫人已经救回来了，尚在昏迷中，但身体已经没有大碍，只是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能够撑到现在，也完全是因为夫人食用的量不多，万幸中的庆幸。那就好，那就好啊！多谢皇后娘娘出手相助，您的大恩大德，臣没齿难忘。不必多礼，夫人的情况很容易会被认为是疯病，但其实就是中毒。皇后娘娘，老臣突然想起来，您说这种剑手青似乎是大夏盛产的物产，西也绝对不会有的。可大夏的东西怎么会流入将军府来呀？原来剑手青竟然是大夏的物产，那将军夫人吃毒蘑菇这件事就非同小可了。大夏已经来使臣了，怎么可能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投毒呢？就在这个时候，云恒忽然压着2个男子走过来。皇上，人查到了。他将2人压到南婉嫣和顾墨寒的跟前，猛地踹向他们的膝盖。他们2人是唯二碰过那蘑菇的人，其余的人都对此事毫不知情。奴才见过皇上，见过皇后娘娘。天子威严，一眼就足以令人胆寒了。你们为什么要联手给将军夫人下毒？皇上，不是这样的，奴才真的只是个庖厨，哪里懂什么下毒什么东西的。3日前是黎德，是他带着那蘑菇来找奴才的。黎德就告诉奴才说，这种蘑菇是他们家乡的新鲜蘑菇，好吃又开胃，晚上送去给夫人吃了。当天晚上撤回来的盘子干干净净的，奴才真的以为这就是蘑菇好吃，却不知道会有毒啊！还请皇上明鉴。云恒简直要气昏了头，一掌劈在黎德的肩膀，冷声吼道：黎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你是大夏派来的奸细不成？黎德咬紧了牙关，猩红的眼底满是恨意，却没有开口辩解。问你话，快说。没错，我就是大夏的人，我就是大夏的子民。南婉嫣的黛眉越发的紧蹙，刚要开口说话，忽然闻到了一股很淡的香味儿，她的瞳孔顿时一震。就算你是大夏的，又为何要无缘无故害我的夫人？为什么？难道你忘了
20年前你们西野是如何残害我们大夏的？我之所以待在你的府邸，就是为了报仇，为了给我那惨死的爹娘弟妹们报仇。当年你们西野派兵攻打大夏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跟你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此事已经过去多年，大夏跟西野早已握手言和，你怎么还投毒啊？握手言和？你们做梦去吧！大夏的子民受苦受难，你们这些双手沾满大夏同胞鲜血的魔鬼，怎么可能能得到我们的宽恕？整个大夏，甚至是我们的女皇，都是憎恨你们的，你们都该死，都该下地狱去偿命。而南婉嫣却始终没有说话，而是辨认着空气里那熟悉的味道。真是混账东西！云恒越想越气愤，看向了顾墨寒。皇上，此人是大夏派来的细作，他能藏匿这么深，也许西野境内还藏着不计其数的奸细在帮他，请您让微臣全面审查，也许是想侵略西野，想发动战争复仇了，我们不可不防啊！黎德听到云恒的这句话，眼底不经意地闪过一抹橙色。风央不免心中着急，狠狠地瞪了云恒一眼。少将军，不要听风是雨，胡乱瞎猜。这人不是大夏的人，而是天圣的。众人顿时无比的惊愕。顾墨寒也看向身边的南婉嫣，眼眸微深。皇后娘娘，你说什么？这侍卫不是大夏的，而是天圣的。皇后娘娘，您确定？黎德攥紧了拳头，恶狠狠地瞪向了南婉嫣。皇后，我身是大夏的人，死了也是大夏的鬼，我才不是天圣那群魔鬼。更何况天圣的人长得都高，我不过普通人，你就是要胡说八道，也要讲点证据吧。风央直接一脚就踹过去。庶子，休得放肆！光凭一个剑手青，根本就不足以证明你是哪国的人。只要储藏得当，我也能将天圣的特产运送到西野。难不成我也是天圣的人？天圣也不是全部的人都生得高大，只是大部分生得魁梧罢了。你们天圣的人喜欢用香茅草沐浴和洗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随身带着装满了香茅草的香袋。黎德的脸色突然一变。我不知道皇后娘娘在说什么，什么香茅草我从来没用过，而且我们大夏的人是绝对不会跟天圣和西野同流合污的。别再死鸭子嘴硬，你们天圣千算万算，什么计划都做好了，可你背后的主使却没告诉过你吧？大夏来访在即，使臣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又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惹出祸端？难道是来自投罗网的不成？大夏的使臣要来了！众人震惊的面面相觑，黎德都呆住了。顾墨寒墨瞳却骤然一缩，皱着眉看向了南婉嫣。大夏要来访这件事，朕从未公开过，婉嫣怎么会知道的？而且他似乎有点生气，就因为这个人将脏水泼到大夏的头上了。他又不是大夏的人，何至于此？你是谁安排过来的？顾墨灵还是秦毅然？仿佛被戳中了一般，黎德一下子就瞪红了双眼。我就是大夏的人，这次大夏来人就是为了报复你们。你们西野和天圣总想着侵略，都该死，所有人都该死。下一秒，黎德突然顿住了，黑色浑浊的血液顺着他的嘴角流出，死不瞑目地瞪着顾墨寒和南婉嫣。南婉嫣还没来得及看见，顾墨寒就眼神一冷，立即捂住了南婉嫣的眼睛，像是怕她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好气呀！什么都没问出来，怎么就死了？死之前还要倒打一耙大夏，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知道今日这人到底来自大夏还是天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他绝对不会是大夏的人。抛开一切不谈，现在大夏都要来使臣了，明显是要建立邦交，不至于蠢到自己来访西野的同时毒杀西野的将军夫人。今日之事不可声张，奸细的尸体找人秘密处置了，不得走漏半点风声。另外，从即日起，将军府各处加强防备。皇后刚刚说了，若是天圣的人，身上会自带一股香茅草的气息。大将军，你安排下去，让各地驻守的将士们和文武百官都多多留心，谨防细作混入。是。这时，将军夫人被人搀扶着走进来。臣妇见过皇上，皇后娘娘。娘，您终于醒了。将军夫人免礼。谢皇上，臣妇多谢皇后娘娘出手相助，您的这份恩情，臣妇没齿难忘。今日要不是您在，臣妇早就去见阎王爷了。夫人不必多礼，您和云恒算是我的恩人，我救您也是情理之中。今后入口的东西还得万分小心才是。是，臣妇往后定当注意。我来教大家几招，方便分辨蘑菇有毒还是无毒。众人一听，顿时来了兴趣。有劳皇后娘娘了。
顾墨寒修长的手指撑着下颌，目光一顺不顺地注视着南婉燕。有些人在做自己擅长的领域的时候，身上仿佛都沾满了光，自信美丽，叫人都挪不开视线。云恒一脸崇拜地看着南婉燕，眼睛都冒着星星。不愧是皇后娘娘，您真的什么都懂，太厉害了。我可是救了你的人，你以后要是中招了，那就等着吧。臣不敢。说着，两人又相视而笑。将军和将军夫人的脸色越发难看，胆战心惊地看了看被完全忽视的帝王。将军夫人忍不住掐了云恒一把：“儿子，别跟皇后娘娘笑了，皇上都要生气了。”云恒还没有意识到，继续跟南婉燕说说笑笑。顾墨寒看着南婉燕和云恒谈笑风生，眼中的笑意逐渐的变冷，心中有些闷堵。云恒曾经也欺负过他，那怎么他就能放下一切和云恒好好说话，对他却是视若无睹，或者是冷嘲热讽的？他忽然伸出手，紧紧搂住了南婉燕的腰，将她从云恒的身边抱回到自己的身边，感觉到他的力道，朝顾墨寒看过去，他的一双冷眸却盯着嬉皮笑脸的云恒。你最好不敢，否则辜负了皇后的教导，朕也饶不了你。云恒顿时就感觉到了凌厉的杀意，忽然就明白了什么，立刻就不敢再跟南婉燕嬉皮笑脸了，悄咪咪地退后了一些。是，微臣定谨遵教诲。是站着不舒服吗？要不要朕抱着你坐一会儿？没什么，我挺好的。云恒，之前我放在你府中那个孩子如何了？孩子？哦，皇后娘娘是在说阿盘吧？皇上，您有所不知，这2个月里，皇后娘娘收养了个假小子，叫阿盘，也便暂时收留在臣的府邸里了。阿盘他好着呢，现在就在后院待着。皇后娘娘是要去见他吗？委屈安乐公主了，但是为了皇后娘娘，再假的瞎话她也得编出来。一旁的将军夫人和大将军满脸愁容地看了眼云恒，不敢多说，这谎话听起来无论如何都很假呀。顾墨寒一顺不顺地盯着云恒，没有拆穿两人之间的谎言。既然有这种事情，朕倒是很想见见那个孩子长什么模样。带来吧，之前我就说过要给阿盘找一个好人家的，今日回来了，也是时候了。可不一会儿，云恒就领着一个男孩子装扮的小姑娘过来了。虽然容貌上和小包子有一些出入，但是那双眼睛同样是澄澈明亮。娘，南婉燕的眼眸瞬间一缩，心都快跳出来了。跟娘亲很像的大姐姐，我好想你啊！顾墨寒看着小丫头，不自觉勾唇笑了。云恒闻言，心里那颗高高悬起的石头才算是落了地，吓死了。乖阿盘，姐姐也想你。这几日在将军府住的怎么样？有没有给别人添乱啊？阿盘很乖的，绝对没有给云和哥哥添乱。说完了，还偷偷看了顾墨寒一眼，却没想到顾墨寒正在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小包子连忙慌张地低下头，紧张得不得了。没想到这孩子长得倒是挺好看。阿盘，姐姐现在怀有身孕，我抱着你如何？顾墨寒对一个陌生小孩还如此宠溺怜爱。皇上什么时候对别的孩子这么有爱过呀？要知道，也就当朝的2位公主享受过这种待遇。难道说这位就是失踪多日的安平公主？竟然就在他们的府里！闻言，小包子立马抓紧了南婉燕的衣裳。阿盘本就认生，还是算了吧。谁知顾墨寒根本就没有征求南婉燕的意见，二话不说，将阿盘从南婉燕的腿上搂进了自己的怀里。你现在怀着身孕不方便，刚才又为将军夫人看病消耗了精力，阿盘看上去也不小了，你抱着会累，还是我来吧。姐姐，你怀着小宝宝就不用抱我了，我好好的。你几岁了？什么时候来的京城？家是哪里的？他故意的出声逗弄小包子，倒真是把孩子给问住了。皇上，阿盘还小，很多事情也都记不清了。比起这个，现在时间还早，您和皇后娘娘不如留下来用膳吧。今日我救人本就是举手之劳，用膳就不必了。待会儿我还要去联系之前物色好的可以收养阿盘的人家，就不多在此停留了。皇后娘娘。顾墨寒稳稳地抱住了阿盘，另一只手用力地揽住南婉燕的腰，冷睨了一眼云恒。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吓得云恒直哆嗦，哪里还有什么话敢说，赶忙疯狂地摇摇头。恭送皇上，恭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顾墨寒则是抱着小包子，闲庭信步地在后面跟着，时不时地戳一戳女儿那热乎乎的小脸。不见了这2个月，小包子似乎长高了些，身上也比原来有肉了。这母女2人没有朕，过得真是越发舒坦了。阿盘，
这几日在少将军府里应该也待闷了吧？不如带你四处逛一逛，我们先玩一会儿，再去别人家。我觉得可以。阿盘是个稚童，爱玩也是天性。我又没问你意见，你在那自作主张干什么？小包子抬起头，视线留恋的在南婉嫣和顾墨寒身上，总觉得自己像在做梦。听姐姐和哥哥的。这时候若是阿姐在，该有多好啊！哎，你们看那对夫妻看上去好生般配，郎才女貌，根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那位公子手上抱着的，应该是他们的女儿吧？虽然扮成男孩子的模样了，可也生得极其清秀乖巧，太令人羡慕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么美的夫君？一群年轻的少女路过南婉嫣和顾墨寒的身边，不断的窃窃私语。南婉嫣皱了皱眉，不觉加快了脚步。她是真的不想和顾墨寒扯上关系，顾墨寒却是嘴角带笑，似乎很喜欢听到人这么说他和南婉嫣。你觉得我和这个姐姐是否般配？小包子一愣，看了看南婉嫣。你不必担心，我不会告诉姐姐的，但说无妨便是。小包子望着顾墨寒，偷偷附在他的耳边说，你们都好看，我觉得很般配。顾墨寒眼底的笑意更浓了。真乖，说实话的孩子，待会儿有奖励。他迈着修长的双腿快步上前，不由分说地拉住南婉嫣的皓腕，然后强硬地挤入她的指缝中，与她十指相扣。你做什么？你没听见旁人都在说我们般配？既然如此，怎么能让大家失望？你高兴就好。几人行至了一处卖糖葫芦的小摊前。想不想吃糖葫芦啊？想。慢点吃，别噎着。别着急，吃完了还有。看到你，我便想起了我的闺女，她们也跟你一样，很爱吃糖葫芦。若是有机会，不如到我家里去玩玩。不用了，我很快就有新家了。父皇怎么对所有的小孩子都这么好呢？南婉嫣看了看顾墨寒，大概知道他应该猜到了什么。可以松手了吗？孕妇体温偏高，你牵着我很难受的。顾墨寒感觉他手心温热，还是松开了。怎么这么不小心，都吃到脸上了？父皇明明都没有认出我来，还对阿盘这么好，就和对我和阿姐一样。难道在父皇心里，只要是个小孩子就可以被这么偏爱吗？我不用你抱了，我可以自己走。怎么突然闹脾气了？是被我抱着难受了？不是的，我就是不想被你抱着了。我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好好走路的，你放我下来。他生气了，亏他刚才还觉得父皇的怀抱很安心，原来都是给别人的爱。小包子越是闹腾，顾墨寒越是抱紧了不撒手。既然阿盘都说不想被你抱着了，还是将他还给我吧。街上人多还乱，你一个孕妇，要是再抱个孩子，更加危险。没事，我能哄好他，你不用担心。我不抱他，我牵着他走。你不是热吗？南婉嫣顿时哑口无言了。小包子见南婉嫣都没辙了，更加气愤地鼓起小奶膘，看也不看顾墨寒一眼。阿盘，姐姐的身子不太舒服，所以你乖一点，听话。好吧。虽然父皇没有认出他来，但是这样温馨的日子也没多少了，他不应该发脾气的。哄好小包子以后，一家三口又接着在街上逛了很久。娘亲这是要带我去舅老爷那里？时间差不多了，该带阿盘去领养人那里了。皇上在外面走了这么久，还抱着个孩子，应该累了吧？不如回马车上休息休息吧。去舅舅那里的路，如果可以的话，他不想让顾墨寒知道。顾墨寒知道南婉嫣心里的小九九，更明白他口中的领养人就是莫远明，但是他看破不说破。不累，抓紧时间吧。一旁的凤央见状，眉眼一沉，凑到南婉嫣的身边，小声地说了句什么。主仆二人心领神会，此后便想着法子甩掉顾墨寒。南婉嫣故意加快脚步，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而后又让凤央故意指着某一处分散顾墨寒的注意力。可是男人的眼睛像是盯在南婉嫣的身上，根本没有移开分毫。无论他走得多快，顾墨寒总是能第一时间追上来。他累得气喘吁吁的南婉嫣心里在暗骂，可顾墨寒偏凑上来，冲他笑得很是灿烂。走得这么快，累不累？不然你将地址告诉我，我让侍卫们赶车过去。南婉嫣想方设法的想甩掉他，可没那么容易。不必了，就在前面。他实在是没辙了。顾墨寒愿意跟着就跟着吧，反正他现在应该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这么快又要和娘亲和父皇分别了吗？进到茶馆里，见过小姐。见过小姐。顾墨寒剑眉皱起来，
这些人并非是简单的小厮婢女，每一个都是武功高强，他们对南婉嫣的恭敬绝不是对一个普通的小姐该有的，甚至带了几分虔诚和敬畏。就算真的认出她是皇后，她更是皇帝，可是这些人对她是爱答不理的。我跟你一起。你都已经跟到这里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阿盘的事情本就是我在负责，我也比你更加清楚，不过是上去跟老板交代一下细节，你何必紧跟着不放？他哪里是去交代什么细节，分明是要和莫雨明说悄悄话。小包子小心翼翼地看了顾墨寒和南婉嫣，撒娇地在顾墨寒的胸口蹭了蹭。哥哥，就让姐姐去吧，你在这里陪我玩一会儿好不好？孩子都开口了，顾墨寒薄唇抿得更紧了，却又怕极了南婉嫣，只是摸了摸小包子的脸。好，我不去。目光如炬地注视着南婉嫣。你别去太久，免得让我和阿盘等急了。阿盘怕生，你去得太久，孩子会着急，我也会忍不住带他去寻你。我尽快。说罢，转身朝着2楼走去。忽然，顾墨寒注意到女儿的视线紧盯着茶馆里的某一处。你想下棋？嗯。没想到你还会下棋，是爹娘曾经教过你？不是的，没人教我，我也从没下过，只是看着觉得好玩，想试试。带着小包子走到了棋盘边上。既然如此，那我便教你下吧。不过输了可不许哭鼻子。小包子怯生生的点点头，心里有些暖。舅舅，他有点想将南婉嫣搂进怀里的冲动，直接颤了又颤，最终还是将这份感情很好的藏在了心里。进来说，几日不见，你跟我又生分了。我说过不必跟我道谢的。你看上去憔悴了不少，在宫里过得如何了？有没有人欺负你啊？抱歉，是我问的太多了。只是这几日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实在担心。小包子那边我一直派人盯着，没有任何问题，唯独联系不上你，让我放心不下。我在宫里过得还可以，虽然比不上在外面自由，可是有小征角在，也就没有那么难熬了。莫一鸣看着他笑眯眯的模样。喝点水吧，姐姐渴。哎，舅舅，这次我出宫来找你，一是将小包子托付给你，让你继续照顾；二是要告诉你，大夏已经派了使臣在来西野的路上了，我们可以从大夏来访做文章，借此机会带着2个小丫头一块离开。他和顾墨寒感情上的事，别人无法插手，他不肯放手，谁也没办法阻拦。但他一旦恢复了大夏郡主的身份，就不仅仅是他和顾墨寒之间的事情了，而是2国邦交的事情了。其实前几日太妃已经来找过我了，信上说应该这2日就能到的，只是不知为何队伍们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从大夏而来的是尊贵的那位，若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大夏和西野绝对避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了。这件事情还是不要告诉婉婉了，免得她更加担心。南婉嫣不知道莫雨明的心思，也是忧心不已。我相信大夏使臣没有那么弱。婉婉还是这么会安慰人，你这么好，可惜有些人却没长眼。舅舅，最近不太平，将军府都出事了，我也不能把小包子放在那里了，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再照顾他一段时间。你的事情从来都不是麻烦，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保护好小丫头的。你需要我的时候，回头便一定能看见我。舅舅，谢谢你。莫一鸣的笑容温润又谦逊，听到南婉嫣对他的道谢，眼里有一抹失落闪过。说了多少次了，你我之间不需要感谢。这段时间你务必要好好保重自己，虽然我不在你身边，但枫阳会代替我好好守护你。我还等着跟你们一起回大夏呢。婉婉，我向你许诺，等回到大夏以后，我定会好好照顾小蒸饺和小包子，更会好好照顾你，直到你肚子里的孩子安然无恙地长大。以后保护你，让你一生无忧的事情就交给我了。舅舅，我们是一家人，我又怎么可能只让你保护我们一辈子呢？以后我们是互相扶持，我很期待跟你一起回到大夏，期待在那边的生活。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孝敬你的。不过我现在该走了，顾墨寒还在下面等我，我怕他没有耐心，到时候……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莫一鸣的眼眸一深，心头忍不住的失落，他还是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我明白，你快些回去吧，我们再见的那一天就是回家的时候了。好。从前跟阿姐玩的时候，明明都是我一直赢的，怎么偏偏到了父皇这里我就一直输呢？再来一局，我今天一定能赢你。
眼见的小丫头越发的挫败，她故意执旗落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没想到原来你也会失误啊！毕竟你这个对手很值得人尊敬，我偶尔失了分寸，也在情理之中。你不尊重人！顾慕寒一下子就心慌了，一脸心疼的将女儿给抱在怀里。明明赢了，怎么还哭了呢？是因为你看我太笨了，不舍得我一直输，才故意放水让我赢。我娘，那个姐姐说了，这样的行为就是不尊重对手。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真的已经很棒了。我承认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以后不敢了。但你要坚信，你是我见过同龄孩子里棋艺最为精湛的一个。要是换做别人，今日跟你对弈的早就输得一塌糊涂了。真的？真的。顾慕寒，你对小阿盘怎么样了？顾慕寒连忙起身。婉言，方才是我不好，跟阿盘下棋的时候故意输了一把，让他觉得不高兴了。真的？我已经跟老板说好了，你以后就先留在这里。小包子的眼神暗了暗，有些失落，很难受。好。低下头抵着小丫头的额头，用只有母女二人能听见的声音嘱咐道：小包子，要好好听舅老爷的话，千万不能乱跑，知道吗？娘亲再过几天就能来接你了。知道了。麻烦你帮我把阿盘带到楼上去吧。小包子恋恋不舍，跟着婢女上了2楼。主子，让郡主留在这里当皇后实在是太委屈了。西野的皇后谁都可以胜任，但我们大夏的女皇永远只有郡主一人。属下也觉得西野的帝王哪一点都无法与您相提并论，更何况主子您的身份可一直都是女皇的，况且您也是拿命留在西野，照顾了女皇10几年，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她顾慕寒站在女皇的身边。许木住嘴！是属下失言，还请主子惩罚。你待会儿便自罚10杖，也算是个教训。你记好了，守护郡主是我的使命，更是我与生俱来的职责所在。我从未想过让她还我什么，更不奢求她对我有别的感情。退下。下车慢点，我扶你。蓦然环住了南婉燕的腰，不等她反应，一下子将她抱下了马车。你怀着孕，万事小心些。直接甩开顾慕寒的手，自顾自地向前走。属下见过皇上，见过皇后娘娘。何事如此慌张？皇上，属下有急事上报。你还有事？你今日劳累了，回去要好好休息。若是小正角缠着你，就让香玉他们去陪你玩。他扶手离南婉燕更近了，几乎是脸贴着脸。晚上想吃点什么？想喝什么样的汤？只管吩咐，我会让那个人做的。可腰身被他紧紧的禁锢，十分不自然地看了一眼身边的人，那些侍卫甚至是神宇都纷纷地避开了眼神，不敢往他们这里看。你够了，神宇还在这里等着，我要什么自己会安排，你赶紧走吧。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神宇都说有急事找他了，他还在耽误时间。我走了，你好好休息。说完，俯身在他唇上重重地亲了一下。香玉，帮我按按肩吧。是，娘娘。南婉燕听到一阵脚步声走近，随后就感觉到温暖的手掌附上她的肩头，在头颈的两侧缓缓地按捏起来，白皙无瑕的俏脸浮现了一抹惬意，按摩的力道刚刚好。南婉燕觉得今日香玉进步了好多，简直堪比专业的技师了。在她轻吟的时候，肩头的双手微不可察地颤了颤，那人的掌心逐渐变得滚烫起来，将纤细的双腿从水里抬起来，缓缓地搭在浴桶的边上。小玉，你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有了这本事，就算去京城开店那都不在话下。身后的人也没有回应。香玉，你和香莲想不想提前出宫？香玉和香莲是你的贴身侍女，他们是不能也没办法为姬出宫的。顾慕寒，他怎么在这儿？南婉燕瞬间被吓得一个机灵，猛然回过头，瞪大了眼睛，鼻尖却轻轻擦过了顾慕寒的脸。她赶忙将双腿往水里一缩，捂住了自己。你什么时候进来的？难不成从一开始就是顾慕寒在身后捏肩？顾慕寒垂眸，似笑非笑地盯着南婉燕。是你让捏肩的，我便进来了。该看的都看到了，你也不用这么害羞。果然是从一开始他就在。我喊的是香玉，没喊你。而且你身为皇上，居然当搓澡工，你赶紧出去。他应该什么都看见了，也都听见了。我刚才还甚至夸他手艺好，要命了。可顾慕寒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南婉燕，眼底的火热溢于言表。他忽然伸出手，吓得南婉燕往后退去。你要做什么？别总用戒备的眼神看我，不然我要是不做点什么，对不起你的期待。你也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做一切事情很方便。听着顾慕寒如此没羞没臊地说出这种话，南婉燕的脸颊不知道因为热气还是什么，倏然间就红了几分。
你再瞎说我就……就什么？顾墨寒十分认真地捏着南婉嫣的下颌，就像你想送走香玉姐妹那样，将我也赶走吗？难道你就喜欢在背后听人闲话吗？顾墨寒的目光扫过了他细长白皙的脖颈。是你自己说的，我是正大光明的听。不过他们二人惹你不快了，你怎么突然想送他们走？我不知道他们是不能出宫的，还以为到了年纪他们就能回归旧籍了。女人的黄金期就那么几年，我就想着有机会让他们早点回去见家人，早点成亲。他们无父无母，没必要回家。但你若发令想让他们早日成婚的话，我可以帮他们安排，寻个好人家。我洗完了，要穿衣服了，你赶紧出去吧。我可以走，但你是不是得做点什么？做什么？方才我做了好一会儿的苦力，你也说我技术不错，那现在你难道不应该奖励我什么？你不缺荣华富贵，身边也不缺倾慕者，我能给你什么？我想要的你都能给我。婉言，亲我一下，亲完我便走。什么？顾墨寒，你在做什么美梦呢？这绝对不……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顾墨寒默然扣住他雪白的脖子，用力的重重的压上了他早就想吻住的唇。他知道他想说什么，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顾墨寒肆无忌惮朝他索取，心里头的那股火烧起来，怎么都灭不掉。骨节分明的手指插进了南婉嫣的发丝里，紧紧扣着她的后颈，纠缠不清。在他快要喘不上气的时候，松开他。顾墨寒，这个混蛋！不是你说的吗？总有人要主动，我愿意主动。你换衣服吧，小心地滑。说罢，转身就往外走。变态！居然仗着他洗澡没穿衣服的时候，肆无忌惮地欺负他，真是没底线。这么快就换好了？我还没问你来我这里究竟是要做什么，而且现在已经很晚了，我要睡了，真没工夫陪你胡闹。起身拉住了南婉嫣纤细的皓腕。你别老是动气，头发都还没擦干，怎么睡？万一染上风寒怎么办？将意欲反抗的南婉嫣按下，拿过干净的帕子站在身后，仔仔细细地为他擦拭着头发。顾墨寒，我真没空跟你瞎扯，有事就说。我听说今日皇祖母找你了，她跟你说了什么？皇祖母告诉我，你是皇帝，终究会有后宫佳丽3000，而我作为皇后，做人要大度，要容得下你身边的莺莺燕燕。我觉得皇祖母说的对，身为皇后就该有这种气量，但我的度量太小了，眼中也容不下什么沙子。皇祖母说的要求我一个都达不到，所以我注定当不了皇后。你赶紧想办法，纳妃选后吧。顾墨寒的脸色瞬间冷沉下来，蓦然停住手上的动作，扳着南婉嫣的双肩，和她对视。婉嫣，皇祖母不懂我们的感情，我此生只要你一人。而你说的那些标准，我早已铭记在心。后宫绝不会有什么3000佳丽，我许诺你6宫无妃，一人一心，白首不离。顾墨寒言辞郑重，眼神中也充满了笃定，根本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南婉嫣看着那双曾让她魂牵梦萦的凤眸，听着这么动听的话，不免有些恍惚。谁都会说漂亮话，云雨柔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个标准，你永远都达不到。你要是识相就赶紧滚蛋，不要妨碍我休息。顾墨寒的脸色陡然一变，见他要走，蓦然抱住了他的腰身，温热的胸膛紧贴着他的后背。婉嫣，我说过了，云雨柔的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我已经让沈宇全面去查那一夜的事情了，我不相信自己曾经碰过他。现在才过去2天，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将真相双手奉上。你别再将我往外推了，我们是夫妻，理应厮守终身，纠缠一辈子。不想听，放手！他忽然一把将南婉嫣打横抱起来，往床榻上走去。顾墨寒，你干什么？放我下来！将他抱上了床，起身压着他，再也控制不住的用双手抚摸着他的脸。顾墨寒，你给我下去！他轻易地将他压下，逼得他与他十指相扣，贪恋的在南婉嫣的颈间落下了细密的吻。婉嫣，婉嫣。其实孕期的女人对这些事是很敏锐的，对某些方面的需求甚至比男人还要强烈，只是她没想到自己也没能例外。但这是正常的生理需求，可她也不能容忍自己跟顾墨寒。南婉嫣红着脸，你还是不是人？还怀着孩子？你要真的想，皇宫里多的是女人愿意。我谁都不要，只要你。婉嫣，你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我8抬大轿娶过门的，你不必威胁我，也不必推开我。我知道现在的你可以跟我做这些，况且你也不是没感觉。的确，她怀孕3个多月，接近4个月了，是可以适度的。胡说，我对你不可能有感觉。我说3声，你要是不走，我这辈子都……别逞强，你知道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吃斋这么久意味着什么吗？婉嫣，我不是4大皆空、无欲无求的和尚，我也相信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对自己爱的人视若无睹。
何况我们是夫妻，可我怕你生气，一直在忍，不止你怀孕前在忍，是你怀孕后在忍。他修长的手指一点点地扯下了南婉嫣腰间的带子。作为妻子，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让我偶尔也能开个荤吧。南婉嫣震惊地瞪大了双眼，顾慕寒怎么有脸说得出这种话呢？你到底要不要脸？谁要给你开荤？在你面前要脸有用吗？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南婉嫣想要翻身逃跑，他却预判了他的动作，一把圈住他的腰身，然后干脆利落地点了他的穴位。你怀着身孕，我只要你快乐，不要你情绪过激。顿时南婉嫣动弹不得，气得牙痒痒的。她甚至都怀疑，从前他拿平底锅砸他，他其实是故意让他砸中的，否则他真该打他的时候，怎么一次都没机会。顾慕寒，你这个混蛋，你要是真的敢这么对我，我一定会恨你。从今往后，我跟你……话音未落，一吻封缄。他不想听到他说这些，他看得出来他是有感觉的。既然有感觉，他自然要顺着做下去。顾墨风说的对，床上让他快乐了，他也会对他好一点的。婉嫣，婉嫣，我爱你。顾墨寒，你这个禽兽！从今往后，我会加倍疼你。你放开我！你真不是个东西！我定三从四德，爱你，也爱孩子。他彻底没了力气了，连瞪他的力气都没了。顾墨寒凝视着他的眼神始终是深情似海。他想，他更要在他的心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有他永远记得他，无论好与坏。两人缠绵悱恻了不知多久，南婉嫣大汗淋漓，脱力般倒在男人结实的怀抱里，直接昏睡过去。梦里，他恍惚看到自己和南婉嫣一起迎来新生命的到来，是两个小皇子，儿子们蜷缩在他和南婉嫣的怀里，小模样甚是可爱，而小包子和小正角就在一旁眉开眼笑的逗着弟弟，一家人好快乐。一日清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南婉嫣瞬间浑身僵硬，昨夜那一幕幕的画面宛如潮汐一般的涌入眼前，猛然转过头，恰好撞进了顾墨寒那含情脉脉的眸子里。这个变态，你疯子，不折不扣的霸道狂，你滚下去！昨夜他竟然真的跟他还是那么的难以启齿。他羞红着脸，明明是愤怒，却偏偏浑身无力，否则早就把他给踹下床了。顾墨寒见他如此的活泼，挨了一巴掌后不怒反笑，擒住了南婉嫣的手腕。婉嫣，你怎么还事后不认人了呢？你昨晚明明也很高兴，若不是你配合着，我还不知道该怎样让你少受累些。南婉嫣似乎想起了什么，俏脸一红，连耳根都变得灼热起来，可又甩不开他的手。你若是再说话，我就把你的嘴封上。话音刚落，眼角余光就瞥见顾墨寒衣不蔽体的上半身有许多明显的抓痕，刹那间南婉嫣简直羞愤得欲死。婉嫣，你在气什么？昨晚上你明明也是开心的，我很早就给你解了血，你却还紧紧抱着我不撒手，淋了你偏要穿衣服，我也给你穿上了，你现在怎么生气了？都怪他，都是他害的。南婉嫣一怒之下，只能抓起被子全部都砸在了顾墨寒的身上。你滚！顾墨寒轻而易举就躲开了南婉嫣的攻击，见他面红耳赤的，连脖子都红了，他顿时就笑了。他还没有见过他如此害羞的模样。你累了一晚上，再休息一会儿吧。而南婉嫣看他一直盯着他，低头一看，发现身上的衣服十分的不合身，大半的肩头都露出来，锁骨处全是细密的痕迹。混蛋！他竟然让他穿了他的衣服，还在他的身上留了印子。我先走了。狗男人，又占我便宜！你！南婉嫣气得抄起手边的枕头，狠狠地砸向了顾墨寒。顾墨寒笑着躲开了，背对着朝着南婉嫣挥了挥手，脚步都变得轻快了不少，大步踱出了鱼心殿，脸上残留的笑意比朝阳还要耀眼，瞪着顾墨寒的背影。无耻！顾墨寒却听不到了。奴才见过皇上，皇上，您之前吩咐的皇后娘娘的朝服已经做好了，还请皇上过目。不错，朕很满意。都是按照您吩咐的，用了最好的料子。太好了，今日皇上春风满面，昨夜一定发生了好事儿。看来皇上和皇后娘娘这是要和好的迹象啊。要是皇后娘娘看到皇上亲自为她定制的这一身朝服，定然也会很高兴的。顾墨寒今天是心情大好，这件事情办得好，赏。多谢皇上，多谢皇上。要是以后皇上天天都高兴就好了。皇上，大夏使臣已经入宫了。知道了，先让礼部好好安排，切记不可怠慢了。是。朕先去换身衣服，待会儿等皇后起身，你们便将衣服拿给香玉，让她伺候皇后换上。记得告诉皇后，今日的朝会她务必出席。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皇后回来了。奴才明白，恭送皇上。凤阳、香玉，皇后娘娘，没想到皇上也太不克制了。不过皇后娘娘跟皇上同房了，那是不是证明在娘娘心里还是有皇上位置的？我要沐浴。好。主子，大夏使臣已经到了，您今日需要出席。他们进宫了。可不是嘛，今日一大早就到了。奴婢还听说娘娘您的朝服已经准备好了，您换上以后，今日绝对是艳压群芳，那些大夏使臣都要被您迷得神魂颠倒呢。不知道今日之后，若香玉知道她是大夏的郡主，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不过那些都跟她没有关系了。皇后娘娘您看，这身朝服是皇上特意为您准备的，从古至今只有您一人才能得到皇上这样的专宠，可见皇上对您那是偏爱到了极点。那婉嫣看着面前的服饰凤冠，都不能说是奢华了，简直过于奢靡，可以看出顾墨寒的用心。他搀着南婉嫣朝大殿上走去，在路上远远的就瞧见站在不远处负手伫立的顾墨寒。娘娘，皇上在前面。换上他准备的朝服的南婉嫣今日是格外的明艳和美丽，她阔步朝着南婉嫣走过来。今日朝会不能让别人看到笑话。顾墨寒理所应当地执起了南婉嫣的手。顾墨寒见他也没有不悦，心中更是欢喜，牢牢握着南婉嫣的手，一步步地朝着大殿走过去。皇上，皇后娘娘到。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来到龙椅边坐下，顾墨寒细心地为南婉嫣理了下软垫，示意她落座，随即朝着众臣说：免礼迎身。谢皇上。皇上，时辰到了。宣大夏使臣觐见。我盼了许久的大夏使臣终于要来了。一群面色严肃的中年男子身着大夏特有的服饰，目不斜视地朝前。尔等参见皇上，皇后娘娘。诸位使臣，免礼。今日你们是客，不必拘束。是。大夏使臣们纷纷起身，奇怪的是，领头人却跪了好久，没有要动的意思。顾墨寒盯着那道长跪不起的身影，只觉得很熟悉。使臣为何不起？面见圣威，只觉颇受震撼，顿时有些百感交集，请皇上原谅臣的失礼。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朝着顾墨寒下跪了。这一跪，过去种种的恩怨纠葛，也都在今日一并抵消了吧。慢慢抬头露出了真容，顾墨风瞧见了领头人的容貌。怎么会是他呢？竟然是你。高管家，你怎么会在这里？在王府的时候，哥哥明明和高管家都互不搭理的。臣高曼远，这次臣代表大夏前来，是为了2件事。我们大夏有与西野达成邦交的意愿，也好缓和这几10年来的矛盾与误会。那第2件事呢？第2件事便是要接回我们大夏流落在西野20年的郡主。大家再也忍不住七嘴八舌的出声质问道：大夏的郡主怎么可能在西野呀？是啊，若按高使臣你说的，那你可知道你们的郡主到底是谁，又在哪里？大夏的郡主。顾墨寒震惊了一刻。既然如此，你不如说说大夏的郡主是哪位？臣曾经是您府上的管家，隐姓埋名待在翼王府那么久，并非是对西野有敌意，只是为了方便保护郡主，才会常伴您的左右。听到这儿，南婉嫣和顾墨寒的心里都有了各自的猜测。而郡主的身份，其实诸位都不陌生，皇上更是不陌生。我们的郡主就是一直伴随您的身侧，与您形影不离的云侧妃，当今的柔妃娘娘云雨柔。郡主不仅是大夏郡主，更是大夏未来的女皇，所以恳请皇上将郡主交还给我们，带回大夏。请皇上归还郡主，归还我们大夏的女皇。众人震惊了，太皇太后也是震惊到不能自已。云雨柔若是大夏郡主，那可真是不妙啊！怎么可能？南婉嫣震惊不已，险些没有做主。高管家胡说什么？怎么会是云雨柔呢？原来她一直都认错了主，而此次出使西野，
高管家肯定没有和哥哥通过气，便自作主张的来了，还弄出了这一场乌龙。高时辰，你如何能认定云雨柔就是大夏郡主呢？单凭一面之词，难道就想让我们交人不成？皇后娘娘不必紧张，臣既然敢说，那必定是有证据在的。郡主的手里有一个大夏皇族的信物，若是大家不信，大可以将郡主喊来当面对质。还请皇上和皇后娘娘将我们的郡主交出来吧。安静！这群人未免太过激进。竟先不说高管家的可信度，单就云雨柔整个人来说，我就不可能如此轻易放走。他要是这么风光的走了，我该如何跟晚宴、跟孩子们交代？皇上，请原谅臣等的失礼。方才皇后娘娘如此动怒是为何？我们想求见郡主一面，有何不可？还是说我们的郡主现在出了什么事，不方便见客？皇帝，你怎么想？那晚宴之前逃出宫，身后也有着看不见的势力相助，还有他在茶馆里见到那些非同寻常却对南婉嫣毕恭毕敬的小厮们，以及现在听到大夏使臣们说云雨柔是郡主，南婉嫣那异常的反应，种种现象串联在一起，顾墨寒脑海中只得出了一个结果：南婉嫣才是大夏的郡主，未来大夏的女皇。顿时莫大的不安涌上心头。朕理解你们的心情，但很不巧，云雨柔现在身体不适，恐怕不能出来面见各位，此事明日再议吧。大夏使臣要带走他，他还没有想到办法，不敢轻易的去赌，先按下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皇上，郡主是我们大夏未来的女皇，我们必须看见郡主安然无恙的模样。若是今日见不到郡主，臣等便不走了。没错，我们今日必须要见郡主。都静一静，皇上并非不愿意让你们见云雨柔，只是这个消息过于震撼。不过柔妃早就怀孕，这段时日身子确实抱恙，你就去将柔妃请来吧，反正也不至于不能下地，就让众臣好好看看。是。皇祖母，您这是做什么？皇祖母，您当真要将云雨柔请上来吗？说不出是失望还是失落。若是哀家不去请人，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局面僵持不下？很快，李嬷嬷便领着云雨柔来了。可当她的视线扫到为首的高管家以后，眼眸一下子就亮了。妾身见过太皇太后，皇上见过皇后娘娘。太皇太后摆了摆手，云雨柔站直了身子。随后，那些大夏的使臣纷纷的朝她跪下，高声的喊：“臣等参见郡主。”臣等参见郡主。见到郡主安然无恙，臣心里甚是激动。什么？郡主？云雨柔懵了，我竟然是大夏的郡主？是，郡主，您就是我们大夏的郡主，臣不会认错的。南婉嫣看着那些朝云雨柔下跪行礼的大夏使臣，眼神冷郁。云雨柔竟然堂而皇之取代我的位置，好，那我倒要看看，就当着我的面，她怎么顺理成章的取代我。顾墨寒侧目看了一眼南婉嫣，云雨柔，今日大夏使臣们来说你是大夏的郡主，手里还有大夏的信物，你可知道是什么？郡主不要担心，只需要将臣让您好好保管的那个东西拿出来便可。可是这就是大夏皇室才会有的赤灵玉啊！赤灵玉从不传给外人，果然没错，柔妃就是我们大夏的郡主。顾墨寒看到云雨柔手里那块红玉的时候，脸色也是倏然一沉。这块玉他记得很清楚，是南青青以前经常佩戴的，并且南婉嫣也有一块。原来所谓的信物就是这玉佩。云雨柔手中的红玉跟哥哥送给2个小丫头的礼物一模一样，可惜我之前带孩子跑出宫，觉得2块玉佩太显眼，便让舅舅都收起来了。可是我记得娘亲遗物，这玉佩显然是被丞相夫人抢走，最后沦落到南青青的手里。云雨柔怎么可能会有？云雨柔，这块玉佩明明是南青青的，如今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又成了你自幼佩戴的信物？这玉佩的确是本王的前王妃所拥有的，本王常见她佩戴，你怎么会有？你解释什么？解释你偷了别人的东西，还是解释你顶替了其他人的身份，妄图逆天改命呢？一下子就慌了神儿，他什么解释都说不出来。这块赤灵玉从来都是郡主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臣也不知道怎么会跑到南青青的手里，但一定是有原因的。没错，当初我的这块玉佩是被南青青抢去的，从前的我
不过是将军府的外戚，无权无势，也无依无靠。一次偶然，陈王妃看到我的玉佩，觉得喜欢，便二话不说抢了过去。陈王妃是丞相的嫡女，身份尊贵，高人一等，欺负我也只能忍着，便只好将玉佩割爱给了她。但之前我听说陈王妃被关到了清安寺，便去了那寺庙，找陈王妃讨回了自己的东西，所以皇后娘娘在陈王妃身上见过的这玉佩实属正常。她不能乱，绝不能让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就这么干巴巴的从她指缝里溜走。现在皇后娘娘和皇上不会还要质疑我们郡主的身份吧？就算云雨柔说的话你们相信，那高管家，我问你，既然你早就知道云雨柔是大夏的郡主，那为何不早点带她回国呢？当年大夏和西野战事不断，大夏境内动荡不安，我便一直没有带着郡主回国。而这些年我也怕郡主的身份引起旁人怀疑，这些年来一直未敢特别的助她，只是没想到这些年皇后娘娘您竟然一直欺负我们郡主。皇后娘娘，您还觉得妾身不是郡主吗？皇上，皇后娘娘，你们西野今日揪着郡主身份不放，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还能认错自己未来的女皇不成吗？是啊，郡主在你们这里受了那么多欺负，我们都还没有讨个公道，你们反倒处处咄咄逼人，不让我们带回郡主。我并非和你们对着干，只是牵扯到国家大事，难道各位不需要再慎重一些吗？这件事情我们自当慎重处理，但现在是你们西野不给我们处理的机会。够了，注意你们的言辞，你以为在跟谁说话？只有他才知道，当初在翼王府的时候，南婉嫣受了多少委屈。他是有私心，纠结得不得了，可却不会放任任何人欺负他。是我们话太重，想要带走郡主太过激动，请皇上皇后娘娘莫要怪罪。如今柔妃都已经拿出信物赤林玉为证，您就别再颐指气使，千方百计的不让人带走自家郡主了。这个高曼人认错主也就罢了，现在竟如此是非不分，任由这些大夏使臣们在殿上呼来喝去的对我指手画脚。皇后说话做事向来都有她的道理，如今这么反复质问，也是为了保险起见，让你们大夏使臣好好的分辨。朕以为并无不妥。若云雨柔当真是你们的郡主，你们也都确信无疑，有什么沉不住气需要大声叫嚷？不管旁人言论，坚持到底。像现在这样仅凭几句疑问就沉不住气，反倒显得心虚。高使臣，朕再问你一次，你们此行的目的除了洽谈国事，还想接回你们的郡主，对吗？正是。坦白的来说，他有几分侥幸这群使臣们认错了人，否则南婉嫣要是成了郡主，真被他们带走，那他和他就真的没有未来了。不知皇上的意思是？既然你们确定她是郡主，那朕也不多问。但云雨柔在西野犯下了死罪，就算她是大夏的郡主，也……南婉嫣一把掐断了顾墨寒的话头。先不谈罪责的问题，云雨柔究竟是不是大夏郡主还未可知。虽然她手中有信物，但这一切未免太过巧合了。诸位使臣，此事重大，也关乎你们大夏，不妨再让一个人出来确认一下真假吧。西野的皇太妃从大夏远嫁而来，自然也对大夏的皇室知晓更多。如今你们要认大夏的郡主，皇太妃必然会有发言权。眼下绝不能让云雨柔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夏郡主。云雨柔这种罪大恶极的人，要是真成了大夏郡主，整个大夏怕是都要被祸害了。闻言，云雨柔刚刚起飞的心情又被泼了一层冷水，重重的跌下谷底。他简直要被南婉嫣给气死了。皇太妃身体抱恙，还是不用那么麻烦了吧？安远将军，下官倒是觉得皇后娘娘这个提议不错，得体又顾大局。去请母妃。是皇上。之前见他在郡主这件事上始终没有发表过什么意见，还以为发现什么猫腻了，幸好没有。皇太妃到，老臣见过太妃娘娘。儿臣打扰母妃了，今日请母妃来是有要事需要向母妃证实，还请母妃分辨云雨柔究竟是不是大夏的郡主。众人的心都跟着提起来，只有顾墨寒俊美的脸上依旧是沉静如水，没有波澜起伏，似乎早就洞察了这一切。事情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但我想说，虽然云雨柔手里握着赤灵玉，但她绝不可能是大夏郡主。众人心神大骇，云雨柔和高管家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了。大夏的郡主从来只有一个人，那便是当今皇后南婉嫣。太妃的话音刚落，人群就闹翻了天。母妃的话证实了她心中猜测。顾墨寒的眼眸颤了一下，看了眼身旁明艳的南婉嫣。太妃，
高管家气急，太妃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南岐山呢？臣在。我与亲姐姐情同姐妹，此事你是知道的。当年亲姐姐因为难产落下了病根，生下晚烟不久后大病不愈去世了。之后我也遭受变故，在床上躺了10几年。可亲姐姐生下的小女娃我印象颇深，虽然年纪尚小，但眉眼已初具形状，跟亲姐姐的一般无二。我问你，晚烟她是不是跟亲姐姐长得极为相似？没想到我母妃竟然跟南晚烟的生母关系如此好，我怎么一点都不知情？皇后娘娘的长相确实随了夫人，打小便一模一样，只是年幼时出了些意外，才会导致容貌被毁。但现如今容貌恢复，依旧是极为相似的。诸位都听见了，血缘亲人才会如此相似。云雨柔的容貌与亲姐姐没有一丝相似之处，大夏的郡主怎么会是她？简直胡扯，荒谬，愚不可及。皇后娘娘竟然真的是大夏郡主，难怪皇后方才那么抓着柔妃不放，原来她才是正主啊！云雨柔也懵了，脑子里嗡嗡的，差点没站住。南晚烟怎么可能是大夏郡主？高管家不会骗人的。他说我是他的小主子，那我就是，不然他怎么可能会对我好那么久？10几年啊，这可不是一朝一夕。晚烟这丫头身份竟然如此尊贵吗？肃静！高管家，如今你作何解释？高使臣，给我们一个解释。皇后娘娘和柔妃，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大夏郡主啊？云雨柔看着这群激愤的臣子们，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无助地看向了高管家。大夏诸位都知道，历代长公主在登基为皇之前，身边都会有武将寸步不离地跟着守护，而臣当初便是被选中守在清公主身边的武将。当初清公主去了之后，放心不下年纪尚幼的郡主，臣便自作主张，亲手调换了郡主和一位乡下婴孩。这块赤鳞玉就是清郡主的贴身之物，公主将它交给臣，就是想要给孩子留下身份的证据。臣在换孩子的时候，便带上了玉佩一起更换了。臣一直关注着郡主的成长，绝对不会认错的。若是有半句假话，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他竟然被调换过身份，这件事情他知道吗？看高管家的样子，不像是说谎，但我怎么不记得我被人调换过，而且还是这么大费周折被送去了乡下。高管家要是真想护着郡主，那当初丞相府里有个南青青，直接跟南青青调换岂不是更省事儿？还能随时看护着，身份也能尊贵一点。送去乡下多惨，还要被人欺负，到底是哪里出错了？二哥向来严谨稳妥，怎么会弄出这个岔子？高管家和他这些使臣，当真是哥哥派来的那些人吗？我怎么记得自己……南岐山听到这话，明显是怒不可遏的。欧曼约，你说什么？你竟然背着我，暗中调换了我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争执不下，也不能确定谁真谁假。反正我看着云雨柔没有半点像亲姐姐的样子，若是女儿，再怎么不济，都应该有些许的相似，不可能长得完全不一样。况且她手里只有一块赤鳞玉为证，更不能说明什么。你就能确定此刻站在你面前的云雨柔就是你当初换走的那个？果然呐，还是不能让太妃出面，这局面对我和小主子很不利呀。既然如此，那皇太妃可有更好的法子帮我们辨认谁才是郡主吗？我还知道一个人，绝对可以证明晚烟的身份，只要将那人接进宫，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母妃，儿臣想和皇后单独聊聊。莫寒，晚烟今日受了惊吓，我带她去我那里好好休息一会儿。有些话儿臣必须现在就和晚烟说。母妃今日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顾莫寒十分强硬地抓住南晚烟如雪的号外，微微的有些用力。你也是有话要对朕说的吧，皇后？母妃，你先回去吧，晚点我再去找你。好，恢复身份的事情你也不用太担忧，这件事情我定能处理好的。多谢母妃。我送你回宫殿。好。一路上南晚烟以为他会开口的，可他始终是一声未吭，气氛极为压抑。你有什么想法，可以一边回一边说。你对这些大夏使臣们有什么看法？有些武断，但终究不是什么坏人。那你对大夏此行的目的作何感想？顾莫寒，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就是你想的那样。等到我的身份坐实，一切尘埃落定，我就会离开。那我呢？晚烟，你不要我了吗？从一开始不就是你不要我的吗？如今我不过是想离开，你为什么不能像之前那样让我走呢？我以为
我们都开始行夫妻之事了，你也没有很排斥，甚至很欢喜。我们的关系已经有所缓和了，没想到你的想法从未变过。婉言，我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也跟从前不一样了。你现在怀着我的孩子，我们还有2个可爱的小闺女。你需要夫君，孩子们需要父亲，现在的我都能够做得很好。从前是我对不住你和孩子，我会用一生补偿你们，补偿你肚子里的孩子。我向你发誓，云雨柔的事情我也会处理得很好，绝对不让你和孩子再受到任何伤害。留下来，我会让你和孩子幸福的，好不好？他忍不住伸手将她紧紧地搂进了怀里。昨晚的事情是你半强迫的，我会给你反应，只是因为我是个正常人，跟喜不喜欢你没什么关系。而且我们已经相处这么久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下定决心的事是10头牛都拉不回来。与其像这样藕断丝连痛不欲生，倒不如大大方方的放手。你让我和孩子们远走高飞，这样我们相忘于江湖，或许多年后再相遇，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聊天。你告诉我，谁会要那种不死不活几十年换来的心平气和？你有没有想过，你只是心有不甘，并非是真的爱我。事到如今，你怎么还会觉得我爱你是因为心有不甘？我要是真心有不甘，只想得到你，我不会对你那么好。你的软肋那么多，我随便拿捏住一个，你就得乖乖陪我笑，陪我睡。我想要什么，你就得做到什么。我喜欢你的身体，你就得取悦我。我根本用不着委屈自己，当个苦行僧度日如年，只要我开心，就算力道重了弄疼你了，就给你灌2副药，总能安胎。你不要用这副表情看着我，以我今时的身份地位，就算不得到你的心甘情愿，想让你表面的臣服，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吗？好，就当是你爱我，可你知道我的爱情观，要疼我爱我，一生一世一双人。可你现在身为帝王，你注定是要3宫6院的。你觉得你可以对我一心一意，可你能据理力争，冲破群臣和皇祖母的束缚，做到这一点吗？你身居高位，不能弃百姓君臣于不顾，更不能心无旁骛地陪伴我一生。就算你现在将我留下来，以后还会有矛盾的。而且哪怕是现在，你也都还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感情债，不是吗？再给我1天的时间，我会处理。我不想给你时间了，你要求东西太多了。我虽然不爱你了，但是我一直尊敬你，是一个负责任懂担当的好君王。如今西野和大夏的局势你也瞧见了，你要是不放我走，2国邦交必定会破裂，到时候若是战火四起，牵连到2国的百姓，你当如何？你若是真的爱我，就应该让我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依旧保持对你的欣赏和尊重，不要让我觉得你是一个为了儿女情长而置家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你只要回禀大夏的使臣，另择女皇人选，安安心心留在我身边当我的皇后，西野和大夏就能邦交，2国就不会有纷争。我也可以对你起誓，谁若敢侵犯大夏寸土，我灭他1国。你，顾墨寒，你弄清楚局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可以，我并非幼稚狂妄，是我知道我有这个实力，排兵布阵我从未怕过。何况大夏和西野一旦建立邦交，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国若想进犯，也得掂量着来。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可能留下来。但我有第3种办法，可以尝试一下。说着，他从衣袖里摸出了一瓶奇怪的药来，将它递给了顾墨寒。这是失忆水，喝下去比将终身不再想起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可能会将我彻底从你的记忆中抹去，这样你就不会偏执的想留我了。而且你身为帝王，情爱对你来说本身就是累赘，有这瓶药水，你也能摆脱这个累赘了。这是好东西，我也只有1瓶。我真诚的祝福你，祝你成千古一帝，流芳百世。你要我忘了你？他究竟知不知道这话对他而言是多大的打击？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吗？你得承认，你我就是过不。话都没有说完，顾墨寒猛然扣住他的后颈，薄凉的唇重重欺在他的唇上，吻是带着令人不可抗拒的恨意和激烈。顾墨寒，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这天下我要，你我也要。大夏要是抢人，我不会手下留情。你为什么要苦苦相逼？喝下这种药水，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过一辈子，难道不好吗？你在开什么玩笑？你让我喝了这东西，痛痛快快地放弃原本家庭美满的日子，去过忙碌终生却没有你的生活，谁会愿意？那不过是暂时的罢了，等你以后再遇到心上人，你就不会这么想了。日子还长，你没有必要吊死在我这棵树上。世间这么多女子，总有让你称心如意的。你就让我称心如意，有你，我还要别人做什么？我明确告诉你，这世上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除非我自愿，否则你想一生都困住我，做梦去吧。那就试试，看看是你赢还是我赢。顾墨寒突然朝他走了2步，惊得他不自觉地后退，却被男人一把搂住了腰身。前面就是你的寝宫，我不送你回去了，免得你又生气。但你回去以后要好好休息，不要再动气了，你还怀着身孕。他弯腰夺走了他手里紧攥着的失忆水。这个东西我拿走了，
他怕南婉嫣自己喝了。不管顾梦涵做什么，他也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毕竟现在母妃和太皇太后都将此事压着，等到身份确定，就算顾梦涵不愿意放人，顾大局的皇祖母也不可能让他胡作非为的。皇上，你速去将安平接到朕的寝殿，任何人胆敢阻拦都不放过。另外，你现在就派人去漾明居，将安乐秘密接进宫。怎么好端端的要接公主进宫呢？你不必管，但此事断不可让莫雨明的人发觉，更不能让皇后知晓，否则朕拿你试问。是，但是皇上，您之前不是一直都怕，若将娘娘逼得太紧，会适得其反吗？顾梦涵冷碎无温的双眸陡然变得凌厉，将今日在朝会上发生的一切言简意赅地告诉了沈宇。什么？大夏使臣的领头人竟是高管家？可是皇上，属下也有一事要向您禀报。说。属下按照您的吩咐前去调查了云雨柔的一切，也包括她原先居住的观墨殿。没成想，属下竟然在观墨殿的后院草堆里发现了一个侍卫的尸体。那尸体处理简单急切，又是中毒而亡，死的时间不久，应该是3天前。属下怀疑是云雨柔下了狠手，但3天前她突然被皇后娘娘喊了去，才没来得及将尸体处理干净。之后云雨柔被太皇太后带走，就更没有机会返回处理。那尸体始终晾在后院，留下的线索非常多。可有查到那侍卫是谁？属下查过了，宫里所有的侍卫里，只有一个名叫杨烈的人无故失踪。皇上，宫中侍卫是不可能随意进妃嫔寝殿的，可杨烈却出现在了云雨柔的寝宫，甚至还死在了他的寝宫里。若说他们没有一点关系，属下是不会信的。不然云雨柔为何要杀他？还偏偏是在您起疑他肚子里的孩子来历时才杀了他。杨烈极有可能是云雨柔的奸夫，怕事情败露才会惨遭毒手。这样推算的话，那云雨柔怀的孩子极可能是……如此甚好，朕就知道，朕与云雨柔根本没发生什么。皇上，这件事情没有充足的证据，全是属下一人臆测。朕深知云雨柔的秉性，若不是怕东窗事发，她绝不会如此慌张的杀人灭口。就算那杨烈不是云雨柔的奸夫，也一定了解什么内情。朕正愁找不到机会将他除掉，没想到现在竟有了充分的理由。云雨柔，她既不是他的救命恩人，肚子里的孩子更与他无关，坏事做尽，罪大恶极。骗了他整整10年，沦落到妻离子散的地步，大半都是他的功劳。这种人还有什么留着的必要？皇上，万万不可！属下知道您痛恨云雨柔，是她毁掉了您和皇后娘娘的感情。可她现在不管怎么说，都是大夏使臣们口中的未来女皇。您若是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处死云雨柔的话，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再怎么说，您都得等皇后娘娘成为郡主后再处置那毒妇啊。她不能明着死，那就暗着死。总之，朕不想再看到她。更不准他以大夏郡主的身份风光离开。是，只要云雨柔死了，婉言能留下。云雨柔肚子里的野种多的是机会跟他解释。相信婉言没了这一层芥蒂，或许会慢慢的接受我的。南婉言，都是南婉言的错，怎么是你？臣拜见郡主，就下来迟，还请郡主责罚。高管家，你终于来了。高管家，我好怕啊！我感觉我快死了，你一定要帮我。这段时日，南婉言处处对我设陷阱，逼得我往火坑里跳，更是让皇上对他百般依顺听话，竟差点将我杀死。我知道他厌恶这具身体，却没想到他的手段如此狠毒。要不是太皇太后看在我肚子里孩子的份上，我已经被皇上处死了。郡主，您先莫慌张，这些事情臣定会帮您处理好。至于那南婉嫣，虽然有些麻烦，但她掀不起太大的风浪。您就是大夏郡主，这件事情无可厚非。对了，高管家，有一事我不太清楚。郡主想问什么？今日你在朝会上说的那些话都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年幼时跟南婉嫣互换过身份？你那样说是故意撒谎，好为了我回到大夏铺路吧？郡主，臣所言句句属实，绝无半句假话。我并非不相信你，只是不知道竟然还发生过调换身份的事情。你将过程细细跟我说一下。是。没想到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举措，竟让我因祸得福，成了大夏的郡主。所以确实是高管家认错主了，南婉嫣才是真正的大夏郡主。一抹杀气从云雨柔眼中迸出。郡主啊，我知道了，高管家，我一直对您信赖至极。你是从来都不会害我的，更不会与我作对的，对吗？臣自当为郡主赴汤蹈火。郡主，出事了。你说，奴婢方才陪着小公主，可忽然冲进来一群侍卫，要带走小公主。奴婢寡不敌众，终究是让那些侍卫将小公主带走了。现在小公主被困在了皇帝的寝殿，小正角被带到顾梦涵的寝宫了，随我去接人。是，郡主。皇后娘娘。
娘，请留步。是太妃身边的人，可是母妃要找我。是的，太妃娘娘说你要等的人来了，线下有要事等您相商。我等的人来了，那就是舅舅进宫了。我要去见母妃，这枚戒指是顾墨寒给我的，见戒指如见天子。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威胁也好，欺骗也好，必须将小正角接过来。走吧。南婉言跟着走，一路上却没有见到什么巡防的侍卫。今日怎么没看到那些巡逻的侍卫？奴婢也不清楚。忽然看到穿梭在小径上的白衣翩翩的莫月明。舅舅，舅舅，我在这儿。婉婉几乎是毫不犹豫的抬脚朝着南婉言的方向走去。婉婉小心！南婉言还没反应过来，侧头看到5、6个黑衣人窜出来，目露凶光，拿着大刀就朝他砍过来。快躲开！猛地将那宫壁给推开。你们是谁？谁派你们来的？云雨柔吗？婉婉，他蓦然飞身，不顾刚刚恢复不久的双腿，一把踹向那个黑衣人。刚缓过来的南婉燕就看到另一个黑衣人拿刀往莫雨明的身上砍。舅舅，身后！平底锅砸中了一个黑衣人，疼得他眼冒金星。婉婉，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没事。舅舅，你受伤了？我看看。等处理好这些人，再看也不迟。杀了他们，速战速决。落单的宫壁踉踉跄跄地往外跑。来人啊！救命啊！有刺客！救命啊！无论宫壁怎么呼喊，周边竟是一个皇家侍卫的踪影都没有。想伤他，除非我死。舅舅。南婉嫣看着莫远明背后那一大片的血迹，揪心又着急。快护驾！皇后娘娘遇刺了！撤！侍卫们立即追上去。舅舅，舅舅，你撑住，你不会有事的，我马上救你。你千万不要睡啊，保持清醒，好不好？婉婉。不远处，顾墨寒看着南婉嫣和受伤的莫远明，也反应过来，可是脸色却比莫远明还要惨白3分，颤抖的手指似乎握不住弓箭，任由它掉落在地上。皇上，此时行色匆匆的云衡赶了过来。刺杀公主的人已经全部伏诛，安平公主安然无恙。云衡，去将方才行刺皇后的人全都给朕抓回来。皇后娘娘也遇刺了。是，皇上。顾墨寒迈着沉重的脚步，疾步走向南婉嫣。这血怎么是黑色的？他哪里中毒了？他忽然伸手艰难地按住南婉嫣按压他伤口的手。舅舅。婉婉，不必费心了。很遗憾，不能跟你一起回大夏，也不能再保护你和孩子们了。最最遗憾的是，他的那句喜欢，终究是无法再说出口了。舅舅，舅舅，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一定可以把你救回来。你的腿伤我都救好了，不过是剑伤而已，我一定可以的。我告诉你，我有秘密法宝，我带你进去。你再撑一会儿，我马上给你动手术，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肚子痛到他脸色一片惨白。舅舅，你再撑一下，撑一下，我带你进空间里。莫一鸣看着他掉眼泪，面上浮现了不忍，眼皮子越发的沉重。婉婉，别哭，答应我，你一定要比任何人都幸福。沾满鲜血的手还没触到他的脸，就无力地垂下去。顾墨寒刚走到南婉嫣的身边，就看到莫远明倒在他的怀里咽了气。莫远明死了。舅舅，舅舅，替我摁着他的伤口，快！顾墨寒惨白着脸，单膝跪下，摁着莫远明腹部的伤口。南婉嫣两手交叠，在莫远明胸骨下1/3处摁压急救。顾墨寒看着南婉嫣比雪还白的脸色，另一只手死死地攥着，比任何人都要惊慌。莫远明千万不能死。至少小主子是保住了身份。皇上，卑职无能，没能将刺客带回，还请皇上降罪。不过卑职还是觉得奇怪，追刺客的有2批侍卫，而且宫里的路错综复杂，若不是非常熟悉的人，定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看来这西野的宫里也不甚太平。王太妃，此人是你想要接进宫来的人吧？是又如何？众使臣若是没事儿，便都散了吧。此乃我们西野的家事，与诸位无关。
云小将此言差矣。既然这位是皇太妃想要接进宫来的人，那想必也是皇太妃说的另一位可以指认大夏郡主之人。牵扯到我们大夏的郡主，那可就不再是你们西野的家事，而是两国之间的事。他生怕自己的舅舅指认他不是郡主，便不择手段地将他害死。为了这一出苦肉计，好让人同情可怜，当上大夏的郡主啊！高曼远，你竟敢攀咬婉嫣，你好大的胆子！你敢污蔑皇后娘娘，你放肆！是不是攀咬，恐怕只有皇后娘娘心里最清楚。没想到皇后竟然如此狠心，为了假冒我们郡主，竟然连血亲都舍得下手陷害。都给我住嘴！一群眼瞎心盲的人，你们没有看到婉言和莫寒为了救人有多么努力吗？亏你们还是我大夏的臣民，有些还是亲姐姐的旧部，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判断？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还有你，高曼远，你究竟还想不想跟西野建立邦交？我看你今日就是来挑起是非，惹得两国之间水火不容的吧？高管家被对得哑口无言。婉言，回不来了，你放弃吧。不，我还能再试试。母妃，有些人的心跳就算停止了半个小时都能救回来的，我一定能救回舅舅，我一定。顾墨寒在一旁看着，眼眸低垂下来。太妃心里一梗，俯身按住了南婉言的手。婉言，你现在还怀着身孕，情绪不能这么大起大落，也不能那么劳累。玉明他是真的回不来了，你再抢救也只会让他觉得难受。南婉言脑子一片空白，双手脱力的有些颤抖。不该是这样的，母妃，舅舅还说过要陪着我和孩子们一辈子，舅舅是为我死的。顾墨寒，这就是你所谓的不择手段，就这么容不下我舅舅，竟然将他杀死了，你是不是很满意？真的太虚伪了，更能我为一国之君。什么？竟然是莫寒上了莫雨明？而顾墨寒根本没有要躲的意思，南婉言的簪子笔直地刺进他的胸前，凝视着南婉言的眼睛里有着无法忽视的愧疚。皇后娘娘，一切都是误会，您不要冲动行事。滚！南婉言更加用力地刺进顾墨寒的身体，似乎是恨透了他。就是他杀了舅舅，我亲眼看见。顾墨寒，手脚断了我能接，生病了我也能治好，人死了我救不回来，我救不回他。你做了那么多，口口声声说为我好，可桩桩件件都是往我死路上逼，你是不是想让我死？太妃和云恒吓得脸都白了，云恒也顾不上冒犯，直接将南婉言给拖开。皇后娘娘，请息怒，这其中定是有误会。南婉言的腹部疼痛不断的加剧，始终强撑了一口气。簪子刺进身体中，顾墨寒痛苦的拧着眉头，什么也没说。他心痛的看着南婉言，那心痛深处藏了太多复杂的情绪。高管家见状，心也颤了一下。闻讯而来的朝臣们见状，更是震惊的要裂开了。皇上，快，赶紧把这疯了的皇后捉拿起来，关进大牢。你们是死了吗？皇后都弑君了，快救皇上啊！都别动，没有朕的命，谁都不准动皇后。皇上，皇后刺杀您，只是大逆不道，是弑君呐！这都什么时候了，皇上还想着包庇皇后娘娘？就在这个时候，神宇满头大汗的匆匆赶过来。皇上，大夏又来使臣了，此人您也认识。属下见他手里有着跟高使臣一样的令牌，便没有阻拦，而是将人带了进来。众人顿时目瞪口呆，高管家的脸色不着痕迹的变了变，身体都有些僵硬。来了，大夏又来人了，是来接我和舅舅的，还是来接云雨柔的？晕倒前的那一刻，他听到熟悉的声音，低沉而又有力。婉言，二哥来接你回家了。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婉言。顾墨寒的脸色更是骤变，在南婉言倒在云恒怀里前，一把将他抱住。宣太医，快！顾墨寒没有丝毫犹豫，抱着南婉言就离开了。去诊治郡主，万不可有失。是，王爷。随行女医面色凝重的点点头，立马追上了顾墨寒一行人。殿下。陆渊离睨了他一眼，眼神中杀意极重。姑母，此事有误会，母皇只安排了侄儿来此接皇妹，此事侄儿也会陈述清楚。当下还是先请您去看看婉嫣的情况，盯紧一些。好，哀家会处理好婉嫣的事情，你放心。去将太皇太后请过来。是。不必了，哀家来了。
本王乃大夏二皇子，怀摄王陆渊离是此番出使西野的使臣。至于高曼远，陆渊离冷冷地扫了一眼高管家，不过是个假冒顶替本王的罪人罢了。高管家心头一震，其余的大夏使臣一下子就乱了。什么？所以他们之前会面的大夏使臣居然都是假冒的。此次来访使臣由本王统帅，只是本王在路上遇到了些事情耽搁了，所以来晚了。不过高曼远也的确是我大夏的人，今日在西野闹出这样的变故，给西野惹麻烦了，还请太皇太后见谅。如此说来，那他说的话便做不得真。那大夏的郡主真是嫣儿？不是这样的，臣从小保护柔妃，当初也是臣亲自调换了柔妃和皇后，这么多年了，臣绝不可能认错郡主。怀寿王，真的是你们一直认错了。高曼远，你给本王住嘴！你错认主子，现在还半点没有悔改的意思。允明他也是从小护着婉嫣的，他作为亲公主的义弟，能认错自己护着的人吗？婉嫣与姑姑长得那么像，你难道瞎了狗眼吗？怀寿王此言差矣，天下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您毕竟还年轻，当年臣亲手做出的决定是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将他的嘴堵严实了，本王不想再听到此人叫嚣，若他敢违抗的话，那就割了他的舌头。是，王爷。太皇太后，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吧。那你们是要将嫣儿带走吗？皇妹本王自然是要带走，但不仅仅是皇妹，所有人本王都要带走。所有人？众人惊住了，疑惑不解地看向了陆渊离。怀摄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西野皇宫里除了嫣儿，还有谁是你们大夏的人吗？皇妹的骨肉自然也是我们大夏的骨血，两个小公主本王理所应当带走。高曼远是大夏罪臣，云雨柔更是迫害本王皇妹多年的凶手，没有人可以欺负本王的妹妹，此二人必须跟本王回大夏受罚。绝对不行！你若是要带走嫣儿，哀家没有异议，但你要带走两个公主，还要带走云雨柔，这岂不是将西野所有的皇族血脉都给断了？你不答应，那就开战。他不会想见朕了。皇上，皇后现在是什么情况？怀寿王带来的女医正在里面救治，已经见红了。见红了？莫寒，不是母妃责怪你，只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很糟糕。母妃不知道你和婉嫣之间怎么回事，但你怎么会射杀莫雨明呢？母妃，儿臣没有。他在意的人无论是谁，儿臣都从来没有动过杀意，又怎么可能对莫雨明痛下杀手？那一箭，儿臣是为了救婉嫣。悔自己当初那么用尽全力地射出那一箭，莫雨明哪怕就是扑到那刺客面前，不至于身亡。偏偏他用尽全力，偏偏莫雨明也想救人，正好扑过去，就那么恰好，那么凑巧，这辈子他怕是都洗清不了杀害莫雨明的罪名了。好孩子，不是你的错，你的伤。母妃，儿臣和婉嫣还有机会吧？儿臣想要个圆满的家。莫寒，母妃和你皇祖母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女医风彻面色冷沉地走出来。女医，皇后娘娘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脱离危险？孩子保住了吗？顾慕寒的脸色比雪还要白，一双漆黑的眸子死死盯着女医。太妃，郡主已经没事了，腹中的胎儿也保了下来，可是眼下她还没有苏醒，得过一会儿才能醒来。奴婢要去给郡主熬药了。皇后娘娘和皇嗣都没事，真好，真好啊！顾慕寒走到床前，见到躺在床上的南婉嫣，漆黑的眸子蓦然一震，溢满了心疼。云恒，朕命令你，无论出任何事情，无论什么情况，你都必须护着皇后。要是出了什么事……话都没有说完，顾慕寒再次撑不下去了，眼前骤然一黑，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慕寒，快救人！快将皇上抬出去，得立即拔簪子止血。南婉嫣脑袋沉沉地醒过来，还好，孩子还在。婉嫣，你醒了。哥哥，娘亲，你还痛不痛？南婉嫣摇摇头，看向了小包子。你怎么进宫了？是沈宇哥哥带我进来的。沈宇，那就是顾慕寒的命令了。哥哥，我想回家，我们回大夏了。还有舅舅，我们带他一起回大夏。这个地方我一刻也待不了。好，哥哥带你回家。他俯身稳稳地将南婉嫣抱起来，
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步地朝着殿外走去。一辆马车疾驰驶离了皇宫。姐姐，你死得好惨呀！这些人不论谁帮了他，都会耽误选夫的时辰。可若是不帮他，连他这一关都过不去，更别提过哥哥姐姐那些关卡了。毕竟娘亲有4个孩子呢。若是这些人对小孩子没有半点同情心的话，怎么有资格待在娘亲的身边呢？藏在人群里一直守着小奶娃的云衡不由得扶额，脸色尴尬又无奈。眼前的小奶娃正是南婉嫣的小儿子闹闹，经常嘴跟不上脑子，小小年纪却有800个心眼子。视线停留在气质不凡的黑袍男子身上，很快移开了。场上没有一个熟悉的容颜，他在心里泛起了嘀咕：难道那人还没来吗？再不来就要赶不上皇后娘娘选夫了。台下闹闹的哭声无疑引起了众多人的注意。一位青衣男子蹙着眉看着闹闹，有些不满：这小娃娃好好的日子，怎么非得到选夫现场闹事儿啊？一个身穿黑色衣袍男人忽然走在他的面前，男人俯身看着闹闹，修长的手指擦着小家伙眼角溢出来的泪水，眸底深处藏着不易察觉的心疼和激动。小孩，你叫什么名字？你娘亲呢？她在哪儿？低沉的声音入耳，闹闹惊诧不已。哇，这个叔叔长得好好看啊！可惜了，脸长得好看，胳膊却受过伤，极其的顺眼，还有那么一点亲切感。我要闹闹，我娘亲她啊，这个问题好难哦，之前怎么没有人问这个？他看了一眼死去的爹爹，忽然哭得很难过。对不起，公主，我的肚肚有些饿，为了把自己卖出去给爹爹安葬，已经很久没吃饭了。黑袍男子垂眸看着眼前卖惨的小奶娃，忽然听到身后那青衣男子说：这位公子，选拔就要开始了，好心劝你一句，若是不想耽误了时辰，还是别管这孩子了。如今这城里也有不少行骗的男女老少，我怕你因为一时好心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途啊。闹闹闻言心里有些小紧张，生怕黑袍男子不管他了，这样考核失败了，他又要错失一个梦中情爹了。可是黑袍男子十分温柔地将他抱起来，头也不回地朝远处的小摊走去。若是对一个孩子都能见死不救，那我认为就算中选，明皇公主也不会喜欢这样的男人。别怕，我带你去吃点东西，等你吃完，我再给你的爹好好的下葬。梦里，婉言，婉言，我喜欢你，婉言，我好喜欢你，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他始终是哄着他，带着粗重的呼吸，而他彻夜无眠，被他折腾得大汗淋漓。可是下一秒，画风突变，寒光熠熠的羽箭从顾墨寒的手中射出，他脸色阴鸷，带着无边的冷漠和冷血，直直地将莫允明的身体穿透，窒息感让他猛然拉回了现实。顾墨寒，不要！公主！风央看着南婉嫣突然往水下沉去，脸色一变，要跳下去救她。没事，我就是困了，小憩了一会儿。明皇公主，皇上让您过去一趟。好。我大夏男儿那么多，怎么就挑不出陈白的好男儿？再挑再选，一个个的还要朕来操心，真没用。是皇上，皇上，明皇公主来了。朕的婉丫头来了，真不愧是姐姐的孩子。姨母每次见你，每次都好生喜欢。这小脸儿，这身材，太招人稀罕了。你只要负责美美的，开开心心的就行。姨母这又是在为难前夕做什么麻烦事了？方才在门口，我听您在说什么找男人。女皇顿时一愣，朝着前夕递了一个眼色。啊，不麻烦不麻烦，皇上就是安排奴婢给公主挑出几百个好男人，让公主好好选夫。姨母您怎么又想给婉嫣选夫了？她回来大夏2年半，前1年姨母在逼着她登基，在她的苦劝并保证好好的辅佐政务下，姨母才退而求其次，封她为公主，立为储君。什么叫幼啊？你年岁也不小了，身边能照顾你的人一个都没有，姨母看了能开心吗？姨母，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处理朝政，选夫的事情还是缓缓再说吧。不行，每次你都这样敷衍朕，这一次可不容你再这么拖下去了。你现在可是储君，哪有储君不选夫的道理？最少这次你也得要选出10个来，否则朕还得没完没了的往你房里塞人。
南晚烟眉眼清沉，有些苦恼。最可怕的一次是在他沐浴的时候，房门突然被人打开，原以为是孩子们或者是蜂殃，结果进来一个腼腆害羞的少年，他才17岁就被姨母推进来伺候他了，太可怕了，简直太可怕了。首先有2个人你是必须要选的。晚烟知道是叶千峰和程舒言对吧？没错。先说那叶千峰，出身名门，与允明一样，都来自鼎鼎有名的梁山书院，接受过国师的亲自教导。他长相不俗，功夫也厉害，文武双全，很适合当你的夫婿。况且你们2人这几年不是也有过接触吗？姨母看你跟他的关系也还不错。南晚烟眉头紧蹙着，没有说话。还有那陈书远，也是个不错的郎君，不仅精通琴棋书画，为人还风趣幽默，完全没有半点古板书生的迂腐样儿。朕觉得非常适合给你逗闷子用。等你以后当上皇上了，烦心事可就多了。有个解语花很重要，况且他还能帮你教育几个小滑头，帮你排忧解难，这多划算啊！你的驸马就从他们2人中选一个吧，其他的就选做你的男宠。南晚烟眉头又是一紧，姨母他们都很好，但是晚烟跟他们只是朋友。朋友又怎么了？知根知底的。况且你认为他们是朋友，可那2人究竟怎么想的，你又何曾问过？还有，你离你那几个哥哥远一点，那几个臭小子处处护着你，恨不得当你的贴身护卫。就这样，哪个男人还敢亲近你，跟你示爱啊？你要落单，多出去看看玩玩，邂逅美丽的姻缘。南晚烟都没有心思敷衍了，打算找准时机开溜。朕也不管你怎么想，这2个人你要是不收，朕就直接给你下旨赐婚了，你自己看着办。再说给你选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安安和闹闹都在选夫现场看着，现在整个大夏都知道公主要选夫选男宠，你抵赖不了。南晚烟差点跳起来，你说闹闹和安安也在现场，完了，那2个小家伙怎么掺和进来了？要是前来选夫的男人有100个，那2个小兔崽子能给我选回来101个来。对啊，霓凰公主，这2位小世子可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天天嚷着要爹，此番掺和了选夫一事，怕是要出乱子了。南晚烟终于不淡定了，选夫现场在哪儿？晚烟这就过去。你领着晚丫头去看看。是，皇上。晚丫头你慢着点儿，这会儿都选了一半了，你就算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南晚烟回眸瞪了女皇一眼，走得更急了，必须赶快去现场，及时止损。公主，你叫什么？莫言。闹闹当即朝着云恒的方向喊道：叶恒叔叔，这个莫言我喜欢，就是他了。在场的众人闻言心神大骇，方才一动不动的死尸突然擦了一把脸上的鸡血，起身恭敬地朝方才那个小男孩行礼。云恒足尖一点，稳稳地落在了小奶娃的面前。是续明世子。竟然是续明世子！早知道是世子殿下的话，方才就应该。所有人顿时想到什么，肠子都悔青了。他将小家伙放下来，躬身朝着闹闹行礼。见过世子殿下。闹闹笑嘻嘻地拉着莫言的手，一脸明显的偏爱。嘿，我喜欢你，你就不必行礼了。方才是我对你们的一个考验，这一关只有公举通过了，你们现在都被淘汰了。云恒又看了眼被小世子选中的莫言，确实一表人才，也不知道皇上到大夏没有，这些竞争对手可一点都不弱呀。你们继续选人，我要亲自带莫言公举去选亲现场。闹闹的小白牙啃着糖葫芦，对莫言更满意了。他却没有注意到莫言瞥着身后浩浩荡荡晋级的男宠们，露出了一抹阴鸷的神色。小团子究竟是给他娘亲选了多少男人？就在他要直接朝地面扑去的时候，一只宽厚有力的手忽然拎着他的衣领，将他腾空给带起来。挥起来了！闹闹双眼放光，等他回眸望向莫言的时候，自己稳稳地落进了他的怀里。今天却被陌生人一抱再抱，感觉好奇特呀。世子怎么穿得这么不合身的衣裳？这样很容易摔伤的。要是我穿得太得体，刚才那些人就认出来我是谁了。不好不好，公举，我觉得你好好，我喜欢你。草民也很喜欢世子，非常喜欢。不过草民有一疑问，想请世子解答。
你说，你想知道的我都能告诉你。世子为什么要给明皇公主选择这么多夫婿？难道一个还不够吗？一个？不行，当然不够了。想当初娘亲不就只有一个夫君吗？结果呢，娘亲在一国一乡遭受别人欺负，她夫君都不管她的。反正以前的爹爹不好，我们都不要。你，我们不是说好了只选100个男宠的吗？你是镇长，上往1000个走啊！他好像长高了不少，也除了的更可人好看的，就是瘦了些。小正角身边还站着2个长相颇为不俗的男子，莫言眉眼一沉，莫名的危机感涌上心头。1000个又怎样？我还想要更多呢。阿姐，你想啊，若是有人突然死掉了，这不就是少了一个吗？你怎么还怪我呢？不过你可以看看这位公姐，她可英俊了，我最喜欢她。我觉得她不比千峰叔叔和舒眼叔叔差，等娘亲见到后也一定都会喜欢的。小正角不屑地看了莫言一眼，却莫名地生出几分亲切感。男人都不靠谱，你选那么多出来就是给娘亲添麻烦罢了。再说了，这个人呆愣愣的，我看他也没什么本事，哪里比得上千峰叔叔和舒眼叔叔？当初若不是娘亲错付了渣爹，舅老爷也不会死了。他从不相信这世上有多好的男人能配得上娘亲。不管，阿姐你耍赖皮。你和二姐都见过爹爹，可我和哥哥又没见过爹爹，不能都听你的。反正你说的不算，我也不管，我就要很多很多的爹爹，我也要莫言公主当我的爹爹。好啊，既然你今天这么不听话，那我就好好管教管教你，顺便再让你瞧瞧这些男人有多弱，没用的男人根本不配当我爹爹。闹闹立马退了3丈远，还不忘大声地朝着莫言口齿不清地说：莫言公主，你多保重啊！阿姐的鞭子使得可厉害了。周围的人，包括小正角身边的2个男子，也自觉地退开，为小正角和莫言腾出了一片空地。小正角眼神一凛，直接挥鞭凌厉地朝着莫言的膝盖攻过去。谁曾想，莫言不费吹灰之力的侧身闪过，翩跹的墨袍好似翻飞的羽翼，灵动而干净利落，还真有点本事。再来！小正角也很震惊，又是一记甩鞭抽打向了莫言的手臂，可莫言竟然只伸出了一只手，轻飘飘地接住了这一鞭。没想到郡主的功夫竟然如此了得。闹闹目不转睛地盯着莫言，随着他的闪躲和回击，时不时地发出哇的惊叹声。莫言公主打倒大魔王阿姐，都让你闭嘴！够了，还不住手！他蹙着眉，正好撞进莫言那漆黑深邃的眼中。他一怔，一股奇怪又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觉得他这双眼睛有点熟悉，不知哪里见过。还不过来！莫言一瞬不瞬地盯着南婉嫣看，眼神深处波涛汹涌，又极力的克制。我终于能光明正大的见到他了。叶千峰和程疏远看到南婉嫣过来，眉眼间都显得有些欣喜。娘亲，我不是故意的，都是闹闹，他不听话。娘亲，闹闹，你是不是又闯祸了？有吗？闹闹开始装傻，佯装无辜的眨眨眼，随后伸手戳了戳莫言。怎么样，我娘亲是不是大夏第一好看？莫言没有吭声，目光灼灼地盯着南婉嫣。岂止是大夏第一好看的女子，她从来都是这天下最好看的女人，而且她好似多了几分成熟与稳重，与以前风风火火的性子不一样了，更好了。不要插科打诨的。看着这人满为患的大殿，他拧紧了黛眉。你姐姐说你不听话，是不是折腾什么乱子了？我保证绝对没有，我只是很喜欢这位莫言公姐，想让她当爹爹，谁知道阿姐一言不合就要打她。莫言公姐可好了，她不仅通过了测试，还给我买了好吃的糖葫芦的。糖葫芦？我不是说过你刚长完牙不让你吃太多的甜食吗？你是不是想长蛀牙？娘亲，你不要管这个嘛。这位莫言公主长得好好看，好亲切的，而且方才莫言公主在阿杰手下可是丝毫不落下风的，她很厉害，适合当闹闹的爹爹。南婉嫣看着莫言，莫言公子，闹闹这孩子天性爱玩，喜欢逗弄人，若是他有哪点冒犯了你，我代他向你道歉。
还有小正角，方才他对你无礼，下手没轻没重的，全都是我教子无方，还请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同一个孩子计较。他和他说话了，虽然句句没提当孩子爹的事情，莫言的心还是狠狠地颤了颤。明皇公主言重了，居民世子机灵可爱，为母亲寻爹爹，费尽心思考核是大孝，能给世子买吃的也是草民的荣幸。郡主活泼可爱，有主见，很讨人喜欢。哼，花言巧语，娘亲，你别被这人给骗了，他对我这个小孩子一点都没有手下留情。郡主小小年纪就有这等本事，相信假以时日，郡主定能成为超越西野的战神，成为一代英才。不准你说那个人。是草民失言，请公主和郡主责罚。没有错，不会随意的领罚。闹闹，今日我不教训你阿姐，她本就是维持秩序的，是你不听话，偏要找来这么多人。你为了给自己找爹爹，给大家添了多少麻烦？无论是选拔的候选人，还是负责选的人，你觉不觉得过分？娘亲是不是要重点批评你？小正角瞪了莫言一眼，又看到闹闹被骂了，抱着怀从鼻孔中发出一声冷哼。娘亲根本就不稀罕男人。娘亲，我知道错了。但是，我只想让娘亲选最好的。姐姐们都见过爹爹，只有我和哥哥没见过。我们就想要积极找爹爹。如果惹事了，闹闹愿意被打屁屁。闹闹还小，爱玩爱闹正常，就跟你四哥小时候一个德行。皇妹不必生气，大哥一直盯着今日选夫的事宜，不会出什么乱子的。只见一位25、6岁的男子阔步朝他们走来。皇兄，舅舅，参见闵成王。程书远和叶千锋也恭敬地朝着他行礼。不必多礼，你的功夫长进不少，但刚才那招盘龙逐月实在不熟练，之后舅舅再练练你。多谢舅舅。皇妹不要同闹闹计较了，回头哥哥再好好训斥这小子。姑姑说了，今日你最少得挑选10个夫婿候选人出来，不然他可不饶你。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会选的。在今日这些人里，你可有中意的？叶长风忍不住看向了南婉嫣，眸底有些深敛的炙热。程书远的狐狸眼也紧紧地盯着他，理了理自己的发髻和衣领，想要博得关注。莫言面色如常，目光却幽深了不少。娘亲，我想要莫言公主当爹爹。千锋和书远都挺好，姨母说了，这2人都是必选的。莫言的瞳孔紧缩。好，那就先留下他们。能得到长公主喜爱，是臣莫大的荣幸。话音刚落，程书远直接一屁股蹭过来，将他挤开，火热的贴近南婉嫣。疏远就知道明皇长公主是喜欢疏远的。疏远早就准备好了一首新曲，是专门为公主谱的。等到入夜，疏远给公主弹奏，哄公主入睡，如何？南婉嫣的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忽然有些后悔答应姨母了。不急，回头再找机会听吧。好，疏远都听公主的。看着程书远和南婉嫣这熟人的模样，莫言俊美的脸上有些绷不住了。我不在的日子里，他身边不仅有这么多莺莺燕燕，他愿意挑选2个进后宫，现在甚至还允许别的男人给他唱曲哄他入睡了。我都还没有给他唱曲哄他睡过，别人比什么？剩下的名额就麻烦大皇兄了。好，你的夫婿哥哥亲自帮你把关。多谢大皇兄。南婉嫣抱着闹闹，将小正角拉到一旁坐下了。叶千锋与程书远已经是钦定的公主的男宠，自然跟在他的身边。风央也候在一旁。莫言什么也没说，就这么看着坐在高位上的南婉嫣，薄唇紧抿着，神色肃冷。如今他在云端，他在泥里。好了，诸位今日能够进宫门，那就证明得到了闹闹的认可，但光有这些认可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千锋师从朗山书院，不仅通晓天文地理，机关术更是不在话下，论及武学也不比你们任何人差。要做我大夏的夫婿，不是浑水摸鱼就能入选的。你们便文武同赛，胜出的10人当中，再由本王的皇妹亲自挑选剩下留8人，如何？莫言公主加油！别老是胳膊肘往外拐，反正以后就是爹爹了，怎么能叫胳膊肘往外拐呢？他就是喜欢莫言公子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莫言公子是吧？可敢与在下对弈？没想到这万公子一来就挑人短处，分明是想用奇艺打败莫言公子啊！嗨，今日在场的都是敌人，只要能赢，能当上驸马爷，就算不择手段又怎么样？随意，请。莫言落座。万公子很会下棋，这个莫言竟然头阵是跟他对弈，看来要出局了。莫言公主不会输，而且要不要跟我打赌？赌就赌，反正我不相信那个莫言会赢。唉，早知第一胎生儿子了。
哥哥妹妹的话，家庭也许还能和谐点。姐弟真的是鸡飞狗跳了，怎么都能吵起来啊！吵得我脑袋都嗡嗡的。他沉下心来，看着场上各式各样的比试，最后落在莫言的身上。这怎么可能？万公子竟然落于下风了！不对，不仅如此，莫言公子的奇招诡谲难测，简直就是招招致命，杀气十足啊！不可能！我的祖父乃是奇圣，我日夜被他教导，我赢过很多人的，怎么可能下不过你这无名之辈？莫言修长的手指指黑子落下最后一步，承让，赢了！莫言公子赢了！天哪，堂堂奇圣的孙子竟然败在了对弈上，这简直不可思议呀！没想到呀，万公子自认挑了别人的软肋，殊不知是莫言公子藏拙了。这位万公子被淘汰了。耶！莫言公子果然赢了，看到了吧，阿姐，他可是超级厉害的哟，绝对不比千峰叔叔和舒远叔叔差，也很适合当爹爹。小正角也感到不可思议，这么一个有本事的男人，为何偏偏甘愿做我一个男宠？这不合逻辑。随着时间的流逝，100多个人的比赛，在莫言卷到极致的情况下，很快就结束了。最后剩下场上最优秀的10个人。真好，真好。陆无疆满眼欣喜地走到莫言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本王没想到，今日参选的人群里，竟然还藏着一颗沧海遗珠。莫言公子深藏不露啊！明成王过奖，侥幸罢了。皇妹，这些便是胜出者。若是这几人你都不喜欢的话，大哥会再选一批新人过来，供你挑选。明七也不知道莫言公子这样都表现了，究竟能不能入选？既然皇妹没有喜欢的，那就等等。莫言突然上前一步，重重地朝着南婉燕跪下。明皇公主，草民有话要说。你说。公主，草民的父亲早逝，母亲病重10几年，前不久才勉强好起来。草民的兄弟也勾心斗角，将草民赶出家门了。草民家不成家，已无处可去，还请公主看在草民侥幸胜出，身世可怜的份上，收下草民，让草民有个栖身之处吧。他的话半真半假，但是言之凿凿，言语间满是创伤。他的这番话只有闹闹信了，一边擦着鼻涕，一边哭着说：娘亲，公子好可怜，娘亲就收养他吧。小正角一脸嫌弃地将闹闹给拖到了一旁，众人也是震碎了3观。一个大男人为了当男宠，竟然当众卖惨，这也太不要脸了吧！莫言公子，你这番话说得这么流畅，家世背景倒背如流，要说这说辞不是你早就编好的，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我劝公子还是实话实说的好。程疏远忽然笑了一声，挑眉看着莫言。面对公主，有什么真话说不得？像我倾慕公主，做人坦坦荡荡，才会得到公主的厚爱。你在公主面前撒谎，肯定心思不纯。这个莫言的确有点本事，我绝不能让莫言进到南婉嫣的后宫里，成为我的劲敌。莫言没有理会任何人的嘲讽，紧紧凝视着南婉嫣，眼神复杂。公主，草民的确在某些方面说谎了。草民并非无处可去，草民是想要找回一个人，但草民无权无势，找不回他。可明皇公主不同，若是能跟在你身边，借助公主的势力，草民便有了捷径，也有了底气。众人又是一阵瞠目结舌。这木然让他说真话，说的也太直白了吧？这明显就是在利用公主啊！你想找什么人？一个被草民弄丢很久的人。我相信你现在说的这番话是真心的。你想找人跟着我，的确不失为一种捷径。叶千峰心头一震，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程疏远见南婉嫣对莫言的态度一下子有了缓和，明显开始着急了。那公主，你的意思是？莫言，你起身吧，以后你就是本公主的人了。是，莫言是公主的人了。哈，我就说莫言公主会被选中的。哼，阿姐方才还不信我，现在知道了吧？就是最了解娘亲的人。你别高兴得太早。哼，大红兄，人都选好了，麻烦你安排这7人的去处吧。来人，将几位公子送去西岳殿，好生伺候着。今日落选的那些公子们，也都送些东西过去慰问慰问。闹闹十分热络地拉着莫言的手。莫言公子，我就知道你肯定会闯进娘亲心里的，你可是我亲自挑选的人。哼，胡说，千峰叔叔才是最好的。皇妹啊，姑姑说了，今晚你得挑一个男宠入洞房，哥哥觉得不如安排千峰如何呀？洞房？莫言的瞳孔蓦然一震，叶千峰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夺走了。
猛地朝南婉嫣看过去。闵成王，千峰的性子闷，又不会说话，洞房这么重要的事情，要是没有情趣，多无趣啊！不如这样吧，让舒远跟着一起，3人行，舒远负责逗公主开心，如何？他算是豁出去了，他争不过叶千峰，但也不能白白的把机会拱手让人。南婉嫣还没有回话，莫言的指尖瞬间捏得咔咔作响。他还不一定会答应，他这性子是不会答应的。他说过，他这辈子只愿意跟一个男人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好，按大皇兄说的办。陈公子，这种事情2个人做就够了，3个人稍显滑稽了一些，下次吧。程疏远气愤又嫉妒。是，公主。他居然真的要跟别人洞房，他怎么能？叶千峰也是难以置信地看向南婉嫣，随后笑着应下。臣定当竭尽全力照顾好公主。娘亲还有事情要做，乖乖的回寝殿去，不许再闹了。娘亲，你放心，我一定会看好闹闹的，绝不会让他再惹你烦心。好，放心吧，你有事啊就先去处理，2个孩子有哥哥呢。好，多谢大皇兄。南婉嫣看向面无表情的莫言，本公主要和你单独说说话，跟我来。你很聪明，今天你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我觉得你很不错，但是你这一身本领，若是只当一个男宠，实在是大材小用，没有那个必要。那公主的意思是？我要你做我的侍卫。南婉嫣从腰间取下了一颗别致的赤鳞玉圆珠，递给了莫言。这是公主身份的象征，见他如见我。如果你办事办得好，你想找的人，我定竭尽全力帮你找到。伸手接过南婉嫣手里的圆珠，指尖交汇碰在一起，感受那熟悉的体温和柔软，一时间竟有些舍不得放开。你收下这信物，那就是答应了。能为公主办事是属下的荣幸，不知道公主需要属下做什么。你果然与旁人不同，难怪闹闹那么喜欢你。有2件事情需要你立即去处理。不过你知不知道，2年前西野和大夏曾经有过激烈的冲突？属下曾听说过，当初您还是西野的皇后娘娘，但西野宫变，您被王爷接回大夏，还有2位小郡主也一并接回。没错，正是当初我和2哥回城的时候，路上曾经遇到过一对山匪。我要你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查一个叫做高曼远的人，他是大夏的罪臣，罪大恶极，本该回到大夏接受姨母的制裁，可因为路途中山匪闹事，2哥将所有人手都派来保护我，竟那么凑巧给高曼远趁乱溜走的机会。这是那高曼远的资料，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将他抓回来。这第一件事，属下记住了，定会帮公主带回此罪大恶极之人。很巧，他也在找高曼远，毕竟还有很多的新仇旧恨没有清算完全。第2件事，兴许你也曾有过耳闻。公主请讲。你可知道西野的柔妃？回公主，属下曾听闻过传言，说那是柔妃生下孩子以后就被西野的太皇太后处以极刑死了，不知公主让属下调查她做什么？本公主可不相信她死了，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去核实这个所谓的传言真还是假。属下明白。切记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在暗中替我做事。是。他都提到这2个人了，那么那位在战场上重伤快死的人怎么不见他提及？公主说的这些事情，属下都愿意，也一定会帮公主办好。等事成，属下再跟您要属下要的人。可以，本公主一定帮你把人找到，交到你的手里。一言为定。公主，属下有话想问。你说。不知公主今日收入囊中的另外几位男宠，也是否跟属下一样做您的侍卫？若是这样的话，公主今晚是不是不会和那个叶千峰洞房？心里莫名的有些紧张。南婉嫣愣住了。你不用管这些事情，做好自己的事，保护好郡主和世子即可。我没有别的事情要吩咐你了，你先退下吧。你胡说什么？什么思春？本公主又不是畜生。南婉嫣懒得搭理他，示意莫言离开。站住！本公主可没说她可以走。还有事？哼，有事？明皇公主，你身边既然有那么多美男围在身边，想必也用不完吧？本公主看上你身边这个哑巴美男了，你若是现在把他给我，痴心妄想，我的人凭什么要让给你呢？鸿蒙公主，你要是闲得没事儿，就回去好好看书吧，免得成日里让姨母操心。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不奉陪了。原来我在他心里其实这么重要。他顿时表现得更加乖巧，贴着南婉嫣的后背，一脸仿佛真怕自己被陆娇娇抢走的神色。陆娇娇却气得直跺脚。南婉嫣，你别总是用母皇来压我。既然你不肯把它给我，那好，我也不要这个哑巴了。但就算是抛开他，你也还有7个男宠吧？是又如何？哼，那你今日必须从那7个里面挑2个出来给我，我不能空手而归，那多丢人呐！公主，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怎么能算了？
我说了我要，那我就一定要得到。南婉嫣，你就说给不给人吧。不行，陆娇娇，我喊你一声鸿蒙公主，那是看在姨母的面子上。方才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我的人一个你也别想带走。一旁的莫言拧紧了剑眉，漆黑的眸子浮上了一层不悦。他方才还在欣喜，以为自己是他的唯一。你太过分了！一把抓住了南婉嫣的手腕。南婉嫣，你以为你是正统的公主就可以在宫里横着走了吗？怎么不行呢？南婉嫣，你是正统的公主又如何？我可是母皇留在身边亲自养了20年的大夏公主，岂是你一个半道杀坏了程咬金可比的？你别以为你现在被母皇宠着就能肆无忌惮，我告诉你，不可能得意一辈子的。不说话就对了，你这样的人本就该在宫里低声下气。你现在被母皇接回来，不过就是因为母皇需要用你这层身份去镇压那些蠢蠢欲动的诸侯罢了。不然你以为这么多年了，为何偏偏这个时间去接你？南婉嫣，你好好照照镜子，看看你算个什么东西，也好意思跟我狂妄，简直可笑。南婉嫣明媚的眼眸如淬寒冰，还不等她开口，身后的人已经猛然窜出去，就看见莫言发狠地掐住陆娇娇的脖子。第一，我不是哑巴，不愿意与鸿蒙公主说话，是不想浪费口舌。其次，鸿蒙公主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今日站在你面前的是明皇公主，更是储君，是未来大夏的女皇，她的地位比你一个抱养来的公主要高得多。你口出狂言侮辱明皇公主时，可曾想过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南婉嫣盯着莫言，表情震惊。莫言方才还软绵绵的不敢开口，却不想他居然这么狂。莫言，松手！是公主。莫言听话的甩开了陆娇娇。公主，你如此放肆，敢这么对本公主，本公主要杀了你！侍卫进来了好些人，被南婉嫣一个眼神吓得顿时就呆住了。南婉嫣，够了，陆娇娇，你先以下犯上。莫言是本公主的人，他替我教训你，哪里放肆？真放肆的人难道不是你吗？你刚才出言不逊的话，要是传到姨母的耳朵里，你可不会有好日子过。安静的待在你的公主府，不要再来挑衅我。南婉嫣，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你不过就是个被半道接回来的垃圾。我陆娇娇才是大夏真正的公主，你今日欺负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是谁不想放过本王的皇妹呀？哪个不长眼不要命的？南婉嫣眼底闪过一抹笑意，四哥来了。本王还当是哪个不要命的，原来是你呀，鸿蒙。四皇兄。紧接着看到四皇子的身后跟着的两人，神色顿时一紧。五皇兄、六皇兄，你们怎么回来了？五哥、六哥，你们回来了。皇妹，你怎么不叫我哥哥？四哥。陆延安这才满意，笑眯眯地捏了捏他的脸。哎，哥哥在。兄妹几人关系极好，一团和睦，而莫言却死死盯着三个男人落在南婉嫣身上的手，薄唇几乎抿成了一条直线。陆娇娇见状，一下子就气急了。四皇兄，明皇都授意他的男宠对我大不敬，欺负我了，你怎么只骂我不骂他呢？你看，这就是那个男宠掐我的证据。四皇兄，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打住，鸿蒙，你应当知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你不过是皇母抱回来的女儿，在辈分上理应尊称我们一声皇兄，像四哥、五哥、六哥这样亲昵的称呼，只能是嫣儿叫，明白了？知道了，四皇兄。可是今日是他们先来招惹我的，我并没有做错什么。陆娇娇，本王真不明白，你娘亲生你的时候，是不是忘记给你生了脑袋？怎么到了你这里，不仅眼睛不好使，还睁眼说瞎话，净扯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出来？不是的，嫣儿是本王的皇妹，当之无愧的大夏储君，她的身份有多尊贵，本王也不想与你浪费口舌，你也不用费功夫替自己辩解。你如何欺负我家嫣儿，本王都看得一清二楚。陆娇娇，你真是好能说会道。本王倒是想问问你，嫣儿正统血脉都无用，都垃圾，那你这个抱养来的挂名公主又算个什么东西？算赝品？赝品，本王看你才垃圾。四皇兄，别吵吵，你就是脑子不好使，去抄上100遍宫规，好好长长记性，认清自己的身份。陆娇娇直接被气得跳脚了，愤恨极度的死盯着南婉嫣。我不要！四皇兄，你为什么总是护着他，都不看看我？
凭什么他欺负了我，我还要受罚？幼儿，我们走。可是他们二人还没走出去半步，陆叔和陆远形同鬼魅的上前，径直挡住了主仆二人的去路。皇兄、六皇兄，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你们都欺负我！四皇兄欺负我就罢了，五皇兄、六皇兄，你们怎么也跟着一起欺负我？我受罚，我抽搐还不行吗？公主，陆叔和陆远收好了剑，不紧不慢地让出了一条路来。鸿蒙，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记住了，若再让本王撞见你欺负嫣儿，或是在任何人面前对嫣儿口出狂言，惩罚可就不仅是抄书那么简单了。知道了。陆娇娇踉跄着从地上起身，双眼都哭肿了，在诱儿的搀扶下缓缓离开了。大女子能屈能伸，南婉嫣，给我等着！多谢几位哥哥出手相助。鸿蒙刁蛮惯了，是该好好教训。没想到都2年了，他还是这么爱找茬。他忽然转头，一脸审视的从头到脚的打量着莫言。不过你是怎么回事？莫言参见四皇子、五皇子、六皇子。方才你的表现本王也看到了，绝对算不上稳妥。嫣儿都被鸿蒙骂成什么样子，你竟然到最后才出手。四哥误会了，是我让他不要出手的。莫言还算是可靠，方才为了护我才敢对鸿蒙动手，已经足以表明他的忠心了。忠心是忠心，但他一来就拈花惹草，要不是他，鸿蒙怎么会为他刁难你？而且今日是鸿蒙，往后又会是谁呢？不知他还会给你招来多少麻烦。这个小白脸长得倒是好看，都快能跟三哥一较高下了。不知怎么的，妹妹越是护着他，就越看莫言不爽，有种自家好好的一颗白菜被猪拱了的感觉。四皇子教训的是，莫言往后定不会再让今日之事重演，一定会好好保护公主安危。你也算有觉悟，那本王就小惩大戒一番，下去抄10遍难得，抄不完不许用膳，更不许再接近嫣儿。希望你抄写的时候能好好领悟其中道理，往后不许招惹些花花草草，免得给我们嫣儿带来麻烦。南婉嫣蹙着眉，她深知莫言并未犯下任何的错误。四哥，这未免也太……莫言遵命。仿佛真的是一个男宠，没有半点不情愿的意思。莫言这就去朝南德，转身就离开了，没有动怒，更不会得罪几位王子。他有6个哥哥，性子各不相同，他若是想跟他长久，就一定要和他们打好关系。看不出来呀，我原本以为他是个不好惹的硬茬，没想到这么能屈能伸，看来10遍难得还是罚得轻了。四哥，好吧好吧，既然你那么不愿意，那四哥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对他稍微客气那么一点。找个听话的男人是好事儿，但是嫣儿啊，四哥可告诉你，挑男人不能着急，得擦亮了眼睛慢慢来。等相处的时间长了，你才有机会弄清楚他们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陆延安在一旁喋喋不休，陆叔和陆远则静静地看着南婉嫣。你很好。陆远也跟着点点头。婚姻大事不急。南婉嫣有些哭笑不得，明白哥哥们宠着她，关心她的心思。哥哥们不必担忧，我自有分寸。站在外面这么久了，不如进屋聊聊吧。兄妹4个围坐在桌边，5哥和6哥怎么突然回来了？什么时候回的？我竟然都不知道。这2个木头，我都怀疑母皇当初生我的时候，把他们俩的嗓子都给我了。嫣儿，老5老6今日才回来的，他们找到了你想要的那种草药，相信你的难题很快就能解决了。药材找到了，5哥6哥，你们之前离开是帮我去找药材去了。多谢5哥和6哥替我找到了这味药材，这药十分的难得，你们应该没少遇到麻烦吧？陆叔陆远听到南婉嫣的感激，顿时有些局促。你开心就行。哟，真是狡猾呀！要是当初我去了，嫣儿如今感谢的就是我了。哼，也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声不响，竟然背着我偷偷去做好事。莫言公子，咱们借一步说话。有事吗？程书言收起了折扇，不紧不慢地走出来，径直挡在莫言的跟前，半眯着眸子打量眼前的人。虽然你文武双全，长得也还算不赖，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点，你只是凑巧被公主看上了而已，不要太沾沾自喜。公主那是同情你才会收留你，但我不同，我一直陪伴在公主的身边，与公主之间的感情都牢不可破。我对公主情深似海，公主只会是我一个人的。你没看到今日我说晚上要去给她奏琴，她没拒绝的样子？若是你够聪明，就不会想要跟我硬碰硬了。人若是眼瞎，这招还能治，但若是没脑子，那就无药可救了。
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今日你可是被公主拒绝了。程舒言还想逼逼几句，可是对上莫言那蓄满浓墨的眸子，顿时被吓得咽了咽嗓子。惹不起，这厮怎么杀气十足的？他立马笑着干咳了2声，明显是怂了，不再嚣张，而是凑到莫言的身边，极其熟络地搭上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莫言兄，别这样，有话好好说。我与你没有什么要说的，你不要与我勾肩搭背的好，免得让别人看见，还以为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癖好。你对我不必那么大的恶意，你要知道，对我来说，你并非是最大的威胁，对你亦然。咱俩现在可都有个共同的敌人，叶千锋。继续。你想啊，今晚那叶千锋就要跟公主圆房了，若是我们不抓住这时机好好搞事，那可就糟了。若是莫言兄愿意，我倒是有个法子，能助我2人一臂之力，破坏今夜的洞房花烛，如何？莫言示意他继续，程舒眼见有戏，折扇放在掌心里，一下接一下的敲着。我与那叶千锋也算是旧相识，知道他的习惯喜好，等到了晚上，我就会安排人将他从公主的房里引开。莫言公子，你要做的事情便是拖住叶千锋，让他没办法回去顺利圆房。然后我就能与公主洞房了。莫言眼底陡然闪过了一抹血色，眼神如淬寒冰。程舒眼被盯得心里发毛，赶紧婉言迂回了一下。你先别急着生气，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想啊，那叶千锋你也不熟悉，跟我也合不来。若是让他先一步得逞，他肯定要给公主吹枕边风，说我们的不是。但若是你帮了我，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人最重情义，只要事情一成，我肯定会多帮衬你，让你下次跟公主洞房。我们2个是合作关系，不分彼此。面上表现的人畜无害，心里满是鬼点子。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莫言，更比不过叶千锋。若是联手莫言一起挤掉叶千锋，那之后再利用公主除掉莫言，轻而易举。殊不知站在他面前的莫言心里也是同样的想法。程公子的提议甚好，那你听听我的计划。于是他就拉着莫言的胳膊往远处走了，边走边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不远处的假山的后面，齐刷刷地探出4个高矮不一的小脑袋。假山的后面，小正角义愤填膺的伸手捂住了闹闹的耳朵，小包子也紧紧地捂着安安的耳朵。2年过去，小包子出落得越发秀丽。啊，你都听到什么了？什么都没听到。拉拉，你听到了吗？他不知道阿姐为何要堵住他的耳朵，只觉得好玩，便和哥哥一起顺手也堵住了辣不辣的耳朵。辣不辣当然听不懂2个小主子的话了，2条狗吐着舌头哈气，可爱的舔了舔闹闹和安安的手，表示回应。哈，听到了，拉拉说要听到了。安安有些无奈的扶额，看了闹闹一眼，2个小奶娃什么也没听到。小正甲和小包子安下心来，毕竟他们身为姐姐，可不能让弟弟们过早的接触黑暗。这个花蝴蝶成日里就盼着千锋叔叔不好，还有那个莫言，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才刚进宫呢就想要对付千锋叔叔了，真是可恶。原先我家闹闹那么喜欢那个莫言，还以为他是很好的人，没想到他竟然这样不好。闹闹，你看见了吧？那个莫言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他就是一个心机男，和程舒演那个花蝴蝶一样，都想要独占娘亲。你以后少跟他来往，否则阿姐就要打你屁屁啦。不要，莫言公子才不像阿姐你说的那样呢。莫言公己就喜好，谁也不能阻拦他成为他的爹爹。闹闹都听姐姐的话。哼，你们都不好，不理你们了。还是安安乖。小包子，我们可不能让花蝴蝶和心机男得逞。阿姐，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去找银行叔叔，让他去收拾那些花蝴蝶。收拾完了以后，我们再带他去找心机男，阻止他拖延千锋叔叔的事情。银行叔叔一定会帮我们的。小包子点头表示同意。夜幕落下，求月殿里燃着红烛。叶千锋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殿门前，沉稳地一步一步地朝着殿里走去。千锋见过明皇公主。千锋来了，坐吧。千锋，当初我生闹闹和安安的时候难产，如果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去丈谷为我找到保命的药材，恐怕我早就不能像今日一样与你坐在一起说话了。当初你在丈谷受了内伤，至今都未曾痊愈，现在哥哥们找到药材，我也能帮你医治了。现在看到南婉嫣一直挂念着自己的伤病，感到幸福和满足，眼里的柔情泛滥着。今天答应跟你洞房，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若是有朝一日我被逼无奈，非要选夫婿的话，可以把你拉出来挡一挡。我知道我挺可耻的，当然如果你改变了心意，我明天就跟姨母说明我的态度，我会保证你的名誉不受损，放你离开。叶千峰嘴角的笑一下子就凝滞了。公主，我的誓言我一直铭记在心，你不用感觉愧疚，千峰愿意。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知道我又欠了你一份大恩情。等你以后有了喜欢的人，你只管跟我说，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跟你解除婚约。公主言重，与公主合作，千峰并不吃亏，还得了好处。时辰也不早了，公主早些休息吧，今日我就打地铺睡。抱歉。公主要道歉的话就没意思了，说好合作的，你却负罪感满满。我们本就是好友，无需说这些。忽然感觉肚子里一片澎湃汹涌，绞痛难忍。我吃错了什么东西了吗？公主，我先出去一下。你怎么了？不舒服？没有，许是晚膳用的多了些。去吧。头也不回的快步走出了喜悦殿。公主，用膳了。好。这人是姨母身边的宫婢，放下手中的书册，舀了一勺银耳羹放进了嘴里。那宫婢见南婉嫣吃了，默默地退出去，脸色蓦然一变，浑身像是火烧一般的燥热。这银耳羹有问题，而且是猛料。姨母，没办法，只能强忍着那股干柴烈火的冲动，从空间里掏出了一剂解毒剂，给自己注射下去，强撑着想走到屏风后，泡在浴桶里，好好的冷静一下。可就在这个时候，喜悦殿大门蓦然被人猛地推开，低沉而急促的嗓音骤然响起：“公主，有刺客入侵，你没事吧？”腰肢在薄纱下若隐若现，反而比直接露在外面更加的引人浮想联翩。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垂在身侧的手一下子攥紧了。南婉嫣呆呆地看着他，两人足足对视了3秒钟。莫言，他的脸一下子涨红起来。没有本公主的吩咐，你怎么能随意进出喜悦殿？还不退下！却不想本来就手脚发软，一走快了，整个人就要倒下去了。公主，莫言瞬间将那些诡异的想法压下去，猛然搂住了南婉嫣纤细的腰，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离得近了，莫言无意间看到南婉嫣那微微敞开的胸襟，眼神一暗，可是下一秒就发现了不对劲儿。没想到竟然有人敢堂而皇之的对他做如此不堪之事，找死！莫言，你放肆！我可是你的主子，哪里有侍卫可以随意触碰主子的？你放开我！万一没控制住，干点什么，那岂不是完犊子了？有事时还不将我放下，我现在就治你的罪！属下不能，公主现在的状态不太好，允许属下冒犯，送公主回榻上休息。直接将她拦腰抱起，朝床边走过去。你……南婉嫣有点生气了，这养的侍卫怎么一点儿也不听她的话？她俯身准备将她放到床上，却不想刚要松手，腰间的玉佩不知何时缠住了她的衣带。一番牵扯下，南婉嫣身上本就摇摇欲坠的衣裳差点被撕开。还不快松开！好。莫言忍不住看了一眼她被扯下来的衣服，他深深地闭了下眼睛，强迫自己冷静。很快莫言就解开打结的腰带，稳稳地将南婉嫣平放在床上。公主，您是不是被人下毒了？可知道是谁做的？能在东方夜使出这么龌龊的手段，是程书远还是那个叶千峰？他们竟敢对公主动手，要不要属下帮您除掉这二人？放肆！这一脚正好踹在莫言的腰部。公主教训的是属下没有规矩，有些狂妄了。如今将公主的身子看了去，还冒犯了公主，真是罪该万死。不如摘了属下的眼睛，好让公主消消气。但我不敢。刚才你未经允许擅自抱了我，本公主不仅要挖你的眼睛，还要剁你的手。不可，属下的眼睛可随公主处置，但这双手不行。你真的很狂妄，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公主的侍卫。既然你有自知之明，就应该明白你刚才的行为是大不敬。你敢抱我，就得做好被砍双手的准备，而不是在这里讨价还价。属下的这双手，还有拥抱那个暂时没有找回来的人，也需要用这双手护他一生周全，不能砍。这句话他是看着他说的，有那么一瞬间，南婉嫣仿佛产生一种错觉，就好像莫言口中那个人是他一样。公主，这次事情就算了，毕竟你是来护驾的，我可以既往不咎，但以后不准再动不动抱我，更不准不听我的话，也不能动不动的起杀意。是，属下都记住了。南婉嫣见他乖巧和放肆之间反复横跳，也觉得惊奇。
莫名的就想到了一个熟悉到刻骨铭心的人来，冷手帕敷着额头，那晚烟感觉也好了一些，但是那该死的欲望还是没有减退。虽然我这次原谅你，但不代表有下一次。往后要是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擅自进我的寝殿，明白了？属下明白。说说吧，方才是什么情况？你为何会突然闯进来？还说有刺客？属下一刻钟前似乎见到一抹黑影从您寝殿侧后方闪出来，怕是有刺客，这才急急忙忙闯了进来。今夜的事情我希望你忘记，就当没有发生过。你悄悄的走吧，别让人看见。属下明白，公主，您好好休息。莫言转身离去，手指扯开了脖颈处的衣襟。店门打开，意外就是来得这么突然。店外刚好有路过的婢女看了过来。奴婢见过莫言公子。退下吧，公主累了，歇息了。是。婢女的脸蛋似乎更红了，应下以后就匆匆离开了。果然，一夜之间，整个皇宫里就传遍了一则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昨夜新来的男宠莫言在明皇公主的喜悦殿里过夜了。清晨，天刚蒙蒙亮，程淑妍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的醒过来，只觉得腰酸背疼。她心中大喜，还以为昨晚她真的跟南婉嫣有了什么。可是视线恢复了清林，程淑妍就看到自己身处的地方，顿时就傻眼了。怎么回事？我不是应该在喜悦殿跟明皇公主洞房了吗？怎么会在一间乱糟糟的堆放杂物的屋子里？他顿时气得跳脚。昨夜他和莫言蹲伏在喜悦殿的周围，本想让莫言去处理叶千锋，谁知道后脑勺被人重重来了一拳。莫言这王八蛋，亏我还觉得他没心眼，好拿捏。嫌恶不耐烦地推开门走了出去，正好撞进了几个窃窃私语的小宫婢。你听说了吗？昨夜明皇公主和千锋公子还有那莫言都洞房了。早就听说了，不过我没想到啊，咱们明皇公主竟然如此神武，一晚上居然可以跟2个男人。宫婢们刚要谈论到脸红心跳的地方，一抬头就看到顶着一头鸡窝，身上脏兮兮的程淑媛。程公子。程公子脸上的怨气可比冷宫里那些不受女皇待见的男宠们还要深重的多，怪瘆人的。好个莫言，竟敢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还真是小看了他。2个宫婢小心翼翼地看着程淑妍离开，完全不敢再多嘴了。男宠争宠也是十分激烈的，毕竟人人都想成为驸马呀。莫言，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伪君子，我要砍死你！程公子，这是怎么了？昨日我见你还好好的，华服加身衣冠楚楚，怎么今日变得像是个落魄的难民呢？还不是拜你所赐，你这个明知故问的小人！原本我把你当盟友，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卑鄙，居然反将我一军啊！莫言，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哦，卑鄙！莫言忽然逼近了程淑妍。你干什么？你不要过来啊！我警告你，这可是在宫里，若是被明皇公主知道你欺负我，你不会有好下场。是吗？如今我已经是公主的人了，明皇公主也觉得我甚好。若是你现在去告诉她你昨夜对叶千锋动手，还怂恿我也对他动手，但我没照做，你就骂我卑鄙，你觉得谁能受罚？这个该死的莫言，把我打晕就算了，现在竟然还在我面前炫耀昨夜跟明皇公主洞房的事情。你给我等着！莫言，你今日惹了我，往后我绝不会让你这宫里好过。就算现在明皇公主喜欢你，我陈淑媛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随时奉陪。程淑妍气急败坏地咬牙离开。我绝对不会让莫言得逞的，站在明皇公主身边的人只能是我。毕竟很多时候流言蜚语传着传着就成了现实了。他刚走到一处安静的地方，忽然又从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莫言，你给老子站住！莫言看着面前气喘吁吁提着剑的云恒，云将军，千防万防没有防住莫言这个混蛋。早知道我就不该听小世子们的话，对莫言没什么戒备心了。这个男人是妥妥的心机男。你老实告诉我，你和凤凰公主究竟到哪一步了？哪一步都到了。挥剑就朝着莫言冲过去。王八蛋，你居然敢亵渎公主！莫言微微的闪身，轻而易举的躲过了云恒的攻击。他是我的人，我也是他的人，夫妻之事有何不可？你这个混蛋，竟敢对公主做那样肮脏的事情！我看不死你！云恒来势汹汹，每一剑都像是真的要了莫言的命似。可谁知莫言3下5除2的摆脱了他的攻击，反倒将云恒手里的剑夺过来扔在地上。够了，我不是来跟你打架的。行，你比我厉害，老子打不过你，但我也告诉你，你死定了。你知不知道
凤凰公主还有什么身份？她可是西野的皇后，是你惹不起也绝对高攀不起的人。云恒，你倒是护住我。云恒一愣，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人，这种感觉太熟悉了。但是云恒，你别忘了，究竟谁才是你的主子？云恒的双眸狠狠地一震，无比惊诧的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臣见过。还没等他说完，手臂就被人猛地捞起来。这是大夏，以后都不要行礼，我还不能暴露身份。是臣，是我疏忽了，还请您见谅。只是您什么时候到的大夏，我竟然都不知道。前日到的，为了避人耳目，谁都没有说。啊，还好是您来了，否则要真是被人逮了机会趁虚而入，那我真的是无颜面对您了。这2年多你做得很好，辛苦了。这是臣，是我应该做的。不知道您如此焦急是为了何事？云雨柔，她不是已经被人处死了吗？当初我离开皇宫郊游成王建国，走之前我曾叮嘱过她，等云雨柔生下孩子，便立即处死。所以您是不相信云雨柔死了？我相信成王，但是我没有亲眼看到云雨柔死，晚年也对云雨柔的死讯存疑，所以我需要你尽快联系上西野，核实情况。是，您放心，臣一定会尽快与西野取得联系，将此事核实清楚。主子，还有件事情，我想冒昧地问您一句：2年前，关于宫里那场刺杀的真相，您跟皇后娘娘说清楚了吗？没有。可是，此事不能捅破，不然势必会引起纷争。如今西野跟天圣刚打完仗，大夏在此期间养精蓄锐，已经算是3国之中略微强盛的一方。现在西野满朝文武都想要找借口平衡各方势力，若是这件事情捅破了，让人知道当初大夏的人在宫里刺杀了皇后的舅舅，而不是西野保护不当，西野群臣势必会嚷着开战，到时候大夏万一也牵扯进战争之中，恐怕就真的要天下大乱了。可是这件事情终究是您和皇后娘娘心里的一个疙瘩，您总归是要跟皇后娘娘解释清楚的。当然要解释了，但现在还不是时候。那您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让别人知晓您的身份，免得……不过您什么时候会易容术了？您现在的这张脸比当初风央做的还要逼真，完全认不出来。这是错骨易容，用的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脸，自然不会那么轻易被人认出了。但错骨易容弊端也大，容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恢复成原本的样子。什么？错骨易容？要知道，那可是一种用银针错骨将脸部容貌大变的手法呀！将针刺入脸内，深入骨头里，由熟练之人将那些原本联系在一起的骨头推至重新排布。他光是想想都已经觉得疼了。那错骨易容之术如此难挨，您怎么不用易容术呢？婉言素来聪明，何况他身边几个哥哥一个比一个厉害。你说风央是个易容高手，我若光靠一张人皮面具，用不了1天，身份就会被戳穿，没有任何意义。我不便与你多待了，你可知道安安跟闹闹住在哪儿吗？你往前走，再经过几个右转便能到了。径直朝着詹贵宫去了。臣是明皇公主的男宠莫言，承与夫人有礼了。没想到老夫人为了鸿蒙公主，竟不惜下跪求公主放人，如此卖脸倚老卖老。臣的意思是，老夫人您一把年纪了，这么跪着，身体恐怕会吃不消的。你这么个男宠，也配来教训老身吗？说着，连忙看向了南婉燕。公主啊，难道您也觉得老身是在倚老卖老吗？老身都给您跪下了。南婉燕脸色冷沉，看了莫言一眼，刚要开口，却听到闹闹奶声奶气地说：“当然不是啊，杨青对人可好了。奶奶，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奶奶，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一直跪着呀？我们都是讲理的人，奶奶，你不要一直跪着，来坐。”续生世子，续明世子，老身还有要事要找明皇公主商量，您2位。闹闹不在意的摆摆手：“哎呦，好说好商量嘛，哥哥，你来帮我一把，咱们给奶奶搬凳子坐。”说着，两兄弟就摩拳擦掌，打算去抬凳子。奶奶您等着。莫言见状，直接将椅子给搬过来。南婉燕和风央蹙眉盯着这3人。若是老奶奶不起来，那我给您捏一捏，也好放松放松。一旁的闹闹见状，也跑过来，开心的给程玉老夫人捶腿。奶奶，舒不舒服？以前我帮娘亲捶过，她说可舒服了。程玉老夫人的脸皮忽然臊得慌，
也诚惶诚恐。两位世子不必麻烦了，老身走，老身现在就走。那我们送送你。不必了。程姨老夫人今日老脸都丢尽了，哪里还敢跟2个祖宗扯上关系，真是不要脸了。她生平没有起来这么快过，腿脚都利索了不少，撑着地面给南婉嫣行礼后，逃也似的离开了书房。耶！这些人就知道欺负娘亲，娘亲心善好说话。莫言公姐，今日要不是你在，娘亲又要被欺负了。莫言温柔地揉了揉梁小芝的脑袋。他竟经常被这些人欺负。南婉嫣看着莫言和2只小团子默契的模样，这还是第一次她看到安安和闹闹这么喜欢一个男人。莫言，这里是书房，本公主用来处理公务的地方。以前本公主没教过你规矩，但也没让你擅作主张将小世子们带过来。本公主要罚你。是公主。不要！莫言公姐是大好人，娘亲不要罚他。娘亲真的要罚莫言公子吗？可是他没做错什么。兄弟俩抱在一起哭，好不可怜。南婉嫣扶额，这梁小芝的演技未免也太蹩脚了。忽然看见莫言脸色一崩，十分紧张地蹲下身，笨拙又不知所措地擦着安安和闹闹脸上的泪痕。2位小世子不用伤心了，公主做的任何决定，属下都甘愿受罚。而且今日确实是属下做的不对，2位世子不必求情，更不要再哭了。他们一哭起来，只觉得心都要碎了。南婉嫣蓦然愣住了，安安和闹闹也愣住了，没想到莫言会是这样的反应。他们从前假哭，娘亲一眼就识破了，现在这场面倒是把他们整得有些不会了。不要，我不要看着莫言公子受罚，要是你受伤了，我们该怎么办呀？2个小奶娃就这么黏着莫言不离开，莫言的心里一下子泛起了酸涩，紧紧地抱着2个小团子。此情此景，不就是父亲被母亲责罚，2个孩子嘤嘤假哭护着父亲的景象吗？莫言看起来真把2位世子视如己出了一般，这天底下难道真有愿意喜当爹的男人吗？南婉嫣盯着这3个男人，一个头2个大。这个莫言难道就看不出来这2个孩子在故意演戏吗？公主说的罪责，属下都记下来，日后定当改正。您罚属下吧，让2位世子别哭了。从前顾墨寒也是这样，甘愿上2个小丫头的当，就算被整蛊玩弄也不会生气。难道一个可怕的想法蓦然席卷他的脑海？你当真这么义无反顾？难道你就不怕本公主重重的罚你，甚至将你逐出宫去？公主从来没有主动碰过别的男人，而且公主应该也没有动怒，又怎么会失控对莫言？看来公主对这个莫言果然是不一样的。属下不怕，是属下做的不好，理应该罚。南婉嫣审视着莫言，下颌处也找不到任何的人皮面具的痕迹。她松开了手，背过身去。罢了，看在你这次护主有功的份上，本公主不罚你。莫言的下颌一轻，低下头。是公主。讨厌，莫言公子不受罚了。娘亲你最好了，我就知道娘亲是不会生气的。你们2个小滑头，你们帮了娘亲，娘亲很开心，但是以后不许再这样莽撞了，知不知道？知道了。娘亲放心，有莫言公子在，我们是不会有危险的，还很厉害，简直是我和哥哥的梦中情敌。和娘亲在一起就是郎才虎豹，闹闹是郎才女貌。这2个小家伙不愧是我的。莫言参见女皇。哼，你的胆子倒不小，初来乍到，竟然跑到明皇的床上去了，你可知罪？回避女皇，莫言知罪，误了公主的名声，莫言甘愿受罚。罢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你暂且起身吧。多谢女皇。不知道婉丫头看上你哪点了？不过朕听说你昨日帮婉丫头解围了，倒还算是忠心。能为明皇公主效犬马之劳，是莫言的荣幸。看来你还是有几分可取之处的。也难怪婉丫头向着你些，但是你给朕听好了，千锋会是婉嫣身边的男人，他的位置不是你可以肖想的。叶千锋的位置，莫言明白。明白就好，你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过是婉丫头众多男宠中的一个，和千锋有云泥之别。是皇上，莫言自当尽心竭力保护公主和几位郡主世子。他身边需要忠心且有才能的人，你若是愿意服毒以表忠心，朕可以姑且相信你，对昨晚的事情才能既往不咎。莫言稳稳地接过了瓶子，此毒是我大夏特有的产物，解药只有朕有，就算你求助婉丫头也无济于事。若是你敢背叛明皇，毒药就会侵蚀你的五脏六腑，七窍流血而死，你可敢喝？
话音刚落下，莫言就毫不犹豫地将瓶中的毒药一饮而尽。这辈子，莫言绝不会背叛晚烟殿下。现在女皇是否愿意相信莫言了？女皇也很诧异。好，你是条汉子，朕欣赏你，看好你。往后你留在婉丫头身边，好好侍奉。其实婉丫头命苦，当初流落西野，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全都是因为遇到了西野帝王那个混蛋。他对婉丫头不忠，虐得婉丫头体无完肤，连2个小郡主也不曾过问，这也就罢了。那个蠢货竟然还为了一个黑心肠的妃子，将婉丫头气得差点小产。臭不要脸的狗东西！我家婉丫头那么好，他竟然如此眼瞎。若那蠢货能像你似的对婉丫头忠心不二，朕都不至于这么厌弃嫌恶他。莫言的脸色却在刹那间僵硬起来。在朕看来，为人夫，尤其是正夫，是绝对不能欺辱、打压自己妻子的，更不能做出那种宠妾灭妻的事情来。你说说，这种人眼瞎心盲的，是不是个畜生？莫言的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低垂着眉眼。西野的先帝先前做的事情的确人畜不如，所以他年纪轻轻便妻离子散，也是报应。但莫言听闻后来西野帝王改了不少，他的眼瞎心盲治好了，诚心忏悔，发誓此生只有明皇公主一个人，全心全意疼爱公主跟孩子。莫言听闻那西野帝王最渴求有个家，家破了他的打击甚重。什么？哼，你可知道你口中的帝王是怎样一个人？在内政大乱的时候，他却一骑绝尘成了帝王，他的手段和城府必定令人心惊。这样的人怎么会有真心？怎么会悔改？朕看他舍不得的，怕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自己的孩子吧。朕不相信他会对婉丫头好。倘若那个男人站在他的面前，朕相信他绝不会放过他。莫言忽然像是被人戳中了心事，俊脸上的脸色蓦然寸寸发白。他低下头，不再言语。朕是不愿主动挑起战争，怕百姓会因此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如若不然，朕真想直接踏平西野，为朕的明皇报仇。是。今日朕与你说的多了些，你且先退下吧。莫言先行告退。主子，您找我？你可知那程玉夫人是什么来头？程玉夫人，那是鸿蒙公主的祖母吧？他们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那您需要我去做些什么？婉烟刚跟他们闹了嫌隙，下手不要重，免得给他惹来麻烦，但也不能轻。我最近一段时间不想见到他们。是，卑职明白，保证将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给皇后娘娘好好出气。而程淑媛气得在自己院子里无处发泄，抱着枕头躺在床上，咬牙嫉妒。都怪那个莫言，要不是莫言从中作祟，现在成为明皇公主准驸马的人就该是我了。莫言公子刚来第一天就得到了公主的宠幸，真是可喜可贺呀！多谢祝贺。那以后我就有2个好爹爹了。面前就是桌角，莫言怕闹闹站不稳，不着痕迹的抬手护住了闹闹的腰部。叶千锋见状，眼神深了一点。安安在旁边有点羡慕，我也要抱抱，不能只抱弟弟。好，将2个小团子稳稳地护进怀里。哥哥，莫言公姐还能让我们挥起来？莫言公姐能让我和哥哥一起挥吗？可以啊，但不是现在，再过一会儿你们就要用膳了。若是玩得太累啊，可就吃不下你们娘亲亲手给你们做的饭菜了。好，都听莫言公姐的。兄弟俩埋在莫言的怀里，蹭了又蹭，像极了一家人。小包子忍不住瞥了默默一眼，他还是第一次近的瞧这个莫言。2位郡主，你们现在还在换牙，不能喝太甜的。这桂花羹我特意让人少放了糖，待会儿放凉了，你们尝尝。一旁的小蒸饺立马开心了许多。多谢千锋叔叔，我就知道千锋叔叔最好了。带了几分挑衅的扫了莫言一眼。谢谢千锋叔叔。莫言的眉头微不可察的皱起来。莫言不着痕迹的剜了叶千锋一眼。莫言公子，娘亲说了，我们的爹爹一定要懂得照顾人。我看你刚才和安安和闹闹都挺好的，但是你别忘了，你还要照顾好我们娘亲。以前千锋叔叔和娘亲用膳的时候，都会亲自为娘亲挑出鱼刺再给她吃。不知道莫言公子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正好我妹妹现在就想吃鱼了。娘亲，哪里有让千锋叔叔挑鱼刺呀？郡主想吃什么，莫言都会弄好。我要帮莫言公姐，莫言公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也可以帮阿姐挑鱼刺的。小蒸饺顿时跺了跺脚。
娜娜，这个傻弟弟怎么就这么喜欢莫言呢？狮子如此聪明，莫言教一遍你肯定就会了。莫言的身上挂着一个闹闹，仔细又快速地为小蒸饺和小包子挑着鱼刺。叶千锋蹙着眉，心中的危机感变得越来越强烈。最后，莫言动作利索地将所有的鱼刺都挑好。好了，快吃些垫着肚子吧。好，莫言公鸡你真好，鱼肉好好吃。千锋叔叔之前还给你们把鸡汤里的骨头都给弄出来了呢，怎么不见你们夸夸千锋叔叔？千锋叔叔很好，但是莫言公鸡更好，我们都很喜欢。但是阿姐你方才可是看到阿姐你羞羞了，明明喜欢莫言公鸡，你干嘛还要忍着不说呢？陆柔，你给我过来！莫言公鸡快跑，阿姐要来吃人了！小包子连忙追上去。阿姐，安安见有热闹可以凑，赶忙装出害怕的样子。大魔王来喽！院子里顿时变得鸡飞狗跳起来，莫言的眼里却露出了满足的笑。莫言公鸡，不要管我，你们快走！公主今日很劳累了吧？这些事情交给臣来做，臣知道两位公主的喜好，会看着下菜的。随后扫过了莫言，仿佛在告诉莫言，不是只有他一人才了解几位郡主和世子的喜好。好，那就劳烦千锋了。两个人眉来眼去的，莫言心里不爽极了。既然叶公子自告奋勇照顾两位郡主，那莫言就帮公主看好两位小世子吧。公主不必在意我们，好好用膳便是了。那婉言诧异的看了莫言一眼，嗨，莫言公子照顾我，娘亲你快吃饭吧，不然一会儿都凉了。好，那就交给你们了。明日就是舅老爷的忌日了，你们几个今晚要早点休息，明日和娘亲一起去祭拜舅老爷。气氛顿时就冷凝了。今晚我一定早早就睡，明天还要给舅老爷带好多小点心去呢。明日我和阿姐定会好好表现的。公主需要准备些什么，尽管吩咐。明日臣陪着您和郡主们一块儿去。治疗内伤不是一件小事，你就不必跟着我一起颠簸和疲惫了。明日莫言跟着我吧，他的武功不差，而且云恒也会在，不用担心。而叶千锋脸色一僵。是，公主。充满敌意的眼神扫向沉默的莫言。莫言，既然公主点名要你去，你就要记住自己的职责，保护好公主和几位郡主世子。叶千锋这副姿态就好像正夫。你不说我也知道，明日公主出行，安全自有负责。叶公子就留在宫中，好好养伤吧。两个男人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空气里满是硝烟的味道。风扬不由得皱眉看了南婉嫣一眼，可南婉嫣根本就没有察觉叶千锋和莫言的对峙。公主吃下。公主吃羊肉。南婉嫣一头雾水看着两个给她备菜的男人。羊肉味甘性温，吃多了容易上火，公主记得喝点茶吧，去火。叶千锋脸色沉了沉，一时间竟无话可说，紧紧地盯着莫言。你们几个先回詹贵宫乖乖睡觉好不好？好，那我和哥哥要莫言公鸡送我们回去。好，莫言看好几个小家伙。天黑，两位世子幼小，莫言公子恐怕一个人难以应付，不如我一块儿吧，我在后面保护两位郡主。好呀，千锋叔叔跟我们走，让安安和闹闹跟着莫言公子去。小包子默默地站在姐姐身边，偷偷地瞄了一眼莫言。莫言的身边，闹闹冲小蒸饺做了个鬼脸。阿姐不跟我们一起走，就不能回来了。到时候别说是我没让你玩好玩的。莫言看着小蒸饺和小包子都站在叶千锋的身边，修长的手指紧了紧。一个小太监神色匆匆走过来，附在叶千锋的耳边说了几句。两位郡主，实在抱歉，臣还有一些紧急事情要去处理，今晚恐怕送不了两位了。你可是除了娘亲以外头一个让我骑在你肩膀上的。这么结实的肩膀肯定能轻易的扛得动娘亲的，以后要是遇到危险，莫言公子一定能手提他和哥哥，挎着两个姐姐，再将娘亲扛在肩上逃跑，全家一起跑，爹爹真是太厉害了。你们娘亲的身子不太好，而且女子要柔弱一些，家里的体力活最好由我们男人来干。两位世子也是小小男子汉，在家要保护好你们娘亲跟姐姐们，在外万不能欺负别人家的娘亲跟姐姐，若遇见不平事儿，尽己所能去保护别人的娘亲跟姐姐最好不过。两个小丫头听着闷不吭声。那莫言公子，以后要是我们和娘亲都落水了，你先救谁？首先公主会水，你们若落水了，公主会毫不犹豫地将你们先救起来，我自然也会被要求先救你们。其次，只要有我在，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我不会让你们陷入危险的境地的。小蒸饺小包子莫名感觉他像极了一个人。你怎么知道我们娘亲会水的？
旭明世子之前跟莫言闲聊的时候提起过，好像是吧？阿姐你也知道，我什么都说的。见小正角还有些狐疑，哎呀，不要管那么多了，莫言公主是最好的。没错，这样的爹爹要再来一打。莫言呛着了，将闹闹搂回到自己怀里。两位世子，爹爹不必追求数量多，得求质量精。而且两位小郡主是你们的姐姐，这些事情是不是应该先问过姐姐们的想法，征求一下姐姐们的意见呢？小正角一愣，别扭地转过头，没有吭声。弟弟们没有爹爹，会这么想也不奇怪。而我和阿杰虽然有过爹爹，但是他做了一件让我们难过的事情。我们现在对于有没有爹爹并不伤心。不过我们的爹爹虽然也有不好，但是他也是很厉害的，棋艺精湛，武功高强，只是他不会唱曲儿。不知道莫言公子你会什么？可会下棋？会，莫言公子下棋老厉害了。原来如此，没想到莫言公子下棋这么厉害，说起来跟我爹爹倒是挺相似的。不过是侥幸，棋艺方面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精湛，当日也是因为有万公子轻敌，又迫切的想要表现，才会败给莫言的。或许是吧，不过唱曲这么容易的事情，莫言公子应该会吧，不会跟我爹爹一样唱得那么难听吧。莫言的瞳孔瞬间紧缩，微不可察地蹙着眉。只要莫言一开口，他们就能立刻得出结论，他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亲爹地。莫言公姐，你唱几首小曲给我们听吧。对呀，莫言公姐，我们想听。莫言一顺不顺地盯着两个小丫头，从他们二人的眼里，他看出了很多复杂交织的情绪。小包子心思细腻，虽平日里软软的不爱说话，但如今也算是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思考问题能力，也敢提出质疑了。既然世子和郡主们都开口了，那莫言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小正角和小包子眉头一下子拧紧了。莫言缓缓开口，顺畅的旋律响起，天籁不至于，但是每个字每一句都在调上，完完全全的跟他们印象中的那个人不一样。小包子忽然有些失落的垂下头，小正角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以示宽慰。他唱歌确实不好听，为了他们曾苦练过许久。好听，莫言公姐，你能再唱一首吗？真的好听。郡主觉得如何呢？小包子咬唇盯着莫言，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感觉。看来莫言公姐要比我爹爹更厉害。莫言还是忍不住揉了揉小包子的脑袋。时候不早了，还是快些回去休息吧。这种再熟悉不过的感觉，小包子的心里狠狠的一震，身体都有些僵硬的抬头看着莫言。这种感触和温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更错不了。可为什么？小正角轻轻地扯了妹妹一把，姐妹二人重新跟上了莫言，往詹贵宫去了。莫言公姐明天还要来接我们哦。好，已经到寝殿了，莫言公子快些回去吧，今日多谢你了。我和阿姐能哄好两个弟弟的，莫言公子不必担心。是。说罢他就转身离开了。阿姐，你觉得这个莫言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他像谁？哼，管他像谁呢，反正我觉得莫言就是一个心机男，像渣爹一样，他们两个我都不喜欢。阿姐，尽管你跟所有人都这么说，但是只有我知道你就是爱嘴硬。我才没有嘴硬呢，我就是不喜欢他们，他们都很坏。可阿姐明明还是在意父皇的，当初你得知父皇重伤，知道他伤得不轻，可能会死在战场上，直接就哭了。虽然你没有在娘亲面前掉过眼泪，但我好几次都看到你偷偷哭红了眼睛。你还偷偷拿着自己攒的银子去托人买消息，就想知道父皇的情况，被人骗走了银子，也不敢告诉娘亲。我也不想他死啊，明明当初我们都那么好了，可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要做那样的事呢？小包子你知道吗？每次我一想到舅老爷，一想到娘亲，我就好难受。我知道的，阿姐，我都知道。姐妹二人就这样紧紧地拥在一起，泣不成声。我们都那么喜欢父皇，他怎么能杀了舅老爷，让娘亲这么痛苦呢？他到底知不知道，就因为那件事，娘亲差点就没了，两个弟弟差点没生下来。我想讨厌他，我好讨厌他，可我又无法真的讨厌他。反正事情都过去2年多了，不管当初因为什么，
若他真的想来解释的话，早就来了。可他一直没来，那就是没什么好解释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原谅他。第二天一大早，宫里上上下下都在传，今日程昱王府里派人来说，府中家族众人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秃瓢。喜悦殿外，脑袋上光秃秃的，一根毛也不剩啊！尤其是那程昱老夫人，该多好笑啊！谁知道呢？程昱苏家那些人本就张扬跋扈，活该有此报应。也就鸿蒙公主住在宫里，否则肯定难逃一劫。又是一阵哄笑声响起。见过莫言公子，见过莫言公子。而后就羞红着脸快速地跑开了。莫言并未在意这些女子的反应，但他们刚才的嘲笑声才让他的心情愉悦了一些。他勾唇冷笑，梳理好了心绪，继续朝着洗液殿去了。属下见过公主、郡主、世子。莫言公主。莫言蹲过身，一把接住了扑过来的小奶娃。只是两位小郡主的脸色怎么有些差？是没有休息好吗？我是太想念舅老爷了，所以有些睡不着。那尔嫣和莫言都心知肚明，两姐妹明显就是哭过，但是谁也没有开口。哦，对了，公主，方才属下来的路上听到许多风言风语，是关于程昱府的。我也已经听说了，从描述看来，他们家族上上下下除了鸿蒙，没有人幸免于难。他真的很想笑，但也想知道究竟是哪位活佛想出来的这么阴森的招数。莫言见那婉言舒心，眉心也不由得舒展开来。起得这么早，还真是辛苦两位小世子了。闹闹不在意的摆摆手，眼皮子缺的打架。不辛苦，能去看舅老爷，一点都不辛苦。那婉言有些哭笑不得。你是姑娘，我当然要跟着你，保护好你了。不用。可视线不经意间掠过了一处方向，看见了什么，他整个人突然石化一般。哎呀，风央，你别这样啊，我也是为了你好。你想啊，公主好不容易选了男宠，若是我们不给他们时间多相处相处，怎么能日久见人心呢？还有啊，你别看我平时吊儿郎当的，要是认真起来，我也是很厉害的。哎，你在听吗？风央，风央。顺着他的视线朝着角落里望去，也正好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玲珑被陆渊离抵在墙角的树上，姿态有些疯狂地吻着他。玲珑的双手不断地挣扎着捶打着他，表情肉眼可见的惊恐，最后却是无济于事，只能任由欺凌。妈呀！云恒惊得下巴都快掉了。难怪怀少王一直不娶妻，原来竟然是有喜欢的人了。别瞎说，殿下的事情不许你多嘴，还不赶紧走？也不知道下手轻点儿，多疼啊！可一看到风央正瞪着他，立马笑得像花一样，翻身上了旁边的一匹马。是，这就走。还没走出城门，云恒驱马凑到了风央的身边。哎，风央，我这有个好东西，你要不要瞧瞧？不知为何，风央看着眼前这个在阳光下肆意的少年，微微的红了脸。幼稚。云恒有些遗憾可怜的撇了撇嘴。你还在生气呢？我没什么好生气的。从怀里掏出了2个被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包子。喏，你起得这么早，应该没吃东西吧？我跟你说，这可是西城楼那边最好吃的包子，每天一大早都老多人在那儿排队了，我可是费了一番功夫才抢到的。饿。他拉着缰绳，刚想扭开马头去另一边，手里的绳子忽然被人霸道地抢了过去。风央心惊了，差点从马鞍上摔下去，后背却被人稳稳地扶住。他猛然回头，就看到云恒十分慌张地盯着他。你没事吧？哎呦，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风央的耳廓骤然就红了，心跳得很快。回过神来，他有几分恼怒地甩开了他的手。云恒，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只是想让你吃点东西。说完便赶着马车自觉向前走远了一些，怀里的包子热乎乎的，怎么都掩盖不住风央此刻急速的心跳声。谢谢，原谅你了。云恒那苦瓜脸瞬间变得眉开眼笑。终于舍得笑了，我就说嘛，一个姑娘家当然要多笑笑才能好看的，不然整天板着一张脸，谁还敢接近你啊？也就只有我喽。云恒，你的脸皮是不是比城墙还厚啊？谁想你接近了？云恒这厮了不得呀。云恒将军应该很喜欢风阳姑娘吧？若是他们2人能够眷属，倒也不失为一桩美事。我倒不这么觉得，也许他们很难修成正果。公主何出此言？你知道风阳为何一直戴着面纱吗？属下不知。因为她的容貌已经毁了。女子最在乎的是容貌，在风阳没有痊愈之前，也许永远都过不去这道坎儿，跟云恒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风阳毁容了？什么时候？为什么？可属下以为云将军不会是那等嫌弃女子容貌的人，若是夫君不嫌弃，又怎么会迈不过去那道坎儿呢？
莫言，你不懂，对方不嫌弃那是对方的事情，自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自卑的种子，往后不论何时都会时时刻刻想起。而且女子心细，风阳又是一个要强的人，他更会对此事多有介怀。或许云恒的热情和爱意能够感化风阳，可是外界的质疑和嘲讽呢？风阳为了保护他们，被飞镖划过脸，受了伤。因为风央，他又开始觉得对付他和舅舅的，以及对付他的孩子的，可能是两批人。骤然风声起，莫言眼神一凛，眼疾手快地将安安和闹闹护在怀中，侧身一闪。小心，有刺客护驾！公主，让我出马车。说罢，他就跳下马车。就在马车外，拔剑与刺客们拼杀对峙。小正角当机立断，咬牙从后腰处掏出他的鞭子来，利落地跳下车去。小包子，照顾好弟弟们和娘亲。莫言公子，我来帮你。南枝，回来！你给我回来！你们，不许你们伤害娘亲！莫言的心中狠狠一震，复杂的神色充斥在他眼里，却顾不上那么多，伸手护在小正角的跟前，疾言厉色：公主，你怎么下来了？快回马车上去！我可以的，你们不用操心我，快解决掉他们！这些刺客们看到小正角，瞬间眼神一变，齐刷刷地朝着小正角袭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莫言闪身替小正角挡下了这一剑。莫言，小心别摔着了。小正角借力的一扬，稳稳地落在马车上，可莫言的胳膊却骤然一疼，他毫无感觉一般，一脚踹在了刺客的身上。你疯了吗？给我好好坐着！小正角忽然红了眼睛，死死抓着鞭子。娘亲，莫言好像受伤了，他刚才护着我甩开我的时候，胳膊好像被砍了一下。什么？他怎么伤得这么重？这绝不是这次刺杀能造成的伤。南婉嫣不可思议地盯着莫言，最后将视线落到莫言右手腕绑着的布条护腕上。那伤疤很深，并且错综复杂，一直向上延伸，十分的可怖。他只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过一模一样的。小正角的脸色瞬间大变，湿润的眼眶一下子就滚出了眼泪来。他将手里的布条攥成一团，没有再递给南婉嫣，而是默默地收进自己的怀里，佯装无事发生。只是他看莫言的眼神变得彻底不一样了。娘亲，我知道错了，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小包子和安安闹闹在旁边听着，也跟着垂下脑袋，一起挨训，去给各位哥哥道歉。等莫言醒了，也要好好的道歉。好。莫言只觉得浑身都烧得疼，撑着手臂起身，发现自己还在马车上。婉言，莫言伸手触及了南婉嫣的五指。就在这个时候，南婉嫣眼皮动了动，莫言紧张的差点窒息，一动也不敢动。好在南婉嫣并未真的醒过来。莫言慢慢的凑近了南婉嫣，薄唇附上她柔软的唇瓣，轻轻的触碰，视若珍宝。两颗心的距离越来越近，莫言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听到自己疯狂跳动的心脏。他闭上眼睛，薄唇忍不住用力了些，带着思念，带着渴望，贪婪的吸吮。南婉嫣昨晚几乎是没睡，起得又早，现在睡得又沉，可是嘴巴上痒痒的、酥酥的，令她很不舒服，像是蚊子在咬她。她蹙眉挥开，蚊子倒是安分了一会儿，不过很快又在她脸上作弄起来。走开！她烦得再次挥手，而这次意识清醒了不少，慢慢的睁开眼睛，一眼就看到莫言那放大的俊美的脸。莫言却还在原地，他似乎有些慌张，俊脸和耳根都有些发红了。公主，属下在打蚊子，吵醒公主了。没克制住，多吻了她一会儿，竟将她惊醒了。还好我反应快，她应该没有发现破绽吧？蚊子？对，刚才是有蚊子在咬她。南婉嫣摸了摸脸，也摸了摸嘴唇，让她坐回到位置上。你受伤了，就不用做这些事情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莫言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坐回到原位上，下意识地摩挲着手腕，却蓦然发现自己右手的护腕不知何时没了踪影。他立即将手背在身后。属下没什么大碍，多谢公主救治。你舍身护驾，这是我应该做的。退烧了，看来你确实恢复了不少。南婉嫣盯着莫言放在身后的右手，你也不用遮掩，我都已经看到了，不会因为你身上的疤痕就会有所嫌弃的。你不是说往后还要用这双手拥抱你要找的那人吗？若是你这样子，你就不怕吓到他？不怕，吓不到他的，因为他已经看见了。今天谢谢你了，救了我孩子一命。是属下不中用，一点小伤就要晕过去了。好在您和几位郡主世子没事儿，不然属下难辞其咎。你不用再跟我掩饰，我清楚你晕倒并非因为这一劫，而是早就积压在身体里的内伤复发了。这种内伤我见过，跟叶千锋的一模一样，磨人难缠，久治不愈。
在内伤治好之前不宜动武，否则容易发作，陷入高热不退、钻心蚀骨的疼。时间一长，更是能慢慢的要了人的性命。莫非你也去过杖谷？属下曾去杖谷里找过一个东西，这才受了内伤。你明知道自己内伤重，就应该跟我言明，我不会带你出来的。短时间内你就不要再动武了。多谢公主，属下该如何回报公主呢？你不必报答什么，只要做好该做的事情就行了。我虽然是公主，但是我也是医者，不会看着你越拖越严重的，而且你的伤也必须要治了，再不治就要危险。要不是你舍命护着我们，此刻躺在这里的人就是我和孩子们了。除了医治你之外，你要是还想要什么奖励，我会尽力满足。属下暂无所求，公主可否等属下想好再提呢？随你吧。娘亲，闹闹他为了摘果子，把自己浑身弄得脏兮兮的，跟掉进泥坑里似的。娘亲，你快去看看吧。这皮猴，莫言公子身上还有伤，还是好好在车里休息吧。小正角说的没错，你就待在这里吧。好。马车里一时间只剩下小正角和莫言两个人，两人四目相对。郡主，你别装了，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西野的人。郡主，2年多过去，我还以为你早就羞愧的躲起来了，可你现在居然敢来大夏，敢回到娘亲的身边，难道你就不怕我告诉娘亲你的真实身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吗？莫言的心头一紧，这丫头是真的认出他了。郡主，别叫我郡主，虽然我不如妹妹细心，但是从前跟你在西野单独待了2个多月，你的很多事情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你喜欢摸我们的头，记得我们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下棋很厉害，功夫也很厉害，我打不过你，2年多前就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可我现在真的想狠狠揍你一顿，让你给娘亲赔罪，给舅老爷赔罪。说罢，他用力地抿紧了唇，眼眶里的眼泪都在打转。莫言顿时如鲠在喉。小正角，你别想否认，我知道你跟小包子一样都很聪明，遇到事情脑子很快就能转过来，就能把我敷衍过去。可是你手上的疤痕，我永远都不可能认错，那是当初你以为娘亲在着火的大殿里为了救她而受的伤。他有些哽咽，用力地扭过头去，不想让莫言看到他脆弱的一面。明明这么久不见，明明我拼命的想要忘记，可真的看到他还是会觉得心里闷闷的，很难受。为什么再见他不继续扮演一个坏人的角色？为什么要继续保护我？对不起啊，小正角。莫言也不装了，紧紧将女儿搂在怀里。我知道你很生气，也知道你不愿意原谅我，但这个秘密你能不能暂时帮我瞒着，不要让你的娘亲知道？你别抱我，我不要你抱！你这么坏，这么欺负娘亲，你还把舅老爷杀了，我不想被你抱！知不知道这2年多以来，娘亲吃了多少苦？可你呢？你在哪儿？我们都要忘记你了，你现在来干嘛？不小心拍到了他左上臂的伤口，莫言发出了一声闷哼声。小正角瞬间心中一紧，也没有挣扎的再那么厉害了。你放开我！莫言却没有舍得放开，反而将小正角搂得更紧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那你告诉我，当初你究竟有没有杀舅老爷？莫言的瞳眸一下子变得冷碎和深沉，微微地松开了他，看着他的眼睛。我有我的原因，但不是我本意。当初我看有人要伤你的娘亲，我就射了箭，却没想到他也发现了，就这么阴差阳错的伤了他。原来真的不是他，还好不是他。可就算是这样，我也不会帮你的，你欠娘亲太多了，你这个坏蛋！他生气的在他胳膊上狠狠的咬了一口。莫言吃疼松开了手，转身跳下马车，朝着南婉燕的方向跑远了。哼，他不会帮我，他得到证实了，现在要去跟南婉燕说真相了吗？起身走下马车，准备迎接南婉燕的愤恨和仇视。小正角则是气鼓鼓的撅着嘴冲闹闹嗔怪道：陆柔，以后你不许这么淘气了，把身上你搞得脏兮兮的，一会儿怎么去看舅老爷？舅老爷是大好人，才不会嫌弃我呢，阿姐就是想教训我。南婉燕和风央哭笑不得。小正角见莫言来了，偷偷的看过去，被莫言发现以后，立马赌气似的移开了视线，继续教训起闹闹来。莫言看着如常的一切，心中一暖，眸光是越发的柔和了。他竟然把我瞒着了，果然是没白当这个闺女啊。2位世子年幼贪玩也是正常，郡主今日也累了，不如坐下歇会儿吧。莫言公姐，你怎么样了？我没事，2位世子不用担心了。你这样抱着弟弟们，手臂上的伤口真的没事吗？手臂上的伤无碍，郡主不必担忧。况且别说是2个小世子了，再加上2位郡主，我都能抱得动。
莫言公子，伤口是不能留下伤疤的，你还是放我们下来吧，我们自己能乖乖的。没错，还是让我们自己坐着吧。好。两兄弟看着莫言手臂上的绷带，一定很疼，比我们被娘亲打屁屁的时候还要疼。没错，但是娘亲说了，只要吹吹，痛痛就会飞走了。嘟着小嘴往莫言的伤口处吹吹。两个小白眼狼，方才我背着他们满林子窜的时候，怎么不见他们关心关心我这个姐呢？哼！风央失笑。莫言公子，这是给你的。莫言有些诧异，两个侍卫神色为难的用手挡住了脸，低声说。安平郡主嘱咐我们挑些最大最甜的果子给您送过来，他不让我们告诉您，公主和几位世子郡主，可千万不要说是我们泄露的。闻言，莫言是惊喜又激动，不着痕迹地朝着小正角望过去，见小正角伸长了脖子朝他这边看着，似乎很想知道两个侍卫都在偷偷地说什么。多谢，告诉郡主，真的很甜。两个侍卫如释重负一般，跑回小正角那边复命去了。大姐姐还真是奇怪，搞得这么麻烦做什么？小包子则释怀地笑了笑，南婉嫣则有些诧异。公主，马都准备好了，可以继续上路了。您和莫言公子还是在马车里看着几位郡主世子，外面就交给属下和风央了。谢谢云恒叔叔，我帮你牵马。却不想还没来得及收回手，就被云恒宽厚的手掌给握住了。那怎么行？我来。哎，你别动。下一秒，云恒的脸几乎要凑到他的眼前。你做什么？云恒却伸手捏住了风央的下颌，睫毛上有个东西，帮你拿下来，千万别动啊！风央这才稍稍的安心一些，僵硬的在原地，不知道如何是好。终于，云恒后退了半步，手里捏着一撮绒毛，朝着风央炫耀道：“啊，你看！”风央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亲近，局促的红着脸甩开了云恒的手，上马扬鞭，飞快的跑出去。云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赶紧策马跟上。哎，风央，风央，你怎么走了？马车里，南婉嫣和莫言都看到了这一幕。舅舅，舅老爷，我和妹妹带着弟弟们来看您了。舅老爷，我叫闹闹，您住在里面一定要吃好喝好。舅老爷，我叫安安，希望您能在那边过得开心。南婉嫣也和两个小丫头重重的给莫允明磕了3个响头。舅舅，许久也没来看你了，你应该跟我娘亲团聚了吧？你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孤单一个人了，多交一些朋友吧。舅舅，我想您了。风央和云恒站在一边，垂眸默哀着。莫言缓缓地跪下，小心又虔诚地磕了头。风央，你和云恒将孩子们带下去吧，我还有些话想单独对舅舅说。是，公主。风央点头示意，与云恒牵着4个小家伙准备往外走。路过莫言的时候，风央低声说道：“莫言公子，走吧。”我们先走。公主要跟莫先生说提起话，你为何不让我带走莫言？莫言公子现在也算是公主的家事了，留在此处也没什么不妥。而且公主一个人待着容易出事，你也知道的，公主对莫先生的感情有多深。莫言公子留在他身边看着，也好有个照应。是吗？墓碑前，莫先生，臣是莫言，虽与您素未谋面，但听闻过您很多事情。但求您在天堂可得福佑，平安的度过一生，寻得所爱之人，不再饱受分离之苦。往后臣也会好好的守护公主，尽一生所能，让她幸福快乐。还有一句抱歉，他不敢说出口。南婉嫣压抑着心绪，看了莫言一眼。舅舅，我如今在大夏过得很好，姨母和哥哥们都十分的照顾我，您不用担心了。他明知道您对我有多重要，还杀了您，我永远恨他，恨之入骨。公主，您的事情属下并不该过多干涉，但属下只是想说，当年的事情也许另有误会。昔日的皇帝按照传闻而言，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帝王也许手段卑劣蛮横，但不至于祸害公主的亲人。没有什么误会，舅舅就是死在他的手里，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属下明白了，只是既然你如此恨他，为何迟迟不报仇呢？报仇？哼，他是我孩子的生父，此仇若是报了，对于孩子们而言过于残忍。可我若是不报仇，每每想到舅舅惨死的模样，我就羞愧难当，寝食难安。莫言看着南婉嫣痛不欲生的模样，像是被人迎面狠狠揍了一拳，心里比他还要疼上千百倍。若是公主不知如何抉择，又恨得顾墨寒入骨，始终放不下，属下可以帮您杀了他。杀了顾墨寒？哼，不必了。听说他在战场上受了重伤，也快死了，或许这就是他的报应。这辈子我永远不要再跟他有所交集。
莫言的眼眸狠狠一震，望着南婉嫣逐渐远去的背影，心撕裂一般的痛。明皇，你干什么？你竟敢围了本公主的院子，好大的胆子！鸿蒙公主，究竟是谁大胆？你今日做了什么事情？难道心里没点数吗？什么叫本公主做了什么？本公主这几日被软禁在屋子里，吵书吵得手都疼了，连院子都出不去。结果你们现在还这么嚣张跋扈的带兵来搞事，南婉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还让你的狗污蔑本公主？你信不信本公主禀告母皇？云恒被骂了一通，攥紧了拳头，咬紧了牙根，却蓦然听见清脆的啪啪2声。你打我，南婉嫣！你竟然敢打我，连母皇、皇兄们都没打过我，你……又是2巴掌挨在脸上，陆娇娇彻底被打懵了。母皇和哥哥们不打你，那就由我来教训你。嘴巴放干净一点，是我给你上的第1堂课。你这个疯女人，你打我好几巴掌还有理了！我今天不仅要骂你的狗，我还要骂……看南婉嫣的眼神又是一冷，她蓦然的就闭上了嘴，2只手捂住了脸颊，生怕南婉嫣又来那么2下。云恒和莫言在旁边围观，一语不发。陆娇娇，你平日里想怎么折腾都行，但是你不该动我的孩子。从前我忍着你让你，那是看在姨母的面子上，可不是我南婉嫣好欺负。我怎么碰你的孩子了？你给我说清楚！今日皇城之外有一群刺客想要杀我，你敢说跟你没有关系？我哪知道？大夏恨你的人就不止我一个，凭什么就是我？南婉嫣，我告诉你，我可是母皇亲手养大的，你这么欺负我，嚣张的话还没有说完，脸上又重重的挨了2巴掌。可还没挨着南婉嫣的一片衣角，就被莫言一踹膝盖，强硬的摁住，跪在了地上。尊卑有别，明皇公主是大夏储君，鸿蒙公主最好谨记于心，少在明皇公主面前放肆。莫言并非4皇子那般儒雅，一介粗糙武夫，要是不小心踢断了公主的腿，怕是不好收场。南婉嫣狠就算了，莫言一个男宠，他凭什么？云恒，将人带上来。是。很快就将一个伤痕累累的黑衣人给拖了上来。鸿蒙公主，小人刺杀明皇公主都是因为您的指示，你一定要救小人啊！你胡说！本公主怎么可能去找你这样的贱民做事？分明就是你和这南婉嫣沆瀣一气，想往本公主身上泼脏水。明皇公主，就是鸿蒙公主，她让我来刺杀您的。南婉嫣示意云恒堵上那黑衣人的嘴。你不认这个人证，那这个呢？他手里拿着一块带血的令牌。若是没有记错的话，带有皎月纹样的令牌，只有鸿蒙公主府上的侍卫才能持有吧？怎么会？是我又怎么样？不是我又怎么样？自从你回来以后，就一直欺辱打压我，还有那么多人给你撑腰，我就是嫉妒，我就是生气，我就是要教训你，你又能如何？你能杀了我吗？杀你有何不可？你敢谋害我，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我现在对你背后的人更感兴趣。你什么意思？这怎么还扯上背后的人了？刺杀皇后娘娘，难道不是鸿蒙公主自己的主意吗？我出行的时间、路过的地点都是严格保密的。你1没人，2太蠢，3没胆。你要是背后没有人支招，猪都不信。究竟是谁给你支的招？你说出来，本公主可以酌情饶你。直接乱了阵脚，无比骇然恐惧。从来没想过南婉嫣竟然这么聪明。还不说？什么叫做我没这个胆子？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背后的人，我就是不想让你好过。你有种就处置我，别说有头没的。将他押到西月殿里关起来，好好伺候。陆娇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你要是敢对我动私刑，我母皇也不会放过你的。鸿蒙公主，你与凤凰公主的地位可不等同。凤凰公主是储君，你只是一个公主，而且你妄图谋害储君，此与弑君同罪，轻则你一人死，重则你的族人跟你一块儿死。你还是少说2句吧。陆娇娇气炸了肺，呜咽着想要去骂云恒。南婉嫣摆了摆手，云恒就压着陆娇娇先一步离开了公主府。莫言公子，卑职护驾不力，不知道您的伤势要紧吗？不碍事，我让你送到西野的信件如何了？卑职已经委托可信之人将消息安全送出，没人发现，现在就等着成王殿下回信了。对了，方才卑职在搜查鸿蒙公主府的时候，从那个鸿蒙公主的屋子里找到了一封奇怪的信，当时人多眼杂，卑职就没有将信拿出来。那您看看吧。信？看到里面的内容和字迹后，脸色倏然一变。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不要声张，回去以后继续派人盯紧公主府，务必在婉言跟几个孩子身边加派人手，好好保护。是，卑职明白。那您现在……我去一趟西月殿。此刻的南婉嫣
在喜悦殿里，酒是一杯接一杯的喝着，但举杯消愁却更愁。公主，手下有事求见。进来吧。公主怎么喝上酒了？没什么，老毛病犯了，一到变天的时候就会浑身都疼，喝点酒可以缓解一些。现在来找我做什么？方才在鸿蒙公主的房间里，云将军发现了这个。果然如此，看来云雨柔极大概率也是没死的。哼，这些人早就盯上我了，无论成败与否，他们往后都少不了再来找我的麻烦。公主打算如何？既然他们先来招惹我，那我必定将他们一网打尽。关于这件事，你可有什么好的想法？属下还当真有个好办法。如今陆娇娇在您手上，我们大可以将她狠狠收拾一顿后，再送回公主府。与此同时，公主在她府里安插好眼线。既然那个神秘人能联系陆娇娇第一次，那么他失败以后必定会再联系她第二次的。毕竟在旁人看来，我们并未从陆娇娇的口中套出任何有用的东西，只是惩罚她，令她痛不欲生来发泄。如此便可大大减少那人的怀疑与戒备，利用他做诱饵，到时候再来个梦中捉鳖，人赃俱获。若是神秘人没有上钩，那便再将鸿蒙公主抓回来继续教训。公主，可是腿又疼了？无妨，你离远点。话音未落，莫言就固执地伸手摸上了他的膝盖，温柔细心地按摩起来。莫言，你在干什么？本公主不是说了你要守规矩，你又要以下犯上了。莫言却紧紧握住他纤细的小腿，甚至已经按摩起来了。公主，您是关节疼，这个病啊得调养。属下给您按摩能缓解您的疼痛，就让属下试试吧，横竖也不吃亏嘛。说的好有道理，他竟无法反驳。最重要的是，他的按摩手法竟然真的让他有了几分缓解。行吧，不过你下回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鲁莽和冲动？男女有别，不管你接触任何一个女生，除非她是你的妻子、你的家人，不然你都要先说一下，不然的话很容易被人反感的。是，属下明白了。对妻子可以上下其手，这可是他说的。方才你提的建议我觉得可行，陆娇娇这么爱当枪使，那就让她一直当下去吧。正好我也想见识见识她身后的人究竟是谁。不过你这么机敏，就像是常年混在宫里，非常熟悉这些勾心斗角一般，你还敢把一国的公主随便的虐一顿，然后拿去当诱饵使用，平常人可没有这个胆量。他有些开玩笑的意思，可是莫言的心头却一紧。公主谬赞了，属下只是个乡野粗人，不懂那么多权势争斗，只是碰巧看过很多兵法，知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若是想将敌人一网打尽，就必须先引他们入坑，而且属下是您的人，不会介意陆娇娇的公主身份，只要追究起来伤害不到您就行了。莫言的这番话简直是自相矛盾，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平民，是乡野粗人。乡野粗人怎么可能看过这么多的兵法，拥有着非同常人的手段和能力，还有他身上那复杂难愈的伤痛。这个男人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明显不是普通的乡野粗人能达到的程度。本公主无意提及你的伤心事，但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可曾成过亲？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对你而言又是怎样的存在呢？莫言捏着他的腿，眼里却缓缓浮现了一抹炽热。属下曾经做过了很多错事情，想找的那个人有些恨属下，但属下还是希望能够挽回他，不再分离。分离的日子太苦了。真是造化弄人，你也是个苦命人。一块喝吧。莫言诧异地看着南婉嫣，一杯接着一杯下肚。公主很爱喝酒吗？我是挺喜欢喝酒的，不过从前我的酒品很差，喝一点就能发疯，所以基本不太敢碰。但现在生下安安闹闹以后就好了很多，喝酒能止痛，也能让我暂时的安定下来，忘掉很多的烦心事。每次醉意上头，我还能沉稳的入睡。莫言不由得剑眉拧得更紧了。对了，我交代给你的2件事情进展如何了？回禀公主，高曼远的具体位置属下已经在查了，但现在还没有过多进展。至于您担心的那个云雨柔，属下也派人去找她的消息了，虽然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回复，但过段时间应该就能知道了。速度倒是比我想象中的更快，不过既然你的本事这么大，还有谁连你都找不到？言外之意便是在说莫言口中那个他要寻的人。莫言如鲠在喉，属下抬头看向了南婉嫣，发现她已经趴在桌子上沉沉的睡过去，小心翼翼拨着南婉嫣耳边的碎发，她毫无防备的醉晕了。是你，一直都是你。直接将她从椅子上打横抱起来，抱到了床上。他给她盖上了薄薄的毯子，她似乎很热，一下子就撩开了。还是老样子，睡觉都能不让人省心。莫言是有些无奈的，将薄被子又盖回到她的身上。只是现在不同了，你不会再缠着我说胡话，睡得那么沉。你可有一次在梦里见到过我？
手轻轻地抚着她的脸，从眉眼到鼻梁，最后落在嫣红的唇上。莫言的双手撑在她的身侧，忍不住俯身吻着她，有些不受控制地撬开她的唇齿，控制不住地激烈地吻着她。南婉嫣瞬间不舒服地皱着眉，推了他一下。婉嫣，分离了整整912天，你可曾想过我？像不像他一样日夜思念，备受煎熬？莫言再次吻住了南婉嫣，吻住了他思念已久放在心尖上的人。两颗心挨得很近，一颗心跳如擂鼓。男人的薄唇一寸一寸地往下移，混乱中从男人怀里滚出了一个形状特别的瓶子，滚进了床底下。瓶身上还写着失忆水。太久没有和他亲近，沾上他就一发不可收拾，感觉快要彻底失控。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喜悦店大门猛然被人给推开，一脸笑意的小正角刚踏进了半只脚，抬眸就看到压在南婉嫣身上的莫言。小正角赶忙窜进了店里，把门虚掩上，只留出了一道缝隙，乌黑的眼珠紧紧盯着门外一头雾水的叶千峰。抱歉，千峰叔叔，还请你在外面等一会儿，娘亲她反正不太方便你进来就对了。还不等叶千峰应好，眼疾手快地关上了店门，绞着眉毛直接朝着莫言走过去。你在做什么？赶忙整理好南婉嫣身上被自己整乱了的衣服。莫言佯装神色如常，翻身坐在床边，宠溺地看着女儿。你娘亲腿疼，我帮她按摩呢。按摩？你骗谁呢？别想骗我！娘亲现在心情很不好，身体也不好，你要是欺负娘亲的话，我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她。笑了一下，指着自己手臂上渗出血的伤口。我都这样了，又怎么能欺负你娘亲呢？放心吧，从今往后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伤害了，我保证。哼，算你识相。温柔的再度把手贴到小正角头上。小丫头。小正角这次难得的没有躲开。别揉了，娘亲说这样会长不高的。我现在都是大孩子了，不像小柔那样了。你要是喜欢揉，就去揉安安和闹闹，他们两个小屁猴，巴不得你去看他们呢。好，不揉了。你来找娘亲是为了何事啊？方才我看你急匆匆关上了门，好像还对外人说了些什么。是谁来了吗？听到莫言这么一问，小正角突然心虚的低下头，绞着衣服，心里七上八下的打着鼓。完了，他领着别的男人来娘亲的寝殿，还被自己亲爹逮了个正着。要是他说了，亲爹岂不是会吃醋死啊？我就是领着千峰叔叔过来看看娘亲，他知道娘亲遇刺了，很是紧张担心，还带了很多的药材和补品。那千峰叔叔也是关心娘亲，怕娘亲受惊了。你不会连这样的醋都吃吧？你跟小包子是不是特别喜欢那个叶千峰？那是当然的啦，谁对娘亲好我们就喜欢谁。他为娘亲付出那么多，你呢？娘亲受苦那段时间你又做了什么？其实我不管你做了什么，反正现在娘亲休息了，你快出去。他这么磨蹭的跟娘亲待在一块儿，还待那么久，谁还猜不出来他对娘亲图谋不轨啊？任由小正角推着他朝门口走去。是谁在公主的店里吗？为何小郡主这么紧张？就在他打算上前敲门的时候，店门忽然被人从里面拉开，紧接着一身玄色衣袍的莫言冷着脸被小正角推了出来。叶千峰顿时脸色难看，还顾不上多问小正角两句，就听小丫头嘟囔一句：娘亲睡着了，千峰叔叔下次来吧。随后店门就被紧紧地关上。莫言公子，听闻你今日为了保护公主和郡主受伤了，我还以为你现在应该安安静静地待在你的偏殿里好好休息，怎么又出现在公主的寝宫里，还跟她独处一室？公主今日钦点着我跟她去乌海，我的职责本就是陪在她身边的。叶公子对我发什么难？若真想着她遇刺的时候你在哪儿？叶千峰被莫言对得一愣。若是我在场，定能处理的比你要好。若不是公主让我留在宫里养伤，又怎么可能轮得到你？既然你都说了是如果，现在这个如果并没有发生，叶公子还是不要多话了，显得你很爱争风吃醋。如今公主已经睡下了，你还是趁早该回哪儿回哪儿吧，我不奉陪了。若是公主睡下了，那你方才又在里面做什么？你不会对公主做了什么吧？我要见公主。可他还没靠近店门，就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给拦住了。我已经说了，公主现在正在休息，你若是硬闯，那便试试。莫言，你如此居心叵测，不让我接近公主，你到底有何目的？需要理由吗？我知道你别有居心，不管是你参加选亲接近公主也好，还是你刻意借着陪公主祭拜莫先生的机会与她拉近关系也罢，你却没有表面上装得如此简单。
你别太得意嚣张，有朝一日我会亲自撕掉你的伪装，让公主好好看看你原本的真面目。如果你有这个本事，尽过来试试。两个侍卫不约而同的心里感叹，这气势完全碾压了叶公子啊！我相信公主是明辨是非之人，你也不用激我。来日方长，莫言，我们走着瞧。莫言冷冰冰地看着叶千锋远去的背影。出事了？当初他留给我的东西不见了，是个小瓶子。这几日你在宫里多帮我留心些，尤其是陈贵宫和我经常出入的地方，我怕被孩子们捡到，会直接让婉言看见。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传扬出去，更不能让婉言知道。卑职明白。虽然不知道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但也知道那个东西的重要性。若是被公主发现，那皇上可直接就暴露了呀。娘亲，你醒了？你怎么在这儿？昨天我本来就是想来看娘亲的，结果发现莫言公子也在，我就让他走了，自己留下来陪娘亲了。莫言？那婉言恍惚想起昨夜发生的事情，他似乎喝了很多的酒，而后沉沉的睡了过去，还做了奇怪的噩梦。忽然觉得嘴唇有些不适，下意识伸手摸了摸，发现自己唇瓣有些肿，但不是很疼。小正脚见南婉嫣在摸嘴唇，心中一紧。是啊，昨日我来的时候，娘亲刚刚睡下，莫言公子给你盖好被子就走了。原本千峰叔叔也是要来看娘亲的，只是知道娘亲睡了以后，他也回去了。他可不能告诉娘亲，昨天渣爹对娘亲做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否则就暴露了。待会儿你随我去见一见叶公子吧，好好的给人道谢。娘亲，我问你一个问题。千峰叔叔和莫言公子，娘亲更喜欢哪一个啊？怎么回事？难不成莫言才来2天，就能把对他抱有极大敌意的小丫头给收服了？娘亲啊，谁都不喜欢，就喜欢你们4个淘气鬼。你呀，有这个闲工夫八卦娘亲的事情，还不如多花点心思到你的功课上，别每次都是5学满分，其余的都是大零蛋。娘亲又不是不知道，我脑袋笨，就跟闹闹一样，自然是没有妹妹和安安学得快的。好，娘亲不说你，待会儿就去检查闹闹的功课。你现在是不是还很讨厌渣爹，被他伤透了心，所以才会谁都不喜欢了？怎么忽然提起他了？难道是想爹爹了？那倒也不是。小正脚，你想不想去见见他？什么？我听说你们爹爹在之前的战役中身受重伤，如今应该已经回了西野，但是生死不明。你们若是想要去见他，我会尊重你们的意思。虽然他跟我之间是再无可能，但是我们之间的仇恨与你们无关。娘亲也不想你们带着这份恨意生活，这是长辈们的事情，你们小孩子只管开心快乐就好。那娘亲也会跟我们一起去吗？不去，我跟他之间此生不会再相见。你也知道舅舅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当初他亲手射的那一箭已经斩断了我们之间最后的牵连。或许你不理解，但娘亲想说的是，有些事情有些人不必求得圆满，自己的心意最重要。不过若是你们想要去见他，我可以安排风央和云恒暗中秘密的护送你们过去，让你们去到他身边见他最后一面。开什么玩笑，我才不想他呢，不想，一点都不想。他一把抱住了南婉嫣，我就乐意待在娘亲的身边，天天陪着娘亲，谁会想去见那个大坏蛋呢？哼！最关键的是，那个人现在就在这里。原来就算我快要死了，他也不愿意见我最后一面。莫言为了寻找丢失的药瓶，特意带上南婉嫣爱吃的早膳前来，却不想一字不差地听到他们的对话。明皇公主，属下给您带来早膳，现在方便进来吗？进来吧。哦，郡主也在。属下让宫婢准备了些早膳，不知道合不合您跟安平公主的胃口。说着，将早膳放到桌上，环视屋子一圈，却没找到那个药瓶。难道也不在这里？我还是挺喜欢吃的。娘亲呢？还不错。昨天晚上公主喝了酒，近来容易头疼，属下为您准备了醒酒汤，来，您趁热喝了吧。好，我晚点喝。小正脚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莫言和南婉嫣一眼。昨夜我一宿没回去看妹妹和2个臭小鬼了。娘亲，莫言公子，我先回去了。他转身雀跃着离开了喜悦殿，出了殿门以后，还忍不住捂嘴偷笑。渣爹也有很久没和娘亲多待一会儿了，他就勉为其难的让他如愿吧。小正脚，慢点。才几天啊，莫言居然就能让一个原本对他厌恶的小丫头反过来暗搓搓的帮他了。南婉嫣凝眉看向了眼中带笑的莫言。本公主发现你和小正脚的感情突飞猛进了不少。是安平郡主心胸宽广，才稍微接纳了些属下，而且属下看得出来，郡主她就是嘴硬心软的性子，活泼开朗，如同公主一般心善。属下……莫言话音未落，
忽然眼神一凛，修长的手臂直接搂住了南婉嫣不盈一握的腰肢。公主小心！下一刻，只见一块砖头径直砸破了窗户口，带着凌厉的寒风朝着南婉嫣袭来。刺客！窗外闪过了3道人影。莫言，你上桌，不要动用内力。莫言看向了南婉嫣，忽然又是几个板砖从外面袭入，角度刁钻，都被莫言一一的给击碎了。南婉嫣猜得不错，陆彦安确实是故意来试探莫言对他的忠心的。自从那一日见了一面后，他总想找机会刁难和试探莫言。4皇子、5皇子跟6皇子，是您几位？无聊玩玩，吓着你了吧？尚可，莫言胆子大些。听说昨日皇妹遇刺，若不是你护着，那些人还差点伤了小正脚。方才你虽然没有什么大动作，但应该牵扯到伤口了吧？你不生气？不管是恶作剧还是真的刺客，保护公主都是莫言该做的，当然不会生气了。只是不知道几位殿下突然来访，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问莫言呢？你果然机敏聪慧，也难怪皇妹那么信任你。皇妹不喜欢跟我们说她的事情，你知道些什么？一五一十都告诉本王。回4皇子的话，公主留了一个刺客的活口，那人已经供出幕后主使，便是鸿蒙公主了。那个蠢货，当初罚他抄书也是看在母皇的面子上才没有重罚，没想到他不仅不思进取，反倒还将一切都怪罪到婉嫣的身上。绝不能轻饶，必须重惩。还请几位殿下稍安勿躁，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为何？公主之所以不愿意对几位殿下多说，就是不愿意让你们插手这件事情。毕竟几位殿下从小跟着鸿蒙公主一起长大，若是出面完全偏心明皇公主的话，难免会在朝中引起一阵流言蜚语。明皇公主现在贵为储君，若是想在朝中树立威信，就一定要靠自己处理好这些问题。总而言之，还请几位殿下先不要出面。皇妹已经有计划了。是，殿下请放心吧。但敢伤害明皇公主的人，莫言也不会轻易放过。既然皇妹不想让我们插手，那就这样吧。至于鸿蒙胆大包天，谁都不许饶他。你只管留一条命，其余的自己看着办。莫言明白。莫言，本王发现你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昨日面对刺杀，你也很果断冷静，办事也很利落。本王会找机会在母皇面前替你美言几句的。多谢4殿下。又过了一日，贱人，南婉嫣，等本公主好了，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公主，莫要动气，触及伤口会更难受的，让奴婢来帮您上药吧。手脚放轻点儿，要是弄疼了本公主，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真不知道的南婉嫣给母皇和几位皇兄下了什么迷魂药，一个个的都唯他是从。阿姐，我们明日送什么礼物给姨姥姥啊？莫言公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阿姐跟莫言的关系居然这么好了，还会主动找话题。几位郡主跟世子一起用心准备的礼物，女皇肯定都喜欢的。可是我听说以前姨姥姥过生辰的时候都过得很不开心，我和哥哥觉得不如给姨姥姥送点好吃的东西，姨姥姥吃的好了，说不定就会开心了。没错，娘亲以前总说人要是吃了甜甜的东西就会开心。明日我和弟弟给姨姥姥送好吃的。你们若是这么想也可以，不过现在还是要乖乖吃饭，不能让女皇担心你们的身子，要长得白白胖胖的，她跟你们娘亲才会放心啊。这个太烫了，给你喝吧。莫言一愣，狭长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忍不住伸手揉了揉小正角的脑袋。多谢安平郡主。两个人的互动完全引起小包子的注意。虽然阿姐是嘴硬心软的那种性格，但也不至于短短时间里就和莫言相处得这么好了吧？他们二人现在的状态倒更像是一对老相识。莫言公子，你方才说只要是我们用心准备的礼物，姨姥姥就会喜欢。虽然这个道理是没错，但姨姥姥可不是你想的那样。至于安安和闹闹说的给姨姥姥准备好吃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用处。为什么呀？因为姨姥姥不开心，是有心病。莫言蹙着眉，认真的听着姐妹俩娓娓道来。听说过去姨姥姥过生辰那天曾经丢失过2座城池，每次生辰宴她都会想起20年前的事情，所以才会闷闷不乐。金陵跟兰陵。一夜过去，终于到了女皇的寿宴当日。舒远，你过来一下。瞬间，莫言和叶千锋的脸色都僵住了，只有程舒远欣喜若狂的朝着南婉嫣招招手。舒远在哪？在哪？2位公主稍等，舒远马上就来。接着
程舒衍耀武扬威一般的站起身，一身五彩斑斓的袍子直接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说他是花蝴蝶还真没错。程舒衍故意撩了撩头发，露出一抹自以为很爽朗好看的笑，暗中扫了莫言一眼，故意阴阳怪气地说：哎，我早就说了，某些人不要暗中得意的太早。我虽然没有特别出挑，但公主一直对我都挺喜欢的。哼，我这令人窒息的魅力啊！他得意洋洋的，其余的2个男人都是安静如鸡。公主还没有说让你做什么，你就着急叫唤上来。看来平时公主是真的一点没有理睬你，只能把你激动成这样。程舒衍忍不住的咬着牙，没想到莫言一针见血说出了真相。自打他入宫后，南婉嫣是一次召见都没有，他气得一口血憋在喉咙里。总比你好，你现在可没资格待在公主的身边。说着再也不搭理莫言了，屁颠屁颠的跑向南婉嫣和陆生生。公主，舒远来了。莫言半眯着眸子朝着程舒衍看过去。渣爹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娘亲找人逗姨母笑而已，可不是他想的那样。云恒远远的就看到莫言板着一张冷脸，皇上的表情真是妥妥的一个怨妇脸呢。千峰啊，如今你已是准驸马了，怎么还坐得那么远？来人，在明皇公主旁边赐座，让千峰挨着公主坐。是。多谢皇上赐座。走之前还故意看了莫言一眼，眸色讥讽。安安和闹闹远远的瞧见莫言孤零零的一个人，只能看着他跟别的男人谈笑风生，甚至连接近的机会都没有。诸位都知道，明皇公主前些日子刚选中了一批男宠，这几位公子里有人出身高贵，也有寒门子弟，大家定是身怀一技之长，才能被婉丫头看上纳入后宫。但朕要在这里提点几句，聪明跟实力不是人唯一的倚仗，真正的聪慧应当是贵在自知之明，懂分寸，知礼教，不要去做不该做的，小想不该想的。都明白了吗？是，皇上。不过这要嘉奖一个人，莫言，你虽然出身寒微，但确实是个有勇有谋的志士。有你这样的人才待在婉丫头身边，朕很欣慰。朕向来赏罚分明，今日便封你为明皇公主的定远将军，官从朕五品。往后你要好好辅佐公主，可明白了？小正角和2个小团子瞬间笑了，闹闹小脸上的奶边一抖一抖的。好，叶千峰不由得拧紧了眉头。看来我不得不采取些措施了，我绝对不能被这个莫言狠狠踩在脚下。恭喜莫言公子，不对，现在该称呼您为定远将军了。多谢皇上厚爱，微臣并不辜负皇上期待。只要你做得好，往后便少不了嘉奖。平身吧。是，皇上。诸位久等了，今日奴婢便为大家呈上寿礼名单。首先是西部的3位诸侯，献上翡翠白菜1对，罗子殿3盒。愿女皇松鹤长青。娘亲，什么时候才到娘亲的礼物啊？快了，若是你困了，就在旁边偷偷的趴一会儿，好不好？娘亲不用担心，弟弟们都交给我们看着。好。红莲公主献上羚羊角1对，黄连羊肝丸5盒，还有各种珍奇药材若干。母皇，儿臣知道您最近上火，经常眼干乏味，便专门托人去边疆寻得这最为珍贵的陈年羚羊角。红莲公主就是孝顺。红莲有心了，难为你为了朕花那么多功夫，朕很高兴。明皇公主献上。南婉嫣直接起身走到女皇的面前。姨母，婉嫣和红莲公主想到一块儿去了，只是婉嫣并未寻来特别昂贵的药材，而是自己制作了一些能够助姨母您安神健体的药物，比如这是用龙脊骨研磨制成的香丸。龙脊骨是大夏特有的药草，大家都知道它煎服可以缓解心悸燥热，但不知道若是将龙脊骨研磨成粉，配上另外几味药材一同制成香丸，放在房间里静置吸入，会有更好的效果。另外那个红色的锦盒里装着同红莲公主送您的羚羊角差不多的东西，但是这一味药材婉言切好了薄片，还配上相辅而成的红参，更能将药效放大数倍。姨母贵为国君，日夜操劳辛苦，婉言愿以自身之能护姨母百岁无忧。没想到明皇公主这才回到大夏2年多而已，竟就已经将大夏独有的药材研究得这么到位了呀！哎，早就听闻明皇公主的医术登峰造极，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皇上，
您能教育出这么孝顺的2位公主，真是了不得，更是我们大夏的福气啊！婉丫头虽然不在朕身边长大，但朕最是喜欢她的细心体贴。皇上，明皇公主她还有一份大礼没送呢。这份大礼是方才突然有人送来的。众人难以置信，面面相觑。婉丫头，你还有东西要献给朕？南婉嫣明显是一头雾水，摇了摇头。婉嫣只准备了这些，公公是不是记错了？绝对错不了，台里的人都说了是您送的，您看，就是这个。众人只见那几个小太监的手里捧着一卷精美的画轴。那又是谁借了公主的名号啊？一幅画轴而已，应该是献寿图一类的，能有什么问题啊？呈上来，打开给朕瞧瞧。云恒眼看着太监们将画轴缓缓展开，心里莫名的很是激动和自豪。这可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800里加急，层层密令弄过来的，差点没将快马给累死。只希望这份礼物能博女皇和皇后娘娘一笑，这样皇上也能……送礼的人奴才不认得，但他说这是一份新的大夏疆域图。女皇的神色忽然凝重起来，双手攥拳，直接站起身，目光火热地盯着缓缓展开的画轴。大夏失去的2座城池，始终是他的心头刺。这不会是某些心怀不轨的人的恶作剧，想要借此给明皇公主难堪吧？这群不长眼的蠢货，这都看不见吗？为了这个礼物，皇上他可是用了很多的心血呀。不对，多出了金铃和兰陵。有金铃和兰陵。所有人疯了似的争先恐后的上前来看，南婉嫣更是满目震惊，平和的心跳骤然狂乱。谁有这实力送城池做礼物，还是以他的名义送的？那便只有……南婉嫣的手指攥了又攥，除了他想不到还能有谁。怎么可能？兰陵、金陵怎么会出现在地图上？这是谁画的？就算新地图上这么画了，但没有城池的契书，这不就是白高兴一场吗？公公立即说：“契书？有契书？皇上，那人说这里面装的是契书，奴才一时激动就给忘了，请您过目。”女皇按捺住内心的激动，立刻将信件打开。没错，女皇也严肃不起来了，大喜过望，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伸手细细地摩挲着手中的契书。这是金陵和兰陵的契书，从此金陵和兰陵就回归大夏了。20年了，金陵和兰陵居然还能回来，几位皇子也不可思议，高兴的同时不免又有些惊疑。当初天圣那群贼人将金陵和兰陵收入囊中，如今天圣西野大战，这2座城池听说是被西野攻下了，没想到现在西野竟然拱手相让，将兰陵和金陵亲自封上。为什么？他想要干什么？说着，陆渊离忍不住的回眸，深深的看了南婉嫣一眼，神色复杂。女皇脸上的喜色也僵了一下，叶千峰和程疏远蓦然有了巨大的危机感。如今若是顾墨寒想要抢回明皇公主，花了这么大的手笔，他们一个是臣，一个是男宠，如何比得过呢？哥哥，我们不是前2日才听阿姐说过这2个城池的事情吗？怎么今天就有人送过来了？不知道，但是姨姥姥她肯定很开心。小包子也费劲儿的拧着眉，唯独小正讲明白，这肯定就是他做的。他忽然感动又自豪的看向角落里的莫言。都安静，今日金陵和兰陵失而复得，自然是一件普天同庆的事情。但朕以为西野帝王绝不会就这么轻易的交出城池，不必这般高兴。方才送礼的人可还曾带过什么口信？有的，那人说了，西野帝王想用这2座城池求见。他为难地看了南婉嫣一眼，求见明皇公主，还有几位郡主世子一面。朕不同意。莫言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一瞬不瞬地凝视着南婉嫣。女皇不答应正常，毕竟护犊子。那他呢？他也这么想吗？歪丫头，没看出来啊，安安闹闹这2个小混球竟然还这么懂姑娘家的心思。朕很喜欢，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绚丽梦幻的东西了。明皇公主，这是臣女见过最梦幻的画面了。2位小狮子的这份礼物真是不简单，我们见了也觉得好生喜欢。能够培养出这么体贴可人的孩子，可见明皇公主也是个蕙质兰心的好娘亲。各位过奖了，2个孩子调皮惯了，算不上什么体贴，能博姨母和诸位一笑就已经很厉害了。妹妹，你这话不对，闹闹这小子嘴碎，但心思可是1等1的细。安安也是，
说话虽然费劲，但是心眼可多了。就是，怎么能不夸夸呢？真是，朕可喜欢这2个小团子了。哎呀，不好了，有孩子落水了！脸色瞬间煞白，想也不想就往莲池边上冲去，被叶千锋一把给拦住了。公主不可，还不快救人！他的话还没说完，扑通一声，有人已经跳下去了。那是莫言公子。是他，定远将军动作好快，就这说话的功夫，已经下去救人了。那晚烟猛地朝湖中看去，纤细的手指攥得发紧，盼望孩子们和莫言能够安然无恙。叶千锋眉头皱紧了，薄唇也抿紧了，早知道他也跳下去了。完了，主子他怕水啊，谁跳都行，主子他跳下去简直要命啊！就在众人提心吊胆的同时，从旁边传来2道奶声奶气的疑惑声。哎，大家怎么都在这里？姨姥姥，你们都在看什么呢？只见小包子牵着安安和闹闹，一脸狐疑地望着众人，小包子也是一脸困惑。怎么都在看湖啊？花雨不好看吗？三小只平安无事，没有半点落水的样子，吓死娘亲了！娘亲以为你们没事就好。我们没事啊，就是在楼上撒花。在湖里找不到其他人的侍卫都浮上水了，纷纷向女皇禀报。皇上，湖里没有孩子，没有人落水。都上来吧。是。莫言公子，几位郡主世子都安然无恙，你可以上来了，不要再找了。啊，莫言公己怎么到水里去了？南婉言不禁也有些着急了，不好，莫言估计是溺水了，赶快救人！不会水还下去救人，这是要害人还是要邀功啊？公主，莫言已经没有意识了。娘亲，你快救他！不用小征角说，南婉言第一时间奔向了莫言，蹲下身给他急救，随后却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摸了摸莫言的后颈，脸色微不可察的一沉，十分震惊。莫言后颈上竟有一个不起眼的细小的暗器，几个哥哥都在场，到底是谁竟有这样的本事，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下手，还没有被人察觉到。情急之下，南婉嫣得立即给他做人工呼吸。就要在他俯身的时候，男人突然剧烈的喘息着，侧头不断的吐着水。醒了，醒了，定远将军他醒了。莫言公姐，你还好吗？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他怔怔地看着周围，小正甲和小包子都在，安安闹闹也都生龙活虎。他彻底安下心来，随即看到蹲在身边的南婉嫣，他想也没想坐起身，猛然伸出手，一把将他揽入了怀里。南婉嫣还没来得及反应，直接落入到他的怀里，被他死死抱着。莫言，他莫名的就想起了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只有一个人对水非常的恐惧。属下以为再也见不到公主了。众人彻底傻眼了。哇哦！叶千锋则是有些恼怒，没想到莫言胆子这么大，恃宠而骄，竟然这么直接就抱住了公主，弄脏了公主的衣服。而一旁的程疏远脸色更是精彩了。这个莫言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公主抱得那么紧，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真是可恶啊！几位皇子神色各异，但大多都想着同一件事。莫言有点太碍眼了。没事就好，既然没事了，那就先下去歇着吧。莫言，你还不放手？莫言被迫松开了手。对不起公主，莫言以为差点就见不到公主了，竟无心冒犯了公主，弄脏公主的衣裳，请公主责罚。可就在这时，小正角无意间发现低着头的莫言嘴角勾出了一抹浅浅的笑，他顿时狐疑地撅起了嘴，这个表情不对劲儿，莫言该不会是故意的吧？罢了，本公主并非真要责怪于你，待会儿下去好好休息吧。公主，今晚就让千锋陪着您吧。今日的寿宴不算太安宁，千锋近日恰好得了一些能够安神助眠的香，点在您的喜悦殿里，相信也能助公主入睡。不行，公主，疏远已经好久都没有跟您一起读书抚琴了。叶公子和莫言公子，您都已经宠幸过了，今天怎么说都应该轮到疏远了吧？疏远可是精心准备了好多有趣的故事啊，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呢。公主，还是让莫言陪伴您吧。莫言如今是为您的定远将军，贴身护卫伺候也是理所应当。两位公子还是趁早回去歇息吧。他就差把滚这个字儿说出来了，瞬间三个人面面相觑，眼神对峙，充满了戾气。好了，都别争了，今晚还是千锋吧。叶千锋浅棕的眼底登上了一抹月色，挑衅和讽刺的扫了莫言一眼，嘴角的笑是盖都盖不住。是，千锋明白。是。程疏远直接捶胸顿足，气愤的捏紧了折扇，居然又没他的份儿，这什么时候能侍起人？
今夜你还是先回自己的寝殿，好好休息吧。至于莫言，你身上还有伤，我也需要再确定一下是否有感染风寒的可能。你先随本公主回殿。千峰，你先回自己的寝殿待着，晚些时候本公主会叫人去请你的。是，千峰知道了。南婉嫣朝着喜悦殿去了。叶公子，可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有些时候对敌人太仁慈，那就是对自己残忍。程公子此言何意？谁知道呢？反正我觉得这个莫言来头不小，若是他一直跟在明皇公主的身边，说不定哪天就会抢走你我二人原本所拥有的一切。唉，今夜又是孤苦伶仃的一夜，我不想跟你这个受到公主宠幸的人待太久。走了。手里摇着折扇，嘴里骂骂咧咧的离开了。叶千峰攥紧了拳头。这个暗器你可有印象？这是你后颈处的暗器。没有印象。那你可曾记得这暗器是在你落水前就攻来的，还是落水之后？在落水之后。若是落水之前，属下足以应对，也能发现。肯定是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下的手。看来有人是想要他的命啊！没想到这些人竟然把手伸进皇宫了。今日多谢你了，连累你无辜受到这样的伤害。公主言重了，这本就是属下的责任，没有牵连一说。不过话说回来，平日里你看着都挺稳重的，今日怎么这么莽撞？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怕水吗？还奋不顾身地冲进莲池救人。属下没有想过那么多，只是在那个瞬间很是害怕郡主跟世子们会出事儿，便头脑一热跳进莲池了。3次凑巧就离谱了，这世上怎么会有人生怕别人的孩子落水危险，奋不顾身失去理智救人的？不是傻子就是孩子的父母。顾墨寒，久违的称呼忽然入耳，莫言心里一惊，眸子中闪过了一丝错愕。只见南婉嫣手持寒光熠熠的银针，直接抵住了他的心脏。顾墨寒，我没想到你竟然扮成陌生人来到我的身边，是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说，你是怎么伪装的？你这脸怎么回事？明皇公主为什么会这么觉得？西野帝王顾墨寒，属下区区草芥，竟然看起来像他吗？你不用装，我能看得出来，你怕水，对孩子们也很好，很多细节都能体现出你就是顾墨寒，这绝不会有错。你装成陌生人待在我的身边，待在孩子们身边，你想做什么？你又耍什么阴谋？属下知道公主恨极了顾墨寒，但属下不明白自己对几位郡主世子号有何错之有。他说着，伸手撑在南婉嫣的身侧，无视了心脏处的银针，直逼着她。保护公主跟几位郡主世子，不是属下的职责吗？公主是这么说的，女皇是这么要求的，属下也是这么做的。为何属下这么做了，公主反倒生气了？还说属下是西野的帝王，您恨之入骨的人。眼前的人带来的压迫感那么熟悉，他甚至不顾他的安危，任由针刺进了他的胸膛。南婉嫣瞳眸抖动了一下，忍不住后退一步。难不成是他的错觉？公主，不知属下是不是做错了事情？你要如何惩治属下都行，何必将完全2个不同的人说成是一个人呢？身份上、实力上、容貌上，属下都比不得他，只是个别地方相似罢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何况属下听闻您跟西野帝王夫妻多年，如今也有了4个孩子。他这2年在征战进不了女色，若属下是他年轻力壮，身体康健，跟自己的妻子又多年未见，他要是时隔多年见着您，日待在您的身边，却不对您做点什么，属下都要怀疑他还是不是个男。放肆！属下只是想证明清白，言语不当，冒犯了公主，请公主责罚。他恼怒，他满口瞎说，却也哑口无言。他跟顾墨寒虽然感情不好，但的确是睡过的。他学医，懂得人是有生理需求的，尤其是开过婚的男人，压根忍不住，要不然上次能被他折磨得这么惨，反反复复，精力好像用不完似的。他打了他一巴掌，他的脸竟然会红，再顶尖的易容术也做不到这一点。你的确该罚，谁准你满嘴胡话的？我目前的确无法确定你是顾墨寒，却说你是我错了，我跟你道歉。属下多谢公主信任。今日你也累了，早回偏殿休息吧。本公主还有事要出去一趟。是。看着南婉嫣远去的背影，眼神逐渐的沉寂，骨节分明的手指收紧了一些，却忽然有些脱力。他感觉有些事快要瞒不住了，可现在他对他的敌意还是这么的强烈，他不宜暴露身份。阿姐，我都知道了，你也不用再瞒着我了。莫言他就是那个人，对吧？闻言，小正角瞬间石化在了原地，一下子拉住小包子的手。啊，你在说什么呀？莫言就是莫言啊，还能是谁？阿姐别骗我了，如果莫言不是那个人的话，你怎么会忽然对他那么好？我这几天一直在偷偷观察你们，他揉你脑袋的时候，那种眼神跟那人一模一样，这点是不会骗人的。生怕隔墙有耳，连忙捂住了小包子的嘴，将妹妹拉进了寝殿，猛然关上了门。嘘，
小包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阿姐，为什么要瞒着我呢？而且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让娘亲知道的。不行，小包子，你先别着急，我知道你难受，也知道你想告诉娘亲是因为什么，但他是有苦衷的。我刚开始认出他的时候也很气愤，但是后来我问过莫言了，他说舅老爷的死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舅老爷的事情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原因。那他为什么不向娘亲解释呢？因为他不能啊，你也知道娘亲现在多么痛恨他，如果他现在就解释，娘亲二话不说就要把他处死了或者赶走了，他怎么会听呢？可是可别可是了，他现在不适合暴露，不然娘亲跟他就真的再也没有可能了。小包子，在你的心里也是希望他回来的，对不对？好吧，那我也姑且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觉得他以后一定会做得更好的。今日在寿宴上，那顾墨寒来这么一出，当时情况焦灼，这也没办法过问你的意见，只能先将那洛楚公爵打发了去。你现在老实告诉朕，你想见他吗？他忽然觉得能跟顾墨寒见一面，能处理很多的事情。不涉及朝政的话，我会带着孩子们私下跟他见一面。见顾墨寒的那一天，他会带上莫言一块儿去见。一人不可能分饰两角，若莫言就是顾墨寒，那我绝不会放过他。好，既然你想见，那这会尽快秘密地安排下去。唉，娘亲也睡不着，刚去找了姨姥姥，便想着过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乖乖睡觉，没想到正好让我逮到一只不睡觉的小猫。娘亲，我很乖的，姐姐们才不乖，他们今晚吵架了。你确定他们是吵架了？对啊，方才姐姐们送我和哥哥回来，然后急急忙忙的就走了，但我俩都觉得他们很激动，一定是想干什么坏事。昨天半夜里，女皇飞鸽传书，连夜将一封信件送去了西野。信件已经截获，说是明皇公主想带几位郡主和世子私下里跟您见一面。莫言同谋狠狠的一震。你确定？卑职用性命担保，此事千真万确，并且明皇公主将面见的地点就定在了埋葬莫先生的雾海。你去将这封信伪装成西野那边送来的回信，见面时间就定在明日。公子，您是不是操之过急了？您如今可是从西野赶往大夏的呀，一天的时间，就算累死2匹马都到不了，这也暴露得太明显了。按你的意思去办吧。这几天你替我准备一些礼物，尤其是安安闹闹，这是我跟他们第一次见面。身为父亲，我必须给他们最喜欢的礼物。是。忽然听到门口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谁在外面？竟然是世子。这2个小奶娃最喜欢认爹了。如今皇上和皇后娘娘见面在即，可万不能出什么差错，不然真就麻烦了。卑职见过2位世子。2位世子怎么来了？莫言公吉，我和哥哥都听见了，你是爹爹。我都听见了，你是爹爹，你要送我礼物。娘亲说了，会送礼物的人是好人。好人。是。昨日莫言落水，世子郡主跟公主都如此担心，莫言就才向云衡将军询问你们的爱好，相互里答谢呢。是这样的，既然小世子们来了，那卑职就不打扰您3位了，先行告退。哦，原来如此，云衡叔叔再见。不过2位世子怎么会突然来寻莫言呢？娘亲在喜悦殿设下早宴，说要跟大家一起吃，我和闹闹来请莫言公子过去的。好，坐吧。莫言没办法，只能坐在陆生生和闹闹的中间，离南婉嫣算是比较远了。大夏失去金陵和兰陵20年，但是在昨日，这2座城池也算是真正回归了国境，姨母很是开心，也因此大赦天下。公主，国事重要，但您还是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早膳是人之根本，您得好好用膳，不然饿坏了肚子，疏远该心疼了。陆生生看了程疏远一眼，抿抿唇，低下头去。南婉嫣自然是注意到了，程公子不必这么麻烦，这些事情本公主自己来就行。叶千峰和莫言几分不满地看着程疏远。那怎么能行呢？疏远现在可是公主您的人了，当然更要尽心尽力的服侍。不过就城池归回一事而言，疏远总觉得有诈。顾墨寒消失了2年多时间，如今忽然冒出来，还送了大夏一个如此无价的礼物，怎么想都觉得有陷阱，莫要被某些人做的某些事轻易贿赂了。程疏远刚坐下就收到莫言的一记眼刀，顿时后背发凉。他又没说莫言凶什么，可是小正角却不乐意了，忍不住气愤地鼓起腮帮子，在桌下踹了程疏远一脚。好歹别人送了2座城池给姨姥姥，要是真有什么陷阱，那也是好的陷阱。不论如何，
姨姥姥收到礼物可开心了。程叔叔，你现在这么说，岂不是让收了礼物的姨姥姥显得很尴尬？渣爹他能欺负，不代表所有人都能欺负。安平郡主，您怎么？小正角不得无礼，快给程公子道歉。哼，对不起，程叔叔，方才我不是故意的，只是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没事，郡主开心就好，是疏远僭越了。莫言盯着小正角那副护犊子的模样，眼里却不由泛起了一丝笑。不愧是他的女儿，这么护着他，没白疼。公主，千峰倒是认为程公子言之有理，事出反常必有妖。若是平日里根本不出面的人忽然向您示好，那必定是带着目的而来的，就跟您身边莫名其妙出现的能人一般，不断示好，关系拉近，实在太过凑巧了，凑巧到让人觉得此人是不是心怀不轨。闻言，南婉嫣蹙着眉看了叶千峰一眼，他话里话外都让他觉得他是在说莫言。对，疏远就是这个意思。公主，您实在是太好了，好到根本分不清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别有用心。要疏远说啊，那些莫名其妙对您很好还不求回报的人，一定有很大的问题，您必须多留个心眼。南婉嫣的脸色更加冷沉。二位不如有话直说，这样指桑骂槐藏着掖着，属实小人行径。你消消气，我们就是就事论事，说的是西野的帝王，可没说你。再说我们都是公主的人，与其在这里争执不下，还不如相亲相爱，相互扶持，你说是吧？莫言冷喝一声，不想接，程疏远却使劲塞到他手里。你看看，这还发脾气了，赶紧喝了，不然公主以为我们不和了。莫言看了南婉嫣一眼，最终还是接了酒杯。红明公主真是好福气，身边的男子个个都是天人之子，尤其是今日这3位都是很优秀的人才。红梨吃饱了，就先行告退了。恋恋不舍地看了程疏远一眼，还不等南婉嫣开口，落寞地转身离开了。红菱公主回府还有一段距离，你去送红菱公主一程。程疏远的心里自然是不太愿意的。疏远明白了，这就去。红菱公主，疏远来送您吧。南婉嫣看到陆生生转头的时候，眼里多了几分惊喜和感激。明皇公主，千峰家中有事，也跟您告辞出宫一趟了。有人给他下毒了，一路上他感觉越来越难受。回到寝殿，第一时间关上房门，正打算脱衣服去泡个冷水澡的时候，眸子猛地一凛，只见一个衣着比较暴露的女子正半露香肩躺在他的床上。将军，您终于回来了，奴家等得好辛苦啊。他起身，扭着腰肢朝莫言走去。你是谁？敢在我的寝殿里？哎呀，定远将军就不要这么害羞了。奴家叫小月，是专程来服侍您的。不知道定远将军，您竟是个如此风神俊朗的小郎君。小月多有怠慢了，不过您放心，小月的技术在这京城里可是数1数2的呢。一双小手就要摸上莫言精瘦的腰间，在他挨上他之前，修长的手指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饶命！谁安排你过来的？我是。莫言这才松开手，嫌恶地甩开了他。说。是陈疏远，陈公子，是他让我在你的屋子里等着的。莫言蓦然想到刚才饭桌上程疏远敬他的那杯酒，瞬间了然。没过多久，程疏远的寝殿门口忽然出现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粽子。哎呦，这是谁呀？怎么是你？小月怎么会在这儿？我不是让他去勾引莫言了吗？难不成莫言之私不仅没上当，还反倒识破了我的计谋？不是吧？那男人莫非是个和尚，油盐不进？他顿时有些紧张了，刚一进屋，脸色惊愕地愣在了原地。莫言，你什么时候来的？莫言此刻坐在他的屋里，气定神闲地喝着茶。程疏远，你说我来做什么？你刚刚不是因为心虚连忙将你的人送走了吗？哈哈，你在说什么呢？莫言拎小鸡似的将程疏远拎到地上，对准他的胸口就是一脚。在背后做这些偷鸡摸狗的行径，我看你是活腻了。有话好说，我就是怕你寂寞，给你送女人而已。你不乐意就算了，别打我啊！尤其是我的脸，别打我的脸，公主要是知道了会心疼的。莫言的眼神越发的冷，毫不留情的挥拳冲着程疏远的脸揍了过去。你这么喜欢送女人，怎么不留着自己用，敢算计我啊？别打了，要出人命了！若是再做这么无聊透顶的事儿，我绝不会再留你狗命，听明白了？莫言，你太过分了！你欺负我就是欺负陈家，要是我爹娘知道了，你绝对不得好死！你算个屁，也敢威胁我？程家也好，你也罢，
我随时奉陪。凤阳姑娘，我现在十分难受。怎么好端端的身上这么烫？莫非是昨夜落水染上了风寒？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早上喝了程公子给的那杯酒之后，身体就很不舒服。但我不敢空口无凭诬陷别人，更不敢因为这点小事去劳烦明皇公主，就想着自己出来吹吹风散散心。没想到竟然越来越难受了。风央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到莫言跌跌撞撞朝自己的住所去了。他不由得摇摇头，加快脚步去找南婉燕了。倒是西野那边已经有回复了，说是见面的时间就定在3日后，1点按照您安排的来，去雾海。什么？居然这么快就恢复了？大夏到西野那么远，怎么会恢复这么快？难道顾墨寒此刻就在大夏境内？脑海中瞬间想到了莫言。奴婢也不知道，但回信的人说，西野帝王那边曾经吩咐过，只要是您亲自约见，时间就都定在3日后。可能他在决定送还金陵、兰陵的时候就已经动身了吧？公主，奴婢还有一件事情要说。方才奴婢在来习月殿的路上碰到了莫言公子，他的情况似乎很不妙，脸色潮红，唇色却发紫，应该是中毒的征兆。中毒？怎么回事？莫言公子说，今早他喝了陈公子给的那杯酒以后，身体就难受了。据奴婢所知，陈公子好像一直都跟莫言不和，应该是做了点什么手脚吧。奴婢觉得今日的莫言也有些奇怪，明明身体难受，却好像怕您生气似的，不敢接近您，连中毒了难受都不敢吭声，更不敢来找您。方才奴婢看莫言的脸色，实在算不上好。知道了，你去给他请一个御医啊，还是算了，我等会儿去看看他。至于程疏远，你即刻去他寝殿里找人，小城大借一番吧。是。莫言。南婉燕朝里走，看到了屏风后面的场景时，脸色一变，眼睛都忍不住睁大了。只见莫言正在泡冷水澡，男人结实好看的后背就这样显露在他的视线里。这莫言到底是什么来头？身上竟然会有这么多的伤口，甚至比顾墨寒还要多。莫言终于听到身后的响动，立即侧目瞥见了南婉燕的身影，立马伸手将搭在屏风上的衣裳给扯下来，眼疾手快起身盖住自己的后背。属下不知道公主来了，都有麻烦，还请公主在外面稍等片刻，属下更衣完毕之后再出来找你。好。屏风的后面，莫言偷偷地看了南婉燕一眼，唇角勾起了一抹笑，眼神温柔和宠溺。他果然还是来了。你不必再装糊涂了，风阳都告诉本公主了，你既然中了毒，为什么不去看大夫？属下不想给公主添麻烦，区区小事还是不劳太医院的各位费心了。不要软弱，你越软弱，别人就会越得寸进尺。把手伸出来，本公主给你瞧瞧。但还是在南婉燕的审视下，乖乖地伸出手。这毒威力不小啊，你竟然能忍到现在。小解了这毒，恐怕泡冷水是不行的。你今日若是没有遇到风央，本公主不知道这件事的话，你恐怕要在床上躺好几天，动弹不得。莫言怔怔地看着南婉燕，耳畔似乎听不到别的声音了。你怎么治？这种毒要么找一个女人给你，要么扎2针，扎针会疼。女人的话，出宫左转那边有青楼，你注意点，千万别被发现就。南婉燕的话还没有说完，纤细的手腕突然就被摁住了。男人猛然站起了身，高大的身子直逼他，将他硬生生地推到了墙上。沉重急促的呼吸声一阵阵地扑在南婉燕脸上，视线灼灼地盯着她那红艳的唇，挨得极近，近在咫尺。莫言，你清醒点。莫言的动作戛然而止，他就只是困着她，并未做出什么逾矩的事情来。冷静点，松开手。他强振心神，松开了他的手。属下冒昧了，公主，还请公主责罚。我知道你中了毒，不会责罚你，你再退开一些，我帮你解毒。好。他微微撑起了身子，退开了一些。南婉燕趁机逃脱，眼疾手快地掏出银针，直接刺入了莫言的身体。若现在他面前的人真的是顾墨寒，会有这么理智吗？顾墨寒想要什么，素来都是张狂霸道，不愿意忍让的。待会儿我会留下一副药方，你喝个2次，应该就会痊愈了。多谢公主。3日后，你跟着本公主一同去见一个人吧。说完了，南婉燕不动声色的垂眸观察着莫言的反应。是，属下知道了。但其实他的心里却无比的忐忑。3日后，正是他要和南婉燕私下会面的日子。凝视着南婉燕远去的背影，终于要见面了。婉燕，公子为何如此动怒啊？心忧，你可算回来了。事情都处理好了，不知道公子现在打算怎么办？我不想再忍了，我一定要得到南婉燕，谁都不能阻我。公主小心，有刺客！莫言的脸色骤然一沉，
眸子里掠过一抹杀气，一下子拔剑挡剑。护驾。是。莫言，注意无辜的百姓。是。瞬间，黑衣人首领血溅当场，莫言也中箭摔在了地上。其他的侍卫倒是没什么事，最厉害的人反倒受了伤，这很奇怪。莫言，公主，别下马车，万一还有刺客。还好没有伤到要害，你保持体力，我先给你止血。对不起，公主，属下恐怕没办法送您去宫里了。你都这样了，还送什么送？待会儿本公主会派2个人先送你回府，你就在府里好好休息吧。临走之前，南婉嫣再三嘱咐将莫言给看好，若是他有任何的异常，第一时间汇报。南婉嫣则是领着4个孩子上了去雾海的马车。可是当他回府得知南婉嫣已经带孩子们离开了，而且还是秘密出行，叶千峰蹙着眉。那莫言呢？也跟着去了吗？莫言公子昨日受了伤，在自己屋子里待着，一直没出来，今日也没跟着公主出行。知道了，退下吧。见过明皇公主，见过2位郡主，世子。这些都是西野的兵将，还都是一些老面孔，自然是知道南婉嫣的身份。他在店里。是的，主子已等候公主和郡主世子多时了。终于迈进了店门，待看清店内的情形后，有人顿时就傻眼了。只见店内一个高大的身影这么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父皇！小正角见到桌边的男子，惊愕的捂嘴惊叫出声。小包子也傻了眼。父皇，您怎么在这儿？但是此时此刻的顾墨寒已经恢复了从前的模样，而2个弟弟听到姐姐们这么喊，更是直接原地跳起来。父皇，那不就是爹爹吗？娘亲和阿姐们从来没说过爹爹长得这么好看。 2个小奶娃直接看傻眼了。不过渣爹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比莫言公子还要好看。兄弟俩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渣爹，爹爹也挺高的，看样子天砸下来也是先砸他的。而顾墨寒闻声猛然站起来，目光看向了店外站着的孩子和妻子，忽然之间他就说不出话了。婉嫣，只是轻轻地将安安和闹闹推向了顾墨寒。那是你们的父亲，去吧。小正角、小包子，你们也可以去跟他说说话。 不必拘着，安安和闹闹都有些反应不及，不敢动弹，一步一步走到几人的跟前，深深地看了南婉嫣一眼，见他微微地挪开了视线，才蹲下身看着几个孩子，摸了摸安安和闹闹的脑袋。你们是安安和闹闹吧？父皇可以抱抱你们吗？安安和闹闹懵懂地点点头。哎呦，闹闹一个踉跄，好险没摔了，好在顾墨寒眼疾手快搂住他，这才让他稳住了重心。对不起，我应该早点来见你们的。 南婉嫣见顾墨寒如此深情，不由得勾唇，冷嗤一声，却没有多言。小正角、小包子，长高了不少，也漂亮了不少。这么久不曾见，可有想爹爹？一并将2个小丫头给抱在怀里。你早干什么去了？抱歉。很快就推开了顾墨寒的怀抱。想，可想了，我们一直都想知道亲生爹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没想到今天就见到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2个小团子叫他爹爹，这一声爹爹，蓦然就融化了他的心。那可还满意？2个小团子在他身上一个劲儿的蹭来蹭去。满意，长得太好看了。什么嘛，你们就知道看脸。闹闹朝他做了个鬼脸。顾墨寒蓦然就笑了。门口的侍卫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幕。皇上总算是一家团聚，得偿所愿了。为了皇后娘娘和几位公主皇子，皇上真是吃遍了苦头。把东西呈上来。是。爹爹是有什么大宝贝吗？是给你们的礼物，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安安和闹闹顿时手舞足蹈。小正角，不知道你现在的武功如何了，但我还是给你准备了一把软剑。这把剑轻便小巧，弹性和韧度都是最上乘的，挥舞起来方便轻松。你现在就可以试试趁不趁手。小正角满眼开心地接过软剑，脸上都是惊艳之色。谢谢父皇。父女2人心照不宣。顾墨寒又拿起了一份礼物，递给了小包子。这是我这2年来搜集到的汉章古本真迹，你素来喜欢研读，送你。这是真的很难找到的。多谢父皇，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疼孩子。 出手都是最好的，也是最适合孩子的，可见用心。只可惜，安安和闹闹见状，2眼放光。我们的呢？我们的呢？爹爹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听闻闹闹机灵敏捷，爱动脑子。这鬼术机关一共有126种解法，我送你一个小玩具，你用来打发时间，锻炼思考能力再好不过。安安，你好像很喜欢听故事，尤其是古法典籍、古兵法。我找到了古兵法的手抄本，送你。
两兄弟都惊呆了，收到礼物之后十分的爱不释手。爹爹，你也太厉害了吧！没错，就是这个，爹爹好厉害。不对呀，小郑讲小包子，他知道爱好也很正常。怎么闹闹和安安他也这么了解？他在大夏有眼线，还是说我的猜测才是正确的？可侍卫没有来报，莫言此刻应该还在府里才对。时间匆忙，我也是仓促准备的，你们喜欢就好。顾墨寒满足地看着几个孩子，心中的幸福是不言而喻，不由得抬头看了南婉嫣一眼，见他低垂着眉眼，就是不看他的模样。你们先将公主和皇子带下去，朕有些事情要单独跟皇后聊聊。安安和闹闹恋恋不舍贴着顾墨寒，但小正角和小包子都知道顾墨寒还有很多话要和南婉嫣聊，自告奋勇的一人抱起一个弟弟就往外走。娘亲，我们在外面等你。婉嫣，我也有礼物要送你，是我。不必了，我们之间没有到送礼的地步，你有事就说事，说完了我就该走了。我已经带了几个孩子来见你，往后就别再纠缠我了，我也不想再见到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条命了。婉嫣，事情到这一步，并非我的本意，我从未想过这样，也不愿意我们真的一刀两断。你可否容我解释两句？一边说一边向南婉嫣靠近。顾墨寒，你也有脸说出这样的话？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我一清二楚，但是我奉劝你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早就没有可能了，孩子也不可能跟你走。若你再继续靠近，再挑战我的底线，我绝不会放过你。我奉劝你，这里是大夏，不是西野，不再是你的地盘了。南婉嫣见状扭头就要走，可胳膊骤然一紧，腰身骤然一重，直接就被人给搂在怀里了。熟悉的气息不断的扑入鼻尖，力道又是那般的重。顾墨寒，这里是大夏，你别放肆，放开我！婉嫣，莫雨明的死另有蹊跷，我向你保证，事实真相绝非你想的那样。南婉嫣眼眸猛地一震，蹊跷？有什么蹊跷？顾墨寒，我都还没跟你提舅舅的事情，你反倒主动火上浇油，怎么你心虚了？我以为2年过去，你至少还会有点良心，知道忏悔，没想到你竟然全然无悔，甚至还在找借口为自己辩解。我没有为自己找借口，只是不想我们被小人算计离间。那时候你走得急，而我昏迷苏醒，宫中禁军就与我汇报，说是找到了那些刺客的尸体和下落，发现他们的身上都带着一种毒药，刀剑上全都涂满了。那毒药无色无味，药效发作后很快便会从伤口上散去，叫人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当初莫雨明在中箭之前，后背已先挨了一箭，那会儿他就已经被人下毒了，只是当时混乱，你没有发现罢了。说到这儿，他的眼眸也猩红起来，紧紧地抱着他。婉嫣，我是不惜他留在你的身边，我不惜他分走你和孩子的目光，明明你才是我的妻，可那时我觉得你与他更为亲近，孩子也与他更亲近，我没有把握，没有底气与他争，我嫉妒他，嫉妒他在你心中的位置，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他死，否则我明明有那么多机会可以杀他，怎么就偏偏挑那日那样的情况下害他性命？婉嫣，我虽然做错了很多事情，但当年莫雨明的死因的确没有那么简单，你可否信我一回？南婉嫣眼眸震了又震，若真相真是这样，那舅舅就是忍着钻心噬骨的疼，在拼死护着他。婉嫣，过去我们都不爱表达，误会重重，往后我定知无不言。贪婪地亲了一下他的唇，用力地伸手将顾墨寒给推开。顾墨寒，你做什么？他在想事情，他居然亲他，这一下却正好摁在了男人的左腹上，正好是他的伤处。闷哼声和微微一皱的眉头没能掩盖他的痛苦。南婉嫣脸色瞬间冷沉，那不正是莫言前2日受伤的地方吗？怎么顾墨寒也会疼？没有犹豫的直接朝着顾墨寒的腰带伸去，眼疾手快的扯住，猛地往下拽，紧紧盯着男人的左腹，想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伤口。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顾墨寒反倒一爬，一把把住了南婉嫣的手腕，轻而易举就将她重新搂入到怀里，甚至没有让衣服给散开。顾墨寒，松手！刚才就差一点，他就能看到他究竟有没有受伤。可顾墨寒非但没有松手的意愿，反倒抱得更紧了。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我为何要松手？我怎么送上门？明明是你自己心里有鬼，你敢说你的腹部没有伤，遮遮掩掩的不愿让我看见，是怕我揭穿你的另一层身份吧？我打了2年多的仗，身上的伤确实不少，但腹部没有，心伤也没有。而且我除了西野皇帝的身份外，还是母妃的儿臣，是你的夫君，也是我们孩子的爹爹，身份不止一层，是好多层。婉嫣，2年不见，我看得出来，你还是想我的，就如同我想你一般。不过我也真是诧异，时隔2年，你竟主动了不少。从前明明都是我伺候你的，如今你竟然扑过来亲自脱我的衣裳，偏偏还故意的俯下身，将薄唇贴在他的耳边。可见是我想得紧。没想到2年都过去，你还是老样子，满嘴下流，死性不改。你都拉我腰带了，还嫌我说的下流？况且这属于闺房情趣，也不算下流。再者说，我们夫妻许久未见，有这种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换旁人早就干柴烈火，
在床上烧起来了。顾慕寒配合他往后退着，步步逼近，直到南婉嫣无路可退，稳稳当当堵在了墙上。他这才搂着她的腰身，将她困在怀里。婉嫣，我也想配合你，但是孩子们都在外头，这个地方实在不太合适。你若真是想的话，夫君让你望梅止渴，如何？望他个大头鬼！顾慕寒，你……谁料刚一开口，他的唇就被顾慕寒重重的欺压住，一瞬间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攻城略地，带着压抑许久的思念强势的被掠夺起来。可触碰他以后，压抑许久的感情突然就绷不住了，他一手撑着墙面，恨不得将他揉进身体里。南婉嫣狠狠咬回去，趁他吃痛，抬手推开了他，立即给了他一巴掌，语气暴怒：顾慕寒，你还要不要脸？如今我已经不再是你的皇后了，而是大夏的公主。是我情难自禁。我不想听你狡辩。至于我舅舅，我会重新派人去追查他的死因，你说的是否真实，我自会查明。倒是有一件事情，我很需要找你确认一下。你说，云雨柔到底死了没有？据我所知，云雨柔已经死了。哼，我也很清楚，你根本舍不得云雨柔死，毕竟她还能给你生孩子。从前更是你心里的白月光。男人要敢做敢当，撒谎可就没意思了。我下过令要他死，但当初行刑的时候，我确实不在现场。你不必再说了。要是没事的话，你赶紧滚回你的西野去吧。说完，他转身要走。顾慕寒被刺得心疼，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不让他离开。婉嫣，你这般在意，难道是吃醋了？顾慕寒，2年多过去，你一点也没变。我从未对你有过期待，又怎么可能因为你吃醋呢？你下不了手除掉云雨柔，那就让我来。我还得感谢你留他一命，让我能亲自手刃仇人。别人的生死我从不在乎，我只想告诉你，我可以用性命担保，我绝对没有在处死云雨柔的这件事情上做过假。至于他的孩子，我知道你介意，心里不舒服，你可以跟我回西野去查明。既然你能找到老沈的儿子，就一定能确定云雨柔的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我已经清楚除夕夜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绝对没有对你不忠过。南婉嫣一脚踹在顾慕寒的膝盖上，直接甩开了他。顾慕寒，你不必跟我解释这些，我既不感兴趣，也不可能跟你回西野。顾慕寒张嘴想说什么，可南婉嫣已经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也跟着走出去。南婉嫣前脚刚出大殿，感觉到一股强烈杀气直冲他而来，一群蒙面杀手们来势汹汹，直接朝着南婉嫣扑了过来。婉嫣，顾慕寒剑眉猛然拧紧了，脸上尽是冷肃之色。在杀手们出现的同一时间，他已经冲到南婉嫣的跟前。顾慕寒挺阔的身形牢牢护住南婉嫣，他并未看到4个孩子的踪影，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安不安全。陆娇娇派你们来的时候，恐怕只告诉你们，我今日就带了不足10人的侍卫随行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就是打劫的。嘴还挺硬。你给我吃了什么？致命的毒药而已，专门用来对付你这样满嘴胡话的人。你不用担心，这毒药能让你生不如死。起初会面色发黑，血管爆裂，从你的心脏到四肢都会有尖锐的撕裂的痛。别说了！杀手痛苦地抱着头跪下。都是鸿蒙公主要求我们来刺杀您的，奴才也只是听命行事啊。只是您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本公主为什么会知道你们会来行刺我？那自然是因为这场局是我设下的。奴才愿为明皇公主做牛做马，听候您任何差遣，只求明皇公主能饶了卑职一命。本公主可以饶你一命，但你得赶回陆娇娇的府上，告诉她你的人还差一点就能处理掉我了，只是我现在躲在山上找不到。为了不让我逃走，你将所有人力分散在各处把守。陆娇娇心急如焚，估计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迫不及待联手背后之人一块儿来找，那时候才是真正收网的好时机。这是解药，只够你支撑4个时辰，你要是不回来，就会暴毙身亡。记住，别妄图找解药，我制出来的毒，除了本公主，没人能解。是。杀手忙不迭地吃下。奴才明白了，现在就去禀报鸿蒙公主啊！踉跄着起身，刚准备走，左腿就被人狠狠刺了一剑。杀手痛得大叫，回头撞进顾墨寒冰凉的双眸中。顾墨寒，你干什么？既然是要回去报信，不受点伤，如何能让人信服？杀手立马吓得爬起来，屁滚尿流的忍痛逃走了。我的婉嫣如今改变了许多，好像谁都不相信。不，也不是谁都不信，他似乎很信任那个叶千锋。想到这儿，顾墨寒眼底闪过了一抹寒芒，叫人望而生畏。几个孩子呢？孩子们早就被人保护起来了，不必皇上操心。顾墨寒心头一滞，快速跟着南婉嫣朝凉亭走去。娘亲，父皇，你们方才在玩什么？也没玩什么，小孩子间的过家家罢了。阿姐说的对。爷爷，闹闹跑起来，踉踉跄跄的，一下子扑进了顾墨寒的怀里。刚才姐姐们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安安也凑到顾墨寒的身边，不断地扒拉着他的脸。爷爷长得真俊。
你们二人也俊俏，想必长大了定不会输给我的。安安和闹闹被逗得咯咯笑，兄弟俩十分粘人的抱着顾墨寒。可是有这么多美男子在，很难抉择。抉择什么？当然是觉得谁来跟娘亲一起在屋子里，然后再生2个弟弟。闹闹，安安连忙捂住了弟弟的嘴。你在说什么？选择哪个爹爹和娘亲一块儿待在屋子里，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乱说呢？没什么。顾墨寒心头的醋意翻滚，酸得很。他看了南婉嫣一眼，却见他面不改色，转而望着儿子们。你们方才说的那几位公子都是何人？当然都是爹爹了，你是大爹爹，还有2爹爹、3爹爹、4。小正角小包子有些同情地看了顾墨寒一眼，顾墨寒的脸色逐渐的难看起来，眉头紧皱着。这2个孝子见一个爱一个，真是一个不落。这爹爹多了就是好，一个呢可以帮娘亲挡刀山下火海，一个呢可以在晚上的时候给娘亲搓脚，还有一个可以帮娘亲去找姨姥姥和那些老婆们谈事情，这样娘亲就能一直陪我们玩了。顾墨寒修长的指节一点点的握紧。是吗？那你们可有最喜欢的爹爹？我最喜欢莫言公子。你们的爹爹永远只能有一个。小正角和小包子差点一口水没喷出来，南婉嫣也诧异的挑眉，见顾墨寒脸色说不出的诡异，隐约有几分嘲笑，该让他没事瞎问。莫言公子他长得好看，还很高，能帮我们顶住塌下来的天，会给我们买糖葫芦吃，武功也很高，能保护娘亲。昨日他为了保护娘亲还受伤了。对了，爹爹，你若是真的不能和娘亲在一起也没关系，有莫言公子一定能帮你照顾好我们的。听到2个儿子如此喜欢莫言，一时间不知自己该醋还是该喜。没想呢，这个莫言竟能如此讨你们喜欢。但是呢，爹爹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爹爹说，你们的爹爹永远只能有一个，而你们娘亲的夫君更是如此。从前是我，往后也只能是我。可是一个爹爹怎么够呢？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喜欢那几个公子，但是呢，都是因为过去我不在你们的身边。如今爹爹回来了，你们想要的爹爹都能给你们，还会比他们更加倍的宠着你们。真的？那我想要100根糖葫芦，可以吗？我也想要。当然，不过你们还需要帮我做一件事情，偷偷的不告诉你们娘亲。若是你们娘亲以后跟别的男人走得很近，你们能不能帮爹爹在暗中搞点小破坏？兄弟2人面面相觑，似乎很是为难。可是我和哥哥真的很喜欢莫言公子，难道以后连莫言公子去找娘亲我们也要破坏吗？顾墨寒突然哽住了，顾墨寒看过去，就见南婉嫣冷漠地看着他。当然，任何人都不例外，不要放过他。那好吧，都听大爹爹的。我们不会放过他的。见状，南婉嫣多看了顾墨寒一眼。这时候，一个大夏的侍卫急匆匆地上前来报：明皇公主，人已经全抓住了。南婉嫣，你够狠呀！背后放暗箭，你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现在就放了我，我们各出1半的兵力比比看，究竟谁的人要更强？爹爹怎么了？没事，只是有些不干净的声音，听了会得病。将郡主和世子们带到净虚殿去加派人手保护。是。哟，明皇公主，你还真是够厉害的呀！没想到明皇公主成日里这么繁忙，还能有时间与别人私会。谁说不是呢？本公主还以为明皇公主来雾海干什么大事儿，感情是来这里私会情郎的呀？怎么？是你府上那10个男宠还不够你享受的？还是那个莫言你玩腻了，想出来找找刺激感呀？真不知道，要是母皇发现你压根儿就不洁身自好，会不会心寒呢？还有这个公子，你可知道你面前的人是谁呀？这么堂而皇之的跟当朝储君私相授受，这要是传出去了，也不怕遭人闲话，说你勾引公主。就是，我家公主好心劝你。还不等诱儿说完，顾墨寒直接一脚踹在陆娇娇的胸口，踹得她直接摔在了地上。随后他更是拔剑，一剑刺穿了诱儿的喉咙。你竟然杀了本公主的婢女！南婉嫣都有些诧异，没想到顾墨寒手这么快。你话太多了，若是不知道怎么闭嘴，剑能帮你。陆娇娇吓懵了。你究竟是谁？你想要做什么？你知不知道本公主是谁？本公主是鸿蒙女皇亲赐的。顾墨寒眼神冰冷，看向了南婉嫣。这人杀不杀？这一问，问的众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南婉嫣，你不会真的要杀了我吧？他不能死，不过作用也不大，留一口气就行了。
想来他除了这张嘴，应该也不会再有别的用处了。好好伺候一番，他什么时候骨头软了再拉回来。是。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他还没有说完就被拖到了一边，脑袋直接被摁到一桶冰凉的水里，水里不知道加了什么，钻进鼻腔里一阵刺痛，五脏六腑都开始烧灼起来。不够，继续。是。将士们又将陆娇娇的头往深处按了按。陆娇娇撕心裂肺的惨叫传遍了整个雾海，瞟了一眼陆娇娇几乎血肉模糊的食指。既然婉言说了要留你一口气，就留你一条命。你若再对婉言出言不逊，就割了你的舌头。你究竟是谁？这么对我，我一定要杀了你！天，上天不得好死！一个将士直接对他背部猛地抽了一鞭子。不得无礼，这位可是西野的帝王顾墨寒。陆娇娇脑海里嗡的一声，直接傻眼了。你竟然是……天哪！明皇公主并未搜查到其他势力。你们这样看着我做什么？陆角角，你既是要来取我的命，怎么不跟背后助你之人联手？我承认是有一个幕后人跟我联手对付你，但那个人只是给我送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样子，就连送信的时间都极其不固定。但我收到的信件都会有周密的计划，还会告知我你身边的人手、出行的时间。若是你们不相信，完全可以去我的府上看看。陆娇娇，若是今日还要说谎，我可不会再像上次一样放你回府了。你连你的盟友都没见过，也知之甚少，你就信了他所有的安排，想要除掉我？你有这么蠢吗？南婉燕怎么还骂人呢？我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呀。对付你们，只要计划周密就行。为什么还要见他，与他认识啊？我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斗不过你们了。今日我败得那么惨，连诱饵都被你们杀死了。我若再是撒谎，岂不是显得太蠢了？南婉燕，今日这计谋究竟是你的计划，还是西野帝王的主意？你不是向来憎恨他吗？如今怎么又走到了一起？难不成你们是要复合了？顾墨寒闻言，眉间微挑，看向了南婉燕。陆娇娇，你的话太多了，连忙住嘴，没再提这事儿，偷偷的瞟了顾墨寒一眼，只觉得这对夫妇在某些方面还真是如出一辙，就连说话做事都这么的相似。明皇公主啊，若是你能饶我一命，我愿意配合你引蛇出洞。鸿蒙公主这么急着反水，怕不是技高一筹，好等着让朕和婉嫣步入你们设计好的圈套吧？皇上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不相信我吗？若是按照您这样说，我和那人早有计划，我今日又怎会落入你们的陷阱里？朕不知道你们都在背后密谋了什么，但据朕所知，你身边曾有一个婉嫣的探子，见过那送信之人长什么样。送信之人的年纪稍大，40-50岁，后背微微有些佝偻，面相却不显老，反倒很是精神。你敢说你不知道？他故意将此人的长相往高管家的身上引。陆娇娇听得一头雾水，怎么可能？哪个是南婉嫣的探子？他是这么说的，要南婉嫣死的人怎么会是一个老头？皇上不会是在诈我吧？总之我没有说谎，我就是不曾见过。你们要是想抓住他，我可以帮忙引蛇出洞。明皇公主意下如何？既然你诚心悔改，也愿意助我引蛇出洞，本公主姑且饶你一命。爹爹娘亲，娘亲，能不能再留一会儿呀？娘亲，外面黑黑，我和弟弟怕怕，能不能明早再回去？我们现在就回去，马车里会一直点灯，你们也不用怕，睡一觉就到了。不要，娘亲，我就想跟弟弟再待一会儿。方才姐姐们还在跟我们说以前你们在西野的事情呢。南婉嫣神色一怔，不自觉地看了两个小丫头一眼，发现她们有几分心虚地低下了头。婉嫣，今日天色已晚，你们回去的路途遥远，又不太好走，不如明日再回宫吧。我已经安排好了附近的客栈，你和孩子们都能好好的吃上一顿饭，再安心睡上一晚。南婉嫣皱眉甩开了男人的手。顾墨寒，你什么意思？说好了我们只见面一天的，你早就安排好了客栈，我和孩子们用不着你操心，把安安和闹闹还给我。我并非此意，只是在回程路上安排了客栈歇脚，如今你和孩子们回去都不太安全，正好能去那客栈歇一歇。安安闹闹极不愿意离开，两小只像树懒似的环住了顾墨寒的脖子。娘亲，求你了，就让我们再待一晚上。别哭，爹爹不走。婉嫣，你无非就是担心我会像从前那样将你强硬留下，但是现在你的身份已经不同往日了，这里是大夏，你有兵力，更有实力，一举拿下我的所有人，有什么需要你担心的？你若是觉得我有什么不妥，随时可以带着孩子们脱身，我绝不阻拦。但现在孩子们想多待一夜，你不如就满足他们吧。行吧，但只有今晚。好哎，可以和爹爹过夜了，谢谢娘亲。今晚我要跟爹爹睡，要听爹爹讲故事。
两个臭小子，有了爹就忘了娘了。顾墨寒也松了口气，深深地看了南婉言一眼，眼角带笑，抱着梁小芝上了马车。你照顾好4个孩子吧，我坐我的马车。他转身要走，却猛地被人拦腰抱起，双脚蓦然腾空。顾墨寒，你做什么？放我下来！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将南婉言抱上了马车。如今孩子们都在我这儿，你不看着点儿，难道就不怕我对他们说些或做些什么，让他们跟我回西野？不行，顾墨寒这厮实在是太能哄孩子开心了，他确实得看着点儿。刚才我看到爹爹抱娘亲了。小张角拍了一下闹闹的脑袋，别瞎说。爹爹，二姐她又打我了。陆柔，你又说我坏话是不是？顾墨寒眼看着活泼的姐弟二人，眼神是充满了温情，任由他们玩闹。顾墨寒将梁小芝照顾好之后，细心地为他们盖上一条毯子，而后便将2个闺女安置好，最后看向了南婉言。孩子们都睡着了，你也休息一会儿吧。你管好你自己吧，不用管我。很快的，南婉言的眼皮也开始打架了，不知不觉的就睡过去。顾墨寒找来了虎皮毯子，温柔的给南婉言披上。娘亲，醒一醒，我们到了。南婉言瞬间清醒了一半，侧目这才发现自己靠在顾墨寒的肩头，男人的脑袋明显与他挨在一起，还在沉沉的睡着，可他是靠在他肩膀上的，这就说明是他先主动的。意识到这一点，南婉言一个机灵抬起头，碰到男人的下颌都不管，顺手一把将顾墨寒推开，耳根不知为何有些灼热。顾墨寒睡得正香，猝不及防的就被南婉言给推开了。怎么了？南婉言咬着牙什么都没说，径直下了马车，一脚消失在了顾墨寒的视线里。父皇果然还是很喜欢占娘亲的便宜。我们先下车了，父皇你们也快来吧。2个丫头蹦蹦跳跳去找南婉言了。爹爹，娘亲那是害羞了才会这样的。没错，娘亲肯定是也想挨着爹爹的，只是没想到被我们偷看到了。还是你们嘴甜，走，跟爹爹去吃好吃的。好哎。姑娘，2楼请。小风哥哥，小正角小包子激动的快跳起来了，而后难以置信的转头，眼眶直接就红了。属下见过皇夫人，见过2位小主子。于峰，快起来说话。于峰哥哥，你们这些年过得还好吗？我和阿姐以前给你的糖，你有没有吃啊？可不能再舍不得了，太久就坏了。属下很好，多谢2位小主子挂念。那个糖，属下和香玉早就吃过了，很甜，多谢2位小主子。倒是2位小主子，2年不见，竟然都长高这么多了，也出落得越发亭亭玉立了。没想到这次竟然还能再见到你。婉言见到了于峰，又是温柔问话，又是嬉笑玩笑，甚至拍了拍于峰的肩膀，这与他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于峰被他盯得汗毛直竖，属下这就去帮着后厨做菜去。他逃也似的跑了。安安闹闹好奇地盯着他的背影，咯咯地笑。爹爹，这个哥哥真好笑，他怎么这么怕爹爹呀？谁知道呢？爹爹，你坐在这儿。顾墨寒宠溺地抚着梁小芝的脑袋，将2人抱到凳子上坐好，十分自然地坐在南婉言的身边。今日的安排，你可还满意？孩子们喜欢就行。可以上菜了。是。娘亲，好多好吃的，全是吃的。婉言，让孩子们先用膳吧。这些菜要是凉了，可就都不好吃了。快吃吧，小心别被烫着了。吃饭饭啦！啊，这些都是什么好吃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2位小主子，这些啊，可都是西野的正宗宫廷菜，你们在大夏是很难吃到的。爹爹先请。多谢爹爹。原本我还以为只有大夏才有这么多好吃的，没想到西野也有这么多。看来以后我想吃遍天下美食的愿望又得拖一拖了，不如先去西野尝尝吧。孩子无心的一句话，在南婉言听来却很是五味杂陈。这个乳鸽不错，外酥里嫩，甜度刚刚好。话音刚落，众人都愣了。阿姐和爹爹简直一模一样。于峰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小主子从前就这样，跟主子的喜欢相同，没想到现在还是如此啊。才不是呢，都是巧合罢了。他害怕娘亲会为难，顾墨寒笑而不语，心里清楚女儿的性格，也没有拆台，只觉得很幸福。我知道你想喝这个解腻，已经叫人提前温好了。多谢父亲，没想到父皇还一直记得这些小事。对了，爹爹，这些菜你会不会做呀？就连南婉言都不经意看了顾墨寒一眼。当然会，若是你们喜欢，等以后爹爹给你们做。哦耶！大爹爹果然是最好、最棒、最厉害的。没错，我们都很喜欢大爹爹。
众人哭笑不得，于峰更是忍不住在心里为顾墨寒捏了把汗。以后顾墨寒还想要什么以后？你们若是想吃，娘亲也会做给你们吃，不用麻烦别人了。你们娘亲的手艺也是一绝，只不过她现在那么辛苦，你们要多体谅。这些事情还是由弟弟来代劳吧。娘亲，你看大弟弟他多好啊！没错，像大弟弟这样的好男人可不多见了。你先吃，不必担心，有我照顾这2个小家伙。顾墨寒宠溺地将2个孩子搂进怀里。娘亲，你怎么不让我们跟爹爹再玩一会儿？我们还想跟爹爹一起洗澡呢。我不是说过，你们洗澡不能磨蹭，否则染上风寒很容易得肺炎的吗？娘亲，对不起。感觉娘亲有些生气，小心翼翼看了眼顾墨寒，连忙转身朝外跑。我们去找2位阿姐玩。爹爹，娘亲，早些休息。我要洗澡了，皇上还不出去吗？婉叶，我们是不是要好好聊聊？没什么可聊的，也没管他，啪的一声重重关上了房门，直接避之不见。他脱衣洗澡，下巴埋进了温热的水里。可当他出了浴桶，才发现自己因为生气，竟然没有带换的衣服进来。于是南婉嫣招呼门口的侍女给她递衣服，自己则在专心地擦拭身上的水滴。很快门就被推开了，南婉嫣下意识伸手去接背后的衣裳，转头发现竟然是顾墨寒在送衣服。顾墨寒完全被这男人上上下下全部看光了。你不知道窍门的吗？我们现在早已经不是夫妻了，男女有别这样的道理你不明白？顾墨寒心中一刺，却还是转过身去。到底是禁欲了2年多，禁不住如此大的诱惑，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想法。是你们都去休息了，我刚好进来看看你，没想到你忘了带衣裳，怕你受寒便进来了。只是你此话不对，我们如何不是夫妻？和离书我并未给你，休书更是没有。只要我还活着，那你便永远都是西野的皇后。夫君看妻子的身体，又有何看不得？身后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动静，顾墨寒修长手指攥紧了，莫名的掌心滚烫，紧闭上双眼，让自己强忍住想要回头的冲动。在我离开西野的那一刻，就已经默认我们和离了。你今日若是非要胡搅蛮缠，那好，你是皇帝，我也是储君，也算是未来的女皇，大家地位平等，你不休我，那我休你。说着，他便真的去拿笔墨，伏案提笔，写起休书来。休书？用力的将其化作了齑粉。你行，那我再写。男人却牢牢握住了他的手腕，不让他动。婉言，你知道我最讨厌你说这话，你为何偏要惹恼我？我怎么就惹到你了？你要是不乐意，我们就和离。你不乐意和离，又不乐意休我，那我还不能休了你了？你弄疼我了，放手！他是有什么毛病吗？就他们现在的情况，还能继续做夫妻？在瞎想什么？那婉言，我从没想过跟你分开，你也最好死了这条心。顾墨寒，你是不是有毛病？你怎么这么无耻，这么霸道？凭什么不能跟你分开？谁规定的？顾墨寒突然将他狠狠地稳住，强硬的身躯一下将他反转过来，压在了墙上，带着属于他的强烈的男人的气息，闯入他的领地，凶狠的架势让人完全招架不住。他有些失控的重重地缠绕着他，任由他肆意的亲吻。在房间里他又打不过他，现在喊人也没机会，他不反抗了，摆烂的任由他亲。而顾墨寒也感受到他的顺从，慢慢的就温柔下来。亲够了，顾墨寒，白日里我警告过你的事情，你完全当耳旁风了。看来你是真的不怕死。是你刺激我在先。我知道你在大夏的这段时间，身边多了很多人，你看不上我，想跟我分开，是喜欢上那个叫叶千峰的了吗？听说他是你在大夏的准驸马，你跟他到什么地步了？我们早就已经一刀两断了，我的私生活你有什么资格过问？你是我的皇后，只要我没死，永远有资格过问。直接猛地张嘴咬住他的肩头，顾墨寒闷哼一声，没有反抗，结实的臂膀环住了他的腰。顾墨寒，如今我是大夏储君，我和我的准驸马在一起，有什么不可以？还有，你既然知道他们是我的男宠，作为男宠服侍我也好，跟我夜夜笙歌也罢，那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他们每个人都让我很开心，我现在很自由，每夜换着花样的玩男人，而你现在不过是一个局外人，你有什么权利来质问我？对了，昨夜我还跟……不等南婉嫣说完，顾墨寒蓦然将她抱上了床，高大身躯压下来，用力的捏住了女人的下颌，薄唇附上去，动情的吻着。南婉嫣没想到顾墨寒不仅没有放过她，反而变本加厉的吻她，好像是一头发狂的野兽。还敢这么胡说八道吗？我哪里有胡说八道？男宠就是……安安和闹闹都忠于那个莫言，他究竟有什么好？你是不是也对他情有独钟？我不管他是何人，对你又出于何种目的，倘若让我发现他敢动你分毫，我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废了他的手脚。南婉嫣嘴巴都被亲肿了，又骂了顾墨寒两句，又被亲上了。婉嫣，我正值壮年，与自己的结发妻子却没有过几次真正的欢愉，我们不吵了，做点夫妻该做的事好不好？夫妻该做的事
居然还有脸跟我求欢。顾墨寒，你要是想让我恨死你，你大可以再做一次强奸犯。婉言，我爱你，所以才会总想要亲近你，但我从未想过强占你，只是每次你都拒我于千里。这一次你直接让我饿了2年多，我便有些许的失控。你别生气，这些年来难道你真的从没想过我吗？想啊，想让你死。对不起，我发誓不会强迫你，但是今晚就今晚，你能不能陪陪我？他累了一天，真的没有什么精力折腾，干脆就背过身去，懒得搭理他。室内瞬间就安静下来，顾墨寒的手环在他的腰间，始终是不敢动弹。不知道过了多久，南婉嫣的呼吸声开始变得均匀，整个人的身体也开始放松下来。男人小心翼翼抬起了南婉嫣的手。婉嫣，我不要此情成追忆，我要两情长久，朝朝暮暮。他将戒指套在他的另一只手的无名指上，他轻轻地试了试，不容易摘下来，抱着他，闭上眼睛，缓缓沉入了梦境。翌日清晨，侧头看过去，顾墨寒修长好看的手近在眼前，挪开了顾墨寒的手，发现自己无名指上还带着东西，不用想，肯定是在他睡着之后干的好事。他扒了2下，发现戒指竟格外的合适，根本就摘不下来，立即就要走。南婉嫣从空间里取出了一些药材，放在了一旁的桌子上。之前传言顾墨寒重伤快要死了，虽然现在没有给他把脉，但还是留了一些对内对外伤效果极好的药材。而南婉嫣前脚刚走，后脚床上男人就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这是他留给我的。走到桌边，拿起了药材，仔细地翻看。婉嫣，尽管他不承认，但是在他的心里，他果然还是有地位的。明明是你前脚才下了莫言的床，后脚就爬上了你前夫的床，也不知道你成日里端着一副清高的样子给谁看。直接捏住了陆娇娇的下颌，强硬地塞进她的嘴里。那么呀，你给我吃了什么？毒药啊！既然你现在听命于我，那就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我好让你少受点罪。大婉言，你怎么这么恶毒啊？我说句实话，怎么了？你现在快来给我解药，否则我……陆娇娇，本公主没跟你开玩笑，更没有心情整治你。若是这次还不能抓到那个神秘人，你就等死吧。陆娇娇彻底被南婉嫣的气势给震慑住了，再也不敢说话了。娘亲，我们是不是以后都见不到大爹爹了？我和哥哥第一次见爹爹，就跟爹爹待了1天就要分开了。南婉嫣不忍地抿了抿唇，刚要安抚，车帘外忽然响起了于峰急促的声音：“皇后娘娘稍慢，皇上有几句话让属下给您和几位小主子说一下。”于峰哥哥，爹爹说什么了？皇后娘娘，皇上还会在大夏待一段时间，就在皇城脚下的元福客栈。若是皇后娘娘、公主和皇子们想见他的话，皇上在客栈随时恭候。好哎，我们还能再见到爹爹。娘亲，以后我们多出来和爹爹一起玩。谢谢于峰哥哥，你也帮我们给爹爹带句话呗。2位皇子敬请吩咐。你就说下一次我一定将兵法都记住，还请爹爹到时候指教1、2。我也要。刚做出来的糖葫芦，外面的糖衣都还热乎着呢。几位小主子快趁热吃了吧。谢谢于峰哥哥。2位小皇子如此可爱机灵，这若是让太皇太后和太后太妃娘娘瞧见了，还不知道得多高兴呢。到时候别说是糖葫芦了，就算是天上的月亮星星，他们都会送给您2位的。好了，跟于峰哥哥道别吧，我们也该回去了。于峰哥哥再见。进宫以后，南婉嫣并未和他们一起，她急着去习乐殿确认莫言的身份，确认他到底是不是顾墨寒的身份。可是当他风风火火走到一半的时候，远远的就被风央给叫住了。公主，奴婢这边查到了很多诸侯举动异常的资料和证据，还请您过目。云恒立马热情地递上了资料。公主都在这里了。公主您看，根据风央姑娘的调查，洛楚公爵前几日肯定有动作，说不定那场刺杀也跟他们有关。这些资料我晚些再看，我先去莫言那里瞧一瞧他的情况，你们退下吧。公主，诸侯的事情好像更……云恒还要开口，就被风央用手肘戳了一下。公主都这么说了，你还想说什么？丁远将军这几日都没有出过房门，一切如常。那各个窗户可都有人把守？是的，各出口和窗户每日都有人盯梢，绝对没发现任何异常。南婉嫣开门的一刹那，莫言也从屋子里走出来。公主您回来了，不知道您回来，属下有失远迎，还请公主恕罪。南婉嫣盯着他的脸，此刻心情很是复杂。无妨，你本就有伤，在屋里养伤也是正常的。莫言没能陪公主去雾海，实属失职。不知道您这一路是否顺利，路上有没有遇到些什么？去见一个
不那么令人开心的家伙，你不跟着也好。怎么相处了一日，皇后娘娘还是这般嫌弃皇上，一点儿也不见好啊！云恒默默地看了莫言一眼。属下虽不知公主去见了什么人，但如今您回来了，也就能好好休息了。他能出宫以及顺利的回宫，一直就是云恒在宫里暗中帮忙，巧用手段制造误差，让人觉得他从来没有出去过。南婉嫣看着他回答的滴水不漏，眼神未深，忽然就走进了莫言。最近是有些忙，现在能好好休息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虽然身体伤着，但是好歹出门透透气啊。方才我听说这几日你连房门都没有迈出一步，用膳也是叫人放在门前的，为何？云恒有些紧张地咽了咽嗓子。回公主的话，属下确实有些难言之隐。属下本以为自己能够好好保护你，却没想到竟然会被笑笑所害。尽管公主您摘新人后从未责怪过属下，但属下心中还是会后怕，怕您觉得属下不中用，从而将属下逐出宫去。所以这几日属下并非不愿意出门，而是想要好好闭门思过，反省一下自身。说着垂下眸子，故意地看了看南婉嫣的左手，发现她手上戴着戒指，便露出一个困惑不解的表情。见她一直盯着自己的手看，好像很奇怪的样子。公主，这难道是什么新的暗器吗？南婉嫣这时才终于打消了疑虑。没什么，既然你的伤还没好，那就继续养着吧，不用自责，刺杀的事情我会处理。见状，云恒在心里默默地松了口气。属下明白。就在这个时候，殿外一道冷怒声骤然而至。公主，此人万万不可相信，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莫言。说话间，叶千锋和程书远一前一后的进门。我去，叶千锋怎么知道莫言不是莫言？完蛋了，现在可怎么办呢？连周转都没有暴露身份，难道现在却要暴露了吗？叶公子的意思是？还能是什么意思？当然是叶公子查到了某些事情。本公子早就说了，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莫言，你今日算是完蛋了。莫言在进宫的时候就造假了身份，当初在资料上，莫言明明说自己是黎城县人，可千锋的母亲也是黎城县人，派人去打探，却根本没有找到他说的那个地方，更没有姓莫的人家。真是没想到啊，你竟然是这种虚伪的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上次你还在我的面前说衣冠禽兽来着，这话还是留给莫言公子你自己吧。这要是解释不清伪造的事情，你可赶紧滚出宫去吧。不能太便宜了，你欺君罔上，还敢欺骗当场储君，得重罚才行。莫言，关于这些你作何解释？云恒在一旁简直要吓死了。完犊子了，现在究竟怎么办才好啊？不会今日皇上就要暴露了吧？哼，公主啊，依疏远看，莫言恐怕是解释不了了，正在慌张找借口呢。不过他这副德行，疏远也一开始就猜到他不是什么好人了。从当初选男宠开始，他力排众难，知道公主您对收用他有所犹豫，竟不惜用苦肉计，都要得到您的青睐和同情。当初疏远以为他是真有些用处，却没想到后来他在宫里愈发变本加厉，被您稍微宠着点就忘了本，成日里对疏远和叶公子甩脸色。他这么处心积虑，又有一身本事，疏远担心他恐怕是天圣或者西野派来的探子，没安好心。什么探子？皇上哪里稀罕做什么探子？皇上进宫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追回皇后娘娘，俘获皇子的心，以后一家人是要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莫言，立刻给本公主一个合理的解释。莫言，事到如今还不速速招来，还在拖延时间，想什么对策？公主，属下不是什么西野或天上的探子，也确实不是黎城县生人，身份作了假。但此事公主应该是知道的。当初属下一开始就告诉您了，难道公主忘记了吗？两人难以置信地看向了南婉嫣，云恒也愣住了，不明所以地看了南婉嫣一眼。南婉嫣更是一脸懵逼，眼眸浮现了一抹晕色。莫言，事到如今，你还是别再给自己找借口了。什么叫明皇公主知道这件事情？若她真的知道，方才就不会那么讶异了。疏远劝你做人还是诚实点好。凌厉阴鸷的凤眸好似一记利刃，直接朝着程书远甩过去。程书远脸色顿时一变，躲到叶千锋的身后，不敢再逼逼，只能恨恨地咬牙。公主，您竟一直知道吗？初见那日，我便已经跟公主说了。他竟然直接伸手抓住了南婉嫣的手腕，朝她逼近了2步。别人是别人，属下是属下，他们会背叛公主，但属下不会。属下的一切都是公主的。公主若是喜欢属下的眼睛，属下也可以挖给公主，但是属下不愿意成为任何人的代替品。南婉嫣心惊了一刹那，
匕首都没入他的衣裳，下意识想要抽回手，却被莫言紧紧地扣住，越扣越紧。莫言，你这是干什么？属下只是想为自己讨回公道，别人的忠诚属下管不着，但既然属下说了要效忠于您，就绝对不会食言，就算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公主，属下早就被女皇喂了毒药，女皇说了，那毒药只有她能解，若是背叛了您，便会万劫不复，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公主不必担心属下会对您不忠。南婉嫣眼眸一滞，紧跟着就反应过来，你别骗我了，我给你把过脉，你身体里除了胀鼓的胀气以外，根本没有别的毒。莫言盯着他的脸，忽然一把拽开了自己的衣服。莫言，你……在莫言的胸口上浮现出了一抹酱紫的痕迹，像是一团病毒一样，沿着他的经络散发开来。属下这些怕您发现，违背了跟女皇的约定，也私下找过太医看过了。这种毒药并不会在脉象上显现，但是毒发时会在胸口显现出印记。说着，直接拽着南婉嫣另一只手径直贴上去。这不是画的，公主可以摸摸。这种毒他在书上见过，而且是剧毒。莫言说的的确是实话，他一把抽回了手，他的身形怎么越看越像顾墨寒的。公主，还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您知道的，属下不会拿性命开玩笑，属下还有一个人要找。我知道了，你欺瞒我身份的事，我可以姑且不跟你计较。但是从今往后，若是让我再发现你再有骗我的事情，我不管你对谁忠诚，这条命留着是为了谁，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亲自收下。属下明白。看着莫言大敞的胸肌，他忽然有些不自在，转过身去。你把衣服穿上吧，我帮你看看这毒能不能解了。这件事情你不用告诉姨母，往后他若是发现了，我自会向他解释。多谢公主。刚要把脉，门口忽然传来一个侍卫的声音：明皇公主，女皇急召您过去一趟，就现在。你先好好休息吧，本公主改日再帮你解毒。好，劳公主费心了。明皇见过姨母，快起来吧。顾墨寒叫你来做什么？于峰心惊。这是皇上命属下送来的，方才女皇陛下已经看过了，还请您过目。西野帝王明日拜会女皇，还请诸位做好准备。陆渊离的脸上冷意更甚。绝对不行！如今若是让那顾墨寒进了宫，岂不是更让皇妹触景生情，想起以前那些糟心事儿了？我要用顾墨寒的身份去见女皇。公子，这可万万不可呀！且不说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就说您这张脸，频繁的挫骨易容，如何能够受得了啊？这件事情我已经让于峰安排下去了，想来方才女皇叫婉言过去，就是为了此事。你的意思是？于峰给女皇送去了拜帖，说明日就会进宫拜见，约她商讨交换城扯之事。此事已成定局，你不必操心细节，只需要帮我顺利离开此处便可。可是如果您要面圣，皇后娘娘她让莫言也跟着去，怎么办？若真到了那个地步，我也有办法应对。啊？有一个人如今就留在京中，那人与莫言的长相颇为相似，在我需要的时候，让他来顶替即可。什么事情竟然让世子们如此兴奋呢？我们昨天去见大爹爹了。哦，大爹爹。就是那个很厉害的皇上的爹爹，他又高又帅，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听阿姐说他功夫也很厉害，可能和莫言公级不相上下。不过莫言公子，你是不是也要送我们礼物呀？莫言忽然就呛起来。莫言公子，你没事吧？没事，不小心呛着了。两位世子，你们的礼物还在宫外，等晚点再送给你们。那你们喜欢那个大爹爹吗？喜欢。闻言，莫言的眼底不经意地浮现一抹欣慰的笑容。喜欢就好，相信他也很喜欢两位世子。然而莫言并不知道，他这副表情在两兄弟看来像极了失落难过。莫言公子，你也别太灰心了。虽然我们有大爹爹了，但是我和弟弟还是很喜欢你的。我和哥哥永远都喜欢莫言公子。莫言也喜欢两位世子。现在时候不早了，该回去用膳了。若是两位世子不介意的话，莫言今日也去西月殿用膳可好？不用了，我和哥哥今日就在这里吃。莫言公子之后还是不要频繁去娘亲那儿了，晚膳什么的有姐姐陪着娘亲。莫言的神色一滞。为何？难道是两位世子嫌弃莫言了？当然不是，这是大爹爹说的，他让我们以后都不准其他人靠近娘亲。他当时面露苦涩，心里更是说不出的憋闷。这两个大孝子还真是既听话又孝顺，真将他的话好好记在心上了。这个莫言转什么转？待会儿那顾墨寒来了，看他还能不能在公主面前嚣张。几位皇兄，今日……皇妹，你什么都不用多说，您放心吧，
大哥，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受欺负了。今日那顾墨寒若是敢提出什么无理的要求，本王就让他永远留在大夏。他们气势如虹，一个比一个狠。婉言多谢各位皇兄的帮忙，不过顾墨寒既然提出要面见姨母，那便是趁着国事而来的。几位皇兄不用担心我。哎，皇妹，你这话就不对了。四哥告诉你，这男人呢就是贱。你别以为他看上去是来谈国事的，但肯定醉翁之意不在酒，到时候绝对会借着交流城池一事，一点点的得寸进尺。我就让你5哥和6哥好好的给他点颜色瞧瞧。南婉燕看在眼里，心中划过了暖流。回到大夏后，几位哥哥无时无刻不在帮他护着他。叶公子，聊聊。聊什么？当然是那个顾墨寒了。我知道，虽然你我2人现在都看莫言不顺眼，这人诡异又狡诈，骗得明皇公主团团转，但是当务之急还是顾墨寒这人更重要些。毕竟他曾经可是明皇公主的正统夫君，更是西野的皇帝。现在人都要进宫了，担心又有何用？疏远都还没放弃呢，叶公子怎能就这么自甘堕落了呢？依疏远看，其实这顾墨寒也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啊。我看程公子怕是太过自信了些，小心适得其反。我这不叫自信，这叫实话实说。你看啊，论起美貌，我的长相在大夏可是人尽皆知，那些个姑娘们看到我，哪个不会沉沦？那顾墨寒长得还能比我俊？而且抛开帝王身份，他也不过是个武夫，成日里打打杀杀的，戾气重得很，肯定很不好相处，也不讨明皇公主的喜欢。要不然公主怎会如此恨他？就凭你我2人这条件，单拆开可能胜不了顾墨寒。若是联手的话，一个顾墨寒而已，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能碾压？他顾墨寒算什么东西？不过就是公主的前夫罢了，不值一提啊。联手？程公子怕是想多了。像你这样2面3刀的人，之前不是还想着跟莫言一块儿背地里对我放暗箭吗？话不能这么说，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西野帝王驾到！这样一个长相气质绝佳的存在，登时显得在场其他男人都黯淡无光。这如何比较？这根本无法比较。我和程疏远完完全全输了，输得一塌糊涂。顾墨寒一步一步地深入宫殿的中央，扫视了众人一圈，众人竟觉得有几分压迫感，不堪与他对视。而顾墨寒的目光最终锁定在南婉嫣的身上，薄唇勾起了弧度，一步一步地朝着南婉嫣走过去。这么大的宫殿容不下他们，朝我走来干什么？婉言，昨日折腾了你一夜，现在还疼吗？寂静的大殿上忽然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抽泣声，众人震惊不已。这西野皇帝在说什么啊？南婉嫣也懵了。什么？你在瞎说什么？我说错了，应当是前2日折腾了你，但你昨日走得匆忙，我醒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在身边了。你如今可感觉好些了？我让于峰找了上好的药材和膏药，据说效果好，待会儿我便让人送到你的寝殿去。相反，他就是要光明正大的告诉所有人，尤其是叶千峰和程疏远，他才是南婉嫣真正的且唯一的夫君。原来那一日公主和世子郡主们出府，竟然是为了去见顾墨寒的。公主怎么可能又跟这个顾墨寒在一起了呢？这厮还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顾墨寒，这里并非是你的西野，你若是想造谣生事，本公主怕你连这凝碧宫都踏不出去。那日本公主目的很明确，从今往后我们划清界限。如今邀请你来皇宫是为了商讨正事，若你再信口雌黄，我现在就将你逐出宫去。说是让你觉得不开心了，我不说便是。不过那些药，你有需要可以用。西野帝，本王记得很早以前便同你说过，若你再欺负本王的皇妹，无论你何等身份，本王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诛之。其余的几位皇子怒不可遏地瞪着顾墨寒。几位是婉言的哥哥吧？大哥、2哥、4哥、5哥、6哥，墨寒见过几位长兄。众人又瞬间傻了眼，没想到顾墨寒竟这般温和。无言了，他们在给他下马威呢，他问什么好？诸位皇子，皇上深知自己贸然前来有失礼数，早已提前备好了薄礼，想献给诸位皇子。说完了，他朝着门口拍了拍手，都呈上来吧。只见一群人两为一组，手里都抬着分量不轻的东西。众人这才看清，他们手里抬的每一件礼物都盖着金丝缎锦，一看就是价值不菲。这是皇上献给闵成王的攀螭双鼻虎，不过是个物件罢了，本王不稀罕。
这些薄礼不知道各位兄长可还满意？若是不满意的话，兄长们只管说，莫寒定重新补上礼物。顾莫寒这种彬彬有礼且扮猪吃虎的态度，让几位皇子们登时哑口无言，在场众人更是一脸的苦瓜色，盯着那几件薄礼，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真是好一个千金难求的薄礼呀！陆燕安的目光时不时瞟向自己的礼物，嘴上却不饶人的冷哼道：还真是有劳皇上费心了，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送聘礼，想要我们将婉嫣嫁出去。婉嫣与你没有可能。皇上这些好意，本王跟皇帝们心领了。你跟明皇分开2年多了，这2年来你从未现身说法，如今来了大夏，就别妄想通过这些东西能改变我们对你的看法。看来莫寒还是准备的不够周到，几位兄长不买这些礼物，莫寒会让人再去准备。至于这方油烟墨，莫寒就先自作主张赠与二哥了。于峰立马心领神会，直接将装有油烟墨的锦盒塞进了陆渊离的侍卫手里，笑得人畜无害。还请这位小兄弟替二皇子收好皇上的心意吧。侍卫都愣住了，反应过来的时候，礼物已经被自己抱在了怀里，顿时一脸慌张地看向了陆渊离，咽了咽嗓子。这可不是他拿的，是他们硬塞的。南婉嫣皱着眉看着顾莫寒，再看看身边的陆渊离，瞬间明白过来，这方兰陵绿玉墨本王就收下了。不过皇上不要以为本王收下了你的礼物，就是原谅你对明皇和允明的所作所为了。这里本王不白收，自当回敬你更加贵重的东西，全当以物换物了。没想到顾莫寒竟然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并且礼数周到，没有半点传闻中的薄情冷硬、傲慢无礼的样子。女皇上下打量着南婉嫣的前夫。皇上驾到！臣等参见皇上。见顾莫寒朝他颔首，眼神微闪。他们的身份相当，倒是不必行礼，可他却礼仪周到，而离近了看了，竟然觉得顾莫寒更加的俊俏。也难怪当初的婉丫头会这么痴迷他。诸位平身吧，今日朕出席的晚了些，让大家久等了，还请西野诸位不要介意。无妨，是莫寒来的早了些，皇上便未晚到。女皇有些诧异地看着顾莫寒，还挺会说话。而且她没想到顾莫寒竟然不用朕自称。随后女皇就看向了众皇子，你们几个，朕平日里都是如何教育你们的？来者是客，既然别人已经送了礼物，那你们自然是要收下的，怎么一个个凶神恶煞？这若是传扬出去，该以为我大夏皇子毫无礼教可言了。几位皇子顿时都有些蹙着眉。皇上提出的条件，朕全都同意，也没有附加的要求和时间限制，一切安排都由大夏决定。百姓、土地、财政，朕都不会苛求，也会竭尽所能配合你们，让迁居的百姓们都能没有后顾之忧。朕唯独有一个请求，不知皇上可否答应？哦，什么请求？交换承职的事情，朕想要明凤公主全程陪着朕。公主熟知大夏，也有威信，朕与公主交接再合适不过。顾莫寒竟然什么也不要，就只是想让南婉嫣全程陪着他。而女皇和几位皇子顿时懵了。哎呀，主子怎么就这么傻呢？天大的好机会摆在他面前，他竟然都不知道珍惜，提出些实质性的要求来。明皇公主，此乃头等大事，如今西野帝君有此需求，您身为储君，实属是不二人选呐。南婉嫣蹙着眉看了眼龙椅上的女皇。这时陆生生面露难色地站起身，看着众人，语气里带着些委婉拒绝的意思。诸位安静一下，本公主知道各位都很迫切地想要精灵兰陵回归大夏，但是一码归一码，明皇公主身为大夏储君，她愿不愿意只管随她心意，万不可逼迫。陆娇娇看着陆生生，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儿。真能装，跟南婉嫣走得那么近，看着南婉嫣爬得一步比一步高，我就不信陆生生没有一点嫉妒。云恒显得有些期待和紧张。好，本公主答应你，可以陪同你直到一切事务处理完毕，希望西野帝君言而有信。明皇一言为定。群臣登时大喜，爆发出了一阵阵雷动一般的欢呼喝彩声。明皇公主果然识大体，还是要多谢西野帝王啊！金陵和兰陵被人夺去那么多年，终于要重回大夏了呀！叶千峰双目猩红，垂在身侧的手紧紧地握起，在心里暗恨自己没有实力和顾莫寒争抢。而他看了莫言一眼，见莫言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当时更加来气了。平日里莫言不是最能逞强，跟我对着干吗？怎么今日顾莫寒一来，他就跟蔫了的葱似的，什么都不说，也什么都不做。女皇皱着眉看向了南婉嫣，试探性地问了一句：白丫头，你确定？姨母，西野帝君都确定，我们大夏有何不确定的呢？南婉嫣又看向了顾莫寒。
皇上落座吧，让皇上一直站着，倒显得我们大夏待客不周了。一旁的陆娇娇神色难看，像是吃了苦瓜，又嫉妒不已。怎么就没有一个男人愿为她拱手相让城池呢？皇上从来没有来过大夏吧？今日您来了，就随意些，赏赏大夏的歌舞，吃吃大夏的美食，肯定让皇上流连忘返。顾墨寒完全没有理会，而是目光深深地凝视着南婉嫣，薄唇勾出了一抹弧度。好，那我就挨着你坐吧。两人之间几乎挨着，没有什么距离。叶千锋在南婉嫣的左侧，目光锐利地盯着顾墨寒，程疏远则跟莫言挨得近了，怒火腾腾地翻滚个不停。疏远今日见的皇上，还真是诚惶诚恐。不过皇上率领西野跟天圣斗了2年多，听闻伤势极重，疏远还以为您会好好待在西野养伤休息，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来了大夏。你哪位？云恒和于峰闻言，不由得想给顾墨寒竖大拇指了。论碾压轻敌，还得是主子呀！程疏远整个人都僵住了，脸色变得比猪肝还要发紫。疏远和莫言公子，还有前面坐着的叶公子，都是明皇公主亲自挑选留下的男宠。也是啊，毕竟您早就不跟公主来往了，如今公主的个人生活当然不会跟您报备，是疏远唐突了。叶千锋蹙着眉，忍不住看了一眼程疏远和顾墨寒，总觉得程疏远在作死。这些年朕不在婉嫣的身边，有你作陪解闷，没让婉嫣太孤独闷闷不乐，朕心甚慰。于峰，赏。是皇上。他立即掏出了几张银票，拍在了程疏远的桌子上。皇上犒赏，程公子收下吧。众人顿时惊愕，暗自观察着南婉嫣这一桌上这修罗场的场面。但是这一波操作下来，顾墨寒简直是拿自己当正夫啊！南婉嫣秀眉紧蹙，瞥了一眼顾墨寒，又看了一眼吃瘪的程疏远，眼中闪过了一丝烦躁。顾墨寒想干什么？整治他的后宫？你却看到顾墨寒那漆黑如墨的眼中泛着深沉的冷，顿时语塞了，半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了。顾墨寒眯着眼睛嗤笑：婉嫣，你今日这身衣裳真好看。皇上不说，属下还真没发现。您和明皇公主今日看起来，那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大概是夫妻久了，朕与婉嫣喜好大都相同。是啊，属下还记得那晚皇上和明皇公主还一起放花灯呢。叶千锋和程疏远的脸色快变成黑炭了。没想到自视清高，对谁都冷冰冰的南婉嫣，当初竟然还有那么小女儿心思的一面，居然一起放花灯。你惯爱喝温茶，方才说了那么多，定口干舌燥了。那体贴温柔的模样，跟眼神警告程疏远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不用了，西野帝君照顾好自己就可。皇上，公主早就不爱喝这种茶了，皇上也不必辛劳，往后在下为公主泡茶即可，不劳烦旁人。南婉嫣诧异地看向了叶千锋，有点没想到他竟然会说出这么霸道的话来，这很不像叶千锋。朕是婉嫣孩子的父亲，算什么旁人？不过你为婉嫣奉茶2年多，实属不易，也该奖赏。叶千锋脸色微微的一降，顾墨寒击中了他最脆弱的一面，也是他这辈子都比不了的一面。婉嫣，你不喜欢喝茶了？小丫头前天还说你喜欢喝茶，安安和闹闹也这么说，你什么时候换的口味？南婉嫣皱着眉，她看了顾墨寒一眼，知道他又胡说八道了。皇上说的对，您是2位郡主和世子的父亲，但您恐怕是忘了，这些年来您未必跟那几个郡主世子有过交流，尤其是2位世子，您恐怕就只在昨日见过一面吧。不是在下自负自满，但这2年多里，几位世子郡主公主一直都交由在下来看管照顾，在下也早就将他们视如己出。皇上这么多年不曾来看望，现在刚来却拿孩子说事，未免也太不负责了。朕不负责任。朕听说你现在跟2个小丫头相处得很好，身为孩子们的父亲，朕理应对你客气一些，便不与你计较了。不过朕的女人和孩子自己宠自己爱，轮不到别人宠，更轮不到别人视若己出。他还没死呢，用不着别人接手他的女人和孩子。说的那么好听，那当初他为了一个妾室责罚辱骂我的时候在想什么？为了云雨柔认为我满嘴谎言，继而5年不管我死活的时候又在想什么？甚至于现在依旧在背弃对我的诺言，云雨柔依旧没死，他依旧还留着那样伤害我的人一命。行了，不要再说了，大男人之间争来吵去的，烦不烦？谁要是再喋喋不休，就不要在我旁边待着了。怎么谁都治不了他？不就是一个前夫吗？而这时宫婢们陆陆续续的端着主菜上来了。婉嫣，趁热吃。程疏远咬牙切齿，顾墨寒真是会取悦人啊，比他还谄媚呢。你前几日为了救本公主，伤口虽然好了，但是身体还是虚的，吃点海鲜能补充一些复合维生素。
毫不掩饰地拉近他和莫言的关系。莫言是他的人，私下有合作，今晚装死了一晚上，他现在非常需要他的狂妄，好灭一灭顾墨寒的威风。而莫言的眼神都有些颤抖和闪烁，下意识看了顾墨寒一眼。多谢公主，但是莫言可以自己来的。皇上是个大醋缸子，一点就着。皇后娘娘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故意做给皇上的。眼见着顾墨寒的脸色越发的阴沉，程疏远顿时就乐了。皇上刚才怎么出言嘲讽疏远和叶公子都没问题，只是可惜莫言公子才是公主的心尖宠。唉，要知道莫言公子可是刚来就跟公主同房了，两人的关系更是一天比一天亲密。既然他和叶千锋都斗不过，那就让莫言去斗，最好啊，这两人斗得两败俱伤，这样他才能渔翁得利。顾墨寒气急了，一时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吃什么醋了。莫言公子很喜欢为公主出风头，一身杀伐之气吓得不少人瑟瑟发抖，庆幸自己坐得远。见他明显吃味，程疏远心满意足的就坐等莫言和顾墨寒争吵起来的时候，却发现莫言根本话都没说，直接避开了顾墨寒的视线。这个莫言莫非是个欺软怕硬的主啊？明明明皇公主都这么向着他了，他还如坐针毡的模样，真是奇了怪了。而南婉嫣也很快发现了端倪，神色古怪地盯着莫言，觉得他太过于反常了。因为狐疑，南婉嫣仔仔细细地瞧了莫言的脸，并未发现任何易容的痕迹。不是换人了，难道是他害怕顾墨寒？之前的狂妄都是窝里横吗？公主，千锋听闻最近京城里的女子都流行佩戴璎珞，便叫人给您挑选了几款送到喜悦殿去了。还有您喜欢的糖梨糕，还给郡主和世子们买了不少玩具。等散宴后，不知能否和公主一块去看看。璎珞那样落后的款式，七爷早在1年前便有了。给婉言挑选首饰，真有心得，知道的更比叶公子多。他最爱鸢尾，喜好红色。还有2个小丫头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偏好玩具，姑娘们各有所长，一个善文，一个善舞，光是用玩具讨好，或许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这些事情朕早就安排于峰做好了，叶公子就不必浪费多余的精力和财力了。没错，皇上在来之前就已经定做了最新的首饰和衣裳，还有郡主世子们各自喜欢的东西，早就送去了。够了，叶千锋是本公主的准驸马，皇上若是脾气不好想要发泄，那就回西野去，在那里你是万人之上，不会有人说你什么。但是此处是大夏，任何人不得妄想欺负本公主的准驸马，欺负本公主的恩人。公主，南婉嫣拍了拍他的胳膊，给了他一个心安的眼神。阁下都来了，怎么还不愿意以真容见本公主？神秘人突然轻嗤一声，缓缓地转过身来。你确定只是想见我的真容，而不是为了除掉南婉嫣？这个声音，陆娇娇彻底傻眼了。竟然是你！哼，本公主就知道你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有一点，本公主还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利用我来借刀杀人，除掉南婉嫣。愿者上钩罢了，你又何必在意？现在重要的是南婉嫣和顾墨寒，一旦他们夫妻2人再度联手，整个大夏哪里还会有我们的余地？你要不要跟我联手除掉他？说吧，你要本公主做些什么？说着，神秘人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药瓶，递给了陆娇娇。是不是？哎，不想活了。本公主可以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但是南婉嫣早就给本公主下了毒药，这毒药除了南婉嫣，谁都解不了。若是此事成功，她死了，谁来给本公主解毒？你放心，既然让你办事，就绝不会白白叫你丧命。此毒我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开，如若不然，你大可以带着那些书信和证据去女皇面前问责于我。成交。千锋，喝点酒吧。他伸手想拿酒壶，宫壁中的其中一人忽然掏出了淬毒的匕首，猛然朝着南婉嫣的胸口刺去。刹那的事情，南婉嫣压根没机会反应过来。顾墨寒脸色骤然一变，婉嫣小心！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他本能的伸手抓住匕首，掌心瞬间就被划破，鲜血直流，而异常诡异的灼痛感蓦然从伤口处蔓延开来。他眼底的杀意弥漫开来，一脚将刘盈踹翻在地上。护驾！公主！叶千锋也立即反应过来，看着顾墨寒紧紧搂着南婉嫣，手里还牢牢地握着一把匕首，脸色有几分复杂。他竟没能第一时间察觉到自己果真比不过顾墨寒吗？南婉嫣震惊不已。云恒，留活口！于峰、云恒、莫言3人第一时间担心顾墨寒的伤口，云恒还是率先按住了摔在地上的刘盈。是公主。皇上，您受伤了。
陆娇娇脸色铁青，攥紧了袖子，在心里暗骂，可是又不敢表现出来。南婉言笃定自己绝对没有看错，除非顾墨寒中的毒誓。她脸色骤变，立刻给顾墨寒把脉。怀烟，刀上是不是有毒？难受吗？伤口灼痛吗？灼疼，愈发强烈。南婉言脸色顿时更难看了。就在这个时候，陆无疆瞥见地上的匕首，竟发现匕首尖端闪烁着奇妙的色彩。这是钱？怎么会是这种毒？竟然是这等禁药！此毒究竟是什么？皇上他有没有危险？危险啊！哎呀，麻烦了，其毒性强烈，发作起来叫人痛不欲生，是剧毒啊，根本无药可救。于峰和云恒脑子里瞬间嗡的一声，是蝎，你的确是中了蝎毒。顾墨寒也会死在我的眼前吗？顾墨寒却心中大喜，没想到他中的毒是莫允明中过的毒，或许此事能为他洗清冤屈呢。怀烟，不管我中了什么毒，只要你没事，那就都没有关系。住嘴！我不会让你死的。朕有解药，前夕将朕寝殿柜子里的第3个药瓶拿来，快！是，皇上。还好母皇有解药，也幸亏皇上刚才反应及时，这才没让明皇受伤。姨母，白丫头，此毒凶狠霸道，你给他喂任何解毒丸都没有用。此毒的解药都是经过9981天炼制而成，若没有解药，中毒者必死无疑。南婉嫣闻言，手脚发凉，忍不住的心慌。她凝视着南婉嫣，眼神复杂，好像只有她受伤的时候，她似乎才会露出焦急的神色来。只有在这一刻，她才感觉到自己还重要。说，是谁指使你公然在宴会上行凶，刺杀明皇公主的？明皇是大夏未来的储君，他身边更是西野的帝王，哪一个都不是你这条命能够赔得起的。如今皇上虽没事，但你也在劫难逃。要是供出幕后主使，本王也能让你死得利索点。陆娇娇死死盯着刘盈，心里打鼓，有些不安。没人指使奴婢，奴婢就是不想看着明皇公主好过。奴婢，总之都是奴婢做的。撒谎也要带点脑子。结为禁毒，只有皇室中身份地位极高的人才能使用。你一个小小的宫婢，怎么可能得到呢？刘盈被吼得一哆嗦，我来。他二话不说掰开了刘盈的下颌，给他灌了一瓶青色的液体。刘盈忽然就倒在地上，痛苦的抽搐。你方才喝下去的毒药是我自己特制的，绝不可能找到任何解毒的办法。但是此毒不会让你立刻丧命，只会一点点的腐蚀你的内脏，让你在痛苦之中慢慢的绝望的死去。究竟是谁指使你刺杀本公主的？我可以给你解药。奴婢说，什么都说。陆娇娇彻底慌了，冷汗湿了满背。谁让你刺杀本公主的？刘盈艰难地抬起手，朝陆娇娇指了过来。是后蒙公主。竟然是陆娇娇干的，众人心里掀起一阵惊涛骇浪。你这个奴婢，竟敢污蔑本公主，你究竟是何居心？本公主怎么可能？奴婢发誓，若是今日奴婢说的话，若有半句假的，一定全家暴毙，不得好死。后蒙公主事到如今，难道还要执迷不悟吗？你胡说！本公主什么时候给过你药瓶了？本公主根本就不认识你。方才后蒙公主擅自离席，奴婢想定有别人看见过。她离开的这段时间是去见了一个人，虽然奴婢不知道是谁，但那人亲自给公主一个药瓶。公主还对奴婢说，今日她一定要让明皇死无葬身之地。鸿蒙，当真是你？不是的，母皇，你听我解释，我只是……够了，鸿蒙，朕从小待你不薄，原以为你只是性子骄纵了些，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执迷不悟，还想祸害婉丫头。这婢女是你的人，如今她都要死了，供认不讳，你还要狡辩什么？不是的。所有人的视线仿佛刀刃一般剜在他的身上。你还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朕之前看在婉嫣的面子上，已经饶过你一命。婉嫣更是心善，都不再计较你的刺杀之事。没想到你竟还敢梅开二度，再做行刺之事，甚至还用上了这样阴狠的毒药，生怕杀不死婉嫣。看来饶你一命是做错了。什么？什么意思？鸿蒙之前就行刺过婉嫣吗？什么时候的事情？明皇，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何不说？就在前天，婉嫣与朕见面的时候，他带人行刺婉嫣与朕，还好当时先制服了他，不然不堪设想。而且当时他已经亲口承认，他与人联手布了很久的局，已经不止一次想让婉嫣死。朕以为吃一堑长一智，经过上次的教训，他至少不会再肆意妄为，却没想到他竟然一点记性不长，简直罪不可赦。
鸿蒙，朕早将你当做心尖上的孩子了，从小到大，无论什么东西，朕都给你和红离最好的。就算是婉丫头来了，也从未亏待轻视过你们。你这么让朕如此失望，如此难堪。南婉嫣忍不住上前轻抚着他的后背，姨母。鸿蒙，看来还是我们对你太过于放纵宠溺，才导致你像现在这样无理黑心。早知如此，我就跟5弟6弟一起将你打得不能自理，看你还敢不敢造次。那个指使你这么做的神秘人又是谁？他又在哪？你已经犯下滔天大错，供出神秘人的身份是你唯一活下去的机会，否则……陆娇娇慌得不行，心中大骇。我错了，明皇，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承认，我很嫉妒你，嫉妒你一来就能得到母皇的爱护，也嫉妒皇兄们个个都围着你转。是我蠢，是我猪狗不如，才会这么不识好歹的来对付你。我求求你了，我还不想死，你放我一马，让顾墨寒不要杀了我好不好？你想知道那个神秘人是谁是不是？我知道是谁了，那个神秘人其实就是陆娇娇就要供出神秘人的时候，忽然狂吐鲜血，四肢抽搐，直挺挺地倒下去。众人惊愕：啊，陆娇娇，她死了！一时间，凝碧宫里完全乱成了一锅粥。都给本王安静！怎么突然这样？是紫桑毒，估算时间应该是2盏茶以前的事情。许是去见了神秘人，安排厮杀的同时就已经被下毒了。不好，皇后娘娘，她好像也中毒了。只见刘盈忽然间抽搐起来，黑血从口中喷涌而出，随后就咽气而亡，跟鸿蒙一样，都是紫桑毒。这时，刘盈怀里忽然滚出了一个药瓶来，这应该就是劫。这神秘人够狠的，为了对付他，特意用了蝎毒，想要将他置于死地。与此同时，神秘人还特意在瓶身上涂满了毒药，让陆娇娇也中毒。今日大夏发生此等不幸之事，朕深感惋惜。鸿蒙公主不幸遇刺身亡，找个时间，诸位还是将公主厚葬了吧，以告亡灵。谢帝君言之有理，来人，将鸿蒙公主尸体抬下去，好好收拾，择日厚葬于皇陵。南婉嫣转头看向身边的顾墨寒，今日皇上劳累了一日，就在宫里休息吧。至于交换城池的细节，明日再细商吧。西野帝君不知意下如何？程疏远和叶千锋表情顿时缓和。顾墨寒住在宫里，那离公主就很远了，非常好。顾墨寒却歪着头，似笑非笑地盯着南婉嫣，摊开自己被纱布剪裂包扎过的手。何时细伤都可，但我受伤了，应该要就近治疗。我要去你的寝殿住。顿时，南婉嫣的俏脸一下子就黑下来，5个皇子们更是纷纷炸毛了，眼睛都要瞪烂了。放屁！你想得美！4哥撸起袖子就想骂人了。你再说一遍！5哥和6哥难得露出了凶狠的表情。坐。皇上怕是理解错了。皇上虽是贵客，但也要接受储君的安排，跟皇妹同住一个屋檐下，成何体统？他们的白菜还没养好呢，怎么可能再次送出去呢？就连女皇也忍不住的皱着眉，盯着顾墨寒，觉得这厮未免太明目张胆了，怎么就不怕死呢？你就算是皇上又如何？也不过是公主的前夫而已，男女有别，你怎么能跟公主住在一起？明皇公主清白与名誉不容亵渎，皇上还请自重。莫言还不敢表现得太明显，只能绷着一张脸，什么话也不说，也不跟叶千锋和程疏远凑热闹。几位兄长怕是有所误会，莫寒以为跟婉嫣住在一起并没有任何不妥，毕竟我们还是夫妻，不曾合理。婉嫣虽然是大夏储君，但自始至终都是我的皇后，夫妻同住，理所应当。所有人都傻眼了，不可思议地看着南婉嫣，又看看顾墨寒。顾墨寒，我早就说了与你和离，当初离开西野更是给了你一纸休书，是你自己不要的。在我这里，我们2人早就已经不是夫妻了，我也不可能是你的皇后。婉嫣，你应该知道天子是不能休的，和离的事我也没同意，那我们就是夫妻，这是不争的事实。南婉嫣看着他那胡搅蛮缠的，再看着他清俊带笑的脸，怎么看怎么欠揍。女皇高高的挑着眉，哀戚的心情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的消散了不少，几位皇子肺都要气炸了，尤其是陆无疆，才知道南婉嫣和顾墨寒没有和离，一记眼刀甩向了陆渊里。二弟，你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不是说好了已经给西野列了条件，往后皇妹跟顾墨寒没有关系了吗？二哥，谁都知道皇妹恨极了顾墨寒，你怎么能不处理好这事儿呢？二哥不靠谱。当初他昏迷不醒，本王是与西野的太皇太后交涉的，那位固执的老太太能够退一步将婉嫣还有小丫头们让回我们大夏，就已经是极限了。她不可能替皇帝写和离书，也给不了休书。明面上的确没有解除婚约，但本王当时说过了，西野和大夏无法邦交，傻子都明白本王是什么意思。
现在西野皇帝却死皮赖脸，非说与皇妹没和离，你们要本王如何？被骂傻子的顾墨寒微微的勾着唇，各位皇兄，没必要因为这件事争执，横竖我都在大夏了。如果顾墨寒对他动手动脚的，他有办法对付他。他抬眸剜了罪魁祸首一眼，既然皇上意愿强烈，那便住在喜悦殿吧，本公主会派人给你收拾好房间的。众人是满脸的震惊，于峰和云恒对视了一眼，两人都要乐开花了。住在一起好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莫言在心里也松了口气。皇上若是入府，那么我的存在感应该就不会那么强烈了，兴许也不会被人发现吧。程疏远牙都要咬碎了。我都听婉嫣的。眼神宠溺注视着南婉嫣，他得了便宜自然要卖乖，转身看向了女皇。晚辈先跟姨母道个别，姨母今日累了，回去好好休息，明日再见。然后乖巧地向各位皇子们行礼。曾与兄长们的薄礼，莫寒已经派人放到各位的府上了，兄长们也好好休息。这段时日，莫寒要留在这里，叨扰各位皇兄了。他们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尤其是他这副欠揍却挑不出毛病的样子，真是让人气不打一处来啊！皇上好好休息吧，朕也要回去了。武将，如今是多事之秋，你多派人跟在婉丫头身边，保护好你的皇妹。儿臣明白。你最好不要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我和5弟6弟可都盯着你呢。说着还做了一个挖眼睛的动作。莫寒明白，多谢四哥提醒。一时找不到敌手的陆延安，没讨到什么好处后，骂骂咧咧的被陆叔和陆远架着离开了。婉嫣，我头晕手疼，你扶我回去吧。他臭不要脸的样子，简直像是一只狗皮膏药。云恒和于峰忽然觉得有些害臊，都转过头去，尴尬的咳了一声。皇上，您这演戏的成分也太重了。程疏远和叶千锋脸都绿了，南婉嫣嫌恶地看了一眼怀里的男人，想要推开他，而顾墨寒却是纹丝不动。你这不是挺有力的吗？而且你伤的是手不是脚，怎么连路都走不了？我手疼得厉害，就想你扶我回家。直接走，不要浪费时间。说着直接挽着顾墨寒的胳膊，大步流星的往那凝碧宫外走去。顾墨寒也乐意被他带着走，满眼的愉悦。见南婉嫣带着顾墨寒走了，程疏远立马不甘心的跟上去。公主，等等疏远呀，疏远还没。谁知还没有靠近两人，就被于峰面色冷凝的拦下来，面无表情的将佩剑横在了胸前，一副气势凌厉的样子。皇上出行，闲杂人等需回避。等到南婉嫣他们走远了，于峰这才收回了长剑，离开了。叶千锋，你不会就这么忍气吞声了吧？什么？我说，你不会就这么看着明皇公主跟那个顾墨寒跑了吧？我觉得你比那顾墨寒要好多了。至少我是不讨厌你的，但是那个顾墨寒真的太不要脸了。明明二殿下都说了大夏和西野不邦交，那明摆着就是一拍两散了，他非要说没和离。而且你这么多年为公主的付出，我也都看在眼里。现在你终于熬成公主的准驸马，要是公主一旦成为西野的帝后，那我们就都要被遣散了。程疏远，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有些人注定只能是心里的朱砂痣。这2年多以来，公主尽管表面上跟我们有所亲近，但在她心里，我们于她而言始终是疏远且有距离的。那又怎样？只要公主继续恨着那顾墨寒一日，我们便还有机会。恨，我原本也是那么以为的。但是你看，不管公主如何厌恶仇恨那顾墨寒，可她的情绪终究都被他左右。有些时候，恨意要比爱意更令人艳羡，因为那会是一辈子记在心里的感情。像你我这种人，连被公主讨厌的资格都没有，又如何走进她心里？我说，你到底有完没完啊？什么恨啊爱的？公主若是真对那顾墨寒还有意思，早就没我们2人什么事了。要我说啊，如今你是准驸马，又被公主深深信任，就应该乘胜追击，让那顾墨寒没有插足的余地。要不然的话，我们真要被那人给踩在脚下，永远抬不起头了。没用的，放在宴会上我都看见了，顾墨寒有多护着公主，而公主即便恨的同时也是担心她的。他们夫妻多年，早就积攒了不少的默契，心灵相通，否则也不会不经商量就能穿一样颜色的衣裳。顾墨寒能为公主空手接白刃，但你我当时就在身旁，却不及他半分反应。他险些中了无解剧毒，却依旧只想着公主安危。他对公主的感情或许不在我们之下。顾墨寒为大夏解围，给台阶，公主二话不说就顺着台阶下了。他们2人不管爱也好，恨也罢，早就对彼此了如指掌，而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婉言，我们一辆马车。
南婉嫣却不再惯着，直接将他的手扒拉开。顾墨寒，让你留宿公主府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你若是再蹬鼻子上脸，我连公主府都不让你去，你还是住客栈吧你。一人一辆马车，这件事没得商量。可我感觉很难受，不如一同回府，路上你还能替我再瞧瞧。但是南婉嫣一眼就看穿了这是顾墨寒在演戏，白了他一眼之后，头也不回地朝前走过去。南婉嫣路过云恒的时候，冷睨了他一眼，沉声说：“将顾墨寒盯好了，若是他想过来，直接拦住他，除非他疼得快死了，否则别告诉我。”云恒面露苦涩，属下明白了。结果话音刚落，就见一道明黄的身影直接挤上了马车。定睛一看，见顾墨寒无辜又温柔地望着他。启程吧。南婉嫣黛眉拧紧了。顾墨寒，从前我只觉得你霸道，2年过去，你怎么毫无长进，反倒还退步了？现在像个无赖似的，有意思吗？我只是想跟自己的妻子待在一起，有什么错吗？婉嫣，今日的毒你也看到了，跟我向你描述的一模一样，也跟我在西野那群刺客身上搜集到的是同样的东西。现在陆角角已死，那个陆生生看上去可能也有问题，但你难道不觉得这一切发生的太过顺利了？若陆生生当真如此缜密，又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物件遗落在远处，等你的人来发现？这件事情或许还牵扯到更深。你偷听我谈话？不过是散步的时候光明正大听到的，如何算偷听？言之有理，或许他们也知道我在查神秘人，故意将陆生生的物件丢下，就是想要故意挑起皇室之间的内斗，让我去对付陆生生，好做成渔翁之利。此人肯定早有预谋，最终的目的应该就是想让我不好过。我似乎很久跟他没这么独处过了，他依旧明媚夺目，可他的身上仿佛有了更多的担子与责任，让人心疼。你怀疑这些都是高管家的手笔？难道你不怀疑吗？如果我们这些储君人选都死了，那不正好给想当大夏公主的云雨柔腾出位置了？当初高管家在西野，为了一个云雨柔，将你的皇室闹得鸡犬不宁。他那样的人，心狠又眼下固执，只要是他认定的，他宁愿放弃生命，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做到。你为何笑了？哼，我为何笑？顾墨寒，难道你不觉得现在的高管家很像当初的你吗？无论真相怎么摆在你们面前，你们都会选择自己想要相信的部分，从来不管事实。顾墨寒，高管家是我娘亲的人，却认错了主。往后他要是发现了真相，发现他一直想弄死的人才是他真正的小主子，发现他的愚昧害死他小主子的舅舅，令他的小主子痛不欲生，且这辈子都良心不安。那时候他想跪在我的面前赎罪，你觉得我能原谅他吗？犯下此等大错，非死不能赎。顾墨寒，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拒绝你吗？因为错误和伤害已经造成，那些东西不像皮肉伤，时间一长就能自我痊愈，那都是无法逆转的存在。我知道。你既然知道，那就不要为难我了。你救了我一命，我理应要感激你。如果舅舅的死当真如你所说，那我承诺不会再恨你，我们之前的恩怨全都一笔勾销。我也欢迎你随时来大夏见我和孩子们，但是破镜是不可能重圆的。时至今日，你也不要想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你可以找一个值得你爱你也爱的女子。你身为帝王，身边有很多对你倾慕之人，我也知道你为了家国百姓一直都做得很好，不要让他们失望。他修长的指节攥紧了，掌心的伤口沁出了血迹。而就在这个时候，马车忽然一个颠簸，顾墨寒克制着不敢动，直接撞进了顾墨寒的怀里，脸颊不小心擦过了顾墨寒的薄唇，两人相隔咫尺，暧昧又无比的危险。而这一刻，车厢里静的只能听到热烈的彼此的心跳声。顾墨寒感受着薄唇上的温软香气，心中沉静下来。南婉嫣身上熟悉的味道让他怀念又舍不得放开，而南婉嫣率先反应过来，直接用力地推开男人的胸膛，局促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望向了车窗外。我不是故意挨着你的，是马车。婉嫣，今日我进宫拜见比较仓促，几位兄长似乎不太满意我送的礼物，你比较了解他们，可否看出有什么不妥？我倒是觉得你今日送的礼物非但没有不妥，反倒个个都送在点子上了。顾墨寒，你虽然在西野，那知道的还挺多。你是在我这里安插了眼线，还是说你早就来大夏了？不然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若真安插了眼线在你的身边，又怎么可能只过问几位兄长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我向来在意的只有你和孩子。再说，兄长的喜好并不难打听。这话你可以蒙别人，但是骗不了我。你的手段我在西野又不是没有见识过，为了达到目的，又有什么是你做不出来的？婉嫣，你可以不信我，我也无话可说。不过我也在想，如今你的身边有那么多男宠，难道你真的每一个都想娶？你问这个做什么？这些事情还用不着你来关心吧？你如今要抛弃亲夫，流连百花丛，我岂能放任？今日我也算是跟他们打了个照面，那莫言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整一副恃强凌弱的模样，根本就不是能护你周全之人。骂莫言的时候，顾墨寒的心里其实也有些复杂。
还有那个叫程书远的，样貌家世不过是中等偏上，整个人聒噪无礼，更是表里不一，有什么值得你喜欢？最后便是那个叶千锋，仗着自己头上盖着准驸马的名号，竟敢跟我叫板。此人胆大妄为，又极其没有自知之明，一点都配不上你。他们有哪个值得你喜欢？你管他们值不值得，我反正就是都爱，见一个爱一个。如果我不爱他们的话，怎么可能将他们纳入后宫呢？别说是这3个了，现在公主府里还有7个男宠等着我，我大可以玩腻了再换一个，每天都不重样的。我不信，你若真像自己所说，那么爱他们的话，怎么可能迟迟不跟他们圆房？说完了，顾墨寒忽然就有些后悔了，他怎么无意识的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你怎么知道我没跟他们圆房？顾墨寒哑口无言，薄唇紧抿着没有出声。说啊，刚才你不是还挺能会说的，现在问你理由，你怎么不说了？是心虚吧？因为你在我是云恒告诉我的。顾墨寒蓦然打断了他的话，直接把兄弟给卖了。云恒，当年云恒表面上是被我赶出宫了，实则是我命他，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寸步不离地守在你的身边。而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向我汇报你的情况，与你有关的一切事情，我自然清楚。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对兄长的喜好了如指掌。云恒这小子竟然是个间谍！云恒这个叛徒白眼狼，自始至终就知道向着你，根本对我没有一句实话。我之所以没跟他们圆房，那是因为之前太忙了，我现在闲下来了，今晚就好好挑一个，生米煮成熟饭。婉言，别说这种话，更别招些乱七八糟的男人惹我生气。你若是想要，我一人足矣。谁要你啊？技术那么差，脾气还那么暴躁，我要选温柔体贴的好不好？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男人掐着腰按在马车的一侧，低头吻住他的唇。他手忙脚乱地抓他、踢他、反抗他，无济于事，他却是皱着眉摁着他，没完没了地亲着，额头抵着他的额头。婉言，我也是会吃醋的。从前是你自己说的一生一世一双人，如今我知道了，更会照做。可你却要打破自己定下的规矩吗？南婉嫣被他禁锢在怀里，根本就挣脱不开。顾墨寒，我告诉你，就算我南婉嫣要一生一世一双人，那也绝不是跟你。你难道没看出来吗？我就是讨厌你了，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往来。今天要不是看在姨母和大夏的份上，甚至不会接受你的条件。现在竟然有脸说你吃醋了，你吃的哪门子醋？你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是吗？你不想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可是我想。你做梦去吧你！顾墨寒就再次吻住了他，而这一次他没有克制，日思夜想的人就在怀里，口口声声的去讽刺他，还妄想跟别人出双入对，恩爱白头。他想得美！他镇压了那不起眼的反抗。婉言，我不许你总是在我的面前提起他们，不许你碰别的男人，更不许你的心里有他们。你是我的，我一个人的。狗男人，是把我当骨头啃了吧？忽然，南婉嫣感觉自己身上一凉，腰带竟然被他给拉开了，衣服也被他扒开了不少。顾墨寒，你个王八蛋！你！他用脚踹着他，死死揪着自己的衣服，却再次被他吻住。他禁欲太久，随便一点就着，连喉头都是干涩的、沙哑的。婉言，一次好不好？可南婉嫣更怒了，脑袋狠狠撞向他的下颌，气急败坏。一次你个大头鬼，臭流氓，我打死你！一次好不好？哪来的跟我求欢？南婉嫣直接推开他，将他反制在马车上，从空间里掏出银针，狠狠地扎在他的大腿上。下一刻，马车就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明皇公主，皇上，公主府到了。马车里，南婉嫣彪悍地压制着顾墨寒，衣衫凌乱，头发也凌乱不堪，红唇发肿，瞧着不仅不狼狈，反而更加的活色生香。顾墨寒，你以为你现在还和以前一样，想怎样就怎样吗？你想的可真美。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你再敢对我动手动脚，我下一次出手就不再是麻药，而是下毒了。说着，他便站起身，拢好自己的衣服，又忍不住踹了他一脚，才稍稍的解气，下了马车。顾墨寒任由他打骂，一声不吭。他的大腿发麻，一动就是格外的酸爽，头发也凌乱了，嘴唇染着血，却平添几分妖冶。那红肿的唇瓣和凌乱的衣裳，惹得人浮想联翩。众侍卫们也都纷纷的低下头去避嫌，云恒更是连看也不肯看南婉嫣一眼，神色诡异的在心里吐槽了一句：皇上也真是的，就算再怎么忍不住，也不至于在马车上就……哎呦，真是羞死人了。就在他一面感叹，一面低头盯着地面，都快给地面看出花来的时候，腿上忽然遭受了重重的一击。哪个不长眼的？公主，属下怎么惹着你了？见这厮现在还跟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当时火气更大了，头顶都快冒烟了。你还敢问我？我告诉你，
顾墨寒的住处你给他安排，还有你若是以后再敢给他通风报信，我就再也不让你见风央了。说完，他扭头就走。皇后娘娘不让我见风央了，这怎么能行呢？对不对？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皇后娘娘怎么知道我是叛徒？难道是皇上为了追妻，把我这个任劳任怨的小蜜蜂给卖了？皇上，娘娘知道属下的秘密了。朕说的。啊？为什么呀？云恒叫苦不迭，他觉得他装的挺好的，皇上的2个身份露馅，他都不会露馅呢，居然就被皇上给卖了。但现在看着顾墨寒那凌厉的视线，还是吓得一哆嗦。皇上，属下给您安排住所，就住在西边的院子里吧。西边？不是，皇上就住在皇后娘娘隔壁吧。皇上，接下来可怎么办啊？要是让皇后娘娘发现什么不对，您的身份随时都会被拆穿的。并且属下总觉得皇后娘娘今日像是发现了端倪，看莫言的眼神一直都不太对劲。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皇上偏偏还像个没事人一样，唯独他这个受气包两头都不讨好。哎呀，皇上，要不我们早点坦白从宽吧，说不定还能求得皇后娘娘的原谅啊。无妨，就让莫言继续这么演下去。朕感觉能够赶在婉言发现之前，当年的真相会先捅出来。对了，小正角他们姐弟4人如今在哪儿呢？现在这个时辰，郡主和世子他们都在学堂里上课呢，离公主府不远，应该也快下课了。带朕过去。顾墨寒二话不说起身，径直往屋外走。云恒蔫了吧唧的跟上，显得很是心不在焉。他认为顾墨寒现在纯粹就是在作死。要不我就给皇上和皇后娘娘下猛药，让他俩睡一觉得了。以皇上的能力来说，再要个3胎完全不是问题。而且以前成王不就常说吗？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2位主子只要多在床上打架，多生几个孩子，总能修复感情的。于是找了个借口，让人带着顾墨寒去学堂，自己兴奋的下去，开始筹备他的完美计划了。小包子，你别小腿用力，你得像这样。脚下的蹴鞠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随着他的步伐游走跳跃，灵动而潇洒。阿姐，你慢点，要是今日摔破了衣裳，或许娘亲又该说你了。哥哥，你看好了，我又要进球了。闹闹，你可别太得意，小心大意是荆州。什么州？哥哥，我们在玩单球啊。方向是对了，可是用错了力道。大爹爹，大爹爹，我想死你了。大爹爹，你怎么来了？小正角和小包子愣神了，刚才踢到天上的球都忘了接了，眼见着要砸到小正角脑袋上，宽厚的手掌稳稳地接住了球。怎么忽然愣住了？还没弟弟们反应得快，莫不是不希望我来？哪有？父皇既然来都来了，也不急着走，不如陪我们4个玩一会儿。现在我们比蹴鞠，我不信还赢不了你。好啊，我也正想看看这几年你究竟进步如何了。小包子不擅长这些，我与他一组，你带着2个弟弟，我们3局2胜，如何？好。闹闹，我们上，冲啊！了解。顾墨寒笑看着自己的孩子们，气势汹汹地朝他攻过来，故意的侧身闪过。父皇，我踢到了。我就知道你可以的。有了自信，小包子再也不害怕自己搞砸，逐渐放得开了。小正角有些气恼自己没有踢好第1球，但是看着妹妹开心，他也欢喜。再来。安安和闹闹对视一眼，突然就有了主意。收好了，放马过来吧。顾墨寒故意的放轻了力道，这一球自然就被小正角稳稳的接住，没有丢分。安安闹闹见状，开心的手舞足蹈。哼，怎么样？我就说我现在厉害了吧？你是父皇心里最厉害的小女将军。安安和闹闹这番混淆视听的操作也很不错，但是下次记得慢点跑，不要绊上。姐弟4人都得到了夸奖，心里可美得很。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一球要踢空的时候，小巷里忽然出现了一抹明艳的身影。南婉嫣和风央恰好此刻赶到，谁都不曾想天上会突然掉下来一个蹴鞠，直冲着南婉嫣的头顶砸过来。风央当时脸色一变，赶忙朝着南婉嫣伸出手。公主小心！南婉嫣眼眸一滞，下意识想闪身，但是还没来得及反应，腰肢骤然一紧，整个人猝不及防的就被人揽住了。转了一圈，那好听的嗓音在耳边忽然响起：别怕，没事了。众人都呆住了，风央更是震愕。顾墨寒的实力未免也太强了吧，公主就在他的面前，
竟然还被他捷足先登，抱着公主避开了蹴鞠。南婉嫣稳着身子，侧手看向了顾墨寒，正好对上他深黑如墨的眼眸，一时间有些愣怔。哇！他连忙推开顾墨寒，后退几步，表情还有些不自然。多谢。两个小丫头看着父母这么搂搂抱抱的样子，都忍不住捂嘴偷笑。父皇还真是越来越会了，刚才这场景浪漫满分。而罪魁祸首的两个小奶团此刻则是心虚的跑到顾墨寒的身边，两小只一左一右，跟上树似的往顾墨寒的身上窜。见两小只爬得这么费劲儿，他干脆直接拖着他们的屁股一把捞进了怀里。是不是要给娘亲道歉？对不起，娘亲，我不是故意的。娘亲不怪你们，乖。娘亲果然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娘亲，你方才也看到了，大爹爹他武功高强，和你多般配呀！娘亲以后要是遇到危险，大爹爹绝对是第一个挺身而出。没错，大爹爹不错。这两个小子没白疼。南婉嫣凝眉审视着顾墨寒，心想这厮是不是给他孩子们下蛊了？怎么一个两个的都这么黏着他，还帮他说话？闹闹，你们现在还小，很多事情想不明白，娘亲也不会说什么。但是呢，不能见一个爱一个，尤其是那些表里不一的人。他伸手使劲扒拉了一下，发现两小只竟然纹丝不动，四只粉白的小拳头都快将顾墨寒的衣裳拉变形了。闹闹，松手！他就不信了，今日还抱不走两个孩子了。众人看着面前僵持不下的一家子，脸上有些诡异，怎么觉得公主和皇上看上去不像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你体弱，还是让我来抱吧。你说谁体弱了？顾墨寒，你松手，把闹闹还给我。南婉嫣瞪着他，这个什么都不干就能获得孩子们喜欢的男人，他非常不爽。顾墨寒，你松手，把闹闹还给我。娘亲，你就让大爹爹抱抱我们嘛。娘亲，我们不走。你们松不松手？不松手，娘亲可要生气了。两兄弟的胡闹彻底分散了南婉嫣的注意力，以至于他都没发现闹闹手上的小动作。顾墨寒却注意到了，见闹闹正将他的腰带和南婉嫣的绑在一起，心里不禁失笑。这孩子年龄不大，心眼倒是不少。南婉嫣气急了，想退后两步，卯足了劲儿将孩子们给抢回来，却不想因为惯性，他直接被绑了死结的腰带给扯了过去。这一扯，他额头直接撞上了顾墨寒的薄唇，整个人差点将他给扑倒。众人看着这幅暧昧的画面，纷纷移开视线避嫌，脸上忍不住的发笑。他们怎么莫名觉得皇上跟明皇公主这么好磕呢？顾墨寒眼眸微深，直接将南婉嫣搂进怀里。怎么突然就扑过来了？我不是方才在马车上，还没跟我报告？马车上？众人一副好像听到惊天八卦的表情。大爹爹，方才你和娘亲在一起坐车上了？你们都在车上做了什么呀？这是爹爹和娘亲之间的秘密，你们就别多问了。南婉嫣的表情更明显的一僵，顾墨寒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到哪儿都营造一种他是他的且关系极好的样子。顾墨寒，你在孩子们面前胡说什么？闹闹，是不是你们搞的鬼？兄弟俩前一秒还在笑，后一秒装无辜又可怜，抱紧了顾墨寒。大爹爹，娘亲冤枉我们，大爹爹保护我们。顾墨寒拍了拍他们的背，看着南婉嫣，嘴边的笑收都收不住。爹爹在。他气急败坏的低头，想要解开自己和顾墨寒系在一起的腰带，但是这两个小屁孩实在太凶了，系了死结不说，还系了好几个，搞得南婉嫣费了好一番功夫。娘亲，我们饿了。父皇都占够便宜了，还是先帮娘亲消消气吧，不然父皇又要挨骂了。娘亲呀，带你们吃饭去。皇上、公主，还有几位小主子，你们终于回来了。属下让他们准备了很多好菜，您几位赶紧落座吧。风央多看了他一眼，脸颊微红的走到一旁站好。南婉嫣见云恒这么热情，还以为是这厮想要讨好弥补他，顿时有些气愤的睨了云恒一眼。云恒被南婉嫣那冷锐的视线瞪得有些心虚，立马跑到风央的身边去避风头去了。但是一想到他那万无一失的计划，他就忍不住的偷笑。娘亲，我们也让莫言公主一起来吃吧。两位爹爹齐聚一堂，就能多一个人给他们加好吃的，想想都觉得幸福。你去把莫言带过来吧。是，公主。顾墨寒眼神微妙，不着痕迹的抬了抬眉。云恒紧张的咽了咽嗓子，后背的冷汗噌的一下冒出来。莫言要是来了，岂不是暴露？见到莫言，安安闹闹明显兴奋起来。莫言公主，你瞧，这就是我和哥哥昨日向你提起的大爹爹，你们两个都很厉害，以后关系会越来越好的。多谢两位小世子引荐，不过
莫言在此前宫宴上已经跟皇上打过照面了。怎么感觉今日的莫言公主抱起来手感没有大爹爹好，跟之前不一样了呢？小正角小包子见状，心里免不了一阵七上八下。父皇找的这个替身不太靠谱。莫言，你今日状态怎么如此不好？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本公主？可是，一时间他竟大脑一片空白，说不出来话了。娘亲，莫言公子可能是还是很不舒服吧？婉言，我早就说过，此人不行。如今我还没做些什么，他硬伤着不能作为。要是往后我吓着他了，他岂不是还要昏死过去？莫言听了，连忙装的瞪了顾墨寒一眼，看起来还算是有点气势。父皇可不要小瞧了莫公子，论起功夫来，不一定谁更差呢。顾墨寒笑眼看着傲娇的女儿，不愧是他的孩子，如今他们配合的倒是越发默契了。哎呀，公主，您就别老盯着莫言瞧了。如今皇上来了，这好歹也算是咱们在大夏的团聚，不如一起喝一杯。这小子打一开始就一直是顾墨寒的狗腿，身在曹营心在汉，明明跟着我，却背地里把我的消息一五一十的上报给顾墨寒了。这酒我可不敢喝，谁知道里面是不是下了什么东西？云恒脸色一僵，公主这可就冤枉属下了。你要是不信，那属下先自罚一杯。说罢，他咬咬牙，硬生生的干了一整杯酒。完了完了，虽然这猛药的药效发作晚，但是过程很难熬啊！我孤家寡人，长夜漫漫，可怎么过呀？皇上，属下为了您真是豁出去了呀！公主，你都看到了吧？属下都喝了，一点事儿没有。你也尝尝这酒，上好的桃花酿，属下好不容易才买来的。风央默默地盯着云恒，竟莫名的觉得云恒今日不对劲儿。所以公主现在生卑职的气了。何时见过卑职对公主做过不好的事情？如今卑职想以酒谢罪，敬公主2杯，可公主却不愿意。您几位能不能行行好，帮卑职劝劝公主？南婉嫣则是没想到云恒还有这么一招，眉尾抽了抽，想揍云恒的冲动。顾墨寒笑而不语。娘亲，云恒哥哥都这么诚心诚意了，要不你就小酌一点点，就当是今日开心了。娘亲，云恒哥哥平日里最喜欢给我们带糖葫芦了，怎么会是坏人呢？娘亲，你就喝一小杯，不碍事的。娘亲，我们可以照顾娘亲的，娘亲不要担心喝醉。好好好，娘亲原谅他了。说着看了云恒一眼，接过他递来的酒。行了，你也别谢罪了，用实际行动说事吧。做这些是没有用的。今日他可真算是豁出去了，把自己都给搭上了。他就不信了，嘿，这么猛的料，皇上和皇后娘娘还能不一举3胎？直到深夜靠近，南婉嫣回到寝殿，忽然就觉得浑身燥热。云恒，你这个养不熟的王八蛋，竟然真的给我下东西！亏我还觉得这货还算知道道歉，没想到明日我一定要他好看。就在这个时候，敲门声响起来。婉嫣，我不舒服。婉嫣，我好难受，能进去吗？滚！顾墨寒，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我让你滚，不是让你进来。婉嫣，我是真的有些不舒服，应该是被人下了东西，是特意来找你要解药的。跟他要解药，他都没有解药。顾墨寒，你少在我这里假惺惺的，这一切难道不是你指使云恒去做的？否则他今晚要怎么这么卖力的劝我喝酒，还不惜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在你的心里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在你看来，我就这么卑劣无耻吗？你站住，不许再过来！如果不是有你的吩咐，云恒他怎么敢如此胡作非为？再者，你这人向来如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谁敢相信你的话？我现在也着了你的道了，你满意了？他是渴望，却绝不会在清醒的时候强迫他。我说了，我没有。我不管你有没有，你现在赶紧给我走！云恒这个混蛋，到底用的什么猛药，竟然如此厉害？他若是再不进空间治疗，可能就要控制不住了。喉结上下滚动着，太热了，他忍不住扯了扯衣服。婉嫣，别再赶我走了。我知道你其实不讨厌我，你只是跟我有矛盾，但我们的矛盾很快就会解决的。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南婉嫣心头一惊，男人一袭墨发披在了肩头，修长的手指不断地扯着衣领子，对中毒的他来说，简直就是该死的诱惑。顾墨寒，这些废话你别在我这里说，我现在只要你滚出我的屋子，回去泡一个冷水澡清静清静。你也中了毒，应该比我更清楚。这样烈的药，泡冷水澡根本没有用处，只能找个更实际的方法。避暑。你闭嘴！你要是再口不择言，小心我让你当不成男人。你舍不得？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他转身就要走，可腰身被男人蓦然搂住，禁锢在怀里，埋手吻她，热切又温柔。男人无动于衷地任由她挣扎，甚至享受她的反抗，也不束缚她的双手，只是搂住她的腰，越来越深地吻着她。
南婉燕发现再怎么反抗都没用，甚至还愈发口干舌燥后就没再乱动了。顾慕寒却没有再深入，微微的松开他，直勾勾的盯着他。婉燕，我爱你。册封大典上，你诈死逃走了，那一刻我第一次知道失魂落魄是什么滋味，哪怕身上的伤再多，也抵不过锥心刺骨的痛。我甚至在想，若你真死了，我便随你去。我至今都记得跟小正角重逢时的场景，他哭得撕心裂肺，我的心里更是说不出的千疮百孔，好似被人掏空了一个洞，却也明白你还活着，你只是跑了。所以我下定决心，只要能再见你，我绝对不会让你和孩子们再离开了。我的确偏执，甚是愚蠢，手段也卑劣，我无药可救。可是婉燕，我从未如此喜欢过一个人，哪怕为你遍体鳞伤，我也甘之如饴。在外征战的那2年，我每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只要一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孩子，便有率领千军万马大胜而归的勇气。这场仗打得苦，但我不敢输，我想活着来见你，然后接你和孩子们回家。顾慕寒，我不喜欢你了，而且一个人的情深是改变不了什么的，我只能说是有缘无。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顾慕寒低头吻住了。他用力的推他，却被他猛地打横抱起，一把压在了床上。这期间深吻就没有停过。你会喜欢我的，哪怕只是在床上。此时原本应该来听墙角的云恒憋屈的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将身子没入到冰冷刺骨的凉水当中。老天爷呀，你怎么就给了我这么一个爱作死的主子？我这个臣子当的比猪狗都不如，现在遭了罪，还只能一个人躺在这冷水里，旁边连个解忧的人都没有。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风央的身影，云恒连忙摇摇头，痛骂自己：龌龊、下流、不要脸！这个时候怎么能亵渎风央姑娘？也不知道皇上和皇后娘娘那边进行到哪一步了。恰好这个时候，云恒，你在吗？我有点事想找你。无人回应。云恒，云恒，你怎么了？他双脸通红的转过头，捂住了眼睛。我不是故意进来的，对不起啊！该死，他怎么在沐浴啊？风阳原本想拔腿就跑，可是他根本没有听到身后传来任何动静，云恒也没有跟他说任何话，不免觉得奇怪起来。云恒，他又喊了2声。依旧是没有回应，不由得硬着头皮转身，眼睛全程是半眯着，努力让自己不去看那不该看的地方。可风央毕竟是一个未经人事的少女，如何抵抗得住云恒这身肌肉的诱惑呢？皱着眉头，似乎很痛苦，格外的惹人心疼，而且面色潮红，明显是不对劲儿。云恒，你醒醒，别睡着。风央，不是吧？这个梦这么真实的吗？不是梦，先不说这么多了。你别再睡了，你可能中毒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大夫，撑住啊！别走好不好？谁知还没走出半步，手臂就被人一把抓住，紧接着落入一个滚烫却温润的怀里。风央一瞬间就僵硬了身体。云恒，他试探性的呢喃了一句，云恒却将他搂得更紧了，无辜的将下颌放在他的肩上。这样太狠了，叫大夫来也没有用的，你留下来陪陪我，我或许就好了。你为何会被人下药了？其实是我下的。你下的？你给自己下？我本来是想撮合皇上和皇后娘娘，但今夜你也看到了，我若是不喝酒，皇后娘娘就不会喝的。竟然是这样！你先放开我好不好？我不会怪你的。不要，我不想放开。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辈子都这样抱着你。你在说什么胡话？你一定是因为吃错了药，所以才会分不清楚是非。我理解。我才没吃错药呢，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是我憋了2年多不敢说的话。风阳，我知道我这个人并不厉害，也不像皇上那样丰神俊朗，但我可以帮你洗衣做饭，还能早起去市场跟大妈抢你喜欢吃的包子。我任劳任怨，我发誓绝对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风央心乱如麻，整个人都紧绷起来。云恒，别说傻话了。真的没说傻话，真的。风阳，其实2年前你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便觉得你很特别。你看似清冷孤傲，实则根本就是一个心肠柔软的姑娘。来到大夏跟你接触2年多以后，我就更加笃定你是我云恒此生非娶不可的人。为你买早膳，给你捶肩，逗你玩，都是我拙劣的手段，只是想让你多看看我罢了。风阳，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对你做什么，只是我真的不能再等了。我喜欢你，
我想娶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云恒虽然没什么大本事，但有一个很好很厉害的媳妇儿。不对，我不是拿你炫耀，我就是想娶你，我会用一生来护你，不让你受伤。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云恒越说越脸红，越说越凌乱，心里暗骂自己怎么就这么的不争气，明明是个男人，说起话来心跳快得不行。风扬的脑袋里一片空白，只剩下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跳声。说你笨，还真是。云恒有些傻愣愣的，还没有听清风扬说的是什么，就看到怀中的人猛然转过身，吸了烛光，扯下脸上的面纱，吻住了他的唇。梦里真好，连风扬的回应都让人开心。此刻他再也没有顾虑的用力的跟风扬相拥在一起。两人来到主卧，风扬一把将云恒推倒在床上，俯身在他耳边呢喃了一句，云恒却没有听太清楚。他伏在他的身上，两个人的影子映射在花草纸做的窗框上，静谧无声的夜中，只能听见不知是谁传出的喘息声。明皇公主府里的夜晚，连空气都是暧昧的。你可真是让我好等啊！有些小事耽搁，所以来得晚了些。不过你的计划很成功，陆角角已经死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倒是挺好奇。您但说无妨。你给我的那毒药，让南婉嫣和顾墨寒，包括女皇、众皇子在内，都大为震惊。能够拥有这样的东西，你的身份定是不凡。我该如何相信你对大夏没有威胁？在西野，我是凌云阁的人，还曾接触过西野皇室10几年，同时也是大夏正统储君身边的辅佐者。从始至终，我效忠的都只有大夏储君。但我原本的主子早已香消玉殒，在我看来，如今您才应该是大夏的未来，真正有资格坐上女皇之位的人选，所以我才会效忠于您，帮您处理掉鸿蒙公主，便是最好的证明。也是，现在陆角角死了，竞争对手便少了一个，只可惜最棘手的南婉嫣还活着。您不用着急，我还有计策能够对付南婉嫣，只要您愿意相信我，并稍微配合即可。神秘人没有说话，男子便也不再久留，拖沓着并不便利的腿，一步步的走出了死胡同。小主子别着急，老奴马上就能将您送回原本属于您的那个位置上去。算盘打得真响呀，可谁为鱼肉，犹未可知。一日上午，风扬揉着惺忪的睡眼醒来，只觉得浑身酸疼，迷迷糊糊的，脑海中闪过了昨夜那番暧昧旖旎的画面，双颊蓦然一红，恍惚中感觉似乎有什么火热的视线正直勾勾地盯着他瞧。只见云恒盘腿坐在地上，双手撑着下颌，趴在床边，深情又幸福地凝望着他。风扬，我昨晚是不是弄疼你了？听云恒这么问，风扬的脸色变得更加红润。不疼，于是将被子捂得更紧了，满心欢喜地坐上床，拍了拍被窝里的女人。风扬，你放心，我云恒虽然没有太大的本事，但绝对是个负责的男人。我就是钟情于你，我想娶你回家，你愿意做我云恒的妻子，帮我一生到老吗？被窝里的人颤了颤，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不行！云恒顿时懵了。为什么？我们都已经这样了，我得对你负责。还是昨晚我没表现好，我下回肯定温柔，不弄疼你了。还是你有什么要求？只要你想要，我肯定为你夺来，我会尽心尽力为我们准备最好的大婚的。因为这张脸，就因为这个，在西野本就是将军嫡子，深得皇帝信任重用。可我身份行为卑贱，说是换在以前，我或许能陪你反抗命运，但现在的我早就没有了那种勇气。我不想，也不愿你因为我处处遭人白眼。风扬，看着我。云恒不等他把话说完，直接扳着女人的肩膀，强迫她面对自己。我不在乎这些，更不在乎流言蜚语，我就是喜欢你这个人，跟你的容貌家世无关。你若是连机会都不给我，我又如何能向你证明呢？对不起，我做不到。他不想让她哭，只能手足无措地将她搂进了怀里。是我的错，是我太急了，你不要哭好不好？我只是太想娶你了，太想跟你在一起了。凤娘，听我说，这些事情真的不重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难道不是夫妻之间的感情至上吗？你若嫁我，我定将你宠上天去，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不是这样的，云禾，你知道的，古往今来，谈婚论嫁都不是两个人能决定的小事。
你是世家公子，生来就与我不同。往后若是我作为你的妻子去同那些世家小姐们聚会，我只会沦为所有人的笑柄。这张脸也好，这个身份也罢，都不是能与你匹配的存在。你是我见过最阳光最心善之人，我真的不想看见本该前路一片光明的你被我拖累。云恒突然镇住了，他将风央搂得更紧了。我不怕，身份有差又如何？我从未介意过这些，我就是投胎投得好一点，这能怎么比？若是你介意害怕的话，那我就去干一票大的，拿下最好的军功奖赏。到时候我便亲自去求皇后娘娘，或是求皇上将你赐封为郡主也好，别的也罢，你总归是配得上我的，并且只有你配得上。风央，我真的不想看你难过。我从前一直都觉得我那么蠢，又嘴笨又不会说话。你这么好的姑娘，心地善良，心思细腻，应该是我配不上你才对。你的脸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那个高曼远的错。若非他歹毒心肠，你又怎么会为了保护两位小主子被毁了容貌？你放心，我一定会抓到那个高曼远，让他给你以死谢罪。他忽然松开他的手，跳下床去。我这就去找皇上，问问那高曼远的下落，再跟他商量商量如何救出那千古罪人，为你报仇。你疯了，于恒，你昨晚干了什么好事？你难道都忘了吗？现在去找皇上和皇后娘娘，岂不是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是啊，皇上和皇后娘娘现在肯定在一块儿，我这么着急跑过去，不就是去找死了吗？我还没娶到心爱的姑娘，怎么就能英年早逝呢？是我冲动了，可是我真想娶你，我喜欢你好久了。昨天晚上他们都做了夫妻的事情了，他不娶她也太不是男人了。风央望着他，云恒，我们之间的事情我暂且不想提，但我警告你，公主现在还没有原谅你的主子，更不是你的皇后娘娘。下次你若再做这么荒唐的事情，我这辈子都不再理你了。你若当真想娶我，起码要在这一点上尊重我的想法吧。别啊，我不做就行了。往后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别生气。与此同时，南婉嫣的寝殿中，经过昨夜风卷残云的折腾，顾墨寒的身心都得到了救赎。顾墨寒怀里的娇躯动了，南婉嫣缓缓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面对面的和顾墨寒躺在一起，男人温暖结实的双臂紧紧地环着她，薄唇噙着满足的笑，伸腿直接将男人给踹下床去。顾墨寒，你还想赖在这多久？他便灵活地翻身下床，然后站稳了，瞧着他。还疼吗？昨夜是我没有克制住，或许粗暴了些。不需要你担心。没想到这衣裳还挺适合你。南婉嫣皱着眉，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着明显宽大许多的外袍。顾墨寒，你怎么给我穿你的衣服？你确定要脱？你里面现在可是一丝不挂。若是还想试探一个成年男子的气性，我也不会阻止你。昨晚你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会穿你的衣服？那药的后劲儿太大，很多细节他都记不清楚了。顾墨寒慵懒地坐在床边。别为我做了什么，而是你要求的。我？我还以为女人30如狼40如虎都是假话，没想到你如今也不过20几，就这么……南婉嫣瞬间就火大了，抄起枕头扔向他。顾墨寒！男人眼疾手快地接过，重新放到床上。昨夜我将你的衣裳撕碎了，昨夜你累了，却偏闹着要穿衣裳，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的给你套上了。南婉嫣气得后槽牙磨得咯咯响。顾墨寒，我现在不想跟你扯这些，你自己也说了，云恒就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这些年他不仅向你通风报信，现在还给我下药，好成全了你。你现在这副小人得志的姿态，明明就是乐享其成，你还敢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给你真相你不信，你非要相信自己的猜疑和那些莫须有的事情。婉嫣，你也不想想，我究竟为何来大夏？为的就是一享欢愉吗？我要的是一生一世。谁要跟你一生一世？你……他皱眉，一个气不过，直接将床上的被褥抱起来，向他扔去。滚！顾墨寒嘴角噙着笑，轻而易举的就躲闪开。你昨夜受累了，再歇会儿吧，我去给你煮点早膳。属下见过公主。可云恒颤颤巍巍看着南婉嫣，连连后退几步，生怕自己被报复。果不其然，南婉嫣径直走到他跟前，二话不说给了他几针，全扎在没有什么危险却疼得出奇的穴位上。公主，属下知错了。风央虽然心疼，但也觉得这事儿就是云恒活该。云恒，你居然这么明目张胆的当叛徒，往后你就别指望我再撮合你和风央了。南婉嫣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风央亦步亦趋的跟上，有些心疼又无奈的瞪了云恒一眼。云恒直接就急了，顾不上疼，踉踉跄跄的追上去，哀求着，大声喊：别呀，公主，属下求您了，您就算废了属下都行，但风央这事儿还得继续撮合呀，您可绝不能变心啊。
他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两头都不站好啊！莫言不紧不慢地走到最后，看着云恒狼狈的样子，忍不住勾唇偷笑出来。还好，我的任务比较简单，只需要演好就行了。这么一对比，还是云恒更惨些。谁知他们刚行至公主府的后门，就撞见了早就等在门口的叶千峰和程疏远。你们怎么来了？公主啊，您怎么能厚此薄彼呢？疏远和叶公子要不是看见风央姑娘来喊莫言，恐怕都要被蒙在鼓里了。虽然疏远知道论实力论相貌，自己肯定是无法与西野帝君相比拟的，别人想住哪里就能住在哪里，疏远却没办法随心所欲。但疏远觉得委屈啊，莫言与我们本同为您的男宠，为何如今您做什么都只带着莫言，从不过问疏远和叶公子了？程疏远还特别极度不服的瞅了莫言一眼，莫言全程无视，冷漠如初。我并非刻意与你们疏远，只是今日这件事情比较让人忌讳，我不想让太多的人去。叶千峰手指紧了紧，公主都不告诉我们是何事，又怎么知道我们会建议呢？就是舅舅的死因我有些怀疑，所以今日想去雾海开棺验尸。你们现在还想跟着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难怪您这么神神秘秘的。疏远可不怕那些事情，当然要去了。既然如此，那公主您就更应该带上我了。如今大夏并不太平，就比如昨夜宫宴上突如其来的刺杀，分明就是冲着您去的。您若是带上我，那便是多了一个能够保护您的人。至于程公子，懂闷子也不错。你说的没错，疏远愿意为公主效犬马之劳。既然如此，你们二人待会儿就和莫言一辆马车吧。多谢公主，疏远就知道公主最疼疏远了。